叮！海蓝星游戏化1000年，从此刻开始，所有数据将全面序列化升级。随着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全球100亿人的眼前出现一个金黄色的进度条：22%、51%、84%、100%。叮！升级完成，新世界新纪元正式开启。全世界静止7秒钟后，海蓝星瞬间沸腾，欢呼雀跃。在1000年的第一天，游戏首次出现世界级红色公告，全球迎来全面升级进化，原本的格局将被彻底打破。时势造英雄，新版本的出现，必定有人乘着新时代的势，成为一方的霸主。全海蓝星人都在期盼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所有人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惊又狂喜，疯狂涌进世界频道，平均每秒钟刷新上1条信息。此时，苏潇正平静地坐在教室里，默默刷着频道信息，他的耳边全是震耳欲聋的叫喊声。当游戏进度条达到100%后，整个学校陷入欣喜若狂的氛围当中，如同火山突然从学校地底喷发而出，瞬间形成燎原之势，整座校园变得灼热鼎沸，导致他现在有点耳鸣。我靠，游戏入侵1000年才升级一次，竟然让咱们赶上了，也太牛逼了！一共10个方面全面进化，咱们上周觉醒完，职业已经固定了，现在对咱们影响最大的肯定就是天赋进化。快看个人面板，本来我是生活职业面点师，现在竟然可以制作加血加蓝的蛋糕了，我特么变成有用的职业了。卧槽，我刺客竟然进化出可以借助风力瞬间提速10%的天赋，哪怕微风我都能提速10%。我日，为什么我一点变化也没有？操，我也是。这次更新最罕见的应该就是唯一职业和传说天赋。放心，咱们学校不会出现这种人，世界频道到现在都没出现一个，更何况咱们小小的期中，别做梦了。苏潇揉了揉耳朵，不动声色查看自己的个人面板。然而诡异的一幕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职业和天赋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竟然来了个华丽逆转。游戏升级前，也就是1个半小时之前，他的职业面板上还明晃晃显示几个的大字外卖员，而他的桌面上还摆放着学校给他的推荐信，推荐他去小黄外卖实习1个月。现在职业面板上变成了一串他无法理解的内容。职业神级 buff 幸运大师为1，基础技能小火球 buff 天赋技能1，幸运大暴击传说。效果施展后目标可获1倍以上暴击效果，持续时间20分钟，冷却时间5秒钟，范围20米，可在范围内指定目标对象获得暴击，击杀一个怪物可增加1米范围，目标1个，击杀一只怪物可增加1个目标对象。特殊效果1，每施展1次将提升1%效果。特殊效果2，施展过程中可随机触发暴击无上限。特殊效果3，无法用任何道具、技能阻拦该技能效果。特殊效果4，未来可叠加不同 buff 技能共同施展。备注：你就是幸运的代名词，物理攻击、魔法攻击全可暴击。潜力值满，战力值、伤害值1，空心星星为半星。苏潇看着眼前几乎溢出面板的属性介绍，他整个人天旋地转般懵逼。神特么，我就是幸运代名词。第一次听说有人上个星期觉醒完，下个星期一激动换了个职业，容易的简直就像去市场买菜。上周的猪蹄子不爱吃了，这周换成牛大腿。一时间，苏潇的眼中全是复杂。他的职业已然变成一个全新、从未出现过的新职业——神级 buff 幸运大师。目前已知12大基础职业升级为386个职业，包括180个生活职业、100个辅助职业、80个战斗职业、20个稀有职业、6个唯一职业。原本升级前也有465个普通天赋。本次游戏新版本新增300种特殊天赋、60种稀有天赋、10种传说天赋。他的职业竟然是其中最罕见的唯一职业，天赋也是最少的传说天赋。苏潇皱了皱眉，刚刚刷世界频道那么久，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唯一职业。就连最爱显摆的鹰将、阴险小国樱花，有事没事儿各国偷一圈人的棒子都没人吱声。整个海蓝星上千个国家，竟然没出现另一个唯一职业吗？苏潇扶了扶眼镜，一道劲光闪过。再看看他所拥有的天赋技能1号，800多个天赋里面仅有的10个传说天赋之一，幸运大暴击，只要施展1次就是10000倍效果。假如一个人的攻击力是1，经过他10000倍暴击，这个人的攻击力就会变成10000，哪怕一级职业者挥出的小火球也会变成整片地区的 Superstar。 重点是他的10000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每用1次就能提升1%，用不了多久，似乎他就能10万、100万、1000万超级大暴击。还有个随机幸运暴击，没准一下爆出个上亿的攻击力。
海蓝星都能给他打爆。我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强大。不过他这个职业似乎存在一个 bug， 旧版游戏谁都知道，战斗职业只能战斗，辅助职业也只能辅助。这明明是新版出现的全新职业，竟然拥有了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攻击技能小火球。游戏入侵千年都没出现过任何 bug， 可却在新版后明晃晃出现在苏萧的面板上。虽然小到啥也不是，毕竟也算得上是一种攻击能力。最直观的还有潜力值实行全满，这些意味着什么？他将有资格申请进入龙夏国最高战力组织龙耀。虽然他的战力值只有半颗星，伤害值仅有可怜的1，不过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其他几项完全能够弥补这些不足。苏萧按捺住内心的狂喜，龙耀可是全国职业者最想去的好单位，专门培养龙夏国顶级天骄的霸道地盘，不是顶级天赋，在龙耀都得垫底。对于他这个真正的孤儿来讲，绝对是个好去处。有月薪，有寝室，想升级安排，要装备安排，一切升级加生活所需各种补给全部都给安排妥当。进入荣耀就相当于国家做靠山，绝对比自己一个人混强得多，简直就是他未来人生的最佳职业规划。想到这儿，苏萧更加坚定信念。拜拜了，小黄外卖。刺了！他的椅子猛地发出一声巨响，身边的同学全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大跳，瞬间停止了讨论。只见苏萧不慌不忙站起身来，四平八稳地走出教室。大家看着他镇静自若离开的背影，满头问号。哎，苏神，你去哪儿啊？还没放学呢。我操，他是不是进化出新技能找班主任汇报去了？赌100游戏币，成交，再加1包辣条。第二章，老师，我没开玩笑。与此同时，校长办公室内，王博通校长脸色有些难看。升级全新版本已经过去1个半小时，世界频道各个国家出现的新职业新技能越来越多，一个比一个强。重装词条战士、雾影战士、光雾法师、诸神剑手、厄运诅咒天赋，见都没见过的职业和天赋比比皆是。反观自家频道以及各方消息，几乎没听到几个能打的好苗子。往年龙夏国全靠人才选拔考核挑选出好苗子，大国之间竞争虽然被鹰将掣肘，平时也能在55开和46开之间反复横跳。可现在突然冒出个游戏升级进化，如果在初期抓不住机遇，对后续的影响极大，很可能直接荡到谷底。半年之后，一旦出现更新介绍里隐藏的重要活动，没准儿就会被鹰将彻底碾压。专家研判，这个重要活动有80%的可能性和各国资源分配有一定的关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现在的形势对于龙夏国来讲十分严峻。今年期中送去荣耀选拔3人，只剩下张国良。禁咒法师潜力值6颗星，勉强进入荣耀替补队观察。王博通眉宇间多了一丝愁容，随即他拿起手机拨通荣耀南分部的电话。老刘，今年应该只有他一个人，哎，好苗子难遇啊。学校老师专门组了个队，天天带着他猛练呢，也只有他有这个待遇。觉醒1个星期已经冲到18级了，还算勉强合格吧，我马上把他送你那儿去。咣咣咣，苏萧来到班主任李老师的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请进。一个年轻充满朝气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苏萧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班主任李莹莹一手拿笔，一手拿手机，似乎正在记录着什么信息。李莹莹微微一笑。苏萧同学，找老师有什么事儿？是推荐信有问题吗？苏萧摇了摇头。李老师，是其他的事儿找您，现在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必须马上向您汇报。李莹莹看了看苏萧，充满志气的少年背部挺直，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衣，显得整个人坚韧挺拔。虽然他是个孤儿，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学习，每次考试从没考过第2名。上周刚刚觉醒成生活职业，完全出乎李莹莹的意料，他真心替他惋惜。本以为能够觉醒成战斗职业，没想到竟是个生活职业外卖员。就连身为班主任的他都觉得心里落差极大。虽然现在提倡职业没有高低贵贱，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职业，但是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战斗职业才是世界的主流，实力强大，富得流油。生活职业只能解决温饱，拥有一定生存技能，不至于饿死。李莹莹有点猜不出苏萧今天突然找他会什么事儿。如果是游戏新版本的话，他不认为他能有什么更突出的进化。根据他整理的部分资料分析，最多就是激活了某种送外卖的特殊天赋，比如急速上门、闪送一类的。李莹莹毕竟是苏萧的班主任，手里的笔虽然没有放下，他还是柔声问道：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呢？苏萧扶了扶眼镜，直接说道：老师，刚才我突然换了个职业，从生活职业变成辅助职业了。
李莹莹顿时一愣，眉头微皱，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换职业？怎么可能呢？这种事儿前所未有，闻所未闻。都觉醒完1周了，如果增加个什么新天赋，还有这种可能性？怎么可能莫名其妙换了个职业？又不是换衣服，说换就换，这么简单。他已经整理1个多小时关于游戏更新各方渠道的消息，根本没有一个人换过职业，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李莹莹有些气恼，游戏刚升级完，很多事需要统计整理，忙都忙不过来，他还特意跑过来胡说八道。他的语气中不免中带了一丝情绪。苏潇同学，老师没工夫和你开玩笑，你回教室吧。苏潇很认真严肃地强调道。老师，我没开玩笑，确实是因为游戏更新，我才会突然变了个职业，就刚刚突然变的。哎，确定和游戏更新有关系？听到这儿，李莹莹赶紧放下手中的笔，眉毛都快拧成个结，依旧有些不相信。换成什么了？神级 buff 幸运大师，唯一职业传说天赋。苏潇回答的斩钉截铁，干脆利索。说完，就将自己的个人面板放出来部分信息。职业神级 buff 幸运大师，唯一。基础技能小火球 buff 天赋技能1，幸运大暴击传说。潜力值满，战力值伤害值1。李莹莹瞪大双目，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笔顺着桌子滑落到地上滚了几圈。唯一职业传说天赋，潜力值10颗星满级。我的天哪，不是眼花！李莹莹傻眼了，大脑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据可靠消息来源统计，唯一职业全球1个都没发现，传说天赋全世界加起来10个人都没有，潜力值10颗星起步的职业者历史上都没听说过。潜力值区别于其他属性最特别的一点是，其他属性可以通过级别升高、装备属性提升就能改变，或是使用道具短暂大幅度提升。潜力值想要升高哪怕半星，所付出的代价都是超乎想象的。就像荣耀最高领导裴部长已经独步当世，他初始潜力值8星半，耗费了上百年时间才迈入9星，足以说明潜力升星的难度之大。而且荣耀对潜力值的要求达到6颗星才勉强进入替补观察组，各方面实力不行的话，就要立刻踢出荣耀。苏潇10颗星，说不定连考核都不用，直接进荣耀。李莹莹不由得浑身一震，脸上顿时充满喜悦。本来学校也正在统计这次游戏升级会对多少同学有影响，他已经秘密发短信联系班级30多人，全都保持上周觉醒后的状态，没有一丁点改变。全校各个班级的情况都大相径庭，校长已经快要愁秃了。没想到真的有这种幸运儿，还出现在他们期中。在面板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他虽然没看明白这个职业具体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潜力值10颗星全满，但战力值又只有半颗星，伤害值仅为1，一个辅助还能自带攻击技能，够离谱的，全是矛盾，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就凭唯一职业加传说天赋加10星满级潜力值，全都集合在一个人身上，他的未来想必不会太简单。想到这儿，李莹莹眼睛瞬间就亮了。她深吸一口气，稳了稳情绪。苏潇同学，教室太吵了，你先在老师办公室歇会儿吧。老师把空调温度降低点，遥控器在这儿不舒服自己调。想喝点什么吗？可乐、雪碧这儿都有，还有薯片随便吃。我先去校长那儿汇报你的情况，你暂时不要把换职业的事儿告诉任何人，班级群里也不要讲话，一切保密，我马上就回来。虽然现在已经错过了荣耀每年的选拔时间，李莹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向校长汇报，请校长一定推荐苏潇进荣耀，得到最高级别的培养，只有那里才最适合苏潇发展。他有预感，他的成长必定会影响整个龙夏国乃至全世界的格局。第3章，你不是才1级吗？李莹莹顾不上优雅端庄的教师仪态，风风火火就往外面冲。虽然手机忘了拿，可她下意识地将办公室大门反锁，5步并作1步，奔着校长所在的办公楼狂飙而去。李莹莹虽然是7班的班主任，实际上她也只有25岁，这是她带的第1届学生。2年前因伤势过重，从战场上暂时退下来，来到学校继续发光发热。她训练时偏魔鬼风格，凶狠霸道犀利，日常生活中又是个温婉漂亮、身材火辣的大美人儿，极大的反差感，被学生们私下里称为猫眼魔女或辣椒仙子。没想到今天她居然一改往日优雅的风格，直接穿着高跟鞋，拽起黑色紧身裙，在学校里施展刺客的天赋技能神隐暴行。这是她平时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穿着常服做出来的失礼动作，瞬间引来不少老师和学生好奇的目光。不过李莹莹可管不了那么多，爆发出极致的速度，辗转腾挪冲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到了以后，
他在门外喘了口粗气，捋了捋飞舞的长发，转了转僵硬的脚踝，再次整理一下仪容仪表，刚抬起手准备敲门，门自己直接打开了。李莹莹，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制服，领口袖口都是银色龙纹的中年男人，一只手拉开门，正准备出去。他正是期中的校长王伯通，60级的圣骑士，眼神坚定而深邃，整个人看起来充满力量，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随时冲破刀鞘的封印，大杀四方。虽然进不去荣耀正规军，但他是荣耀下设的第2梯队龙辉成员，潜力值4星，极有机会参与龙辉的选拔考核。王伯通当年刚好4颗星，25岁时顺利加入龙辉，至今已有20年时间。制服上龙纹的颜色，金色是荣耀，银色则是龙辉。王伯通看到李莹莹，先是一愣，上下扫了他一眼，见他跑得气喘吁吁，额头上全是汗，高跟鞋也都是灰，他有些纳闷，李老师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你们班学生资料统计完了？李莹莹摇了摇头，还没等他说话，王校长继续开口，有事儿要谈，等1个小时后吧，我已经约好了时间，现在送张国良去荣耀南分部，回来我们再聊。李莹莹赶紧拦下王伯通，校长，您先别着急走，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必须马上汇报。王伯通身体一顿，停住往外走的脚步，转身走回去，坐在椅子上，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茶。3分钟，接着用眼神示意他抓紧时间。李莹莹关上办公室的门，悄声说道，游戏升级后，我们班有位同学职业变了。变成什么了？王伯通并没把他说的当做一回事儿，反而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这种情况不光世界频道里有，就连龙夏国频道里都有不少。现在到处都是因为新版本升级导致有略微变化的人。铁血战士进化成龙血战士，号令不死亡灵变成召唤魔域恶灵，射箭100发变1000发，治愈术从1000到能灌满3000血量，基本上都是同种类小规模的进化，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总不能是附魔师变禁咒法师，厨子变成巨斧战士这么离谱吧？他在心里呵呵一声，不太明白李莹莹神秘兮兮搞的什么鬼。果然，年轻人遇到事情还是不够稳重。李莹莹猛吸一口气，用最小声将苏潇的变化讲了出来。王伯通先是一愣，随后仰着头咕咚咕咚一口气把一杯浓茶全干了，稳了稳心神，说，我没听清，你说什么？李莹莹只能再重复一遍重点。王伯通脸上依旧没有什么异常，只不过他的眼睛像瞄准猎物的豹子一般收缩到极致，浑身肌肉猛地一绷紧，衣服布料的褶皱都能呈现出此时他内心的情绪有多激烈。而后他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哈哈哈哈，漂亮，人在哪儿？李莹莹还在我办公室歇着呢。王伯通立刻掏出手机，轻咳一声，声音有些阴哑，呵，老刘，我们学校有点急事儿，必须马上处理，一会儿张国良就让其他老师送过去。好，他就拜托你了。通话挂断后，两个人急匆匆直奔李莹莹的办公室。苏潇正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吹着空调，喝着可乐，甚至撕开了薯片包装，拿了片薯片准备放进嘴里。门咣的一声就被推开了。这么快就回来了？苏潇快速嚼完手里的薯片，把剩下的放回桌子上。王伯通像风一样急速刮进办公室，李莹莹紧随其后。他进来后立刻反锁房门。苏潇被他俩的动作弄得一愣一愣的。王伯通走到苏潇面前，有些激动，苏潇同学，你的信息面板可以让我看看吗？苏潇点点头，这个中年男人他认识，七中的校长，同时也是七中学生们心中的实力派偶像。王伯通可不是龙辉的普通成员，他同时还担任龙辉副部长第3席位。他实力强大，做事果断，很有人格魅力。七中全体同学都很信任这位校长，渴望成为他这样强悍的职业者。所以苏潇并未隐藏，直接放出面板上的全部信息。王伯通看得非常认真，每个字每个词，甚至每行信息都反复思索。然而仅从字面上是无法真实感受到这个职业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苏潇同学，你能对我施展一下幸运大暴击吗？我想了解一下。王伯通笑呵呵说道。啊，苏黎有些迟疑。王伯通继续说，你有什么顾虑吗？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校长，我也从来没有用过，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万一上面可写得清清楚楚，万倍暴击，万一出点啥事儿，可就麻烦大了。校长实力太强，苏潇出于谨慎考虑，必须提醒一下。王伯通想了想，并没放在心上。放心吧，你不是才1级吗？刚换的职业应该没问题。更何况咱们学校的建筑都严格审核过安全性的问题，石材全由7级锻造师强化过，所有建筑都特意让7级阵法师加固过，应该没什么问题。7级锻造师和7级阵法师指的是他们技能的熟练度，满级为10级。越到后期，
他们所要消耗的材料越多，强化技术或者阵法咒力越强。这还是王伯通花重金排队半年才从荣耀请来的高手。站在一边的李莹莹也觉得没必要这么小心翼翼，毕竟他只有1级，即使是万倍，撑死也就砸碎几面墙壁而已。7级锻造师和7级阵法师制作的成品可不是大白菜，几乎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固若金汤。苏潇观察他俩，似乎并没放在心上。既然已经提醒过，至于发生什么后果，就和自己无关了。反正是校长自己干的。随后，他对着王伯通抬起手，发动幸运大暴击。肉眼可见的一道充满神秘力量的金光笼罩在王伯通身体上。紧接着，王伯通耳边响起一道系统提示音：叮！您正受到幸运大暴击影响，已获得万倍暴击 buff 效果，持续时间为20分钟。第4章40级的传说道具都阻拦不了的特效。王伯通看着自己的身体，顿时一愣。他的身体被金光笼罩，头发随光飘动，如同变身后的超级赛亚人。除了光芒稍微有些晃眼外，他竟然能够感受到一股无限暴增的神秘力量在体内涌动勃发。他思忖了一瞬，直接采取行动，对着墙壁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击，没有使用任何相关的技能帮助这一下锤击，仅仅用了50伤害值的力量去击打面前的墙壁。王伯通心里很有把握，这个力量应该可以看出苏潇天赋技能所能达到何种破坏力。轰轰轰！一阵阵轰鸣接二连三不断响起，整个墙面被轰出一个巨大的大洞。同时，整个办公室震动不止，地面以及另外3面墙壁全是蜘蛛网般的裂痕蔓延开来，空气中全是墙壁粉碎造成的烟尘，弥漫整个办公室。烟尘慢慢散去，李莹莹大咳几声后，抬头一看，整个人目瞪口呆。他办公室的墙壁，以及他隔壁的墙壁，隔壁的墙壁，除了他，至少3个办公室被彻底打穿，就像一个套一个的血盆大口，凶猛吞吐着浓烟。这一层的办公室完全就是经历了激烈战斗后的废墟，遍地都是碎尸残渣，秒变副本秘境中的断壁残垣，破烂不堪。原本正在办公室专心统计资料的其他几个班的班主任猛地窜起，避开崩得到处飞的石块。下一秒，他们抖了抖浑身的尘土，狂咳几声后，立刻换上全套装备，手拿武器冲进烟尘浓雾，纷纷朝着攻击的方向跑了过来。大家看到校长和李莹莹时，当场来了个全体猛圈。什么情况？这不是嫡系？校长，您怎么在这儿？这是您干的？我的妈呀，校长，看您这浑身涌动的金光，您的职业也跟着进化了。相当于3000万游戏币的特殊防御，竟然扛不住校长裸装新技能的一击，太酷了！校长要带着咱们七中崛起。面对各班班主任极度兴奋，王伯通只能尴尬一笑，哈哈，没什么，我就是试试而已。实际上，他这个毁掉办公室的人才是现场最懵逼的人。如果他穿着全套装备，施展技能，用力一击打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他只穿了制服，赤手空拳，伤害值只有50的一拳。王伯通挑了下眉，这个1级的学生似乎完全出乎意料。既然办公室已毁，没办法再进行私密对话，王伯通只能带着苏潇和李莹莹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内，继续研究他的新职业效果。此时的王伯通仍处于 buff 的加持时效内，他将自己的部分面板亮了出来。潜力值、战力值、伤害值118953，暴击 buff 100%， 1万。王伯通和李莹莹同时被惊得像见鬼了一样。王伯通，这是？李莹莹，你！王伯通脸色巨变，他原本的战力值为5星，就这么轻轻松松变成6星了。众所周知，战力值的提升同样也是难度极大，它并不等同于攻击力，只要叠加高攻击的装备武器道具，就能从数字上直接显示。战力值是职业者整体实力的综合体现，包括技能强弱、技能等级、个人属性、级别等等相关的一切。苏潇的一招竟然能够叠加到战力值上，让他瞬间提升1星。同样让他震惊的还有，他的潜力值原本为4星半，这半颗星耗费他将近20年的时间，结果苏潇这么一个挥手，一个瞬间就赶上了他的20年，简直令人震惊到五体投地，心脏快要蹦出胸膛。王伯通继续看向属性栏，暴击直接出现在属性栏，标注 100%， 伤害值也飙升到将近12万，提升了将近3万。听到王伯通的解释，李莹莹眼睛瞪得更大，用力狠狠吞咽了一口唾沫。暴击一般都是身上是否有幸运属性才能增加它的暴击率，一般暴击的几率都在 10% 至 15% 之间，他的技能竟然能赋予目标 100% 暴击，也就是说每一下都能打出暴击的同时，整个攻击效果能达到万倍程度。
这特么还是不是人了？他在心中情不自禁大喊，转头再次看向苏潇，心脏就像猛然见到深渊主宰者般狂跳不止。这要是遇上同级的职业者，瞬间就能教育对方谁才是爹。哪怕遇上级别比自己高10级的精良装备职业者，必定有一战之力。李莹莹羡慕的都要流口水了，要不是自己还在养伤恢复，身体并没有达到全盛时期，不然她肯定也要感受一下这极致的舒爽。李老师，我要用个道具，你帮忙观察下，看看会不会影响暴击的效果。说完，王博通从背包格子里拿出一件道具，深渊灭世，品级传说，等级40级。介绍：攻击效果负 10%， 技能效果负 10%， 武器装备特殊效果负 10%， 时效20分钟。他将道具对准自己，一道深灰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他的全身，下一秒，金色光芒直接将深灰色全部吞噬。王博通的耳边再次传来系统提示音：叮，道具使用失败，无法影响该技能效果。他顿时一愣，40级传说道具没办法影响一个1级的幸运大暴击。而李莹莹也在一旁瞪大双眼，果然跟特殊效果上显示的一样，任何道具技能应该都没有办法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校长转回头又开始观察苏潇的面板，你这技能暂时是单体暴击，随着怪物死的越多，能暴击的人数就越多，而且范围不是固定的，每杀死一只，范围扩大1米，还能指定暴击给谁。最可怕的一点，冷却时间仅有5秒钟。王博通和李莹莹突然浑身一僵，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好家伙，这要是怪物越杀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往少了说他能给一个队伍全部暴击，往大了说他甚至可以覆盖一个区，甚至多个城市，集体暴击，只谁万倍。这瞬间提升兵力的效果可真特么牛逼，克拉斯神特么鹰将，狗屁樱花，舔狗棒子全都踩在脚底下。看着校长喜出望外的神色，苏潇心里有底了。他扶了扶眼镜，开门见山说道：校长，我可以申请进荣耀吗？王博通满脸红光，整个人抑制不住的兴奋，伸出一只手使劲拍着苏潇的肩膀。小苏呀，用不着这么谦虚，什么叫可以申请吗？他们10里红毯铺地，邀请你去还差不多。说完，王博通掏出手机，声音中气十足：喂，老刘，我申请敲响荣耀天骄黄金钟，通知10位选拔人到场，期中要送人入选荣耀，申请荣耀最强战力9耀的候选人。李莹莹当场呆滞，喊出尖叫声：不会吧，要动用黄金钟？第5章专门针对天才的劫杀。当李莹莹听到要敲响荣耀天骄黄金钟时，大脑嗡一声巨响，脸上只剩下惊骇。校长，不用这么拼命吧，就先普通送选，1级杀上去，不需要冒险敲黄金钟吧。李莹莹急得在王博通身边一个劲儿比划手势，外加小声嘀咕提醒他。一旁的苏潇满头都是问号，不是潜力值6星就能进替补吗？他都10星了，敲的哪门子钟？黄金钟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听起来似乎很不一般。他想进荣耀赚个高级月薪，就弄出这么大动静，还要敲钟吹唢呐奏乐吗？就在他和李莹莹各自懵逼的时候，电话另一端的老刘更加懵逼平方。黄金钟近100年都没为谁鸣过，主要原因是黄金钟可不是随便想敲就能敲的，只有真正的天骄才有资格让黄金钟的鸣响响彻云霄。黄金钟由特殊材质制成，导致它只要响起，钟鸣声能够同时在龙夏子孙每个人的耳边萦绕，整个龙夏大地都能为之震动，场面极其震撼。迄今为止，仅有100年前的龙夏将军敲响过此钟。制定敲击黄金钟的规则，主要是因为人人都想证明自己的实力，杜绝一些自以为实力强大、普信过了头的人。游戏入侵1000年，随便一个强下都蹲着几个 SSS， 大大增加了普信的几率。刚开始推行黄金钟时，每天报名的人都有成千上万个，各种奇葩满地走，把荣耀包围的里3层外3层。当然，荣耀肯定也没有太多的精力面对这么多人，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人出现，让真正的天骄能够显露出来，有机会敲钟，一再提醒国人慎重再慎重。敲一次，如果没有成功入选，敲钟人将受到严厉到极致的恐怖责罚。备选者受到同样责罚的同时，20年内不得再入龙夏重点机构。当然，有罚必有奖，一旦成功入选，那敲钟人会获得数不胜数的丰厚资源，还有国家颁发的发现重大人才奖励。成功入选的职业者必将是荣耀最强战力9耀的候补，必定是未来举国之力重点中的重点培养。王博通打电话的时候，嘴角一直翘着，激动的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整个人兴奋过度。挂断通话后，他来到苏潇面前，哈哈一笑：哈哈，小苏啊，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个披萨？汉堡？鸡腿？牛排？苏潇，不吃了，谢谢校长，我还不饿。王伯通赶忙又接了一句，可不可？我这儿有荣耀特选牛奶，能让你长高个儿，还有普通的可乐、雪碧、旺仔、外星人。龙辉的副部长第3席，此时看起来似乎在努力和苏潇拉近关系。校长，我刚喝了可。王伯通搓搓手，赶紧打断苏潇想要拒绝的话。客气啥？咱们又不是外人，每样都给你准备几瓶，带着路上喝。说完，他抬头看向李莹莹，李老师，一起去吗？李莹莹眸光一闪，她想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立刻点点头。好的，校长，那我去准备车。5分钟后，李莹莹开着校长的宾利，载着苏潇和王伯通出发。游戏入侵后，整个龙夏国被秘境副本出现的位置划分为龙南、龙北、龙东、龙西、夏南、夏北、夏东、夏西8大区域，每个大区分为20个小区。而中央城位于8个大区的核心位置，是龙夏国最高权力所在，荣耀总部也设在中央城。苏潇自小生长的区域在龙南11区，他们准备前往的荣耀龙南分部需要大概30分钟左右的车程。沿途全是大面积的荒原区，有一定数量级别不高的小怪物。随机副本秘境一般会降临在荒原区范围内，每隔一大段距离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安全区，职业者可以随时在那儿休息或者补给所需物品。此时王伯通正激动的五指翻飞敲击手机屏幕，不知道跟谁聊着什么。而苏潇喝完荣耀特制牛奶，眯着眼睛打盹儿。他一大早起来上学，正好休息下。李莹莹则播放了一首节奏明快的轻音乐，手指随着节拍在方向盘上不住地敲击着。3个人悠闲放松的像去旅游度假一般。叮铃铃！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打破了车内和谐安宁的氛围。王伯通眉头轻轻皱了皱，有些纳闷，接通电话。老刘，什么事儿？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王伯通脸色大变。你说什么？谁死了？苏潇、李莹莹通过车内后视镜对视一眼，眼中全是惊讶。就在这时，砰一声巨响，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中正在疾驰的汽车顶部，仿佛一颗巨石坠落，砸得宾利猛地向下一沉。下一秒，咯吱咯吱，车的顶棚发出暴力挤压变形的声音，指甲摩擦玻璃般的声响不断，车内空气瞬间冷凝。突然间，一个人头从汽车正前方挡风玻璃上冒了出来，倒立着正对车内，长发随风舞动，灰鬼绝怪。这是一个女人，她正趴在汽车上方，朝着他们露出诡异的微笑，一颗颗洁白的牙齿尖利闪着凶光，仿佛能够瞬间咬断人类的脖颈。3人顿时一愣，这他妈是谁？李莹莹瞬间反应过来，手脚并用，一只手蓦地朝女人挥出一个匕首扎过去，另一只手猛打方向盘，脚下也没闲着，一只脚点了点油门后，另一只脚狂踩急刹车。嘶嘶嘶嘶，宾利在地面划出一道完美的半弧形，来了个漂亮的漂移，直接将女人横甩出去的同时，匕首也紧随其后刺过去。趁现在敌人还没攻上来的空档，校长脸色极为严肃，用最简洁的语言讲清楚现在的形势。你们听好，张国良在半路被人杀了，杀手可能就是刚刚这个女人，杀手人数未知，目的肯定是刹车里的天才，也就是小苏。李老师，你赶紧把车开出一段距离，守在车附近，别让人靠近小苏。小苏，你就躲在车里，坚持1刻钟就行，荣耀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听到这儿，苏潇眯了眯眼睛，心中一凉。不出意外的话，校长亲自送的学生一个都不会放过。杀手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杀我龙夏的天才？他扶了扶眼镜，一道寒光闪过，有点不妙，现在要好好想想对策。这时王伯通已经冲出宾利，和诡异女人厮杀到一处。苏潇从车窗向外看了几眼，这女人确实强得有些离谱，一把樱花刀使得出神入化，还有各种小道具随时扔出来对着王伯通狂轰滥炸。他并未隐藏自己的信息，明晃晃的潜力值4星，战力值5星，而伤害值却能达到8万多。这个女人不简单，虽然被王伯通压着打，但也能依靠道具死死缠住他不放。李莹莹紧张地观察着车的四周，生怕哪儿又突然冒出来个人。然而越怕什么来什么，砰！从地下倏地窜出一条灵活的条状物，速度极快，在一片烟尘中狠狠用力一抽，将李莹莹整个人扇了出去，直接倒飞3米。另一边，一个浑身捆着白色绷带的男人已然站在汽车旁边，他一拳暴力拆解，将车门完全报废后，随手将这块破铜烂铁丢在地上。李莹莹躺在地上喷了一口鲜血，脸色苍白，嘴唇微颤。来不及了！王伯通目眦欲裂，咬牙切齿，疯了一样往车的方向冲去。与此同时，绷带男将一只手搭在车顶之上，染血的绷带滴滴答答不断落下殷红色鲜血。
咻！他另一只手上的绷带突然以肉眼难以看清的速度向车内袭去。第6章旗鼓相当。绷带像灵活的红蛇一般，电光火石之间不断涌进宾利内部。一时间，耳边全是绷带发出的咻咻声响。一个未成长的学生，怎么可能逃脱得了这种攻势的包围？等待他的只有……绷带男得意至极，仰天狂妄一笑。结，又是一次完美的陷阱，马上就能完成最后的术式。他开始双手快速结印，嘴里低声念着什么。紧接着，以绷带男的身体为核心，瞬间形成一个暗灰色咒术结界。王伯通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彻底被隔绝在结界之外，从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唯一可见的是，结界一圈又一圈闪过颇为不祥的辉光，以及一闪而过充满胸罩的暗黑色皱纹。王伯通双眼通红，额头青筋暴起，心脏犹如刀绞般剧痛难忍，用力狠狠捶了几下结界，无济于事，被封得牢牢的。他已经认出来，眼前这个浑身缠着绷带的男人究竟是谁。这个男人并不是普通的职业者，他是世界最臭名昭著的狩猎工会曼陀罗的成员，代号丧彪魔忍，世界顶级狩猎者，霓虹国的天才 SSS 级忍术大师。他一向手段极为残忍，没有丝毫人性。曼陀罗工会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它与其他工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别的工会下副本秘境对付怪物，而他们猎杀的全部对象通通都是职业者，只要雇主给的赏金足够，他们要多丧心病狂就有多灭绝人性。所有成员全是嗜杀残暴、罪大恶极的人，无一例外。丧彪亲自出马捕猎，从未失手过一次。这次的话，王伯通紧握手中的长剑，内心怒不可遏。龙夏国未来的天才，近100年来有资格敲响黄金钟，绝无仅有的天才，就这么身亡命陨，死在他的眼前。他无法接受这种任人宰割的惨状。李莹莹勉强从地上爬了起来，擦了擦嘴边的鲜血，抬头看向宾利的方向，目光中全是痛惜。他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自己的学生刚刚还活生生坐在车里喝着荣耀特供牛奶，畅想未来进入荣耀的生活，结果一眨眼的功夫就折损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流星陨落的速度也不过如此。他咬紧牙关，按了按自己的胸口，该死，真的痛不欲生。李莹莹的目光陡然坚定起来，这一击虽然导致他未愈的重伤更加严重，那又如何？学生的仇，他誓死必报。他和王伯通两个人对视一眼，纷纷从对方的眼神中明了各自的决断。两个人的身上同时涌出滔天的杀气。原本一直与王伯通缠斗不休的女人不再纠缠他，他满脸嘲讽，结界外即便只有他自己，他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对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长，再加一个重伤没用的老师，能奈我何？等灭了龙夏所有未成长的天才，他满脸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转头看向王伯通和李莹莹，大放厥词道：你们以为游戏升级龙夏就能翻身而上吗？哈哈，做梦，八嘎！马上就轮到你们两个下去陪他们。王伯通可不屑在嘴上修炼什么功夫，直接朝着李莹莹使了个眼色，先宰了这个女的再说。他手中的长剑划过一道渗人的寒光，就在他刚要用力一挥最强技能之时，突然间天地间剧烈狂震，轰砰，连续几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得几个人耳朵嗡嗡鸣响，大地随着爆炸上下震动不止，口鼻间满是烟尘的味道，眼前闪过一片耀眼的光芒，紧接着狂暴的锤击随之而来，砰砰砰，每一下急促又凶猛，狠狠地锤在结界之上，一击又一击，砸得结界的光芒一闪一闪，即将熄灭。暗黑色的皱纹自行无法稳固，飘来散去，几近溃散。一声又一声如同激昂战鼓般的声响。王伯通和李莹莹两人皆是双眼闪过希望之光。苏潇还活着？这个想法瞬间点燃他们内心的熊熊战火。然而对于女杀手来说，她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什么情况？她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甚至她隔着结界都能感觉到丧彪已经失控了。从声音上判断，有一种声音似乎是他的绷带造成的声音，他竟然在用绷带攻击自己的结界。还有一种锤击的声音是里面的学生干的。不会吧，学生居然有实力在里面和丧彪对干呢？意识到这一点，他整个人见鬼一般瞪大双眼，倒吸一口凉气。结界内的绷带忍者额头上脸红惊爆，结印的双手轻微颤抖，整个人从肉体到精神上正处于极大的屈辱加愤怒之中。他特么一个潜力值6星、战力值6星的职业者，竟然被一个学生给唬住了，真他娘的操蛋！他以为车内的学生未成长的少年，最多施展着可笑幼稚的技能，
就像上一个被砍头的小禁咒法师差不多，放几个没用的哑炮就被他轻松虐杀。刚刚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穿着校服的少年冷冷瞥了他一眼，冷静到让他心悸。少年的面容被镜面所遮挡，只能看到寒光一闪而过。紧接着，少年全身被透明光晕所笼罩，随后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一个小火球。绷带忍者甚至被这个技能逗得笑出声来。然而，这稍纵即逝、可笑的小火球，在他的眼前竟然突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海，大火又直接演变成一条冲天上的巨大火龙。整个结界内充斥着极为灼热的火焰力量，喧嚣咆哮着，其威力不亚于火系禁咒赤炎焚天，直接将毫无准备的绷带忍者从车边炸飞数米远。所幸结界是由神话级咒术道具配合他本身咒术催动制成，不然整个结界都会瞬间被震碎。满身伤痕的他用颤抖的双手慌忙从背包内掏出来所有的药剂，一股脑全部吞服下去。他的武器虽然只是史诗级武器，并不是神话级武器。这件绷带武器最大的特色就是水火不侵，和他本身属性技能最为契合。这个世界的武器等级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白金、钻石、稀有、传说、史诗、神话。本次游戏升级后又增加2个等级，世界级以及超神级，全都凌驾于神话级之上。可是史诗级的道具竟然被这场大火烧毁了将近2米的长度，如果不是他撤回的快，全被烧光都不是问题。这家伙满身怪异，他的小火球能变成类似火系禁咒威力的技能，比小禁咒法师扔出来火系禁咒更加恐怖。绷带忍者想到这儿，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看来你确实是龙下的天才，不过今天的你只有丧命于此一条路。他再次用受伤的双手忍着疼痛快速结印，这种战力绝对不能活下来，龙夏国未来天才必须全灭。突然，绷带忍者惊得汗毛竖起，想要倒退已经来不及了。这家伙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他的面前。第7章，他还活着。2个人之间的距离突然拉近，绷带忍者正在飞速结印的动作不由得停顿了一下。现在他清清楚楚看清了男生的模样，狭长的凤眸平静得像秋夜湖水，冷得让他浑身发毛，甚至打了个哆嗦。这特么是18岁的学生能够拥有的眼神吗？就在他怔住这一瞬，砰！一个拳头狠狠地对着他迎头痛击，直接命中他的脸部。噗！绷带忍者牙床被打得松动，吐出一颗大牙，直接将他打得晕头转向了，两眼冒金星，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傻呆呆看着苏潇。卧槽，什么情况？他不是法师吗？怎么还是个拳击手？又是一记勾拳牢牢锤中他的腹部。噗！你！他痛得眼冒金星，仍不敢置信。这一拳打得绷带忍者5脏6腑全部破裂，喷出一口鲜血，一股剧痛让他瞬间疼得直不起腰来。苏潇向左一个暴力回旋踢，咔嚓，一脚踢中他腿，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紧接着，苏潇向右又是一个暴力回旋踢，一脚正踹中他的腰子。虽然没听到什么骨头脆响声，但他发出一声极为凄惨的嚎叫声。啊！苏潇满意的点点头，没错，现在他的每一拳每一脚都在万倍幸运大暴击的加持之下。他深知自己才刚刚1级，面对一个实力强大、战力值不俗的杀手，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只能趁杀手没有防备之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利用他的轻视配合自己的天赋，打他个措手不及，偷袭把他打懵，再趁机破坏结界，这才是他的计划。机会只有一次。直拳、勾拳、上勾拳、下肘击，伴随着阵阵鬼哭狼嚎，直踢、侧踢、跳跃踢，刺耳的哭天喊地，连续不断。叮咣乒乓，砰砰砰，苏潇对着他一顿连串的疯狂输出，惨叫不止。哈哈哈哈！八嘎！看着地上只剩下手指头能动的血人，他长长呼出一口气，擦了擦脸上运动出的薄汗。这些人有点过分了，竟然把一个辅助逼到动武的绝路上。苏潇一脚踩在绷带忍者头上，准确来讲，已经血肉模糊的脑袋，用力扯下他身上的绷带，用手掂了掂，这玩意儿不错，没准能砸烂结界。下一秒，他马不停蹄，赶紧跑到结界旁，就开始狂轰滥炸，砰砰砰，砰砰砰，用缴获的敌人武器狂砸以及小火球。一时间，结界内全是火龙，所有的火龙集合一起，猛烈狂舞，试图冲垮结界。结界外，女人被结界越来越狂躁的声响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每一次声响都让她心惊肉跳，浑身战栗不止。
结界上不同的位置不断出现一道又一道的裂痕，谁也不清楚结界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里面除了爆炸声，就是狠狠锤击结界的声音。突然间，结界从裂缝处向外涌出星星点点的火星，火星顺便一簇簇火花，最后形成冲天火焰。咔咔咔咔，一连串的炸响过后，整个结界被一道道裂痕彻底撕开。砰！第一声巨响后，全部碎裂开来，火光一飞冲天，皱纹碎片漫天飞溅，空气中瞬间全是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耳边全部都是咆哮的火龙以及他们划过的巨响。阵阵巨吼过后，火龙腾空而起，冲破天际，大地狂震。所有人被眼前的一切震得心脏狂跳不止。一旁的女人又惊又怒，心中暗叫不好。突然一股气浪喷得她迷住眼睛，然而就在瞬息之间，一道人影一闪而过，又一道人影疾驰而来。噗！一把长剑直接狠狠插入她的身体，搅了几下，而剑的另一端正是王伯通。女人紧紧捂住腹部，鲜血顺着伤口滴滴答答流了一地，她的眼神中全是愤恨，大意了，竟然被他趁机偷袭。女人嘴角向下一撇，眼中依旧傲睨自若。她拥有组织发放多件道具，受伤又能怎样？她的底气依然十足。下一秒，女人手中银光一闪，两件道具同时浮现在她的掌中。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冰寒之气紧紧贴在她的脖子之上，暗藏的一道攻击接踵而至。刺啦！手起刀落，从女人脖子处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她眼睛瞪得极大，一只手死死捂着腹部的伤口，另一只手按在脖子的切口处。只见李莹莹手持一把寒光冷冽的匕首，直接割断女人脖子的颈部大动脉，力道之大，几乎切断她的半个脖颈。血液瞬间飞溅，几人身上全被染红。王伯通用力抽出长剑，又再次一挥，一颗瞪着双眼的人头滚了出去。女人被斩于剑下，死的不能再死了。王伯通和李莹莹对视一眼，还有一个。此时火焰似乎不再翻卷而出，两人在烟尘中小心翼翼搜寻着苏潇的身影。啪！王伯通耳朵动了动，浑身警惕，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只带着血的手从浓烟中猛地伸了出来。王伯通和李莹莹浑身肌肉瞬间紧绷，眼睛满是杀意，盯着那只手后面的身影。只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两个人就直接发动攻击。噌！半条残破不堪的绷带率先冲出浓烟之中。王伯通的心瞬间一沉，李莹莹眼睛有些湿润。终究还是晚了吗？报仇雪恨！两人忍住内心的悲痛，纷纷挥动自己的武器，奔着绷带忍者的身影而去。然而那个身影突然被呛得咳嗽了几声。哎，校长，李老师，你们还好吧？王伯通刚要举起长剑刺过去，硬生生卡在半空中。李莹莹激动地冲过去，通过烟尘看去，果然正是苏潇。他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学生，眼睛不由得越瞪越大。什么情况？别说身上没伤口，就连衣服都好好的，连一丁点破损都没有。和王伯通和李莹莹两个人的狼狈不堪相比，苏潇身上依旧是干干净净的学校校服，完全看不出刚刚经历过什么。王伯通看到他完好无损，又看了看空中已经消失的火龙，神色有些凝重。他安抚性拍拍苏潇的肩膀，很好，没受伤就好。然而突发异变，砰！一声巨响过后，他们眼前出现一个全身全黑忍者服，连脸部都被挡得严严实实的职业者。他的手握一把短剑，闪过一阵寒光。此时他双目阴狠，看死人一般盯着他们三个人。第8章，又一个敌人杀到现场。此时荣耀龙男总部内，一位身高2米，头发花白，身着黑色领口袖口皆有金色龙纹制服的老头，正悠闲地翘着二郎腿，喝着荣耀特供牛奶。咱们龙南分部竟然有人要敲响黄金钟，这么勇吗？他身旁一位同样装束，戴着金丝边眼镜，精英社畜模样的青年回复道：是的，周部长，11区7中的校长王伯通举荐的是本校一名学生。这位年长者正是荣耀龙南总部部长周万中，和他对话的青年则是他的专属秘书关怀兴。周万中若有所思，点点头，又喝了一大口牛奶，轻笑道：王伯通这个人可不简单，能在龙辉稳稳担任第3席10年，实力眼光皆是不俗。以他的性格，能赌上自己的前程，在游戏升级完立刻上报要敲响黄金钟，说明这个学生的天赋应该强到离谱。就连中央城那位裴将军都发私信来向我打听。关怀兴赞同道：确实，王伯通这人向来谨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打过交道的人都说这人谨言慎行，有勇有谋，如果不是天赋离谱，他肯定碰都不会碰黄金钟一下。说完，他瞄了瞄这位部长手中的牛奶，轻咳一声：周部长，这个星期你已经喝了3箱特供牛奶了。
后勤部提醒您，这是给未来的少年精英准备的，您的身体不适合饮用太多，年纪大了要注意胃肠。周万中一听这话，立刻不乐意了，有他这种精神矍铄的老头吗？明明他是人到中年，怎么可能是老头？他一把捏爆牛奶盒，想让关秘书尝尝来自中年人的报复。然而就在这时，远处的空中突然开始变色扭曲，空气中似乎传来某种恐怖的压迫感。紧接着，空中竟然腾空飞出数条火龙，冲天而上。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似乎都能感受现场灼热的气息。周万中直接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观望，脸上全是惊骇万分。这是哪个混蛋禁咒法师要冲破空中结界？不对，禁咒没有这种形态的，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关秘书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眸光一凝，接起电话：“喂，对，我是龙南总部关秘书，我们马上赶到支援。”挂断通话后，关秘书脸色不太好看。有杀手潜入龙南各区，已经成功劫杀入选龙耀的天才不止一位，3部人手不够，希望总部支援。现在遭遇袭击的正是那位准备敲黄金钟的学生。砰！办公桌应声炸裂，遍地都是碎成渣的木屑。周万中站起身来，高大的身躯，健壮的肌肉，极具压迫感。游戏刚升级完，就明目张胆把手伸进我龙夏国境内，抢先劫杀还未成长的天才。这说明什么？对方忌惮龙夏在这次升级之后会出现强大的天才，并打破现有的格局，凌驾于他们之上。除了那几个垃圾国，还能有谁干出这种无耻的事？如果敲击黄金钟的学生在这个时候被干掉的话，或许将是整个龙夏国近100年来最大的损失。他目光阴沉，眼中隐隐浮现怒火，说道：“地址发我，我亲自会会这些渣子，看谁敢动龙夏学生，我必将碎尸万段。如果那条火龙是他们弄的，看我怎么锤爆他们的狗头！”砰！刚说完，一把长约3米的金色长枪惊现在他的掌中。这件武器正是周万中的神话级武器。只见他猛地将长枪抛向空中，一个爆裂投掷之后，整个人凌空一跃而起，立于长枪之上，满身煞气。长枪在空中掀起狂风巨浪的同时，带起强烈刺耳的音爆声。周万中瞬间化为一个小黑点，彻底消失在关怀兴眼前。关怀兴看着眼前被轰烂的窗口，熟练地掏出一个记账本。此时的荒原区，王伯通和李莹莹同时站了出来，挡在苏潇的前面。黑色忍者服的男人满面不屑，不怀好意的目光在他们3个人的身上来回扫着。王伯通从服饰上判断，这个人没有意外的话，和之前的2人同属于一个组织，而且他这充满恶意的眼神说明来者不善。他浑身的威压甚至比之前的2人相加都要强上几分。黑色忍者服是一位老者，他的声音沧桑沙哑，率先开口说道：“你们2个看起来实力不怎么样，竟然能打败他们，真出乎我意料。不过他们连你们身后那么弱的小崽子都杀不死，死了活该。你们活着唯一的用处就是以你们新鲜的血液为祭品，增强我武器的实力。”说完，老者掏出一把闪着诡异光芒的妖刀，刀身布满邪恶煞气的暗光花纹。老者舞动着手中的妖刀冲过来，王伯通一把长剑迅速挡了下来，2人厮杀一处。很明显，老者不论实力还是经验更胜王伯通一筹，手段更为阴险毒辣，尤其是老者使用的武器妖刀，传说中能够斩断一切的嗜血武器，甚至连风雨雷电全都能一刀暴击爆破。同时他还是成长型的，吸食职业者的鲜血，等级越强，那他所吸收的力量也会更强。王伯通渐渐展现出颓势，他的身上出现一道道血痕，情况越来越危急。然而就在此时，在一旁观战的苏潇突然朝着王伯通伸出手晃了晃，一道透明光照瞬间笼罩在他的身上。王伯通的耳边再次响起那道令人狂喜的系统提示音：叮，您正受到幸运大暴击影响，已获得10010倍暴击 buff 效果，持续时间为20分钟。王伯通顿时一愣，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内心信心大增。刹那间，他的身体周围散发了淡淡的金色光芒，实力瞬间暴增数倍。对面的老者也跟着愣了一瞬，看了几眼苏潇，这是什么玩意儿？他招招手，这人就浑身持续冒金光，在近100年的人生中，老者都没见过，喝小崽子的把戏而已。老者撇了撇嘴，根本没放在心上，手持妖刀再次扑上去，以极为刁钻的角度对着王伯通就是一个穿刺。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王伯通的速度竟然完全跟得上他的，不但用剑身横过来挡住他这一下，还反手给了他一下，如果不是他躲得快，身体差点被切成2截。老者虽然心里有些纳闷，不过他不信邪，再次一个隐匿加急速闪现，试图利用身高差从底盘袭击王伯通。可这一次更是让他心惊肉跳，王伯通竟然直接一脚踩在妖刀之上，
抬腿给老者当胸一脚。如果一次可以称得上意外，那2次就绝对不是巧合。老者当即凌空一跃，狼狈跳出5米开外，眼中除了慎重，全是无法理解。明明是他压着王伯通打，怎么形势突然逆转了？老者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紧接着浑身一僵。这小崽子，难道因为游戏升级觉醒了什么？新职业、新天赋、新技能？不行，无论如何必须除掉他。老者无比阴狠的目光看向苏黎，手放到后背，偷偷从背包里拿出一件道具。第9章，神话级邪恶道具。整个暗杀天才的行动已经朝着一个非常诡异的方向策马奔腾。按理说根本轮不到老者出手，潜力值6星，战力值6星，伤害值已达到少说10万的顶尖杀手，带着一个潜力值4星，战力值5星，身上有20几件攻击或保命道具的副手，这种水准的杀手组团屠杀怎么可能会失败？然而2个人在偷袭的情况下去暗杀天才的结果竟然是双双殒命。老者收到他俩身亡的信号时震惊到脸部扭曲，仅仅10分钟时间逼得老者不得不赶来解决。他出现以后的状况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好转，反而让自己都深陷其中。失败最大的变数应该很可能就是对面那个能让人发光的学生造成的。没办法，只能动用那件秘密道具才能破局。老者不甘心地攥紧了一只拳头，用在这里真是不舍。这件道具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用一次少一次。不过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如此。老者压下心中的怨愤，用阴损般的眼眸看向被人挡在身后的年轻学生，眸光中全是算计，故作和蔼一笑道：“学生，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这次游戏升级的最大受益者吧？”苏潇并没有回答，他的双眸被镜片遮挡，老者无法看清他的表情，继续说着贴心的话：“我可以代表樱花招揽你，如果你来樱花的话，绝对比龙夏待遇好很多。我能保证樱花举全国之力培养你，绝对不会瞧不起你拥有低劣的龙夏血脉。放心，龙夏绝对做不到樱花能够给予你的程度。”老者脸上的笑越发诡异：“你相信不？”他相信你是个屁。听得王伯通额头青筋暴起，一股怒火顶到肺上，他直接抢答，已经不想再听这个老东西废话拖延时间。有苏潇的 buff 特效加持，虽然一时半会儿宰不了他，切个胳膊断个腿还是很有可能的。王伯通浑身冒着淡淡金光，挥着长剑直奔老者砍过去。老者脸上笑意更盛，眼神中全是阴谋得逞。他似乎在故意引王伯通去攻击他。不对，苏潇紧锁双眉，老八嘎的表情似乎有问题。他的眼睛猛地扫到老者隐在身后的手正在发出怪异红光，赶紧大喝一声：“校长，快闪开！”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颗的血红蜘蛛突然从老者身后一跃而起。血红蜘蛛肚子直径足有1米，外观看上去只是个色彩鲜艳、长相奇特的蜘蛛，然而它的属性信息居然是道具猩红血蛛15%，品级神话。介绍：召唤稀释类道具，可以通过蛛丝吸收目标身上力量、体力、精神力、潜力值等重要属性传导到持有者身上。限制使用次数的道具，一般由于本身技能过于逆天，需要规则来限制其存在的道具。重点是它还是游戏更新前最高等级神话级道具。不好！李莹莹大惊失色，下意识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保护苏潇。然而猩红血蛛砰的一声消失在原地，速度快出残影，瞬间闪现到苏潇面前。令人意外的是，血蛛竟然从侧面来了个90度大转弯，贴着苏潇的身体猛地来了个托马斯拳旋，直接挥动着步足急速拐弯舞到李莹莹的面前。噗！一股细长被鲜血浸染变色的蛛丝从血蛛嘴里忽地喷射而出，瞬间将他从上到下缠了个结结实实。他的目标竟然不是苏潇，而是李莹莹。看到血蛛已经成功拿下一血，老者脸上全是得意。本来他的首杀目标是那位男剑客，没想到他居然躲开了，没办法，只能随机应变。换句话说，一个1级的小崽子再有天赋，他还没成长起来，吸收的能量怎么会比老师们更多？别着急，一个都跑不了。先是老师，然后小崽子，最后就是校长。老者眯着眼睛，阴狠看向他们。这蛛丝并不是普通光洁无瑕、晶莹剔透的模样，而是每一根根蛛丝都伸张出数只肉眼可见的尖利口气，缠住李莹莹的同时，口气同时插入她的身体。眨眼间，她的脸色秒变苍白无比，眼神涣散，瞳孔放大。血蛛整个身体急速颤抖，肚子也随着她的呼吸一明一暗一红。她和老者之间交相呼应，随着她的一呼一吸之间，李莹莹的血液、体力、精神力等等
全部被隔空导入老者体内。他的生命在迅速流逝，各项属性也在飞速下降。最恐怖的是，他甚至能够吸取目标的潜力值、战力值。同时，老者身体泛出一层淡淡的血腥色光芒，整个人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他见已经得逞，不由得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愚蠢的龙下人，乖乖听话，做我樱花的猪仔多好。”现在苏萧算是看明白了，真不愧是神话级道具，竟然还能抽取他人的生命力以及全身的能量，反哺持有者。老八嘎吸取完李盈莹的一切之后，那下一个应该就是向自己动手。苏萧扶了扶眼镜，他一直很信奉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强者都是以暴制暴，虽然他现在不是什么强者，以暴制暴那应该是没问题的。王伯通想要赶回来切断蛛丝，现在反而是老者一跃而起缠上他。全身综合实力提升后的老者和他缠斗得略显凶猛，让他一时之间根本无法赶回李盈莹身边。看到眼前这危急的画面，苏萧伸出一只手，忽地抓住血珠吐出的一部分血色蛛丝。不要！王伯通脸上表情瞬间狰狞，满脸疑惑不解。都18岁了，怎么脑抽主动送死？老者则不屑地撇撇嘴，非常好，龙下猪仔的觉悟就是高。苏萧的头发砰地随着淡淡金光飘动起来。老者微微怔住，草，又弄出来之前莫名其妙的金光特效吗？紧接着，血珠吞吐的蛛丝泛出一层淡淡的金光，每一丝血红都被浸染上点点金光。老者的身体竟然也逐渐由外脊内出现一层金光，整个人身体的能量更加凝实，莫名的力量在急速暴涨。尝到甜头的老者满意大过吃惊，点点头称赞道：“优西优西，大大的漂亮！没想到你的潜力竟如此之大，姐！我的潜力值竟能像坐火箭般飙升！”砰！金光渐渐入侵所有蛛丝以及血珠，原本血珠呈现阴冷邪恶的暗红色血色，现在整只竟然渐变成淡金色。第10章，小朋友，得饶人处且饶人。血珠肚子如同气球一般，瞬间膨胀数倍，肚皮胀得薄如蝉翼，流动的血管、跳动的心脏似乎都清晰可见，步足拳都在猛烈抖动着，就像兴奋剂吃多了，整个身体都陷入癫狂状态，越吸越上瘾，完全不能自控。他兴奋地啪地撑大双目，第一次感受到这极致的舒爽。两只眼睛由原本阴冷充满兽性的血眸转变为金色失去理智茫然的神色。同样受益的老者意气风发，狂笑不止，哈哈哈哈，大大的好，妙极了，仿佛重新回到20岁年轻力壮的感觉。握了握腰刀，一股强横的威压瞬间从那外席卷全场，简直就像吃了生骨溶血丹一般，令他彻底焕发新生。这家伙如同唐僧肉，稀释以后竟然能起到翻天覆地的功效。老者满意的看了看苏萧，苏萧一动不动，整个人没有任何反应。他瞬间目露惊喜，双眼发亮，这学生真是绝世宝物，竟然能扛住血珠暴力稀释，没有任何不适。这难道不是专门为他准备的独一无二的能量库吗？他狂傲冲天，不由得朝天大笑一声：低劣的种族，让你们见识一下樱花的威力！八嘎，叫什么龙虾？难道不是一条虫子吗？虫下多好听，哈哈哈哈哈哈！他充满气势，用力挥出一击，一个跳跃竟然跨出5米之遥。老者目光万分阴狠，胸有成竹，得意忘形的直接奔着王伯通扑了上去。王伯通眸光一闪，冷静收住奔向李盈莹的脚步，来了个180度大回旋，勇猛反击。现场瞬间金光飞溅四射，金光对金光，长剑对妖刀，一时间薄杀到热火朝天，激烈的难解难分。然而这一切仅仅持续1分钟而已。老者刚刚躲开王伯通一个横扫，气息猛然一滞，整个人瞬间被定在原地，用手指向苏萧的同时，内心掀起滔天巨浪。八嘎，不对，砰！额头鼓起2道青筋，啪！眼珠冒了出来，活像一只老青蛙，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口中涌出。他用力捂住嘴巴，猛咳一声，可嗨！看到手心上鲜红的血液，他错愕到极点。吐血了？怎么可能？他明明已经重回20岁的青春，到底发生了什么？老者内心无限恐慌，大脑从一片空白被染成了鲜血的颜色，眼前的一切同样被定格为血色。透过一片暗红看去，苏萧微翘的唇角显得极为诡异。紧接着，老者全身的骨骼都在发出咔咔急促的声响，甚至他的大腿、胳膊、身体都在速速长出一条又一条青筋，每一条筋内充斥的能量茁壮有力，力量十足的在他的身体内赛跑。他的整个人就像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跑道一般，能量越跑越快，越跑老者喷出的血越多。
脸上凸起的青筋越来越多，他的脸就像被毁容一般，皮肤承受不了青筋中精纯能量突然暴起，甚至鼓出一个又一个泡。王伯通眼皮跳了跳，浑身冷不丁打了一个激灵，有些懵逼，满头问号，这家伙中邪了。他赶紧跳得离他远一点，生怕老者突然爆炸，再见他一身乌七八糟的东西。这特么怎么突然就变成这副见鬼的模样？太尼玛恶心了！思绪一转，王伯通瞳孔微缩，浑身一震，难道是苏潇弄出来的？意识到真相后，王伯通不禁瞪大双眼，浑身僵直，心脏炸裂。老者脸上都是无法承受的剧痛，双手攥紧双拳，咬紧牙关。短暂的思索之后，脑中瞬间得出一个结论：难道是因为他吞噬了那个学生身体内潜力值导致的？他曾经吞噬过无数人，不可能！他用鼓成鸡蛋的眼睛狠辣地看向苏潇，只见苏潇轻松地握着蛛丝的一端，唇角带着一丝嘲弄，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一定是他干的。这一眼同样也惊得老者头皮发麻，双唇直哆嗦。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向阴毒的血蛛竟然会怕苏潇辛苦，变成了舔狗，用蛛丝支撑了他伸出手的力量，完全展现出和他恐怖外形不同的温顺体贴，根本不像对待李盈莹那种捆粽子的方式，里里外外各种方向捆得严严实实，丝毫不考虑他的口鼻在哪儿，他是不是要随时喘口气呼吸。他可不舍得伤害这么好吃的金色能量包。蛛丝轻柔地缠绕苏潇白皙修长的手指的同时，向他发射喜欢的星星眼。看到这画面，老者直接喷出几口鲜血，刚要发飙给血蛛下达绞杀命令，然而仅仅一呼一吸之间，他脸色巨变，嘴唇哆嗦着从小声嘟囔到大吵大嚷起来，身体已然达到崩溃的极限。龙夏学生的潜力值、能量这些竟然无法转化吸收进入自己的身体吗？这是什么道理？老者暴躁愤怒的狂喊：该死的，你快放开我的道具！不要，住手！我宰了你，八嘎！哇！老者呜嗷不停地喊叫着，他的声音从原本饱满中气十足变为不断痛苦的哀嚎。血珠越来越膨胀，肚子的直径竟然已经长到至少3米，就连部族都上所有的口气全部胀得炸开了花。他的整个身体慢慢离开地面，已经处于即将爆炸的边缘。老者顾不上脸面，指甲恨不得抠下一块血肉。虽然能屈能伸才是樱花民族最大的特色，哪怕他憋屈的想要原地爆炸。小朋友，得饶人处且饶人，山水有相逢，何必弄得这么难看呢？你杀了我，樱花官方肯定会向你问责的，你未来还有大好前途要发展，何必呢？他低下自己向来高贵的樱花头，不甘心地看着地面，将眼中的恶意藏起来。别以为他这是不顾脸面的给龙夏低头，这实际是他的权宜之计。如果苏潇不主动松开他的手，血珠就会持续吸收下去。眼看着血珠已经坚持不住，马上就要爆炸，道具一旦被毁，受到反噬最严重的就是持有者。为了活命不丢人，等他缓过来，看他怎么将他们全部碎尸万段。王伯通已经救下快要窒息身亡的李盈莹，顺便给他喂了各种补剂。听到老八嘎竟然还敢明面给苏潇施压，还莫等他说话，老者瞪眼看着苏潇平静到极致，完全不为所动的模样，只能咬了咬牙，忍住即将气炸的心脏，为了活命无下限又如何？扑通！老者直接双膝重重跪倒在地，一头点地，快速猛烈磕了几个响头。求你了，我给你跪下，求你了，放过我吧，我已经65岁了，请放我回去养老吧。我发誓不会再踏入龙夏土地一步。王伯通顿时目光呆滞，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位疯狂磕头的老者。这老八嘎可绝对不是个普通角色，为了活命可真够不要脸的。王伯通的目光落在苏潇冷到极致的脸上，心中不免一紧。第11章，这才是我龙夏的天骄。王伯通同样被苏潇眼中倨傲冷漠震了一瞬，18岁的学生竟有如此惊天气势，未来不可小觑。另一边的老者和之前飞扬跋扈，眼睛长在天上完全不同，简直就像调包换了个人一样。磕头加作揖，可怜兮兮说着各种求饶的话，努力扮演一个可怜悔改的老人，想要软化苏潇决绝的态度。然而当他抬起头看向苏潇之时，那副眼镜大大的镜片完全遮挡了苏潇的眼眸，留给他的仅有镜片反射的冷芒，如同冷夜深空中的寒月，没有一丝一毫情感，冷得深入骨髓，进入脾肺。老者吓得浑身一抖，差点一屁股摔坐在地上。紧接着苏潇寒月之下的唇角微微一翘，冷漠说道：这个世界最阴毒的国家非樱花莫属，你们不配活着，死有余辜。住口！你要干嘛？
随着苏潇话音落下，老者双眼瞪得像要脱眶而出，惧怕的浑身瑟瑟发抖。此时的苏潇就像魔鬼一样，朝着他的方向伸出了一只死亡之手。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啪！原本紧紧缠绕苏潇手指的蛛丝渐渐松开了它，蛛丝在阳光下闪着金色夺目的光芒，同时血珠迎着微风，竟然慢慢在空中漂浮起来。他身体的光芒从淡金色过渡到刺眼的金光色，刹那间迸发出如同闪电一般的金光。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血珠炸成血雾，漫天飞溅残骸血肉碎块，甚至有一部分残骸崩到老者的脸上。老者瞬间露出肝胆俱裂般的恐惧眼神，整个人慌到极致，嘴里发出惊惧喊叫声：“不要！”突然间，咔咔咔咔咔咔，他全身爆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下一秒骨骼经脉尽断，整个人失去了支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只剩下一层皮套在躯壳外，瞪着无法闭合的双眼，舌头无力地搭在嘴边上，只能说人还活着，只是看起来并不像人类而已。苏潇抿了抿唇，呼出一口浊气，拿出面巾纸擦了擦眼镜片上溅到的鲜血。一旁的王伯通下意识地看了苏潇几眼，说实在的，他刚刚也被这么个18岁学生隐藏在眼镜后睥睨天下的冷漠眼神所惊到。王伯通缓了缓情绪，轻咳一声，走过去拍拍苏潇的肩膀说道：“这次你还是太冒险了，所幸有惊无险。”然而还没等苏潇说什么，一道巨响直接从远处砸了过来，一道人影仿佛利剑一般，砰一声坠落在苏潇的身旁。一个身材魁梧、浑身肌肉的高壮老头站在一杆金枪之上，俯视全场。王伯通看清老头是谁之后，立刻给他行了个礼，恭敬问候：“周部长，您怎么来了？”周万中点了点头，回应王伯通，并未立刻作答。他眼中全是金光，扫视全场一圈。站着的人除了王伯通，只有一个擦眼镜的学生，躺着的人倒是有3个，杀手2人，老师1人。首先入眼的是一个人头，看起来好像是被龙夏通缉的，代号为美女蛇的杀手，多次挑衅，数次逃窜，终究被斩首死于龙夏土地上，也算是祭奠龙夏冤魂。周万中满意的点点头，一转头眼睛差点弹出眼眶，这不是潜力值6星的丧彪魔人吗？犯下无数罪孽的该杀之人，很多国家拿他没有办法，世界顶尖毒瘤之一，来去无踪，结果变成惨不忍睹，简直没眼看的死相，脑袋几乎被锤烂，看样子活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周万中无意中踩到什么，似乎软趴趴的，他低下头一看，似乎这是一张人皮，还在缓缓挣扎呼吸的人皮。卧槽，什么情况？在他脚底下还特么有一个人，这家伙也是一个杀手吗？周万中仔细辨认了一会儿后，整个人浑身猛然一震，他好像是樱花国忍江。忍江是樱花国埋在世界顶级狩猎公会中的暗线，实际相当于樱花国将军级别的人物，平时一直坐镇后方，一旦有对樱花有利的信息会第一时间出动。应该是樱花针对游戏升级版本后有什么新的计划，然后派出这个专门仇视龙夏的老崽种。这个老家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他怎么变成这样的？周万中倒吸一口凉气，他活了这么多年，见多识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人皮。动手的人手段堪称一绝，奈把这么个强大的老家伙打成一层饼皮，他不由得顺着额角流下一行冷汗。突然，周万中心脏咯噔一下，他猛地意识到，伏击王伯通的这组杀手竟然有3人，而且每一个都是世界上名号响亮的杀手，全部被王伯通给打成这种惨样。今天同时被劫杀的，除了王伯通的7中天才，还有其他2个学校的天才。杀手实力远远不如这里，可也全都是潜力值、战力值至少5星的杀手，在世界臭名远扬的阴损小人。那2个学校如果不是他及时赶到，肯定会伤亡惨重。而7中这场面似乎有点太超纲了。越琢磨，周万中整个人越呆滞，大脑嗡嗡响的同时有些空白。王伯通什么时候厉害到这种地步的？他的实力卓绝到完全有资格晋升到荣耀分部来当第3席。周万中满脸全是喜悦赞叹，激动无比的夸赞道：“小王，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提升到如此恐怖的境界。我老了，能看到年轻一代的接班人这么出色，真的很欣慰。”听他这么说，王伯通有些尴尬，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苦笑道：“周部长，除了那颗头是我砍的，其他的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哎，这次如果不是有苏潇在的话，我们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周万中眼睛一瞪，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什么意思？谁是苏潇？王伯通指了指站在一边的学生，就是他。怎么可能？
他一个人解决的2个杀手，你脑子没出幻觉？他还是个孩子啊！周万中整个人彻底懵逼，心脏大摆锤似的上下锤击。他活了将近100年，从来没有一件事能让他震惊的头发倒立。小朋友，你怎么做到的？周万中甚至紧张的顿了一下。苏潇则扶了扶眼镜，摇了摇头，平静回答道：碰巧吧，运气好。周万中嘴巴张得大大的，差点脱臼。这学生可真有前途，牛掰！谁家18岁的学生碰巧干掉2个超级杀手？干掉1个可能是碰巧，干掉2个那必然就是实力。凶残到极致的手段，不愧是我龙夏的天骄，睚眦必报，干得漂亮！2米高的周部长一时间欣喜万分，仰头哈哈大笑，一只手用力地拍着苏潇的肩膀。非常好，我龙夏后继有人了。看样子你应该就是王伯通举荐要敲响黄金钟的学生吧？苏潇点点头回应。周万中双眸一道光芒闪过，好，我决定了，我也要共同参与举荐，同时我投你1票，通过。第12章自爆毁尸灭迹。苏潇看向周万中，微微愣了一下，有些意外他毅然决然的魄力。意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天赋被他认可，而是因为仅凭现场情况判断，周万中就能毫不犹豫直接确定共同举荐自己的同时还选择投通过票。这一决定很可能会将他直接推向万丈深渊。一旦苏潇没有通过黄金钟的考核，接下来周万中不但要受到非常多的严厉惩处之外，他本身所拥有的官职，多年以来积攒的一切荣誉、名望、地位，都将彻彻底底和他告别，瞬间像梦幻泡影般消散一空。从此以后，沽名钓誉、好大喜功等各种恶名将会随之而来，将他压垮。准确的讲，苏潇一旦失败，那周万中将会迎来比王伯通更为恐怖的摧毁式人生巨变。一位久居高位，明明可以过得更舒坦的人，根本没有必要选择这条路，为自己的人生增加惊涛骇浪般的风险。然而他还是这么做了，很有魄力地站了出来，用行动来支持苏潇，以示他对苏潇的欣赏以及对天才的渴求，足以见得这个人的性格、做事风格极为果敢，雷厉风行，不愧是荣耀龙南总部的负责人。一时间，苏潇竟在心底感受到莫名的激荡，有些敬佩这样大义凛然的领导。关键时候他真能上，如果连荣耀一个区的负责人都能做到丝毫不畏惧自己可能会失去一切，一心为国家变强而努力，那么更上层的领导必然也会有同样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他们不会被个人的得失所左右，而是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那苏潇将自己交给国家，绝对会享有毫不保留的全力培养，这是他人生最为正确的一次选择。苏潇心中瞬间燃起沸腾烈焰，暗自握紧拳头，他一定要敲响黄金钟，进荣耀，报效祖国龙夏，为龙夏人民而战。周万中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通知荣耀的人过来接他们。等待时，他好奇地研究起地上的老八嘎皮，捋了捋下巴上的胡子，脸上全是疑惑。听说这个老东西手里有一件相当了不得的神话级道具，你怎么做到的？把他弄成这种惨不忍睹的模样。苏潇摸了摸鼻子，咳了咳，说道：我也没想到，本来就是想试探，没想到不知道是我和他不相容，还是因为他贪得无厌撑的，总之他和道具都炸掉了。周万中是越听越震惊，脸部表情相当丰富。不过他很快镇静下来，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现在应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他来做。紧接着，一件道具凭空出现在周万中手中，光芒乍现，他手里握着一颗闪着幽蓝神秘光芒的宝石。脑波窥视，等级1级，品级传说级。介绍：捕捉脑波，窥探深层记忆。窥探完毕后，目标的大脑将被彻底摧毁。他将这块宝石抵在老八嘎的头上，老八嘎的皮剧烈疯狂地抖着，甚至呜咽几声以示拒绝，硕大的眼珠奋力瞪大，充斥着憎恨。很明显，他知道这件道具，也了解它的功效是什么。周万中可不会怜悯这种人，他心中一片阴霾，整件事仿佛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今天游戏刚刚升级完，仅仅几个小时的功夫，这些人就像为了这一天早就做好准备，提前埋伏在龙夏。时机一到，直接大肆屠杀未成长的天才。他们是如何得知这些天才出发的路线和时间？周万中指骨咔咔作响，眉眼间全是怒火。樱花将军级的老八嘎，想必脑子里装满了很多机密，这些机密就上交给龙夏吧。周万中冷笑一声，将幽蓝宝石贴在老八嘎的额头上，宝石瞬间放出阵阵蓝光，同时蓝光又和持有者周万中形成共振，一层层光晕之下，仿佛两者的灵魂正在沟通交流。
时间仅过去几秒钟，蓝光便越来越暗，老八嘎气息越来越弱。最后一刻，他阴毒的目光瞄准苏潇，灰白色的瞳孔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他的脸上露出得逞的诡异笑容。不好，他要自爆！周万中大吼一句后，赶紧直奔附近的苏潇护住他。话音刚落，砰！一声破空的音爆声响起之后，老八嘎整个人就像吹破的气球，直接炸开。所幸只是自爆而已，血肉中并没有夹带伤人暗器。然而王伯通竟然在此时陡然一个猛冲，顶着礼花般的血肉，不顾一切冲了上去。随后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水，伸出一只手，手中抓着一颗眼珠，眼珠正闪着诡异的光芒，发出一种类似磁波声的响声，似乎正在向远方传递着什么信号。呲呲呲呲，随着声音不断响起，眼珠忽明忽暗，本体越来越虚幻，即将消失在众人眼前。啪！王伯通单手攥紧，整个眼珠在消失前被他捏爆，脸色异常难看。太狡猾了，真他妈阴险！眼珠居然被刻画上某种皱纹，能够记录一部分影像。王伯通满脸阴沉继续说，消失的那只眼珠不知道是否记录到苏潇的天赋。周万中擦了擦溅到脸上的血水，整个人散发着阴寒气息，铁青着脸，脖颈凸显两道青筋。被他们知道又如何？我龙夏泱泱大国可不惧这种狗狗虫虫的变态小国。他是害怕我们提取记忆中的信息太多，不得已只能自爆。不过该知道的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周万中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狗日的樱花，一个都跑不了。5分钟之后，一辆越野车出现在众人面前，众人又一次踏上前往荣耀的路上。不过这一次目的地不再是荣耀龙南第3分部，而是荣耀龙南总部。虽然刚刚经历了生死劫难，苏潇整个人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平静地看着窗外。荣耀特供牛奶又一次出现在他的手里，确实味道好极了。他喝了一口之后，扭头看向身旁已经咂嘴喝了2喝的周万中，额头不由得滴落一滴冷汗。老年人这么炫奶对身体不好吧？一旁的王伯通则心情非常不错，内心充满自豪。本来一向沉稳的他，眼中全是喜悦。他亲自送学生敲响黄金钟，简直是无上荣耀。一个学生，还是一个高3学生，就拥有能够敲响黄金钟的天赋。一旦他经过荣耀的培养，未来无可限量。此时荣耀龙南总部9位选拔考官已经全部落座等候。同样，荣耀总负责人中央城的裴将军以及全国8大分区的部长全体到齐，一个个光幕投影到龙南总部现场，等待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每个人的心中都在焦急期盼着。第13章考核开始。说是共同等待见证，实际上不论是在场的选拔考核官，还是光幕对面一同陪考的人，大部分人的心里都没当回事儿，只是表情庄重而已。大家趁苏潇等人还没到，悠闲开启闲聊茶话会模式。今天这小家伙有希望通过吗？上百年都没人通过，今天这个估计也够呛。你们记得不？10年前申请敲钟的玉龙师来的时候已经30级，他都没通过，今天这个才1级。确实，那位玉龙师来的时候可是连龙蛋都抱来了，不过他的精神力差了些，有龙前途也不太明朗。正赶上游戏新版本，你们说会不会有奇迹出现？莫强求，莫将就，我今天主要目的就是想来见见裴老。哈哈哈哈！光幕对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裴将军参与而决定出席，同时大家好久没见，一起凑凑热闹，打个哈哈，仅此而已。历代敲响过黄金钟的人，高3觉醒之时，无一例外，全部都是觉醒的超强职业和天赋。等于一觉醒就是集整个龙夏大气运于一身的气运之子。即便这么优秀，敲钟前也是倾尽家中一切所能，全力培养。今天这个想要敲钟的，不但是个高3学生，且1级实力，没有任何家族背景，还是个孤儿，穷得快要光屁股蛋儿。这些人越想越觉得不可能，纷纷摇头不看好他。就算是新游戏新版本，他能带来什么重大改变吗？99%的概率是不太可能的。众人在心里提前画了个硕大的红叉。然而等了没几分钟，前方竟然传来一个令众人极为错愕的消息。关怀新站在诸位负责人面前，颇为无奈，摊摊手说道：各位长官，打扰一下，刚接到周部长的电话。他决定和王伯通一同举荐这个学生敲响黄金钟。这一句话如同惊雷一般，炸得众人大脑一片空白，嗡嗡作响。有的人直接蹦了起来，脸上全是错愕；有的人正在喝水，一口水喷成高射弹；甚至有的人整个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个意外消息给气噎住了。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周部长被人蛊惑了？不可能，除了荣耀特供牛奶，没听说谁能蛊惑得了周部长这种人。
活了将近80年的周万中，可是龙耀出了名的笑面虎，一肚子全是阴谋诡计。谁敢朝他发射蛊惑电波，不是找死就是活够了。一时间惊得这些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腹狐疑，茫然不解。在这种时候凑这种危险性极大的热闹，明显没有任何必要，只能解释成部长当够了，故意想要趁机下台，提前过上隐居不被打扰的退休生活。大家面面相觑。然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外面传来阵阵脚步声，咔咔，门锁转动，大门被推开，迎着太阳的余晖，几个身影大跨步走了进来。来人率先向众人打了个招呼：各位考核官老师好，我是申请敲响黄金钟的苏潇。众人用审视的目光看向今天的主角，少年瘦瘦高高的，身体素质看起来不错，身上没有一丝赘肉，加上学校提交的成绩，平时应该经常刻苦训练。考核官纷纷在心里点头，眼中充满赞赏。随后众人微微皱了皱眉，他脸上戴的是眼镜，这眼镜框可够大的，把脸的1/3都挡住了。一时间众人脸上全是不解，甚至有人眉头皱出个深深的川字纹。游戏入侵时代，没有人戴眼镜战斗，一旦高度近视者打怪物时眼镜掉了，可就等于离死不远了。谁他妈还戴眼镜出来溜达？攻击系视力早就进化到 6.0 了，这家伙架着这么大的古董眼镜框，实在稀奇得很。众人好奇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眼镜上。过了一会儿，光幕中的裴将军打破古怪的氛围，以一种放松友好的方式好奇发问：苏潇同学，你是近视？苏潇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有些诧异答道：不是，眼镜是学校奖励的黄金级道具。众人一听，嘴角忍不住微微抽动，神特么奖励。王伯通也有些不好意思，尴尬一笑解释说：哈哈，这副眼镜能将佩戴者的视力提升到 8.0， 虽然有些鸡肋，不过它不占配饰的位置。氛围活络起来后，王伯通脸色严肃，重启话题：诸位，关于苏潇的技能解释起来比较麻烦，不如眼见为实。现在选一位考核官，让苏潇施展一下，就能一目了然。众人略微思索一下，立刻赞同点点头。他们也看到过王伯通提交的加密资料，确实一头雾水。此时一位身材魁梧的壮汉和一位波涛汹涌的女子同时站了出来。壮汉严来龙声音低沉有力道：我来试试吧，这屋里就我防御高，扛揍。波涛汹涌的女子也就是陆景景摇着马尾走上前，盈盈一笑：我也试试看，他的技能效果似乎很有趣。两个人同时亮出自己属性面板部分信息：严来龙，职业巨盾战士，级别61级，潜力值、战力值、伤害值98742。陆景景，职业刺客，级别58级，潜力值、战力值、伤害值90532。从两个人属性信息上明显可以看出两种职业不同的特色。巨盾战士主打防御，个人伤害值反而逊色刺客不少。即便如此，眼前的刺客想打爆巨盾战士的防御也是不太可能的。毕竟严来龙这些年一心一意努力堆叠身上的防御，除非陆景景级别升到70级以上，装备全攻叠加暴击，才可能打破严来龙现在的防御。苏潇看完面板后，仅沉思了一瞬，朝向他俩说：两位老师，我的技能给到刺客，盾战抗击。严来龙、陆景景纷纷点头，浑身光芒一闪，全副武装做好准备。紧接着苏潇对着陆景景直接就是一个幸运大暴击。现场考核官和光幕陪考的各地负责人正不以为然笑呵呵看着。下一秒，只见陆景景全身被一层金光笼罩，他杏眼微瞪，惊诧过后眸光闪动，嘴角微翘，笑容诡异，抬手就是猛烈一刺，疾驰风暴。匕首闪过一道寒光，一股寒凉风暴刺向严来龙。而严来龙和现场的众人同时瞪大双目，这家伙的技能还附带金光变身特效。严来龙眉头紧皱，脸色微变，一股恐怖的力量似乎正在陆景景的体内升腾。他从胸腔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吼声后，一道光芒闪过，一个与他身高同高的铜黄色盾牌出现在他的手中。严来龙一脸正色，打起12分精神，呈现最强阻挡技能极限壁垒。轰！巨响过后，盾牌牢牢插入地面，盾牌之上闪过一道道雷鸣电闪，犹如炼狱封闭之门。严来龙整个人身高2米，展现万夫莫开之势，无人能破。第14章全员通过。所有人抿直唇角，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盯场上的两位考核官，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画面。哪怕是坐在光幕对面的人也满面肃然，毕竟大家都不是普通的职业者，每个人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这金光所带来的磅礴威力对内心的冲击极强。
就在此时，陆景景的第一击迎面来，银光一闪，他的身形快成一道残影，掀起一股凌冽的冲击波，砰的一声轰在严来龙的巨盾之上。轰！一声刺耳尖利的巨响过后，严来龙双臂一沉，脸色巨变。操！防御破了！以他的实力，竟然能让他感受到双臂被震得发麻。为了承受这暴击，他不光手臂青筋暴起，就连脸部和脖子上的筋都在瞬间绷起。陆景景不知道发现了什么，严来龙的耳边突然响起他得意的笑声，他脑中的警报声骤然拉响，一股不妙的预感在心中越来越浓烈。不好！严来龙话音未落，众人便看到原本直径2米、厚度至少20公分的巨盾，竟然以陆景景匕首插入的点为中心，硬生生被割开一道深深的印痕。随后咔嚓一声炸响，两股力量正面冲击到一起，巨盾卡在其中无法承受，只能炸裂，盾牌碎成6、7块，各种碎渣落了一地。严来龙整个人僵化傻眼了，幸好他轻敌，随手掏出来的巨盾是过去用的，早就淘汰了，不然他现在这个神话级巨盾上面被划上一条深深的印痕，他可要心疼的眼睛尿尿了。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两眼发直，鸦雀无声。严来龙是谁？荣耀龙南总部第一高防巨盾，整个荣耀算牌的上号的重点培养战力。而级别更低的陆景景，不但破了人家防，还把装备给毁了。一旁有人突然惊叫一声，大家快看陆景景的面板数值变化！所有人目光全部集中在他的面板之上。职业刺客，级别58级，潜力值、战力值、暴击 buff 100%，10016，伤害值124324。这一看不要紧，整个现场和光幕中就像平静的湖水扔进无数块石头一般，仅仅静止一瞬，所有人顿时沸水翻花似的沸腾。卧槽，这特么不是眼花！潜力值、战力值、伤害值竟然全部大幅度提升了。潜力值一辈子都很难升半颗星，他一个技能就给升了。陆景景可是没有达到60级，他居然能破了严来龙的防。沃日，苏萧技能熟练度越来越高，暴击效果越恐怖，以后有没有可能2转奏得3转满地找牙？同意，苏萧同学技能只需要冷却5秒钟就能再次启动。对，第2次他的技能就能投向队伍的另一个人。一个队伍能达到人人万倍暴击，可就太凶残了。随着现场讨论越来越激烈，光幕对面的人激动的脸几乎挤到屏幕上，现场的人则是有人颤颤巍巍端起水杯，手不受控制的一直颤抖着，脸上肌肉僵硬到极点。有人脸涨得通红，眼中都是红色血丝，眼神透露出极致兴奋。有人拿着笔飞快的在纸上不知道计算些什么，嘴里一直念念有词。最夸张的是，有人振臂一挥，朝着空中狂笑不止。王博通满面春风得意，他就知道只要有人看到苏萧的技能，不可能不激动。这可是龙夏游戏升级后第一个被挖掘出来的超级大宝贝。周万中眸光闪烁，唇角微翘，他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禁目露向往。游戏升级新版本后，最缺的就是新出现的最高等级的新装备、新道具。如果带着苏萧探索难度最大的副本，龙夏似乎马上就要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昌盛。有几个人眼睛一直瞟向周万中，眼神中全是羡慕，相互之间窃窃私语。周万中这老狐狸可真够牛逼的，眼睛够毒辣，出去一趟就能举荐这么个超级天骄，怎么咱们就没遇上？泼天的富贵就要落到他头上了，真他妈羡慕的五体投地。这时裴将军叫停欣喜若狂的众人，和蔼笑道：诸位，大家觉得怎么样？同意苏萧同学通过敲响黄金钟吗？夏西负责人点头，举手投同意票。见状，龙北负责人轻轻咳了一下，说道：大家稍安勿躁，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观察一下？10年前那位御龙师也是30级以后才发现端倪的，那颗蛋后来也变成死蛋。苏萧同学仅仅1级，如果他下一个技能是废的话。夏北负责人打断龙北，反对道：我同意敲响黄金钟，毕竟光凭一个可升级进化的暴击就足以看出他对龙夏发展的必要性。为什么还要看他30级的技能？舍本逐末，他现在只是1倍，我相信他用不了几年就能进化成10万倍暴击，只有一个技能又能怎样？夏南负责人敲了敲桌面，轻笑道：龙北，你太谨小慎微，想太多了。大家注意到了吗？除了面板种种惊人信息外，他竟然还有个小火球技能，这说明什么？苏萧同学应该就是本次游戏升级新版本出现的最大 bug。 周万中站了出来，整个人连头发丝都透露出意气风发。他满面凝重道：我选择举荐苏萧同学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实力，最重要的是世界新局势尚未形成之际，樱花就敢贸然冲进我国对天才动手，后续还有连续的动作，是什么给了他们勇气？
无非就是后台是鹰将。苏萧同学的出现，正好能够带动提升整个龙夏的战力。未来我们必然震慑整个世界。同意，同意。现场所有人面色沉重，100%通过苏萧敲响黄金钟。他将成为100年来唯一成功敲响黄金钟的人，龙夏最高战力9要候补，同时又是游戏新版本后首位成功敲钟的人，获得龙夏最高战力组织的全员认可。苏萧表面平静，可内心激昂，扶了扶眼镜，金光一闪。各位前辈，我可以退师敲钟吗？第15章，蛰伏，暗中培养。苏萧的话音刚落，瞬间吸引全场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间大家满头问号。既然来敲钟，干嘛又不让钟鸣响？少年笔挺站在现场，缓缓开口说道：“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都是咱们龙夏老祖宗上千年的经验。”众人眸光微沉，确实正如苏萧所说，目前一旦敲响黄金钟，代表向全世界宣告龙夏在游戏新版本之际获得一位举世瞩目的天骄级人才，这正是鹰将、樱花等国最不愿意也不想看到的。目前仅仅是游戏版本升级，杀手就敢肆无忌惮残害学生，以他们的尿性，一旦得知是黄金钟级别的天才，肯定会不遗余力斩尽杀绝，势必引来全球多方势力的围堵截杀。裴将军眼神犹如闪电般犀利，透过光幕扫向每一个人，凝声道：“诸位，从今天起，有关苏萧的一切全部升级为最高机密，任何人不得向外泄露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苏萧同学暂时蛰伏，我龙耀将全力暗中培养，辅助他快速成长。那时我们在敲响黄金钟，钟声响彻龙夏大地，必然震慑全世界。”所有人面色凝重，异口同声道：“同意，同意。”现如今暗中培养确实是最好的方式，毕竟游戏升级后，原本各国势力就错综复杂，现在局势更加混乱动荡，或许还会有国内各种眼红狗针对苏萧，影响他的迅速成长，反而不如龙耀将他彻底藏起来。现场观点统一一致以后，王博通泰然处之，侃侃而谈。苏萧的技能，据我观察，应该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果，并不会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或机制导致技能失效。他向王博通、严来龙、陆锦锦三人施展技能，并未因为级别和自己相差太多而导致技能失效。同时，他的技能并不会对自身和目标的身体造成任何影响，比如提前抽取等等后续副作用。所以现在必须尽快带苏萧升级，10级还会继续解锁新技能。周万中满眼放光，赞同道：“不论他后续技能是否是超强新技能，目前他哪怕只掌握这么一个幸运大暴击，未来继续提升破100万暴击指日可待。他的技能每杀死一个怪物就能够增加一个目标，同时范围也会扩大1米。所以只要我们分配好队伍，每组交替带领苏萧快速升级，那么他很快就会从单体施展技能扩大为全场大范围目标化。”在周万中的解释后，所有人欣喜若狂，欢呼雀跃。这可绝对不是普通的技能，受益者也不单单是苏萧一个人，而是带动整个龙耀整个组织全体实力大幅提升。这种万倍暴击的队伍简直就像武装坦克，走到哪里横扫一片，犹如千军万马席卷天下，所向披靡。众人纷纷点头，脸上全是红光。龙北负责人身具目光灼灼，急匆匆抢在第一个发言：“苏萧可以秘密进入我龙北地域，龙北派遣6人一队，全队60级，潜力值6星，战力值6星。哈哈哈，龙北太抠门了，我们夏南可以派3队，都是同样实力的职业者，为苏萧同学任意调遣指挥。”夏南负责人沙通天眼中闪过狡黠的光：“让你个老小子开始不积极，现在想抢，没门！”一片热火朝天，激烈争辩中，见抢人大战白热化，周万中满脸褶子都烫平了。他笑呵呵伸出一只手，敲击了几下桌面，打断众人：“龙南的人暂时先由龙南的人来带，全国各部门可以秘密派遣人加入我们这边，全体分配协调。大家都同意龙耀所有资源全部倾斜到龙南培养苏萧吧，我们争取在1个月之内将他彻底成长起来。照此发展下去，苏萧的技能范围覆盖全球，龙夏任何人在外执行任务都能享受到无视距离的幸运大暴击。鹰将最强职业者将被打得抱头鼠窜，还能直接捣毁樱花最强战力组织，让他们感受下什么叫做灭顶之灾。龙夏职业者就像神级职业者，上去就各种碾压摧毁性攻击。这还仅仅只是苏萧万倍暴击之时，一旦他进化成10万、100万甚至1000万、亿倍的时候，那才是真正令整个世界颤抖、恐怖降临世间的时刻。小关，你将龙南最强战力安排成一组，一会儿带苏萧升级，别忘了给苏萧讲一下秘境需要注意什么。大家稍微准备一下，半小时以后出发。
周万中嘱咐完关怀兴，苏萧跟着他走出大门，目送他们离去的身影。周万中转回身来，整个人无比阴沉，压住满腔怒火道：“裴将军，接下来我说的很紧迫，必须立刻着手安排人处理。我在樱花忍将的脑中读取到的消息是……”全场瞬间掀起滔天怒火，与樱花势不两立。关怀兴带着苏萧通过传送阵来到龙南任务大厅，现在正是热闹的时间，人声鼎沸，熙来攘往，很多人在寻找合适的队伍，准备去各个秘境副本刷怪。关怀兴热情介绍道：“这里就是咱们龙南接任务的大厅，一会儿咱们就从这里出发。”关怀兴看苏萧好奇的到处张望，笑容中略带炫耀：“刚才我带你走的传送阵，这是荣耀独享的专属便捷通道，算是荣耀的福利之一，其他职业者只能通过交通工具来到这里。”苏萧东看西看，最后目光集中在正前方硕大的任务发布光幕上。他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当初也只是听老师在上课时简单描述过，一时间他内心十分期待，心脏蹦蹦快速猛烈跳动着。这个世界副本难度原本划分为简单、普通、困难、精英、恶魔、传说6个等级，新版本又在传说级别之上增设了噩梦、灾厄、深渊、地狱。当然，难度越大，掉落的经验值更多，装备道具则更为稀有。此时光幕不断跳动着各种难度的副本名称、挑战队伍、挑战时长，以及挑战成功后第1名到50名全部悬挂在上方，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战绩。唯有游戏新版本增设的新类型通天塔，目前还没有人进入刷怪，众人都在观望中。苏萧蹙了下眉，有些好奇地点开通天塔的信息。通天塔等级无限制，难度无限制。介绍：单人模式副本，通过一层后无法再次返回该层，只能继续向上挑战。当挑战 BOSS 时，无法选择退出该层，失败将埋尸副本之中。看到这儿，他不由得浑身一震。单人模式，打了 BOSS 失败就得死，有些残酷。苏萧心下一沉，一般副本都是团队作战，极少出现单人模式。当一个人单挑副本时，独自面对其中所暗藏的陷阱，风险和危机更是出乎意料，防不胜防。尤其是新版本的第一次，谁也不想冒着生命危险充当小白鼠。不知道哪个国家会选择先吃螃蟹？关怀新征在打电话联系荣耀的人过来集合升级。苏萧看了他几眼，又扭回头继续观察周围。第一次来这里，一切都新鲜得很。就在此时，一群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耀武扬威的身影顶着一头火红头发，嚣张大跨步走在人群前列。这群人将挡住他们前进路线上的众人全部推搡到一边去，毫不在乎大家愤怒的眼神，张狂无礼至极。男人抖了抖头上的红毛，猖狂一笑，指向通天塔：“哈哈哈哈！胆小的龙下人不敢进通天塔，只有鹰将才是世界的霸者，无惧无畏。”第16章火箭式升级。苏萧看向人群中气焰嚣张、瞬间引爆全场暴怒值的红毛青年，脑中全是问号。这是哪儿跑来撒野的煞笔？关怀新神情更是冷漠，眼神中暗含一丝厌恶。他悄然凑到苏萧身边，低声说道：“这群人是鹰将的职业者，之前应该是为了从各个国家冲进副本，观察哪个入口更容易些，顺便刷新各国秘境副本记录，让他们鹰将的名字高高挂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任务大厅前。游戏新版本更新出各项榜单后，他们更加嚣张，高调宣布所有副本榜首只能是他们要碾压全世界的狂妄言论。”苏萧点点头，随后看向队伍为首的红毛青年罗伯特。这家伙每一根红色的毛发都嚣张挺立着，如同他本人一般，像个骄傲的鲲鸡，始终用鼻孔藐视全场众人。罗伯特趾高气昂，喷着气，高举一只手做出胜利手势的同时，张狂的朝天一笑：“龙下的子民，暂时允许你们向我鞠躬行大礼，你们将见证由我开启的新时代。都滚开，别挡路！你们这点实力没资格第一个挑战通天塔。鹰将国民的名字将出现在全世界所有副本排行榜的第1名。”有不满的职业者激动地嚷嚷起来：“凭什么你们先挑战？这是龙夏，不是鹰将！嚣张尼玛，懂不懂什么叫排队？”一旁的队友赶紧堵上他的嘴，把他拉扯到一边，小声嘀咕：“你傻了，快闭嘴！看看他的队友。”这人看向他们的队伍时，浑身一震，瞳孔微缩。操！一组10人，气势冲天，睥睨全场。每个人的嘴角都挂着鄙夷的冷笑，每一步落下都仿佛狠狠踏在每一个人的心脏上。他们身高全在2米之上，全身装备几乎全是神话级。老大快看，龙夏既然挑战副本，竟然还有奖励，10万游戏币。10人中最矮壮的人指着前方的提示，兴奋说道。罗伯特撇了下嘴，满面不屑道：“切，10万够干嘛？等我们挑战成功，
让龙夏必须拿出100万，不然的话，呵呵。说完，一组人耀武扬威，直接冲进通天塔副本。他们可没人怕单人模式，在场中人气的咬牙切齿。马德，真是狮子大开口，还想要100万游戏币，真他妈不要脸！上面明晃晃写的奖励龙夏职业者，跟他们鹰将没有半毛钱关系。外国人还想抢咱们的副本榜单第1名，太过分了！不行，我们也赶紧进去挑战。傻了吧？进去我们也打不过，看到人家的装备和实力了吗？那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哎，我龙夏什么时候也能组个超级职业者天团？这时，周万中、王博通带着几个人赶了过来。关怀星沉吟了一瞬，大脑飞速运转。我有个建议，我觉得等苏萧血量达标，咱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高级副本涅槃深渊。众人目光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什么？选择安全性更高的副本是不是好一些吧？涅槃深渊难度太大了，除了鹰将成功1次以外，咱们直接进去会不会太冒险？说着说着，周万中突然顿住，他猛地一扭头看向苏萧。王博通也立刻领悟了，他点点头赞同，有道理，有苏萧的技能万倍暴击，咱们一组人去哪儿应该问题都不大，甚至可能相当轻松。即便是涅槃深渊，只要咱们职业搭配的好，没准问题都不大。话音刚落，这几个人同时毛孔炸开，眼睛闪闪发亮。确实是这么个情况，苏萧的万倍暴击他们刚刚可是亲眼见识到了，他能够5秒冷却过后给全场组员挨个万倍暴击，这可是大型碾压式挨打局面，进去哪个副本就是一顿暴锤，根本用不上周万中本人，哪怕他们这几个60级的出马，战力值和伤害值都是咣咣暴涨。以他们几个人的实力，伤害值肯定全在10几万，杀怪物可太爽了。严来龙激动的哈哈大笑，胸腔震得嗡嗡轰鸣。其他几个人听到这儿也激动的直搓手，好痒，好像要进化成百花缭乱手。周万中轻咳几声，冷静提醒大家先别着急，咱们先选择低一点的副本，带他把级别升上来，血量充足一些，同时也让苏萧适应和咱们配合怎么万倍，然后咱们就选择性进入高级副本。关怀星听到自家领导的安排，内心欣喜雀跃，以后有苏萧在，鹰将樱花阿三这些大放厥词的怨种充其量就是个葱花屁。接下来确定升级小队成员，为了苏萧快速升级，人数越少越好。61级巨盾战士严来龙，近战肉盾小队队长；63级冰系法师玉影儿，远程攻击；60级牧师潘明月，负责时刻奶苏萧。众人商量，先去40级的怒吼狂狮副本。以60级级别进入这里，简直就像大象踩老鼠，轻松愉快横扫一片，遍地残骸。整支队伍摧枯拉朽，泰山压卵，奶妈都变成闲置职业者，完全用不上跟着闲晃。不过他依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止苏萧被意外秒杀。毕竟他在这种地方脆弱的相当于婴儿幼崽。60多级的人在40级副本内，血量连1%都不会掉，随便溜达。而苏萧直接就得空槽，化为天使和他们拜拜。以击杀狂狮，经验133；以击杀狂狮，经验133；以击杀狂狮，经验133；以击杀狂狮，经验133，经验瞬间疯狂暴涨。奶妈潘明月甚至有时间向苏萧解释，咱们选这里是最适合你的，副本级别太低，我们级别太高，你得不到多少经验的。而且狂狮副本虽然怪物实力强大，并不会有暗藏的机关陷阱之类，喷出的火球、雷球我们都能轻松挡住，伤害不到你1分1毫。苏萧点点头，此时他的内心全是美滋滋暗爽。果然投靠国家100%正确，经验条砰砰砰暴涨，眼睛一闭一眨之间，嗖嗖嗖带着火星往上窜。谁家1级职业者能有这么猛的升级方式？简直就是王者出行，闲杂人等退避三舍。贴身护卫严来龙，美女法师大丫鬟，美女奶妈二丫鬟，自己左拥右抱2个顶级美女，这特么简直是毛孔都在抖动的爆炸爽。苏萧挑了挑眉，乐呵呵说道：“这升级速度赶上火箭了。”另外3人也相当满意升级速度。1个小时后，苏萧的耳边响起一道提示音：“叮，恭喜您升到10级，将解锁新技能幸运超增幅。”第17章新技能强悍霸道。苏萧惊喜万分，赶紧打开属性面板。buff 天赋技能2，幸运超增幅传说。效果：施展后目标可获10000倍以上随机增幅效果，自身或装备。持续时间20分钟，冷却时间5秒钟。范围201米，可在范围内指定目标对象获得暴击，击杀1个怪物可增加1米范围。目标154个，击杀1只怪物
可增加一个目标对象。特殊效果1，每施展一次将提升1%效果。特殊效果2，施展过程中可随机触发，增幅无上限。特殊效果3，无法使用任何道具、技能阻拦该技能效果。特殊效果4，可连续叠加多种 buff 技能。备注：你就是幸运平方的代名词。苏萧眨了眨眼睛，吹了声口哨。好家伙，又一个传说级天赋！新技能超增幅完全就是大暴击的完美补充。按特殊效果4，暴击加增幅叠加使用，相辅相成，堪称逆天辅助技能。范围201，目标154。怎么回事？苏萧，他脑中灵光一现，赶紧查看幸运大暴击。果然如此，超增幅借了大暴击的光。这1小时时间内，他们已经击杀了154个怪物，所以增加了154个目标。潘明月发现苏萧停住脚步，站在原地愣神，转回身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小苏同学，想什么呢？还不赶紧跟上，马上就到 BOSS 老巢了。苏萧眼中全是笑意。嘿嘿，潘姐，我升到10级了，解锁了一个新技能。潘明月正愣了一瞬，瞪大双眼狂喜，立刻嚷嚷：新技能是什么？前面的2人听到潘明月的声音，马上返回，将苏萧团团围住。已经10级了，这么快？什么新技能？肯定是幸运什么什么，快说快说！太好奇了，又辅助什么了？几个人兴奋不已，恨不得整个人都贴在苏萧身上。苏萧直接将技能面板展示给3人观看。看到技能的那一刻，几个人当场呆滞。我彻草会母，又一个万倍！岩来龙用蒲扇般的手掌咣咣拍自己的头。他可是巨盾战士，一旦随机增幅到他盾牌的防御上，这特么谁能击溃他的防线？他的神话级盾牌在全龙下来讲都能排进前3名。一旁的玉影樱桃小口也快进化成血盆大嘴，双眼闪着异常兴奋的火花。他是法师，他身上的装备除了提升精神力，就是增加魔法攻击以及施法速度。无论增幅随机到哪一个属性，对他来讲都是非常完美。再加上幸运大暴击不但对物理攻击有效，同样魔法攻击也能万倍。一个奔跑速度比弓箭手还快的法师，发射着禁咒水平的魔法，脑中幻想的画面令玉影整个人亢奋的浑身不住的颤抖着。一旁还能冷静说话的潘明月小脸通红，这要是增幅到他的奶量上，他可就能普度众生了。过去是一撮奶滋你，现在直接奶晕，让人浑身发抖的醉奶飘在奶的海洋里。潘明月用手给自己扇了扇风，继续看向面板，范围和目标全都更新了。岩来龙、玉影、潘明月几个人控制不住瞪大双眼，互相对视，眼中全是震惊。范围扩大到201米，目标增加到154个。也就是说，在201米的范围内，它可以同时万倍暴击加万倍增幅154个目标对象。这154个目标，甚至可能出现随机无上限的暴击和增幅，没有任何道具可以阻拦技能效果。这还是在苏萧10级的时候。随着他们带领苏萧练级，杀死的怪物将会越来越多，它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大，目标越来越多。所以，苏萧一旦成长起来，只要他发出一个技能，受益者将会是一个城市的职业者，或是一个国家的职业者，甚至可能扩展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岩来龙精神抖擞，双眼放光，哈哈一笑。正好前面就是副本领主 BOSS 和他的眷属，10个精英 BOSS，30个精英怪，40个普通怪物，我自己上去试试。苏萧心中欣喜，这是他第一次施展技能配合他们杀怪。他也有些好奇岩来龙能随机增幅哪个属性。潘明月握紧法杖，准备随时补奶。玉眼儿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盯岩来龙，心脏砰砰跳个不停。岩来龙大跨步走进 BOSS 的领地内，领主师 BOSS 和他的眷属龇牙咧嘴站了起来，所有目光全部阴狠盯着他，而他威风凛凛，毫不畏惧面对眼前这近100只怪物。苏萧挥了挥手，一道金光幸运大暴击照在岩来龙身上，紧接着又是一道极为激烈勇猛的火红色幸运超增幅直冲他而去，一股极强的力量从他的身体由那儿外溢出。同时，位于后方的玉影儿和潘明月也震惊地发现，他们和岩来龙产生同样惊人的异变。狮群直接冲到岩来龙的面前，一滴滴唾液从口中滴落。普通狮子被他强大力量压迫的腿部狂抖，一时之间惧怕的止步不前。精英 BOSS 和精英怪眼中全是谨慎，用低沉的叫声沟通着什么。随着领主 BOSS 狂狮一声怒吼，80只怪物同时出击。岩来龙挥了挥手中的盾牌，眼中冷光一闪，左手一个暴力冲撞，右手一剑横扫千军。砰！犹如山崩海啸一般，所有的怪物瞬间全被击飞，鲜血洒满大地。玉眼儿、潘明月饶有兴趣看着漫天飞尸的场面。岩来龙情不自禁发出舒爽的笑声，边笑边暴捶狮子们。哈哈哈，
太幸运了，我这次随机到防御上，他们挠我就像小猫咪一样，看我一见一排嘤嘤怪，狮群就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落得满地都是，支离破碎。1分钟不到，现场只剩下领主狮 BOSS 和炎来龙大眼瞪小眼。玉眼儿紧紧抿住激动的双唇，两眼锁定狮 BOSS， 魔法恨不得直接冲出体内袭向对面。他娇喝一声：“老严，你过完瘾了，也该轮到我了吧？”领主狮 BOSS 让我试试。法杖砰的一声插入地面，而外界的世界频道迎来史上最剧烈，如同山崩海啸般的震荡。第18章苏 X 是谁？卧槽，快去看，个人信息面板有手动隐藏更新。随着一声惊呼，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闪亮的金黄色三角形惊叹号之上。这是1000年来人类信息面板首次出现这种情况。众人满心好奇，纷纷伸手点击黄色符号，信息面板突然放出一道璀璨光芒。个人的面板旁边新增了一行栏目：排行榜。大家脸上的表情不约而同变密。地铁老人拿手机点 JPG， 谁他妈没见过排行榜？全球各秘境副本通关后，都会按照通关时间列出前10位通关者，每个职业者都可以查询到自己所属国家的百名实力排行榜、工会排行榜、财富榜等等。这有什么可更新的？绝大多数人拧着眉毛，不太理解。一声脆响过后，排行榜完全展现在众人眼前，整个世界频道瞬间炸开花，犹如超10级特大地震一般，反复狂震不止。数一声，我草在整个星球循环回荡。所有人不敢置信，看着最先映入眼中的排行榜，眼珠子恨不得弹出眼眶。新人潜力榜30级以下，第一龙夏苏 X 10级，第二鹰将亚历山大某某25级，第三鹰将鲁滨逊某某某某28级，第10樱花梅川某某30级。全球潜力榜，第一龙夏苏 X 10级，第二鹰将拉丁某某77级，第三鹰将迈克尔某某某某89级，第10神棒国韩某某80级。全世界瞬间增加数以万计脑溢血、红眼病、爆眼症患者。苏 X 这特么是谁？我要他的全部信息。八嘎，苏 X 凭什么他2个榜单全是第1名？龙夏的病夫敢称潜力第1？放屁！抗议！西巴排行榜绝对有问题，10级怎么可能出现在榜首？不可能！明明应该是我们骑着鹰将脖子拉屎，龙夏哪有我们阿三潜力更强大？马德，谁要是能查出来这个苏叉是谁，老子奖励他100万游戏币。与此同时，不同于世界频道开水沸腾般的热度，鹰将10角大楼氛围异常压抑，陷入冰封时刻。轰！军部会议室，厚重坚硬的大理石桌面被一拳锤成粉末。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人，满面阴沉，紧握的拳头上还在不断飘散碎石颗粒。他额角的青筋砰砰狂跳，抬眼屁向面前低头不语的几位军官。shit， 我们潜伏在龙夏的人眼睛里都是屎，还是脑子里都是屎？一叠厚厚的 A4 资料纸迎头砸向几位将军，印满字迹的白色纸张散落的遍地都是。中年男人眼中全是阴霾和怒火，这种天骄级别的潜力者，我们掌握的资料里居然一丁点相关信息都没有。一个新人，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他的特殊，连他叫什么都查不到。他怒极而笑，哼，每年2500万游戏币间谍的投入，换来就是1问3不知。暴怒的元帅释放出强大的威压，压得他们几乎直不起腰板。冷汗顺着几位将军的脸一滴滴落在地面上，几人保持着僵硬的身姿，低着头一动不动。其中一位将军唇角溢出丝丝血迹，他猛咳一声，将鲜血默默咽下。嗨，元帅，请再给我们3天时间，我保证绝对能将这个苏 X 翻出来。中年男人眯了眯眼睛，眼中一片寒光闪过。再给你们3天时间，龙夏人99%都是硬骨头，得不到就彻底毁掉他。如果他没死，就是你们死，明白 ？Yes sir。龙夏国，裴将军、周万忠以及王伯通等人正坐在龙南总部，老神在喝着茶。几个人一声不吭地举着茶杯，轻轻抿着口中的茶水，表面上如不动的老僧一般，静静看着世界频道的喧闹。实则全部大傻眼，心率创出火星儿，直奔200而去。这特么还没敲响黄金钟，就引起世界轰动。几人默默擦了擦头上不存在的汗，幸好没敲，现在还能苟得住。而苏潇正在副本内忙着升级，完全不知道世界的局势因为他的出现而发生的剧烈震荡。眼前的小怪几乎被杀光，只有领主狮 BOSS 孤家寡人，光溜溜的站在不远处。领主狮 BOSS 双眼血红，对面前的人类仇恨值达到极限，所有的毛发因为愤怒全部炸开，有如钢针一般，猛然朝天怒吼一声，利爪化为钢铁般的强度，狠狠刨了几下地面，
呼啸一声冲着他们狂奔而来。苏萧随手朝着玉影丢出一个技能，他的耳边响起一道提示音：叮！您正受到幸运超增幅影响，已获得万倍增幅 buff 效果，持续时间为20分钟。玉影眼前一亮，眼中全是势在必得，唇角弯弯，猛喝一声：暴风狂雪！霎时间，铺天盖地猩红色的狂风暴雪疾驰而去，速度快到极致。天哪，提升后的速度竟然快得如此丝滑！说完，玉影再次施展技能，一招寒冰剑，接着寒冰枪、冰咆哮，最后连冰刃术这种初级技能都炫出来了。谁能想到，他一个法师竟然施法速度快到能够胜过刺客！玉影内心无比畅快，整个场面简直就像他的个人冰系技能大型展演，闪得众人眼花缭乱。众人赶紧打开他的面板查看，增幅 buff 100%，10002，说明该对象正处于增幅施法速度影响之下。一坨又一坨冰系技能，胡德领主师彻底傻了。他瞪着猛圈的双眼，真想自戳双目。冰系带来的寒光着实晃瞎他的眼睛。刚开始他还能跟得上风女人的节奏，游刃有余地避开她的攻击，没想到他竟然没有极限，速度越来越快，技能打出重影，打得他猛头转向，眼冒金星。他喘着粗气费力躲避女人的每一次攻击，窒息缺氧越来越严重，整个身体摆出滑稽的造型，两只后脚颤颤巍巍撑在地上，前脚歪七扭八向前扑，嘴巴里甩出一条疲软的舌头。领主狮子逐渐演变成狮形靶子，被打得毫无反抗之力。从天而降的狂轰滥炸瞬间将他覆盖成一座冰雕，一动不动定在原地。炸毛小丑狮冰雕完成。第19章100亿人中第一，天价苏诞生。哈哈哈哈！你们看他的蠢样！潘明月忍不住捂着嘴笑出声。一个至少4米的庞大炸毛狮子冰雕，歪头吐着长舌头，平日里威风凛凛、英武不凡的领主 BOSS， 这一刻看起来像个杂耍小丑一般，花钱看表演都不止50游戏币。几个人纷纷摇了摇头，咧嘴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这里的怪物对于他们几人来讲算得上非常轻松，但也绝没有轻松到眼前这种地步，简直将 BOSS 当成一件玩具一般任意戏耍，是他们几人绝对没办法预想到的局面。岩来龙将盾牌撑在身前，眉眼间全是笑意，整个人由内而外散发着舒爽至极的气息。回想到之前在总部第一次见到苏萧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相信苏萧的特殊天赋，而他也仅仅是因为闲来无事，想早点结束无聊的考核才站出来配合。谁能想到平平无奇的少年竟然蕴藏如此可怕、不可限量的能力。幸亏现场没让他们考核员彼此之间互殴，不然他可不敢说自己会不会比眼前的小丑 BOSS 更加滑稽。岩来龙抓了抓脸，憨厚敦实笑道：嗨，兄弟，严哥这一路上对你的保护那是相当不错吧？以后要是上哪去儿，可一定要想着老哥呀。岩来龙庞大结实的身躯紧紧挨着苏萧站着，想要立刻化身他的身体挂件，胡上就撒不开手的模样，又一次惹得两个女孩笑成一团。玉影和潘明月也赶紧凑热闹，说好了啊，小苏弟弟以后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几个人啊。苏萧摸了摸鼻子，笑了笑，放心，我们可最佳4人升级小队。几个人相视一笑，殊不知一个幸运超增幅直接将纤细冰美人玉影直接转变成火爆涌动发射器。这要是用在战场上，管你是娇美校花还是柔软小手、冰凉小嘴儿，全进化成女帝女霸王，所向披靡，无敌横扫一片。想想那场面，他们龙夏就是全球最掉122。玉影充满干劲儿 ，Go Go Go， 继续干！潘明月捂嘴一笑，玉姐，领主师 BOSS 都干掉了，只剩下一些小不点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也让我感受一下狂野与激情。说完，他兴高采烈地扑了上去。没炫够的玉影和潘明月相互配合，轮番轰炸，现场激烈的仿佛一场美轮美奂的技能秀。地上爆出一堆又一堆装备，对于几个人来讲，本就是不缺钱的主。毕竟他们都是龙夏最强战力组织荣耀的在职人员，秘境副本爆出的好装备拿到手的可不少。可再小的蚊子腿也能缩出几顿 KFC 不是？谁会嫌钱多呢？几个人开始还随手捡捡史诗级品质的装备，到后来真的懒得捡了。跟着小苏兄弟，他们的眼前可是星辰大海。要啥自行车？没准一会儿兰博基尼到手了。4个人在秘境里仿佛千军万马，犹如无人之境，逮住一只怪，恨不得方圆10里都往死里薅羊毛。没过多久，苏萧升到15级，大家一致决定休息一会儿。几个人重新回到之前的大厅内，放眼望去，依旧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沸腾喧闹嘈杂的呼声。苏萧一时间感慨万分，之前自己还是与这一切毫不相干的外卖员，今天游戏升级后，经历人生翻盘惊天逆转，觉醒独一无二的职业和天赋，又遭遇顶级杀手刺杀后，之后秘密加入荣耀，
几个过去根本没机会结交的荣耀大佬亲自带他升级，为他服务。仅仅过去几个小时，他就已经突破到15级，还解锁了第2个 buff 天赋技能，在恐怖的基础上更加变态。正在他不住的感叹之时，耳边逐渐传来一些令他摸不着头脑的古怪交谈声。哎，苏 X 不愧是最闪亮的显眼包，还进化成最新的计量单位了。一个苏 X 等于100万游戏币，错，现在已经等于500万游戏币加一套神话级装备了。甭管值多少钱，咱们可不能为了钱和装备出卖龙夏的天骄。就是，可得把苏 X 藏好了，别让鹰将、樱花这些垃圾发现他是谁。苏 X， 这谁？苏萧皱了皱眉，最新热门八卦人物。岩来龙几个人同样一脸懵逼，才几个小时过去，竟然连瓜都吃不明白了。他挠了挠头发，凑到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身边。这位兄弟，你们刚刚聊的苏 X 是什么新鲜事儿？开朗大男孩哈哈一笑，老哥一看就是刚从秘境出来吧。来，我来给你们摆一摆。刚刚突然一道金光闪过，哇靠，苏 X 从天而降，拿下世界第一。10多分钟之后，吃完瓜的苏萧默默看着更新完毕的排行榜，一脸便秘。这一天真的跌宕起伏，堪比过山车、大摆锤，电视剧都没这么演的。没想到游戏竟然如此认可自己的潜力，他简直怀疑这他妈是不是捧杀。最恐怖的是，最新计量单位天价苏竟是他自己。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又进化了，现在都能兑换5套神话级装备。照这么发展下去，马上就能换更新后的世界级道具了。我了个大槽！岩来龙几个人面色凝重，浑身紧绷，后背冒汗，刚刚怒放的心花全部凋谢。黄金钟还没敲响呢，就又冒出来一个龙夏最神秘的少年名号。各国从各个渠道闻风而动，粉身碎骨也要揭开苏 X 神秘的面纱。再看看手机里周万中发来的密语信件，不惜一切代价保密苏萧的身份，不惜一切代价带苏萧快速升级，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苏萧人身安全。这小子潜力值竟然高到这种地步，连游戏都把他排在100亿人类的第1名。呵呵，真他娘的压力山大。不过无所谓，强者就是遇强则强，遇难则硬刚。岩来龙眸色沉了下来，按捺住狂跳的心脏，回过头来对苏萧几个人说：“咱们先休息一下吧，有什么回去再说。”苏萧抬眼看了看不远处高高挂起的巨大荣耀榜，上面从1到10排列着进入各个副本挑战的名次。他又看了看个人面板上的排行榜，以后这些副本榜单不但可以在现场看到，还能从个人面板上查到更为详细的名单。除了有他名字的2个潜力榜之外，还能看到全国战力榜、世界战力榜、全国财富榜、世界财富榜等等，还有10大职业排行榜、10大武器排行榜、10大装备排行榜等等。这些目前都处于灰色状态，尚未有人登榜。除此之外，个人可以选择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名字，或者选择匿名。初始时，系统将所有排行榜全部设置成隐藏部分名字。苏萧叹了口气，本想将自己的名字彻底隐藏，怎么看都像掩耳盗铃。他摇了摇头，算了，天价苏就天价苏吧，谁能猜到苏 X 是小黄外卖员变身的呢？游戏升级第1天，世界第1显眼包强势入驻海蓝星100亿人的心中。第20章，苏 X 不是我们同学。此时几个人吃了个透心凉的瓜之后，目光全被游戏更新出现的各项排行榜所吸引。苏萧也好奇看着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排行榜。令人诧异的是，世界榜单上战力榜前10有鹰将6人登榜，财富榜、装备榜，哪怕是苏萧登上的潜力榜，鹰将几乎全是6人占据榜单前10。最惊人的是，鹰将上榜的人全部明晃晃地亮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丝毫不畏惧任何因为暴露带来的危险。不愧是海蓝星最张扬国家的国民。再仔细一看，就连约翰牛、樱花、棒子阿三等国全部紧随其后，大大方方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全部姓名。这次龙夏和毛熊都选择了狗，名字依旧保持系统给遮盖的部分。然而最吸引世人目光的不是战力榜，而是最新的副本通天塔。自从鹰将红毛冲进去以后，各个国家都冲向新副本。此时鹰将仍然是以大份额占据前10排位，前10有6人属于鹰将，约翰牛1人，樱花1人，毛熊1人，龙夏1人。第1名的鹰将竟然就是之前塔外遇到的红毛罗伯特，他已经冲进了第35层塔，而龙夏的闯塔者才21层，仅排在第8名。玉眼沉思了一会儿，敛了敛眸子，别看罗伯特狂妄，他确实算得上是年轻一代最杰出的鹰将代表。他是不死系法师，不同于其他法师，他统领成百上千的骷髅，死一个骷髅能重组数十只。单人模式对于他来讲，他铺天盖地的骷髅兵就能完美抵御一切，称得上是无敌的存在。第8位的龙夏闯关者是咱们龙耀新一代重点培养未来的大区领导者。
严来龙憨憨的嗡嗡笑了笑。小兄弟，想去通天塔了吗？苏潇点点头，一只手推了推眼镜，确实有点想去。前十咱们只有一个人，而且和前几名距离并没有拉开太多，只是前十属于咱们龙下的位置太少了。严来龙拍了拍苏潇的肩膀，安抚道：小兄弟作为辅助来讲，确实不是一般的强大，我觉得能胜过你的辅助绝对没有。不过你目前没有什么强大的攻击手段，等通天塔开启团战的话，你再参加应该没任何问题。说完，他还颇为惋惜的长叹一口气。苏潇的职业确实是游戏新版本后最奇特且奇葩的。他所拥有的小火球虽然能经过自身辅助进行技能暴击和增幅，但小火球终究是一小火球，在如此危险的副本之中，各方面他都是不够格的。就他这么脆弱的小身板，单刷一层能活下来都算他命大。第一批进入通天塔的人还没有从里面出来，外面的人并不了解他内部是否有什么特殊机制。一旦不允许加血加蓝，或是有其他更为苛刻的条件，苏潇进去等于直接送菜。潘明月眉眼弯弯，耸了耸肩，毫不在意说：你的2个辅助技能全是变态级别，我预感小火球绝对不是普通的小火球，放心，你绝对能够进入通天塔。我有些好奇你的小火球随着级别升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现在苏潇因为首先出现的天赋技能全部属于罕见辅助天赋，潘明月内心有些疑惑，他既然被游戏选定为潜力全世界第一的话，小火球也很有可能朝着变态的趋势发展，亦或是未来在解锁新兴的变态攻击手段。不然全球上百亿人，他凭什么位列潜力第一？那些老怪物和世界各国也不会倾巢出动，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挖出来一丁点苏潇的信息。苏潇挑了挑眉，有些认同潘明月的说法。算了，他已经15级了，距离下一个新技能不远了，没必要太着急。走了走了，大家回去休息一会儿，等晚一点再换个新副本。玉影儿催促大家赶紧离开大厅，这边始终人来人往，不算安全的地方。几个人带着苏潇急匆匆往传送阵走过去，他正低头琢磨什么，碰巧和一群人擦身而过。这群人扭回头，眼睛一直追随他的身影，他们震惊的瞪大双眼，忍不住叫了几声：苏神！你们看，那是不是咱们学校的苏潇？年级第一的苏潇，好像就是他。不可能，咱们才3级，刚才那个人都15级了。5、6个少男少女立刻跟上苏潇的脚步追了上来，没想到他直接迈入传送阵，消失不见。我操，肯定不是苏潇，他身边几个人都是大佬级别的，他一个外卖员给他们送 KFC 也没必要做传送阵吧？几个人呆头呆脑站在传送阵前，叽叽喳喳讨论着。小屁孩们，你们同学上了这个皱纹的传送阵，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这是独属于荣耀的传送阵。一个叼着烟的野猪头男子不屑地笑了笑，有些瞧不起这几个刚出茅庐的小鸡仔，毛都没长齐呢，就知道大吵大嚷的胡说八道，还认识这个认识那个，做梦吧！就是，我也觉得不是苏神。一个脸上长着可爱雀斑的男生小声捣鼓着：苏，难道是苏 X？ 野猪头男子眼睛瞬间撑得比灯泡还亮，一把揪住男生的衣领：你再说一遍！他激动的热血马上沸腾。你同学是不是苏 X？ 他15级了。小胖墩儿不满地推了推野猪头男子的身体：我们同学不是苏 X， 他是外卖员，你快撒手！野猪头男子整个人亢奋到极点，身体都有些轻微的颤抖。15级，他刚刚看了排行榜，苏 X 也15级了。这说明什么？小屁孩们刚刚看到的那伙大佬带着的少年，绝对就是神神秘秘的天价苏。他放开雀斑男生的衣领后，几个少男少女头也不回的远离着恐怖的大叔，急匆匆跑去接4级新手任务。野猪头男子疾步走到人少的角落里，掏出手机：喂，我有苏 X 的消息，神话级装备一套，可以吗？吱吱吱吱，野猪头男子浑身冒着电花，整个人顺着墙角滑落地面，躺在地面上不省人事。不断传来呼喊声的手机被人一脚踩得稀巴烂。野猪头男子后背倚靠的墙壁之上，慢慢凸显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浮现出来，他收起手中的雷系卷轴，按了按耳边通话器：莫西莫西，收到苏 XD 18634号讯息，需火速派人来接应，地址在任务大厅外东北角，坐标。第21章，选定下一个升级的副本。苏潇几人通过传送阵顺利回到荣耀龙南总部，只剩下周万中等候他们归来。潜力榜现世后，他也顾不上忙活其他事儿，脑子里全是怎么培养苏潇，以及怎么保护他的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现在整个荣耀，不论总部还是分部，哪怕是中央区裴将军那里，也全都围绕着隐藏苏潇的身份行动起来。现阶段，苏潇的身份已升级为龙下最高等级机密，除裴将军外，任何人不可以解锁密码。周万中见到苏潇毫发无伤回来，高高吊起心的才安稳放回原位。
脸上的笑容就像撑开的葵花一般，急不可耐，激动道：“好小子，可算回来了！10级解锁什么新技能了？赶紧展示出来给我看看！”苏潇直接将升级后的新技能面板展示给周万中看。周万中瞪大双眼一看，这一眼不要紧，惊得他差点呛住，忍不住咳嗽半天，随即增幅一个自己或者身上装备的，又是一个万倍。周万中倒吸一口凉气，他是金枪战士，身上最多的自然就是防御和攻击。增幅如果随机到防御上，20分钟时间内他就等于防御无敌状态，一般同等级的人想要打破他防御，让他掉几滴血都不可能。一旦随机到攻击上，他几乎可以秒杀同等级的战士。周万中活了这么久，本身就算得上超然的老怪物级别，增幅的后果简直朝着杀神的方向进化，一步到位。他年岁不小了，继续向更高层次突破的几率已然不高。借由苏潇的天赋，他可以无视一切，立于海蓝星顶端，成为睥睨天下的战神。下次再和鹰将元帅面对面，没准能一枪穿透他的黑心肝。周万中拍了拍兴奋过度、面色爆红的脸，用力狠狠压下狂跳的内心。以他对苏潇天赋的猜测，这小家伙未来绝对是龙夏国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哪怕放眼全世界，他都是绝无仅有的恐怖存在。仅仅过去几个小时时间，他解锁的第2个技能竟然是对第1个技能的补充，并不是单纯的补充，算得上是与第1个技能大暴击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并驾齐驱，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周万中冷静下来，继续查看。哦豁，范围现在也扩大到将近300米，施展的目标也差不多这么多了。他一激动，一口气喝光2盒荣耀特供牛奶。这要是以后去哪个副本秘境或者团战之类的活动，带上苏潇，一人就相当于千军万马的效果，把鹰将、樱花全都狠狠踩在脚下，让他们1000年都爬不起来。想到这儿，周万中的脸又垮了下来，脸色晦暗。未来再美好，也要有命才能体会得到。唉，现在重中之重就是保护苏潇。现在世界频道风向又变了，都开上赌局，赌苏 X 能不能活过30级。这时潘明月在一旁坐了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喝了一口冰水。周部长，刚才在副本里我们试验了一下，增幅过后我奶量嘎嘎的，夸张的说，让我奶个100万雄狮都没有任何问题。周万中满头问号，这他妈是奶妈，不是奶中王吧？几个人赶紧将副本内的情况详细描述一遍。最令他吃惊的是，柔弱娇小的小奶妈始终躲在队伍最后，站在安全位置上，竟然也能化身大暴龙，追着怪物狂揍。想想这个场景就让他爆笑不止，就连憨厚的岩来龙都笑得胸腔嗡嗡狂响。哈哈哈，周部长，我们晚上还打算再选个副本进去升级，你有什么推荐吗？岩来龙出于谨慎角度，先向老领导咨询，毕竟现在每走一步都必须周密部署，对于苏潇有一丁点危机的地方都不能靠近。周万中沉思了一会儿，40级的江行之墓怎么样？这个副本选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副本经验高，内部环境昏暗不见天日，队伍和队伍之间离得稍微远一点，彼此之间都看不清楚对方具体有几个人，方便隐藏苏潇的存在，不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哪怕一个眼神十分适合苏潇。几个人一商量，都觉得这个副本非常好。就在这时，苏潇轻咳一声，扶了扶眼镜，我有个不太一样的想法。什么？众人疑惑不解看向他。我想先刷一些数量庞大，级别并不高，只增加数量的副本。他刚一说完，岩来龙摇了摇头，不太赞同道，我们级别相差太多，等级太低的副本哪怕数量再多，你去了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躲避各方势力探查就跑这些副本去。如果你担心，咱们还不如刷之前的怒吼狂狮副本。周万中眼前一亮，在一旁哈哈大笑。小严，苏潇的意思先去冲数量，不但能够增强暴击和增幅，还能扩大技能的范围。苏潇点点头，眼睛闪过一片凌冽的寒光。对，如果斩杀1万纸怪的话，我的暴击和增幅可就会递增变为2万倍。而且技能范围扩大以后，在暴击增幅影响下的你们也不用站在一个位置上，大家可以分散开，尽情杀怪，经验值也不会耽误。周万中激动地猛拍一下大腿，这可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既能增强他技能的实力，又能将他隐藏起来。谁能想到潜力第一的人会跑去一个低级别的副本内升级呢？岩来龙瞬间明白了，选择去哪个副本更好一些。狂潮虫穴副本8级。周万中若有所思道，狂潮虫穴顾名思义，虫子像浪潮一般遍布在副本之中。副本本身难度并不高，只有8级，而且怪多，杀起来难度不会太大。按理说新人为了冲击10级，应该毫不犹豫选择进入这里，但副本内有一个 BOSS 的专属地点，虫子实在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地下几乎是蚂蚁的天下，一个蚁窝上千只蚁兵。
蟑螂、蝗虫、甲壳虫，区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空中还有蜜蜂、飞蛾、苍蝇、蚊子，漫天遍野。惹到一个 BOSS， 等于直接陷入一个巨大的麻烦当中。攻击一只怪，当它血量下降到 50% 时，将会召唤100只同类；当它血量下降到 30% 时，将会召唤200只同类；当它血量下降到 10% 时，将会召唤300只同类。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一击秒杀 BOSS 的话，所有召唤而来的同类同样又会永无止境地召唤出更多的同类来。所以，不论级别高还是低的职业者，都会选择避开这里。这里算是龙夏最冷清的副本之一，堪称职业者心中最强魔窟。潘明月小脸煞白，疯狂摇头，这可是奶妈噩梦般的地方。第22章，技能效果加范围大增长。玉儿闭眼扶额叹息，噩梦般的副本，他可真是发自肺腑的不想再次经历了。他呼出一口浊气后，只能认命陪苏潇快速分析副本资料，刷新最快的一个窝点，30分钟一次，怪物加上后期召唤而来的，一次差不多能有500只，2次就有1000只，4次就是2000只。苏潇跃跃欲试，有些兴奋，这地方不错，咱们就刷够2000只，然后再选择其他副本。2000只意味着苏潇暴击和增幅都将在10000倍的基础上增加到12000倍，战力值以及伤害值全会随之暴增，就连他施展技能的范围同样也会增加2000米。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躺平，遥控发射技能，既能选择跟着团队一起行动，也可以找个地方藏起来躺平。别人打怪，他遛弯，真他恩的美哉！原来龙凭空打了个响指，就这么定了，也没什么可准备的。咱们现在就出发吧，一会儿再测试一下小苏兄弟技能提升后对咱们的影响。周万中弯下腰，双手伸到茶桌下面翻了半天，掏出6盒珍藏的龙耀特供牛奶，忍痛递给苏潇。小苏，拿着副本里没事啊，喝完更壮实，为咱龙耀出力。看他满脸不舍，仿佛下一秒就要控制不住夺回牛奶的模样，苏潇嘴角抽了抽，郑重接过镶金边的牛奶。原来龙砰一声撬开一瓶可乐，咕咚咕咚喝完，几个人再次通过传送阵到达任务大厅。与此同时，通天塔内数个国家的闯关者正热火朝天向上层冲锋。所有人并不了解外界发生的苏 X 事件，他们仅能通过塔内的排行榜了解彼此之间的差距。目前排行榜第1位的鹰将闯关者红发青年罗伯特已经冲到第38层，此时他正坐在入口处休息，扫了一遍整个通天塔排名的情况。他不屑地撇撇嘴，啐了一口，哼，这些垃圾再给他们2个小时时间也跑不到38层。等我闯关成功，鹰将2个大字高高挂在大厅排行榜上，让龙夏国这些蠢货们好好顶礼膜拜。游戏更新也改变不了他们啥也不是，舔我们都不够格。瞧瞧樱花和棒子，好狗胆，冲得真起劲儿，这才是我鹰将最合格的舔狗。苏潇等几个人已经顺利进入狂潮虫穴。岩来龙、玉儿从进入副本后就开启狂轰滥炸模式，就连奶妈潘明月都动上手了，一法杖敲死一排虫子。以他们几人的级别进入这种低级副本，即便没有苏潇的暴击增幅加持，他们杀起来就像薅羊毛，沿途一片片尸体。苏潇跟在他们身后叼着吸管嘬牛奶，也不用他动手，他只是负责看看地图以及抽空瞧一眼自己面板上暴击、增幅、范围的数字变化。10几分钟之后，几人顺利来到之前商量好的最佳杀怪地点，一个小土包附近。岩来龙盾牌一抡，直接将土包中心部分抡空。苏潇目前还处于脆皮状态，被安置在这个位置上正合适。岩来龙，一会儿你可别出手，就我俩用法杖敲虫王，吸引他的注意。玉影儿生怕他一激动抬手就来，赶紧开口提醒。岩来龙即便只是个盾战，他那一拳下去，虫王也顶不住他那一下，就更别提召唤其他虫子冲过来了。玉影儿也是同样的问题，哪怕一个初始技能小兵追下去，虫王就得暴毙，只能选择用法杖敲虫王。岩来龙就自动成为吸引虫王以及他眷属的最佳目标。时间到了，一只巨大虫子的身影慢慢显现出来，漆黑坚硬的甲壳翘着几个小触角，猛猛看向身旁的几人。春、萌、臭！岩来龙没忍住，用手指弹了几下他的小触角。虫王血衣，他突然惊觉自己被人类攻击，一秒变凶残，张开呲着数颗尖牙的大口，扇动着尖刀似的翅膀，直奔岩来龙扑过来。岩来龙站在原地，扛着盾牌，等着挨咬，简直不忍直视。暴怒的虫王瞅得更加没眼看，浑身炸开一层茂密的绿色绒毛，后背伸出4条骨刺镰刀。玉眼儿趁机从背后用法杖敲击他的甲壳。虫王血31，虫王血12。潘明月也轻轻地用法杖敲了一下，生怕力气过大，血量下降太快。2个美女，你敲一下，我来一下，敲了几轮下来，
虫王血23，虫王血13。突然，虫王浑身异常躁动，身体爆发出妖异的红色。他停止攻击岩来龙的动作，裂开的口气发出令人心情烦躁的高分贝鸣叫声。此时此刻，几人耳边同时响起提示音：叮！请注意，虫王血量下降10%，即将召唤500只虫类眷属。只见随着虫王鸣叫声的召唤，这片场地从地下土壤慢慢顶出一些虫子，空中也冲过来一群飞虫。一时间，几个人被铺盖天地的黑色团团围住。岩来龙狂吼一声：动手！他的话音刚落，直接单手抡起手中的盾牌，横冲直撞。玉眼挥动法杖，无数只冰针铺天盖地袭向各种各样的虫子。奶妈潘明月怕自己站那儿妨碍他俩攻击，选择和苏潇一起躲在土包里。3秒钟，地上全是虫子的尸体，顺利清场。玉眼非常满意，休息，等刷新。很快，1个多小时时间过去，4波虫子全部清空，和他们原定计划完全一致。现在，苏潇的暴击已经达到12045，增幅达到12013，而他技能辐射的范围已经达到2304米。这种结果也是苏潇想要的。虽然经验值没有多少，他依旧是15级，经验条增长很慢。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在的努力也是为了将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已经心满意足。本次行动完美谢幕，几人准备动身前往江行之墓。岩来龙严肃说道：小苏兄弟，一会进入江行之墓，一定紧跟我的身边，千万要小心。江行之墓，一个暗无天日的副本，级别不高，也只有40级。不过里面的怪物尤其擅长借助环境进行隐匿，尤其是 BOSS 异常强大加变态。地图虽然不大，2000米左右，但危机四伏，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被怪物从地底空中直接拖行失踪。麻烦的是，这些怪物就像可以溶于空气一般，行动诡秘莫测。江行之墓对于苏潇这种脆皮，风险依旧极大。第23章，你们应该没问题吧？所幸江行之墓地图的大小正好是苏潇技能所能覆盖的范围，其他人即便因为怪物攻击造成意外分开，距离比较遥远的话，也不会影响苏潇施展技能。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怪物像雾像雨又像风，说不清楚会从什么方位突然冒出来。人多一点，保护苏潇相对轻松一些，只有他们3人，相对还是有些难度。所以岩来龙特意强调，苏潇务必要紧跟他左右。苏潇点头回应岩来龙：好，岩哥绝对听从安排。几个人又一次返回大厅更换副本。随着游戏提示音响起，所有人同时进入副本。当适应了眼前的黑暗之后，几人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副本内的一片空地之上，漆黑昏暗，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月亮挂在空中都变得暗淡无光，仅有一丝丝微弱的萤火之光，仅帮助大家看清1米内的景物。小苏兄弟，你可一定要紧紧跟住我，这里可和外面都是一样的，用不上回城卷轴，死了就是死了，任何手段都复活不了。不管发生什么异常，马上告诉我，不要等。什么情况下，你都是第一位的。岩来龙不放心，再一次唠唠叨叨强调，希望能引起苏潇的重视。这个世界虽然已被游戏化入侵整整1000年，随着游戏发展，早就创造一种针对个人训练、模拟生存环境、提升各项战斗素质的竞技空间。如果不小心死在里面，本人脱离空间后会毫发无伤地回到现实世界，人身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海蓝星的人类从上高中起就会进竞技空间，模拟真实的游戏世界，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副本毕竟是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一旦死了，可就真的死了，没有任何办法复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团队去副本升级必须要带一个奶妈的原因。苏潇还是一个学生，很多习惯没有改过来，岩来龙真担心他一个大意当场嘎了，龙夏迅猛崛起的希望可就拜拜了。潘明月从一旁直接紧紧挽着苏潇的一只胳膊，嘿嘿一笑：岩哥放心，我跟小苏弟弟绑定一起，有我在随时给他补血。第一次和大美女靠得这么近，苏潇都能感受到她的波涛汹涌，异常澎湃，耳根不由得有些发烫，摸了摸鼻子，放心，我绝对小心。说完，他直接放出暴击增幅，所有人瞬间金光笼罩，又披上一层红芒，金光打破黑暗，几个人就像夜幕下的烛火一般。他们慢慢前进，一点点从边缘区走向怪物活动的范围中。过去这个副本有些类似不见光明的深海，而怪物们则像有着微弱光芒的水母一般，忽明忽亮，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现在借由淡淡的金光，已经能用眼睛捕捉到他们。他们身体的淡光在金光的映照下无所遁形，一时间有些不适应，紧张的试图到处逃窜。怪物们顾不上动手攻击苏潇几人，岩来龙很快摆出战斗姿势，左手持盾，随后一把古怪的巨大断刀出现在他的右手中，凭空放了一个大招，几只怪物直接被断刀劈出的风浪撕成碎片。
玉眼儿一个凌空飞跃，狂风暴雪仿佛雪崩一般，将怪物全部冻成水晶冰雕，掩埋在暴雪之下。两人各自放出一个大招之后，这些怪物的尸体就像下饺子般噼里啪啦砸的到处都是。潘明月叹了一口气，好无聊啊，也太轻松了吧，怎么跟过去差别这么大？他们身边几十米以内的怪物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严来龙也有点傻眼，我日，太他妈没意思了，咱们换地方吧。几个人从来没想到，有了暴击增幅之后，一切竟然变得如此简单。身为战士，他也有一颗冲锋陷阵、挥洒热血的红心，这算哪门子升级，和特么在家切白菜没差多少。严来龙挠挠脑袋，有点傻眼。之前还千叮咛万嘱咐，就怕出问题，这种程度真的大跌眼镜。卧槽，老子受不了了！玉眼儿眨了眨眼睛，赞同的点点头，确实是有些垃圾，想象和现实差距太大了。换，现在就撤退，受够了。我们换去60级高级副本，涅槃深渊怎么样？呵呵，我还没活够呢。潘明月翻了一个白眼。几个人只能继续切菜，他们必须切完最后的一颗超级大白菜，也就是最终的领主 BOSS 将型魔主，才能决定换去哪个副本。眼前突然一黑，一个巨大的黑影猛然窜到他们面前。他正是将型魔主，身高至少3米，披着破烂超长的黑色披风，手握一把死神镰刀，漂浮在空中。披风将他的头也遮盖起来，堪堪露出2颗硕大的黑洞，直视众人。恐怖阴森的气息直接随着呼吸侵入众人的心肺，大家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恐怖、阴狠、邪恶的将型魔主举起手中的死神镰刀，眼中全是傲然。多少人死在他手上，成为他的刀下亡魂，无一例外1分钟内秒光。我操，这家伙的威慑力也太强了吧！你们应该没问题吧？苏潇震惊地看着眼前无比邪恶的死神镰刀，不由得脊背发凉。严来龙自信地憨笑，放心，绝对没问题。现在咱们可都是12000倍暴击加12000倍增幅，就是阎王爷亲自来了，也得给他咬掉一块肉。潘明月依旧谨慎地抱着苏潇的一只胳膊，另一只手举着法杖，随时做好加血和逃跑的准备。空闲的樱桃小嘴儿趁机叭叭2句。知道为什么严哥一直提醒你小心了吧？这个 boss 特别神经，他不像其他的 boss 会等在属于他的区域里，没准什么时候他就会从4面8方窜出来呢。自诩为无处不在的存在，一旦将型魔主从正后方突然窜出来，抬手就是一刀的话，以苏潇的小身板，血量直接清空，奶妈就都来不及。没有一个职业的天赋技能够复活别人，所以嘎了就是嘎了，没办法在安全区复活再来一次。越是级别高的副本，闯关的时候越要谨慎。就像涅槃深渊一直很难通关的原因就是如此，死亡的阴影重重压在所有人的心头。能挑战的副本这么多，活着不好吗？以至于涅槃深渊成为现在最难通关的副本之一，死亡率排得上全球副本前10。第24章，大家都好好的，完好无损。玉眼儿翘起冰冷的唇角，吹了吹自己的刘海，顺道向苏潇科普：涅槃深渊如同它的名字一般，进去除非涅槃，不然甭想活着出来。到现在为止，鹰将最强战力组织不死军团用极大的代价取得闯关成功，可以说是踩着尸体一步步攻略下来的。预估死亡人数可能至少上千人，咱们龙夏也只有荣耀派出团队在外围走了一圈，损失了10多人就赶紧叫停行动。由此可见，对于鹰将这些国家来讲，人命不是最重要的，利益才是最关键的。为了得到这些，付出点人命算得了什么？而龙夏国绝对不会为了通关拿到副本的攻略用人命堆叠成绩。其他国家统统都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残忍一些。游戏更新刚完毕，鹰将、樱花、棒子等等国家都开始不要命的疯狂行动。究其原因，专家分析游戏更新数据给出的判断，未来半年到1年时间内，游戏绝对会出国战或是影响各国资源分配的大活动。这就是以鹰将为首的诸国，在利益面前什么都能牺牲。哼，这次游戏升级更新后，樱花和棒子直接就冲进去了，不知道谁给了他们勇气。潘明月狠狠说道。这些歪果人从各个不同国家进入副本，目的就是为了探查全世界是不是所有入口难度设置一致，哪里攻略起来更加容易一些。美其名曰帮助各个国家先走一遍，通关后会分享攻略。实际上，谁敢确定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成果，会不会白白拿出来分享给其他人呢？没准里面添加或删减一些资料，谁又能发现？其心可诛。严来龙拍了拍苏潇的后背，现在你应该清楚明白你的重要性了吧？只要你顺利成长，咱们所有人都能直接变身超人，轻轻松松锤爆所有副本。未来即便开展国战、团战、各种战，哪怕咱们1队多，都没有任何可惧怕退缩的。苏潇微笑点点头，嘴角有些僵硬，内心噼里啪啦一顿炸裂。他明白自己的职业与众不同，毕竟是10种唯一职业中的一个，可他错估了自己的价值，没想到都能升华成龙夏的国宝级了。
岩来龙猛地一拍自己的大脑门，岌岌可危的时候还有功夫闲聊，赶紧高声提醒大家警惕。大家紧张起来，别忘了 BOSS 就在眼前呢，大敌当前。这么大的一个诡异 BOSS 就站在他们对面，他拥有的实力可不仅仅是4世纪副本 BOSS 所能爆发出的，只会更强。明月，注意所有人的血，时刻准备加。岩来龙双眼紧盯 BOSS， 玉眼冷笑一声，哼，怕什么？增幅正好增到我的防御上了，我现在可不怕他给我来2下，至少得来10下血才能见底。你也太好命了吧，我增幅挂到力量上了，记得保住我的血，可别一连刀把我剁掉一半血。岩来龙无奈的吭哧2声，好家伙，他可是第一次经历只有4个人的队伍下将行之幕，重点是4个人里只有2个攻击系，剩下2个啥也干不了。法师远程，他盾战还是负责近身扛住 BOSS 攻击的，压力也太他妈大了，冷汗不由得顺着脸往下流。玉影倒是不怎么紧张，大不了他被多揍几下呗，反正他能撑到加血前。大家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绝对疯狂奶大家，哈哈哈，让你们充分感受龙南总部第一奶的威力。潘明月得意的笑个不停，现场的氛围完全脱离了紧张、刺激、恐惧，连死亡的威胁都忘记了。岩来龙放心点点头，奔着将行魔主而去。玉影儿等在后方时刻准备着，如果岩来龙有危险，他直接放大招吸引 BOSS 的仇恨。潘明月继续和苏潇绑定在一起，小苏弟弟跟在我身边呀。苏潇默默点头，暴击和增幅都已加载完毕，一切准备就绪。岩来龙来到 BOSS， 眼睛眯了一下之后，抬手举起断刀，直接横扫，刀锋带起的力量呼啸着直奔将行魔主。然而他黑洞一样的眼睛仅闪了一下红光，并没有其他动作发生。紧接着将行魔主阴森的咧了咧嘴，咔咔笑了2声，整个躯体颤动得越来越严重，频率越来越快。他空气中发出一声音爆响，岩来龙倒吸一口凉气，马德，他的横扫扫了个空气，将行魔主直接从他的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太快了！没等岩来龙回头张望他的踪迹，下一秒，庞大破烂的斗篷竟然从地底窜出，面对的正是苏潇和潘明月。将行魔主诡异的笑着，右手抬起死神镰刀，用力一挥，寒光一闪，瞄准的方向正是苏潇。玉眼脸色大变，岩来龙目眦欲裂。潘明月想用自己的身体直面锋利的刀刃，可她是一个大奶妈，扛不住一刀。咔咔咔咔，仿佛看到每个人都惨死在他的镰刀之下。将行魔主得意阴毒的笑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然而速度太快，其他人根本来不及阻拦他的一刀。他的身体化为虚幻，手中动作不停，镰刀高高举起，狠狠落下。砰！一声巨响，没有一滴鲜血落下，2个人竟然都好好的站在原地。Miss！ 超级巨大血红色的字稳稳飘在半空中。岩来龙，啥玩意儿打出来一个 Miss？ 玉眼儿，2米大的 Miss， 我是不是在做梦？远处的2人目瞪口呆，一个奶妈家新生幼崽没事了。潘明月脸蛋煞白，举着法杖的那只手被震得发麻。原来在死神镰刀落下的一瞬间，潘明月下意识用法杖抡了上去，这要归功于上一个副本放飞自我的熏陶。相撞的瞬间，他以为自己嘎了，没想到增幅竟然挂到他身上戴的饰品，唯一一个带有躲避性质的项链，属性有且只有2点躲避值。潘明月双眼亮如闪电，兴奋地弯了弯唇角。僵硬魔主也被这硕大的 Miss 吓了一跳，有些傻眼，咔咔2声过后，不死心的再次砍向潘明月。对，这次他的攻击目标换了，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他就不信这该死的人类4次都能 miss。第25章，切白菜一样切 BOSS。然而事与愿违，潘明月所在的上空被密密麻麻的 miss 覆盖，大大的字母叠加到几乎看不见他的身体，一道道攻击不停地劈向他。将行魔主像是为了验证 miss， 故意攻击他举着的法杖。事实就是如此，潘明月眼前全是 miss， 一滴血都没掉，完美躲避开所有的攻击。只是次数太多，他的手腕有些承受不住抵挡这股残暴的力度。将行魔主黑洞般的眼睛再次闪过一道红光，他有些懊恼自己突然智障的表现，向后漂移一步，准备继续发动攻击。他不信 Miss 女孩身边的男孩也有这种能力。目标迅速转移，远处的岩来龙已经从震惊直接过渡到动手攻击，根本不给将行魔主继续攻击的机会。横断的断刀一击，单刀直入，将他扇出去5米远，瞬间远离苏潇。狂风暴雪，玉眼的杀招紧随其后，伤害值暴增，将行魔主的血量大幅度递减。5345 4451 5431，我靠，谁才是真正的魔主？打在他身，痛在他心。岩来龙摇了摇头，这特么也太脆弱了吧，根本不抗揍。将行魔主的血量差不多5万，照这么发展下去，最多能扛9下，
他就彻底告别这个世界。玉眼错愕地看着啪啪掉血、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 BOSS， 不由得自言自语：他的名字叫魔虫更适合。好家伙，别说一个兵系法师，就连负责当沙包的盾战，一刀下去也能砍掉至少3800的血量。两个人根本就不用奶妈帮忙，直接站在原地就是一顿狂拍。岩来龙爽到极致，边砍边笑，盾战也能猛的一批，这可是他从来都没体会到的爆发感，真特么牛批！克拉斯几下就抽死一个 BOSS， 说出去谁信？叮！您的团队已击杀江行之墓最终领主 BOSS 江行魔主。系统提示音话音刚落，玉眼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汗，笑眯眯故作镇静，实则兴奋地说：完事了，可以撤退了，敢不敢去挑战涅槃深渊？敢去，咱们就回去组人。涅槃深渊通关成功，那龙夏将有机会拿到通向游戏更新后涅槃深渊的进化版涅槃要塞的通行证。一旦涅槃要塞通关成功，龙夏将是游戏新版本升级后的全世界首杀国家，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战。同时极有可能获得全球第一件最高等级的装备或道具，超神级首次现世。眼前这个令不少人闻风丧胆的江行魔主就这么轻易被解决了。现在杀 BOSS 也太轻松了，和切菜差不多，太舒服了。不着急，下个副本去哪儿？先捡装备。对，看着有几个装备似乎还可以。几个人边聊边走，走到装备附近。40级副本最终领主 BOSS 爆出6件装备，4件稀有装备，2件传说装备。暴帅真不错，竟然还有2件传说。岩来龙翻看了几眼，除了苏萧以外的3人身上的装备全是60级神话级装备。毕竟游戏1000年，虽说神话级装备是旧版游戏最高级的装备，架不住荣耀本身的实力和下副本的次数。他们这种荣耀的精英当然是好马配好鞍，为国家出力，全身肯定都是最好的装备。几个人都对这几件装备不是太感兴趣，级别太低。江行魔主爆出的装备基本都是30多级的，对于他们来讲没什么用处，不如给苏萧了。随后他们几人同时看向苏萧。哎，小苏兄弟，你看看这个稀有腰带，上面有躲避属性，适合你反弹 miss。 哇，这个传说级法杖你喜欢不？拿在手里装装样子也挺不错的。这还有个披风，传说级，相当不错。算了，小苏弟弟，都放你包里吧，你想用就用，想卖就卖。玉眼直接将所有装备全部交给苏萧。苏萧眯了下眼，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这个全新职业者连一件装备、武器、道具都没有，全身上下光溜溜的，确实也不适合配备任何装备。国家负责带他练级，升级的速度跟打了鸡血差不多，嗷嗷飙升。这一个副本直接让他升高2级，目前已经升到17级，还要啥自行车呢？几个人又一次离开副本，回龙耀喘口气儿，休息会儿。周万中照样倍儿精神，等在龙南总部。老头啥事儿也没有，脑子里除了琢磨怎么多弄点龙耀特供牛奶，就是惦记着苏萧是否安全，进入副本以后有什么收获。他正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深更半夜觉也不睡了，瞪着2个灯泡似的眼珠子，一直等着他们。特助秘书关怀心早就熬不住，直接跑到隔壁办公室趴着睡去了。几个人刚一进屋，周万中眼珠子秒变探照灯，锁定几人立刻像机关枪一样急切问：怎么样，一切顺利吗？对于这种诡异 BOSS， 暴击增幅后的效果好不好？打得爽不爽？岩来龙一下精神起来了，憨笑一声，效果那是相当的好，和切大白菜差不多。接下来他啪啪啪啪将整个在江行之墓发生的一切全部讲了一遍，就连 BOSS 突然化为虚幻从地下窜出想要突袭苏萧，被潘明月用法杖给挡住，都给表演了一遍。惊人的叠加式大 miss 布满全场，潘明月完好无损。最后他和玉眼几下就咔嚓完江行魔主，太精彩了。周万中赶紧喝了2瓶牛奶压压惊，这可真是游戏更新版本后的超级大 BOSS 职业。要是再进化出攻击技能来，谁要是拥有苏萧，谁就能站在世界顶峰，立于不败之地。谁能干得过他？周万中深深吸了一口气，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仅仅今天这小半天，我这把老骨头就差点激动的血液倒流。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面色红润，光彩照人，真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老头熬夜也乐颠颠的。已经太晚了，你们就都早些休息吧，明天再干。玉眼接了一句话：周部长，我想挑战涅槃深渊，您看行吗？嗨嗨可嗨嗨！周万中惊得差点呛死。你说什么？你要去哪儿？你疯了吧？第26章，龙夏必须支棱起来。周万中被玉眼的话雷得脑瓜嗡嗡响，真是苏萧给的他勇气，让平时冷若冰霜的冰系大美人儿变成奋勇向前的激进少女。玉眼镇定自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游戏更新新版本后，鹰将他们都太过放肆，手伸得太长了，趁这个机会一雪前耻，
震慑各国。如果他们想再继续搜查苏 X，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说完，玉影身上寒气四溢，肉眼可见更加冰冷动人。确实是想拉屎，也不能骑在人家脖子上拉呀，欺人太甚。游戏刚更新完，连半小时都没到，鹰将樱花就跟闻着腥味的苍蝇一般冲进龙夏、毛熊等国，嚣张冲榜，还雇佣大量杀手暗杀今天觉醒的新生代，伺机让龙夏、毛熊等国新生代断流，不要闭脸。龙夏必须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唉，周万中叹了一口气，行，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先开个会研究一下。周万中打电话叫醒隔壁的关怀兴，召集龙南总部的诸位领导连夜开会。大家一脸懵逼，怎么开会还开上瘾了？大半夜有情况？老周，大半夜的怎么又开会了？有啥事儿急匆匆的就要开会？通天塔出事儿了？还是榜单有问题了？有，小苏同学也在呢。是不是小苏同学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小严，你们几个带他升级了，一切顺利吧？有什么新技能吗？潜力榜的那个苏 X 就是小苏同学吧？这几个人进来以后嘴就没停下过，问题一个比一个多。周万中拍拍手，示意大家停下来，我来说吧。大家看到潜力榜上的苏 X 就是小苏同学，他现在已经17级了，已经解锁了第2个技能，等到20级的时候还会再解锁一个新技能。来，现在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面板，对2个天赋技能的情况更直观。周万中让苏潇亮出面板，2个技能并列摆在众人面前，其他人仿佛被雷击一般猛喘了几口气。幸运大暴击他们可是亲眼见证过的，现在竟然又出来一个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幸运超增幅。一个万倍暴击已经够可怕的，现在又告诉他们不但万倍暴击，还增加了个万倍增幅，这简直是漫天神佛送给龙夏的 bug 大礼包吧。几个人像喝了假酒一样满脸兴奋，激动的搓手，积极建议苏潇给他们感受一下这极致的舒爽。一道红光瞬间将几人萦绕，他们全部有种梦中操控全世界的感觉。同志们，我是不是在做梦？我的天哪，我也增幅到躲避了，哈哈哈哈！老周，给我来一下呗，轻一点试试哈。哇，好大的 miss！ 这技能太牛了，我防御增幅到12000倍，这不成了不坏金身了？这么说，我站在几千米以外也能被技能照顾到，整个人焕然一新，差不多等于大炮换核弹了吧？几个人兴奋的就差原地蹦高呜嗷喊叫了，眼睛都湿润了。目前技能的情况，只要施加在咱们身上，就不会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导致技能效果减弱或消失，有些太离谱了。在游戏中，所有的一切都保持在原有基础不变的情况下，苏潇的技能却能让被施展技能的目标直接窜天猴似的猛增，这就相当于大家都是黄奶的小鸡，只有你这伙人突然进化成老鹰。大家都是小汽车，龙下的人直接变身擎天柱，越想越不可思议。重点是，本来高级副本中的 BOSS 自身所拥有的高攻击、高抗性、高血量，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难以解决的大问题，需要花费不少代价才能战胜。有了苏潇的技能之后，真的相当于老鹰吃小鸡，一口一个小黄鸡，擎天柱踩汽车，一脚下去就变废铁，直接等于游戏规则给龙夏开了个大后门，暴增龙夏战士的属性。哈哈哈，简直毫无人性！这要是鹰将樱花知道了，还不得气疯啊！根本不在乎 BOSS 有多强，反正我们比你强得多得多得多。这么看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下去挑战涅槃深渊？涅槃深渊是高级副本，里面异常恐怖艰险，我们也没有副本的攻略秘籍，现在进去是不是有些过早了？还是不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吧，他现在还未成长起来，没必要这么着急吧。苏潇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不可能让他陷入险境，一旦失去他，未来的一切都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巨变。周万中思索了几秒后，慎重的点了点头。一直以来，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没必要让他过早的涉足高级副本。不过，他去了江行之墓以后，团队战斗起来就像切白菜一样轻松，2个攻击系就完美解决江行魔主。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计划，安排好人手，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不放心，就让苏潇的暴击和增幅再增强一些，或者队伍里的人手再增加几个。几个人这么一分析，当场激动的浑身抑制不住的颤抖。这些人当年可都是参与攻略高级副本的老前辈，副本有多难，身边兄弟壮烈牺牲，面对无法解决的 BOSS， 内心悲痛万分，却又束手无策的感觉特别难受。而现在，他们手里有了最大的王牌苏潇，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没什么难的。龙夏支棱起来，哈哈哈哈！让鹰将樱花看看，咱们不费一兵一卒干趴下 BOSS。对，以后就可以拒绝他们从我们龙夏入口进入副本，每次拿出来分享的那么一丁点破烂攻略，糊弄谁呢？走，咱们现在就出发，封闭入口。咱们已经不需要他们的攻略了，每次费劲巴拉的提供一点信息，就要上百万游戏币。对，赖着不走就轰跑，妈拉个巴子，把钱要回来。
第27章，跪下请罪。此时，位于涅槃深渊任务入口处，正集结着外国几个臭名昭著的职业者。这是游戏更新新版本后第一次进入副本，他们选择从龙夏入口进入，先进去探探路。一旦遭遇重大危机，再通知自己的国家，商量对策后决定如何攻略，是人海战术还是放弃这个入口。一个高大鹰钩鼻男人不屑地撇撇嘴，如果不是为了游戏币，我可懒得来龙夏这种地方攻略副本，咱们进去也走不了多远，随便意思几下就能赚不少钱，糊弄这些龙夏的二傻子真轻松。就是攻略副本前弄几个龙夏女人放松一下，不是更有趣吗？龙夏女人硬气得很，可比樱花女人好玩多了，打断他们的骨头可太美妙了，解。一会儿进去以后，胡乱卖点信息给他们，使劲吊他们胃口。游戏升级了，价格也必须涨，就卖500万游戏币。几个人大言不惭的对话，气得一旁负责的女性接待员满脸冒火。一个黄毛扭头对他喊道：“小美妞，脸红什么？让爷亲亲，爷就告诉你涅槃深渊50米处的怪物信息，怎么样？你要跟我去那边玩玩，就告诉你80米的信息。”说完，黄毛张狂一笑，伸手做出邀请姿势，指向外界传送口大树旁的巨石后。女孩气得浑身发抖，几个龙耀龙南总部的人刚好赶到。喂，龙夏的领导，刚想找你们聊聊，你们就来了。鹰钩鼻轻蔑一笑，他双手交叉抱臂于胸前，嚣张喊话：“你们还想不想要新版副本攻略了？想要就别废话，多准备点钱，不然我可一个信息都不会告诉你。”黄毛这个时候也跳出来，眼睛直冒绿光，一副饥渴男人的模样，指了指一旁的女孩：“你们给我记住了，这个女人暂时归我用一会儿，用好了下次还要再用。”岩来龙站了出来，冷哼一声：“小子，你俩是不是屁从嘴巴里放出来了？怎么这么臭？2米的身高和歪狗人持平，强硬的气势和对方硬碰硬，毫不示弱。”听到他敢这么对自己，鹰钩鼻脸一下就垮了。黄毛没忍住窜出来怒斥：“你这龙夏猪，闭嘴！你们还想不想要副本信息了？你们是不是连200米的位置都没去过？从龙夏这里进入都是我们鹰将兄弟打下的天下。姐，放心，给我们兄弟奉上游戏币和那边的美女，我就告诉你200米外最难过的怪物据点是什么。怎么样？”黄毛一副得意嘚瑟的小人嘴脸。砰！岩来龙一拳捶中黄毛的肚子。哦！黄毛直接喷出一口鲜血，被打傻了，木呆呆看着棒槌般的拳头。shit！ 竟然敢打我！你特么活腻了？敢对鹰将人动手？黄毛暴跳如雷。鹰钩鼻目光逐渐阴冷，双眼眯缝着问道：“敢动手？你们太过分了吧！”黄毛恼羞成怒，额头青筋直蹦，伸出一只手，凭空掏出一把40公分的利刃，前行逆技窜至岩来龙的前胸，就是奋力一刺。岩来龙是谁？龙耀年轻一代最优秀的盾战，神话级盾牌瞬间拿在手里挡住这一击，随手一抡，黄毛整个脸都被拍变形了，直接扇得他倒退2米开外，一张嘴喷出一口鲜血，外加一颗大板牙。盾牌这一击显然把黄毛的脸面加内里抡得稀巴烂，一只高傲翘着尾巴的鹰将人彻底懵逼了。玉眼嗤笑一声，举起法杖，冰雪迅速在周围无限蔓延，随时准备降下狂雪，直取他俩性命。其他围观的鹰将人流着冷汗，立刻后退，远离是非。他们可不想因为这种情况被拒绝进入龙夏入口。鹰钩鼻强撑着气势，怒喝：“放肆！你们还要不要龙夏入口内部的信息了？你们不要命了？龙夏不是最惜命，不想无辜牺牲吗？对，不想死。想要信息就对恩们几人客气些，明白。”黄毛捂着嘴哆嗦地说，眼神中带有一丝惧怕，勉强撑起腰板。哼，我们是想要信息，不过你们一直以来只想拿钱，不好好办事儿，咱们之间可得好好清算一下吧。一位龙耀的领导站了出来。一直以来，这些人打着想要帮助龙夏探查副本的旗号，一副拽上天的模样，每次比便秘都费劲儿，一点点往外挤信息。狮子大口一张，要钱要吃喝，现在可倒好，还想祸害女人，疯了吧？龙夏可伺候不了这群垃圾。岩来龙鼻子喷出一口气，给女孩跪下请罪。黄毛傻了，沃特！这阵子龙夏从来都没拒绝过他们这组人大摇大摆在这附近晃悠，经常邀请他们吃饭喝酒，聊一些副本内的见闻。龙夏人也会掏出一些游戏币来换取副本情报。这特么到底哪儿没对？怎么突然翻脸了？岩来龙目光冰冷，浑身战意十足，一旁的玉影儿眼中全是杀意。这里是龙夏，不是鹰将，你侮辱人还不需要郑重道歉吗？呵呵，做不到就别怪我们。鹰钩鼻浑身肌肉紧绷，狠狠咬紧牙关，从牙缝里往外蹦字：“杰瑞，你按着他们说的办。”杰瑞，也就是黄毛瞪大双眼，眼睛猩红，整张脸扭曲变形，腿狠狠一抖，双手死死握住，内心全是憎恨怨愤。怎么不服？
玉眼说完，空气中的寒气更为冷冽。鹰钩鼻唇角往下压，突然一脚踢中黄毛的腿，他扑通一下用力砸在地上，眼中全是屈辱，磨着牙哼哼：“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玉眼动了动手，一个冰锥浮在黄毛的眼前。和谁说错了呢？当事人在哪儿呢？我们龙下的女生可不是你随随便便的玩物。形势逼人，寒冰刺得他几乎落泪。黄毛急切地朝着女孩大喊一声：“我错了，请原谅我，我再也不敢了。”玉眼点了点头，看向鹰钩鼻接茬说：“游戏更新以前，你们在龙下境内赚了不少钱吧？都掏出来，就当我们的精神损失费吧。”鹰钩鼻脸部瞬间狰狞，这都是别人买信息的钱，进了我们包里，凭什么拿出来？该死的女人！第28章，灰溜溜含恨离开。什么叫心甘情愿？说好的提供副本有效信息，你们干什么了？玉眼冷哼一声，这阵子吃喝住哪一项不是最高级别待遇？还有侮辱女孩的精神损失费。鹰钩鼻火冒三丈，气得双眼全是血丝。第一次有人敢当面驱赶鹰匠人，还讨要神特么精神损失费，闻所未闻。黄毛同样气得五脏六腑几乎大挪移，嘴唇咬出鲜血。他们根本不敢做什么，龙下人多势众，来的都是高阶职业者。鹰钩鼻只能打掉牙印往肚子里咽。杰瑞，你惹得你自己处理。我特。黄毛瞪大双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死死瞪着鹰钩鼻。鹰钩鼻毫不心虚，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赶紧处理。黄毛内心全是屈辱，只能心不甘情不愿掏出50万游戏币。这几个人平时没少在龙下作威作福，享受最顶级的住宿，最有利于职业者的饮食，就连酒水饮料准备的都是让身体复原最快的滋补品。玉眼摇了摇头，50万勉勉强强够你们这段时间的花销，精神损失费呢？如果没钱，就拿武器装备抵钱吧。黄毛气得想大吼大叫，只能憋屈的在心里怒骂1万句臭娘们，忍痛从背包里掏出一把传说级匕首，咬牙切齿，双手递给玉眼：“好好好，你们龙下真的太棒了，歪瑞古德。”得到匕首的女孩激动的眼睛闪着亮光，看到女孩的反应，玉眼这才满意。这段时间特意邀请这群人来龙下制定计划，准备挑战副本，谁也没想到游戏竟然突然升级了。计划就变成由鹰将这伙人从龙下入口进入，得到副本攻略以后再将经验交给龙下。涅槃深渊这个副本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它是一环套一环的副本，这个挑战完了还有后续，否则就会一直在这里原地踏步，无法前进。这也是龙下必须过的一关，过去急的像是火上浇油。现在有了苏萧，反而放松了很多，大家内心都是蓝天白云。滚吧，下次如果再这样的话，别怪我们不客气。玉眼睨了他们一眼，鹰钩鼻和黄毛等人身上的杀气几乎要冲破身体的禁锢，只能咬紧牙关往传送阵方向走去，速度快到后面仿佛有追兵一般，生怕龙下人无所顾忌，直接将他们几个人咔嚓了。所幸他们顺利跑到传送阵附近，掏出一块带有鹰将标志的卡片，卡片放出光芒，启动传送阵，几个人这才长出一口气，恢复以往的神态，还不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黄毛瞬间支棱起来，朝着岩来龙几个人的方向竖起中指，凶神恶煞，呲牙大声吼叫：“龙下人，你们下次花1亿游戏币求我，我都不会帮你们做副本攻略。副本内再相见，我绝对让你们好看。你们这群软脚虾，这辈子也别想通关高级副本。”黄毛肆无忌惮放着狠话，鹰将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折辱？钱也掏了，跪也跪了，他都要走了，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还不能过过嘴瘾？鹰钩鼻情绪控制得非常到位，除了鹰隼一般的眼神中泄露了他内心的记恨。闭嘴，不要轻举妄动。龙下现在的态度一反常态，我觉得很有问题，没准儿就是因为潜力排行第一的苏 X 给了他们底气。黄毛一听这话，更加火冒三丈，龙下人还敢骑到他们高贵的鹰将人头上？苏 X 算个屁！等我们鹰将最强大的潜力者雷蒙德一拳锤爆他个小土鸡，下等人就该在土坑里永远爬不上来。黄毛用脚使劲粘着地泄恨。一般情况，传送阵一旦开启，任何人、任何武器道具都无法阻断其传送状态。黄毛站在光芒之中，挺直腰板，发泄情绪。然而，岩来龙瞅了瞅那位女接待员，他眼睛立刻闪着璀璨的光，当着所有人的面掏出一个卡片，朝着传送阵比划了2下。鹰钩鼻，黄毛。传送阵复杂的阵法之光立刻从传导状态进入暂停状态。黄毛定在原地，有些傻眼。双方互相对视，空气一片凝结。玉眼笑问：“怎么不说话了？喊啊！接着骂呀！”黄毛憋得眼珠子都红了，脸涨成猪肝色，恨不得当场表演个半身不遂。嘿嘿，我都说完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拜拜。哦，玉眼面无表情回了一声：“求你们快启动，我想回鹰将，3克油，求求了。”
黄毛只能舔着脸示好，求饶不丢脸，识时务者为俊杰，龙夏的名言警句，他学了。龙夏众人看他的囧样，忍不住哈哈大笑，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大家依旧笑声不断。龙耀的一位负责人转头看向大家，好了，接下来就该咱们研究怎么攻略涅槃深渊了。苏萧现在应该去休息了吧？刚才让他去吃点东西，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涅槃深渊？严来龙兴奋地挠了挠脑袋，一听说涅槃深渊，这群人立刻精神头十足，所有人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像见了肉骨头的汪星人一样，眼神都带钩子一般看向这位负责人。我和老周商量过了，怎么也要等苏萧的级别再提一提，他现在的级别可进不去涅槃深渊。听他这么一说，众人立刻回过味来了。天哪，忘了副本要求必须是30级才能进入。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苏萧这小子连30级都没有，哈哈哈，这都不是事儿，几天就升上去了。真期待苏萧下一个技能解锁啥，到时候进了涅槃深渊 ，BOSS 都得哭天抹泪，嚎啕大哭吧，哈哈哈。这边驱赶了鹰将人以后，众人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商量着计划。另一边的苏萧跟着关怀欣来到他分配的宿舍，单人高档寝室，可比他当初租的政府福利房强太多了。全景落地窗，豪华装修，长毛地毯，柜子里放满国家给他准备的荣耀制服，太贴心了。苏萧满意的笑了。虽说已经半夜了，他整个人精神的很。这一天跌宕起伏，发生了太多难以预料的事儿。谁能想到游戏会突然弄了个1000年更新？他碰巧是站在风口上，乘风而起。短短的一个下午时间，他不但升到17级，还得到国家重点培养。游戏更新后的第一天，他就从普通学生进阶成全球炙手可热的天价苏。他的经历简直可以写1/4小说了。还不困吧？走，我带你见识一下荣耀的环境。关怀欣乐呵呵说。第29章正式加入。苏萧点头同意。现在他整个人处于亢奋状态，平静不下来，睡不着的话，溜达一圈熟悉一下环境也不错。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龙南大区，也是第一次来到荣耀的内部区域，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以为荣耀的人肯定都在没日没夜的升级打装备，即使是白天，生活区应该都没多少人出没。没想到深夜灯火通明，生活区竟然还这么多人放松的享受生活。荣耀比他所在的龙南11区都要繁华得多，简直就像个高档豪华商业区，又透露着普通人平凡的香火气。谁能想到烧烤、麻辣烫等等各种路边摊小吃在荣耀内部还能享有一个宽敞的店面，就连啤酒、白酒、红酒也都有一个独立的场所供大家消遣。各国美食美酒应有尽有，重点是这里竟然不用消费1毛钱，全部由荣耀承担，而且所有食材全被荣耀的生活职业特别加工过，食物的名牌上都标上了疗伤等功效。苏萧兴高采烈看着眼前的景象。过去他一直疲于奔命赚钱养活自己，房租和学费都是自己送外卖跑腿辛苦赚来的，1毛钱都得掰成2半花，1瓶可乐都得1个月才能喝上一次。现在告诉他这些全都可以免费吃免费喝，他一下子来精神了，每家店铺都溜进去转鸡圈。你还是学生，没到喝酒的年龄，你要是喝醉了，周部长肯定一个大笔豆把我扇出去。关怀欣瞧着他亮晶晶的双眼，有些不放心嘱咐道。苏萧扶了一下眼镜，转头走向烧烤店，眼睛亮亮地盯着这些加工好异常新鲜的肉类和蔬菜。给我来50个肉串，20个蔬菜串。苏萧大手一挥，感受下随意点单的爽感。这一天啥也没吃上，光喝牛奶凑合了。哟，脸生，今年的新人，坐好等着，马上就来。服务员说完以后，立刻燃火准备起来。关怀欣也随便点了几个串，2个人坐在靠窗的桌边喝着可乐，看着街景。别看这些服务员都是生活职业，全都是荣耀经过特别选拔的人才，一边享受国家待遇，一边利用荣耀提供的道具和能量石提升自身的能力。火焰一闪，烤串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没一会儿，服务员端着2个盘子上桌，刚吃了一块，苏萧双眼立刻闪亮，堪比米其林大厨的手艺，能进入荣耀可太幸运了。看着苏萧吃的2个眼睛眯起来，关怀欣也笑着开吃。突然一只修长纤细的手指搭在关怀欣的肩膀上，苏萧抬头一看，一个卷发女子，脸蛋白皙精致，眼睛又圆又亮，波涛汹涌，快要溢出 V 字领，全身着紧身套装，看起来是个很辣又干练的人。女子察觉到苏萧在看她，并不在意，直接挤到关怀欣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毫不客气拿起一串烤肉吃了起来，还顺手开了1瓶可乐。林姐刚从副本出来。2人很熟，关怀欣看都不看就知道是哪位。对，这位是新人。女子狐狸眼眨了眨，好奇看向对面的苏萧。这小子谁？
大半夜能让关怀新这种秘书陪着在店里吃烧烤，可不是一般人。他边吃边盯着苏潇好奇看，嘴巴始终没有停下来，看着比苏潇他们还饿。苏潇额角流汗，看他吃得凶猛，赶紧把自己的烤串分出来一些放在女子面前，保留几串自己的口粮。对，以后请多关照。几个人吃得很快，一会功夫就吃得干干净净。女子喘了口气，喝了口可乐。听说你们把鹰将那群人赶走了？以前一直不动他们，怎么突然就冲动了？没什么，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只是时机不到而已。女子狐狸眼动了动，轻笑了一声，我知道，是因为苏 X 吧。说完眼睛盯着苏潇，闪着怀疑的光。难道这家伙是苏 X？ 应该不能，这么重要的人物，肯定早就把他藏起来了，怎么可能在店里抢烤串吃？关怀心扶额，没做任何解释。吃你的烤串，问这么多干嘛？小心长皱纹。不吃了。女子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扭回头对苏潇笑笑，记住我呀，我叫关灵，以后有机会带你升级，带你创飞副本里所有怪物。说完风风火火转身走了。苏潇没反应过来，愣了愣。关怀心解释道，关灵是咱们荣耀唯一的一个御龙师，20岁加入荣耀，仅凭一身体术加上强横的力量，实力甚至强于一些优秀的剑士，只不过一直找不到龙蛋，影响了他的整体实力。本来上次有机会得到一个龙蛋，被樱花联合鹰将重金收购了。竟然是御龙师？苏潇有些吃惊，还以为他是个刺客或是战士。御龙师这个游戏世界里算是比较悲催的职业之一，强大归是强大，没有龙的情况下啥也不是，哪怕一个食草龙的蛋都是极其罕见的。关灵能在龙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被荣耀纳入麾下，说明他的天赋和实力确实远超一般人。苏潇敛了敛眼眸，替他惋惜，如果他能寻到一个龙蛋就好了，荣耀的实力又能上一个台阶。第二天苏潇刚收拾好，周万中就敲响他的宿舍门。休息的怎么样？环境还适应吗？周万中进来以后扫了眼2米乘2米的大床，特别好，吃的也非常棒。苏潇非常满意，没枉费他早上特意起来吃了一顿早餐，特别丰盛美味。周万中从兜里掏出一个卡片，卡片右上方印着缩小版的龙下标记，正中心2个龙飞凤舞2个大字荣耀。苏潇瞪大双眼，这是啥？荣耀的身份法阵。周万中伸手将卡片交给苏潇，荣耀入会相对有些复杂，必须用这种特殊的法阵来启动入会模式。这道法阵相当于荣耀的一道特殊联系机制，以后进入荣耀自动识别身份。卡片交到苏潇手上的瞬间化为一道金色龙形法阵，呼啸着钻入他萧体内。霎时光芒大盛。叮，请问您是否同意加入荣耀组织？苏潇激动回答，是，必须是。第30章全套神话级装备。光芒散去，一条属于龙下荣耀的印记印刻在苏潇的个人身份面板之上。苏潇看了眼，愣了一下，他的个人职业神级 buff 幸运大师唯一明晃晃地显现在面板之上。职业暴露，谁都能看到，这不是露馅了吗？周万中哈哈一笑，别慌，一般人可以隐藏自己的姓名和级别，你的职业过于特殊，身份阵法上特意加上了弥天水镜阵，职业那一栏可以做到遮蔽加篡改，这个手段只有咱们荣耀有。现在你试试遮蔽篡改职业。苏潇点点头，现在他位于潜力榜第1，导致他风险性极高，级别也被全世界的人看到，哪怕隐藏姓名和级别，只要看到职业就会怀疑他是不是苏 X。 隐藏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怀疑，然而隐藏加上遮蔽篡改他来讲才是更加安全的。任何人都不能想到荣耀竟然还暗藏这么一种手段。苏潇打开荣耀组织内个人信息，上面已然变成某某，级别某某，职业某某。现场的人如果滑到苏潇的个人信息，也会被水晶阵法映射成姓名萧苏，职业奶妈，级别30级，整个人完全换了一个人。紧接着周万中又从背包里转给苏潇一笔游戏币，这是按你天赋实力加入荣耀给的奖励5万游戏币，龙南总部再多给你3万奖励，你每个月的工资3万，以后按贡献值还能再调整。想买什么钱不够找我，或者关怀新都可以，不过你应该用不上钱，嘿嘿。周万中神秘一笑。苏潇眼睛瞬间闪出一连串的钱币符号，看了看背包里游戏币的数量，直接从327元暴增到110327元。天呐，荣耀直接给了11万游戏币，太大方了。他从小到大连5000游戏币都没见过。苏潇眼睛闪亮，有些惊奇问，周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每个人都有奖励吗？一般人加入荣耀怎么可能会有奖励？荣耀和龙南总部一起给奖励，这更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只有工资。和苏潇同级别的职业者，即便天赋恐怖，开始时的工资也不过是1万游戏币。周万中毫不在乎，这算啥？你值得这些，
还有什么需要吗？苏潇沉思了几秒，我还需要买点装备，不然每次进副本都光溜溜的。不用买，咱们荣耀的福利也包含武器装备了。说完，周万中颇为得意耸了耸肩，示意苏潇跟他走。苏潇面头问号，快步跟在他的后面。很快，两个人走到了荣耀最深处，一座戒备森严的高楼。这里就是咱们荣耀的装备仓库，所有的装备武器都按属性级别等等分类摆放在各层之内。楼层越高，武器装备级别也会越高。经过人脸识别和法阵确认，周万中带着苏潇顺利进入仓库大楼。从一层开始溜达，苏潇级别太低，适合他的基本上都在1楼。推开一层的房间大门，苏潇惊呆了，眼前全是各种各样的装备，护甲、护腕、护腿、战甲、法袍，所有的装备应有尽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手枪激光炮、鞭子梅花针，苏潇2只眼睛都不够用了。这些装备全是史诗级、神话级的，可以看出游戏1000年以来，荣耀可是攒下了不少财富。周万中快速掠过一件又一件装备，一直走到角落里，他终于停下了脚步。随后，一堆装备被他抖了出来，摆在苏潇面前。苏潇啧舌，竟然全部都是神话级装备。你瞧瞧，这套装备不但加防御，还加了体、敏捷都有，非常适合你。周万中一件又一件翻出来，他都在这儿放了10多年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主人。苏潇忐忑地看着装备，我还不到20级，穿不上吧？放心，这套神话级套装最奇葩的一点就是连1级都能穿戴上。苏潇一听更加懵逼。这个世界游戏更新完毕后，武器装备等级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白金、钻石、稀有、传说、史诗、神话、世界、超神，共12个等级。从白银开始，最低级别都要10级才能穿戴上，神话级装备最低限制为50级左右。第一次听说神话级装备1级职业者就能轻松穿上，说出去不光没人相信，还得被送进精神病院看眼科。苏潇内心说不上是激动还是震惊，亦或是刺激，最后还是在周万中期待的目光下穿上了全套华丽的装备，头、鞋、护甲、护腕、腰带全部闪着绚丽光芒，偶尔一道红色流星闪过。这套装备名为赤拳，顾名思义，血量嗷嗷猛。头盔、鞋、护腕、腰带全是体质加1500，护甲体质加3000，一共9000体质，及其全套装备额外增加20%体质。也就是说，穿齐全套装备后，苏潇光体质就变为10800，猛的一批。哈哈，这套装备可是咱们荣耀的珍藏，体质加的非常猛。除此之外，每件装备上都有闪避，非常适合你。如果遇到危险，除了超高体质能护住你，一旦增幅到闪避，你还能躲过一劫，最大限度能够保证你的生命。也就是说，这套装备相当于神话级血牛。说到这儿，周万中暂停了一下，神秘微笑。他除了全套装备可以增加20%的体质以外，还有非常特别的一点，你自己看看。苏潇赶紧点开一看，不由得浑身一震。赤拳眷顾，集齐赤拳全套装备后，当血量下降到50%，将激活赤拳血库，瞬间提升持有者300%血量，持续3分钟，如无人加血将会枯竭，血量跌回5%。卧槽！苏潇震惊，头皮发麻。这等于打不死的小强，比蟑螂还顽强。遇到危险直接反弹飙涨血量，他这套装备的血量可不少，直接飙到300%，一时半会儿可打不透他。全球超级大血牛，3分钟时间怎么也够他跑没影了。重点是，只要奶妈给他续上奶，他就又是一条好汉，咋也不死，简直就是完美闭环。为了能让苏潇好好活着，还活得完好无损，荣耀可真是煞费苦心，连这种奇葩装备都掏出来了。第31章，国家送我装备。苏潇抬手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苏潇，等级17，职业神级 buff 幸运大师为1，力量92，体质10800，精神110，敏捷87。看到相差如此悬殊的属性，苏潇唇角微翘。他的4维属性原本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一项，发展比较均衡。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毕竟他的天赋技能无视自身的属性加点，无视装备。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体质这一栏。1体质等于15血量，10800体质相当于162000万血量，16万多。这说明什么？岩来龙60级盾战，全套神话级血牛装备，体质也才6000多。苏潇比盾战血牛还血牛，他简直算得上是荣耀第一血库。周万中看了几眼，虽然有些满意，但又觉得还差点啥。沉思了几分钟之后，一拍巴掌：小苏，还有个神话级武器要给你。兴冲冲跑到角落里，
噼里啪啦一顿翻找，再次朝着苏潇扔了个东西。苏潇赶忙伸手接住，看了一眼，立马懵了。好大好重一把伞！这把黑色的伞看上去有股惊人的煞气，出人意料的猛。难道这把伞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别人拿武器杀怪物，他举着黑伞漫步副本装一个大臂。苏潇扶了扶眼镜，纳闷的空抡了几下黑伞，还挺重的。它可不是一般的武器，你试试就知道了。周万中神秘的笑笑。苏潇额头3条线。周万中非常满意，双眼放光。小苏，你看看这件武器的信息就明白了，它是咱们荣耀仓库里最适合你的一件神话级武器。苏潇浑身一震，就他这乌漆嘛黑、平凡普通的模样，还是神话级呢？你可别小瞧它，当它受到攻击时，会自动撑起一道防护盾，相当于你除了血牛装备以外的另一种安全保障。重点是它可以无视形态，随时当作法杖运用。伞柄还能抽出一把封印的妖刀，需要你自己抽空想办法解封。所以它是集合物理攻击、魔法攻击，短时间内无视其他攻击的3合1武器。你的保命套餐上又叠加一道防御，这也是荣耀和周万中商议过后一致通过的决定。扛着一把大伞去副本是奇怪了点，但强者从不在意外界对自己的目光，无所谓，关键时刻黑伞会出手。苏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以苏潇自身的技能来讲，他作为全队的核心最强辅助，根本用不上他冲锋陷阵。荣耀这么多人呢，一个幸运下来秒变精神小伙儿，打怪砍人和切大白菜差不多。不过考虑到一旦再次遭遇樱花忍将这种突发意外的情况，至少他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说谁知道苏潇以后会不会觉醒什么恐怖的攻击类技能，或是小火球变异成火系禁咒 N 次方。苏潇好奇地挥动黑伞，适应它的重量，伞身带起的风极为凌厉凶猛。啪一声炸响，苏潇撑开了这件武器，呼吸瞬间一滞，整个伞身撑开，直径至少1.5米，每一根伞骨充满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隐隐闪过道道幽光，伞面竟似有龙形流转，看上去极为不凡，夺魂摄魄。幽冥遮天，可升级，品级神话级，等级1级，职业全职业，物理防御加1500，魔法防御加1500，物理攻击加1000，魔法攻击加1000。特殊属性相对防御可增加 30% 防御力3分钟，每1小时可激活1次。苏潇瞪着眼睛不敢置信，看了看武器，又看了看周万中，不会吧，他就是武器榜上的那个？周万中微笑点头，对，就是他。苏潇啧舌，手掌发烫，好家伙，还真是他。游戏刚刚更新，新鲜出炉的新武器榜单上的神话级武器，他的大名位列全世界第19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苏潇根本不敢相信他的真身形态竟然是一把黑色大伞。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根本不是他的最终力量，这件装备能继续升级，他很可能升级到目前游戏版本武器的最高级超神级。这也是 99% 的装备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不光是万金难求，100个神话级武器都换不来一个这种可持续升级的武器。周万中轻咳了一声，唉，这件武器在咱们荣耀可是有不少人都非常眼热的，每年申请想要借走他的人可都有上千人，一概不予通过。岩来龙、玉眼儿，连他们都至少申请5年了，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件武器绝不外借，你可要好好珍惜它。此时苏潇的内心极为激动，这种被珍视的感觉是他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国家和荣耀都非常重视他，竟然将这么恐怖强悍的装备送给他，相当于送给他几条命。像这种藏于宝库中的武器装备，有一些遇到难度极大的副本，借给需要的人完成任务后会立刻归还。还有一种，也就是黑伞这种属性非常恐怖奇葩的装备，等于是压箱底珍藏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拿出来面试。恐怕连岩来龙、玉影他们也仅能看到他挂在仓库名单里的属性信息，哈喇子流满地，都不知道他竟然是一把乌漆嘛黑的大黑伞。苏潇感动到心脏发热，重头戏来了。绝对护盾撑起防护盾时，可10秒内达到绝对防御，无视任何攻击，不影响自身任何动作。天呐，血牛装备又套上一个防护盾，这可是想方设法保住他的一条小命。周部长，这东西有些太贵重了，我是不是没必要？苏潇有些爱不释手，一时间有些犹豫。周万中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小苏，你的价值远比你想象中的更为重要。哎，说起来，游戏入侵海蓝星整整1000年，该开发的早都开发完了，大国之间彼此制约早已形成，鹰将、樱花棒子等国联手牵制咱们龙夏，地方就只有这么大，资源也只有这么多。如果我们不强，那我们就会被鹰将他们踩在脚下，他们早就想瓜分龙夏的各种资源和副本了。你的出现正好赶上游戏更新，
也是我们龙夏突破他们掣肘的最好时机。你的天赋绝对是我们龙夏最大的宝藏，有你在，绝对可以带领龙夏站在世界的顶端。所以，龙夏一定会全力做好你的后盾，付出一切供你成长。站在风口上起飞吧，少年！第32章，再次击剑。龙夏血脉觉醒。周万中仿佛看到了苏萧未来带领龙夏腾飞，龙夏职业者万夫莫敌，勇往直前的画面，内心无比激昂。在荣耀最高领导以及他们这些当时参与黄金中决定的荣耀负责人心里，苏萧绝对是新世界新纪元的第一人。要不是苏萧还没成长起来，荣耀最高领导的位置都想直接交给他。苏萧同样被周万中身上的血性所感染，他挺直腰板，肩上的压力会使他更为坚韧强悍。我一定不辜负国家对我的期望。说完，苏萧眼中闪出夺目的光芒。周万中哈哈一笑，现在第一重任就是提升你的级别，很多高级副本都有级别限制，就像涅槃深渊这种重要的副本，级别都卡在30级。苏萧愣了愣，啊，高级副本怎么还会卡级别？他第一次听说高级副本会有这种规则限制，毕竟他还是学生，能了解的副本都是初级程度，中级副本课上偶尔才会提到，高级的根本就闻所未闻。周万中摊了摊手，你不知道很正常，一般能进高级副本的人，级别都在50级以上，谁也不想早早送自己上路。学校的知识也只能确保他们在初级副本好好生存下来，剩下靠的都是他们在历练中成长的经验，副本中获得高级装备，再跟着自己的队伍一起探索高级副本。就拿涅槃深渊来讲，尝试过的队伍也不到20组，发现不对以后，基本上都快速脱离副本。龙夏可不像鹰将、樱花他们那么变态，用尸体铺出一条血路。周万中心情很好，眼中全是笑意。小苏，休息好了，安全也有了保障，准备进副本升级吧。严来龙他们几个昨天和你相处的不错吧？还是让他们继续带你升级吧。此时此刻，荣耀中央区加8个大区几乎同时都发现一件事，不少人涌进组织频道。末日，谁把那件神话级武器幽冥遮天给借走了？真的假的？我都进荣耀6年了，从来没有任何人借走它啊！今天是什么大日子？那套血拳套装也被人给借走了，要去攻略什么高级副本吗？卧槽，兄弟你真像了，难道是涅槃深渊？不会吧？鹰将的杰瑞团队终于把攻略交出来了。这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装备全都用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不是有借有还，而是主动赠送。这个人连20级都没有，还在努力升级。龙夏8大区夏东总部，是龙南总部取走了血拳和幽冥，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吗？一个黑衣领口袖口带有金色龙纹的齐耳短发女生皱着眉疑惑说，应该是得到裴将军的许可才能领走这么重要的装备。这个黑衣男子坐在上位处，同样紧皱双眉，有些发愁。现在各大区有关于涅槃深渊攻略的资料吗？各大区都没有，只有龙南总部接触过鹰将的人说在尽最大努力获得信息。女子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有件奇怪的事儿，我发现有几个区的负责人莫名其妙地陷入异常亢奋中，和打了鸡血差不多，问过也没人说什么。男子也就是夏东总部林部长，整个人陷入沉思中。他也发现几个区的领导精神异常，所有变化都是从上次有人想要敲响黄金钟开始的。当时他有事没去围观，后续也没听说那人通过考核。他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天空，若有所思。游戏更新，涅槃深渊必定会爆出新版本的装备，如果我们一直进不去，会被压制得更难发展。哎，黑衣女子是林部长的秘书，也跟着叹了口气后，整个人都变得灰扑扑的。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眼前一亮，游戏更新后，涅槃深渊通关者信息还是只有一条，只有鹰将一个组织通关过，樱花、棒子、阿三都没有成功。哦，林部长一听精神了，有些纳闷问，竟然只有一次？不应该啊，不是说研究得很透彻，血海铺路才成功的吗？难道？说完他错愕地瞪大双眼。女子点点头，以鹰将贪婪的性格，如果彻底掌握攻略，高阶职业者肯定都冲进去刷装备武器。现在按兵不动，还支持职业者从各国入口进入探查，就显得有些古怪了。林部长瞬间精神焕发，一改之前的消沉。果然，他们之前通关不过是运气而已。快通知下去，咱们夏东大区全力升级，想办法攻略副本，缺什么直接联系我去仓库拿。我们要赶在鹰将之前拿下涅槃深渊。龙南总部，苏萧穿着血拳套装，跟着严来龙几个人通过传送阵来到任务大厅。苏萧这个小机灵鬼儿，将武器藏在背包里没有拿出来，血拳套装的信息也全被他隐藏起来，故而其他人查询他装备信息也看不出他穿的是啥。从外表看，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套护甲而已，轻且薄如蝉翼，更贴合他呈现给外界的假象30级新出炉奶妈。就算进入副本拿出武器，他也打算隐藏信息，
虽然没人见过他的真身，就凭他挂在榜单第19位的名字，认识他的人可就多如牛毛。严来龙站在任务大厅看了一会儿，说道：“咱们还是去江行之墓吧，先把他的级别升到20级。”几个人全部同意，大家包括苏潇在内都很期待20级解锁的技能。目前他的技能已经能够将人的实力提升到无法想象的境界，任何人都能瞬间成为拥有匪夷所思、强大力量的存在。现在的技能已经离谱到变态的程度，难道接下来苏潇的技能将不会这么恐怖？毕竟已经有了2个超强的技能，下一个不会一直这么强大吧？很可能是个普通或者稍弱的技能。苏潇预感也正是如此。第33章新技能。苏潇刚一进副本，立刻施展技能，和第一次进入江行之地紧张忙乱完全不同。暴击增幅叠加到每一个队友身上。严来龙秒变暴龙，一手断刃，一手盾牌，左右开弓。玉眼更加疯狂，一改之前法师柔弱身姿，凶悍地窜了出去。2个杀气腾腾的高阶职业者像推土机一样一路横冲直撞，杀敌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以往快了几倍。苏潇经验值同样快到飙出火星一般往上窜。潘明月离苏潇不远，随时用法杖敲死一只怪。这里最大的好处，随时随地冒出一堆莫名其妙的怪物，飘上飘上，数量供应不断。2个主力的队伍弄出了上百人战斗的效果，惊天动地，技能狂飞。没多久，江行魔主躺倒在他们脚下。通关，通关，通关！一次又一次，速度快到江行魔主都有些怀疑人生了。在他复活的第17次或第18次时，他恨毒的人类身上终于发出一道光芒。苏潇朝着他们招手，激动喊道：“我20级了！”冲在前面的几个人浑身一滞，立刻停下来，急匆匆跑到他身边。有跟着跑的怪物，往他们身上凑的怪都被他们一击拍碎。怎么样，小苏？20级有什么新技能？是什么类型的技能啊？几个人眼巴巴围着他，好奇且焦急地问。苏潇同样也非常期待，内心忐忑，打开信息面板看了看。苏潇，这一看过去，他的眼睛越睁越大。天哪！又一个不同凡响、极其炸裂的技能。严来龙急得马上跳起来，玉眼的冰都快要沸腾了。快快，让我们也看看呀！你又解锁了什么技能啊？就连一直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的潘明月，脖子都快伸成长颈鹿。苏潇嘿嘿一笑，将技能展示给大家看。Buff 天赋技能3，幸运神爆率传说。效果：施展后获得幸运之神祝福，爆率将提升10000倍。范围：20米，击杀一个怪物可增加1米范围。目标：一个，击杀一只怪物可增加一个目标对象。持续时间：20分钟。冷却时间：5秒钟。特殊效果1，每施展一次将提升1%效果。特殊效果2，施展过程中可随机触发爆出超凡装备。特殊效果3，无法用任何道具、技能阻拦该技能效果。严来龙、玉眼儿几个人半天没说话，一动不动，时间仿佛静止一般。每个人脸上都是大写的傻眼，呆呆的双眼几乎都要眼含热泪。这技能，怎么看都是专门为我们龙夏准备的吧？也太巧合了！我的天呐，爆率提升10000倍，未来不会咱们龙耀人手一个超神级套装吧？苏潇是老天爷赐我们的救世主吧？几个人恨不得抱着苏潇这绝世宝物感谢苍天。谁都知道，游戏1000年来只有初始的100年左右高爆率奖励帮助人类适应新世界和新能力。后来人类逐渐适应了新生活，纷纷习惯每天斩杀怪物以后，品级高的装备爆率逐渐调低。想要爆出一件神话级装备，可能要通关成千上万次。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多人都是全套神话级装备，依靠的都是各自的组织以及深厚的国家，就像荣耀背靠龙夏，是龙夏最强的战力组织，它的仓库里珍藏的都是这1000年以来先辈们积累下的资源。在发展了上千年的游戏世界，资源已经呈现匮乏的阶段，人类只能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一切。这时游戏升级了，它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般，给人类带来新的挑战和无限可能。新副本、新地图、新怪物、新装备等等，谁能掌握先机，未来的上千年时间，谁就能牢牢占据世界霸主地位，如同1000年前的鹰将。这个关键时刻，苏潇出现了，简直就是上天赐给龙夏的机遇。玉眼小脸通红，迫不及待狂喜道：“一会儿咱们试试吧，看看会爆出来什么装备。第一次听说有提升装备爆率的技能，闻所未闻。如果樱花和棒子这种国家知道的话，没准像闻着肉味的狗一样，甩着舌头追着狂舔，没准还会狂踩鹰将示好。”苏潇点点头，朝着严来龙甩出个技能。严来龙哈哈憨笑一声，
他可是全球第一个感受改变世界的技能。此时，他耳边响起一道提示音：叮！您正处于幸运超爆率的影响下，已获得10000倍爆率效果，持续时间为20分钟。岩来龙一顿拍死一只20级小怪，砰！小怪瞬间化为灰烬，地面留下一堆装备。几个人当场一愣，眼前全是蚊香圈。原本这种小怪在游戏规则的限制下，爆出一根20级黄金装备就算不错了。现在他不但爆出一堆游戏币，落在地上闪闪发光，看着至少能有5000块。游戏币的旁边还有几件装备，最差的都是稀有级。令大家瞠目结舌的是，竟然还躺着一个史诗级的指环。卧槽，这特么只是一个级别很低，打起来轻轻松松的小怪物，就爆出来这么多东西，总不能30级的怪物就爆出来神话级了吧？岩来龙擦掉脸上激动的汗水，不自觉还擦了擦口水，眼睛变成游戏币的形状。我的天呐，苏萧，你从今天开始就是我大哥了。一旁的玉眼儿原本冰冷的脸上全是笑意，他想到了涅槃深渊，如果进了那个高级副本的话，里面的怪物可没有几个简简单单的小怪物。传说那里的爆率可是其他副本的10倍左右，只要苏萧的10000倍暴击和10000倍增幅，他们没准进去就横推一切，然后就可以高唱丰收的凯歌，没准地上就有几个超神级装备。玉眼越琢磨，脸上笑意越浓厚。突然他脸上恢复寒冰覆盖。苏萧还有10级，必须升到30级。玉眼高喊一声：加油，大家别停，继续刷，离30级很快了。岩来龙别笑了，牙花子都能看到了，赶紧杀。小月继续守着苏萧，小心他的血。几个人浑身一震，纷纷大喊好。此时的他们热血在全身上下奔腾，眼睛都红了，脑海里全是杀杀杀。第34章独自入塔。一伙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了几小时后，咕噜噜咕噜，肚子饿得直叫，一声又一声响个不停。岩来龙揉了揉肚子，哎，什么吃的也没带进来吧？龙药牛奶还有吗？潘明月也羞赧抓了抓头发，我也饿了，咱们出去吃饭吧。升级也不用急于一时，吃饱喝足再继续，累了咱们就休息。玉眼儿一锤定音，他们一般进副本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4个小时，精神疲惫，身体疲倦，饥饿劳累，也不利于他们升级刷装备，所以他们一向背包里不会带着吃食，最多带几瓶龙药的牛奶。有了苏萧，他们何必把自己弄得特别辛苦狼狈？现在的他们可是吃香的喝辣的，轻松进副本，从此告别蓬头垢面，满身伤痕。几个人又一次站在任务大厅，这里不管任何时间都是到处是急匆匆来往的人。游戏入侵现实后，人类虽然告别了朝九晚五，有一些人依旧在默默卷着，不是在练级，就是在练级的路上，要么就是奋勇拼杀，感受鲜血淋漓的快感，还有一些人纯粹就是为了生活，希望过更好的日子，疯狂打装备武器。几个人决定先回荣耀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说。突然旁边走来几个叽叽喳喳的人，看到苏萧立刻停住脚步围了上来。哎，苏神，真的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啊？苏神，你来这里送外卖的吗？你竟然穿上了轻甲，送外卖不是穿小黄制服吗？喂，苏神，你怎么没来上学？老师安排我们去副本练级呢。苏萧被热情的同学围得有些窒息，耳边叽叽咕咕响个不停。对，你们说的都对，我来这边送外卖的。我们不耽误你了，我们要进通天塔了。苏萧大吃一惊，你们能进通天塔？不会有危险吗？一排同学仰头看他继续叽叽喳喳。对呀，我们已经5级了，前面几层一点都不危险，都是级别很低很低的怪物，经验比野外和其他副本多得多。和他们告别后，苏萧若有所思，转头问岩来龙：岩哥，通天塔经验多，难度不大？岩来龙点点头，对，里面怪物不少，越高层 BOSS 越强。你的同学应该是在比较低的塔层，危险性并不大。通天塔的规则只能向上，不能向下，也就是说你通过第10层，但是11层过不去，是无法再次回到第10层稍微，下次再打只能继续挑战11层。而且每一层的 BOSS 都会爆出装备和武器，毕竟是游戏新版本开启后的副本，初期会有一定几率获得好装备。苏萧沉吟了一会儿，我应该也能去试试看看吗？几个人迈出的脚步瞬间定住。你现在应该有25级了吧？可是你不是只有小火球一个攻击技能吗？只能在1、2层溜达吧。潘明月觉得去通天塔不太妥当，小心翼翼试探性拒绝。玉眼想了想，似乎可以试试看小火球暴击增幅，按理说应该不算弱。通天塔是游戏更新后新增的单人副本模式，虽然这2天有不少人冲进去试试，在里面意外死亡的不在少数。一旦苏萧折损在里面，
龙夏损失惨重，无法承受的噩耗，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让苏萧自己进去，出了问题，我们罪该万死都抵不过这个重罪。还是我们带你练吧，安全第一。几个人都不太支持苏萧去通天塔，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苏萧个人而言，内心很向往，他的同学无极都能晃悠进去，他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有危险，我就赶紧使用回城卷轴。等级低的怪物应该问题不大吧？暴击增幅就能一击毙命。万倍暴击的小火球应该不算弱吧？苏萧很坚定，确实如此，他都已经25级了，全身装备血拳套装10800体质，16万的血量，还有一把神话级武器在手，再加上万倍暴击和万倍增幅，普通的怪应该很难挡得住他这一下吧。再说了 ，BOSS 和他站在一起，谁血更多还说不定呢。莫等 BOSS 锤掉他10%的血 ，BOSS 就被他干掉了。几个人默不作声，玉影率先翻看自己的背包，我这有几盒龙药牛奶，还有血瓶、蓝瓶，好像没有什么合适的武器啊。潘明月举手，我这里有一把武器。说完，他就掏出一把锋利的长枪，一把普普通通、品级比较一般、没有任何特殊属性的传说级长枪，不过攻击可以加到700。苏萧摇了摇头，谢谢月姐，我有武器。几个人目光全都汇集在他身上，有些惊讶。龙耀发我的一把武器。苏萧笑了笑，反正有黑伞，带一把长枪也没必要。玉眼一把将长枪塞到苏萧手里，还是拿着备用，以后龙耀发的武器太好不方便拿出来，还可以用这把演示一下。苏萧想了想，将武器收了起来，随后走向通天塔入口。严来龙满面严肃嘱咐道，一定要小心，遇到危险就抓紧出来，只要没有触发每一层的最终 BOSS， 随时都能跑路。苏萧点头，行，我一会儿就回来，看看10层就出来。说完直接进入通天塔，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后，玉影摸了摸自己心脏的位置，他心跳有点快，好像老鹰第一次带小鹰出门狩猎的感受。不放心，很后悔，只能祈祷他一切顺利，万无一失，可千万不要出任何意外。龙夏可承受不了失去苏萧这种重量级人物。另一边，苏萧已经顺利进入通天塔，他整个人眩晕加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睛后，他独自一个人出现在通天塔内部，周围安静到让人头皮发麻，眼前一片昏暗，被一片雾气所包围，隐隐约约看得到远处有一些火烛照亮幽暗的空间，正前方有一个绿油油的怪物，手拿一个木棒，似乎在看守什么东西。苏萧呼出一口气，就他了。第35章，他怎么还不出来？苏萧慢慢朝着怪物走过去，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迷雾笼罩下的空间，一步踏错，不知道下方是否是万丈深渊。只有怪物周遭被火烛照亮，面积非常大的一块绿草空地，距离他再远一些的位置上有一堆燃烧的火焰，看不清有没有其他怪物。这是一只绿色史莱姆，手中紧握木棒，呲着尖牙。BOSS 史莱姆，等级3级。苏萧愕然，这家伙呆呆的傻样，竟然还是个 BOSS。第一层的 BOSS 就是这么个小东西。虽然他从来没去过低级副本，老师在课堂上普及过一些关于低级副本内容，就像野外平原比较空旷的地方都会有史莱姆这种小东西。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弱鸡鸡的小怪物也能成为 BOSS。 苏萧给自己套上万倍暴击，又来了一个万倍增幅。他刚准备发射小火球， BOSS 史莱姆突然发现远处一个黄红光合体的危险人物，他立刻龇牙咧嘴，朝着苏萧疯狂咆哮，瞬间从可爱呆萌秒变凶残尖牙怪。他口中扑叽扑叽叫唤了几声后，呸一声朝着苏萧发出一发水弹攻击，企图震慑该死的人类。嘴巴快速的叽咕几声后，又是一发，每一弹的速度并不快，且直径不超过10公分的水弹。苏萧还有功夫看了看他头上的血量，600。他从背包里掏出潘明月送的长枪，左右一挑，水弹被击破，径直落在地上，溅起些许水花。随后他一枪拍在 BOSS 史莱姆的头上，3000，一个血红的经验值飘出， BOSS 史莱姆直接被敲碎，地上爆出几件装备，都是黑铁级和青铜级的。这种品级在苏萧眼里不过是没用的垃圾。随后他耳边响起提示音，叮，第一层挑战成功，继续挑战 or 退出通天塔。继续。苏萧毫不犹豫。此时外界，周万中办完公事，看了眼时间，忍不住皱眉，晚饭时间已经过了，苏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想到这儿，周万中有些坐不住了，心绪不宁，急匆匆通过传送阵赶到任务大厅。一进去就看到3个人行立伫立在大厅中，有气无力，傻呆呆的。周万中瞅了几眼，你们都杵这儿干嘛呢？怎么不回去？苏萧呢？严来龙浑身一僵，像个生了锈的钢铁人，脸色越来越难看。
玉眼儿和潘明月抬头望天，不敢看他一眼，脸上全是心虚。周万中满头问号：苏萧人呢？你们贼头贼脑的，出啥事儿了吗？严来龙垂下头，咬了咬牙，憨憨回道：那个苏萧，他跑去通天塔了。周万中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谁的主意？哪个混蛋同意的？他万一出事怎么办？玉眼儿赶忙补救：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他就去低级副本溜达玩一会儿就出来了。他有那么霸道的技能，肯定没问题。绝对不行！周万中气得火冒三丈，哪怕是万无一失的情况下，都不能让苏萧一个人跑进去。谁知道会不会突发意外情况？万一哪一下没注意到，苏萧出事了怎么办？此时这三个人也都有些后悔，怎么就心软大意放他一个人进去了？至少要和周部长商量以后再说，没准周部长能劝劝苏萧不要鲁莽。严来龙急得额头全是汗，怎么办？他进去半天了。周万中鼻孔喷火，只能等他出来。另一边苏萧晃悠着，已经来到了第15层，一路上比他想象中的要容易很多，各种各样看似强壮血量稀薄的 BOSS， 暴击真好使，远距离一个小火球就差不多了。如果光凭他的长枪，还是要捅个3、5下的。10层以上的 BOSS 也不过熬个7、8下才晃晃悠悠趴下。没想到10多层装备的爆率还这么凄惨，最高不过是黄金品级，在江行之墓怎么都要钻石级别。这些装备在苏萧眼里依旧是粪土级别。就在周万中几人焦急等待的时候，任务大厅突然出现一道惊呼声：我日，怎么可能？樱花反超鹰将冲到第1名去了。此时等在任务大厅的人都赶紧抬头看向榜单。通天塔排名第1名厄里土斯，53层，职业御兽师，等级65级，组织八幡宫，国家樱花。第1名还是个御兽的女八嘎，第2名是个鹰将，在54层，第3名竟然又是个樱花的，停在53层。怎么搞的？突然之间樱花都冲到鹰将前面去了。没想到临近傍晚，第3名的樱花马上也要超越鹰将了。而第1名的厄里土斯在短短的1天时间之内，直接稳稳占据榜首，大跨度全球领跑。该死的女八嘎，之前明明落后不少，怎么跑第1去了？听说是个超级大美妞，她有一个大蜥蜴呢，虽然比不过龙，她那个蜥蜴猛的一批。姐，我亲她一口会不会寒雅灭点？你活够了！她可不光一个大蜥蜴，还有8岐大蛇呢。周万中几个人根本顾不上看热闹，此时他们的内心焦虑的仿佛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爬。女八嘎第1就第1吧，反正她和鹰将谁第1名，对龙虾来讲都是差不多的。现在他们跟着急苏萧啥时候能出来？只要他顺利出来，以后绝对不许他自己一个人跑去危险的地方。玉眼担心的走来走去，他怎么还不出来？之前不是说一会儿出来了吗？这都几个一会儿了。眼看着时间1分1秒过去，严来龙也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这都1个多小时了吧？不会出事了吧？苏萧到现在都没出来，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意外吧？难道他真的死在通天塔里面了？如果他真的死在里面的话，尸体只会化为副本里的养料，埋葬在通天塔之内。周万中腰板挺不直了。一旦苏萧死了，意味着龙夏不但损失一位惊世奇才，还损失一套血拳套装以及可持续升级得神话级武器。天都塌了。第36章，各国关注通天塔。此时，位于中央城的荣耀总部，裴将军助理陆成风正在密切关注游戏更新后的各大榜单，还有各个副本的通关数据。陆成风是裴将军手下最强特助，同时还是中央城副部长第2席位，64级暗系法师，游戏更新后进化为恶魔规则类法师，新职业，稀有天赋之一。此时的他看着各大榜单，越看越震惊，以鹰将为首，处处领跑。副本只有涅槃深渊的数据涛声依旧，不光龙夏，各国都推进很慢。现在只能看游戏新版本过后，各国有没有什么异常动作了。这么下去可不行，必须要赶在其他国家之前攻略成功。陆成风按了按胀痛的太阳穴，闭眼思索如何突破困境，丝毫没有头绪。一个女生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王小蝶，61级暗影刺客。特大新闻，厄里土斯已经冲到65层，鹰将54层，马上被第3名赶超。陆成风猛地瞪大双眼，什么？他怎么1天功夫就跑第1名去了？超过鹰将11层？厄里土斯这么厉害？陆成风满脸全是震惊，他在通天塔第43层就出来了，当时厄里土斯也不过是48层而已，短短的1天多的时间，差距拉到22层，太恐怖了。王小蝶感慨说，这大概就是气运之女吧，她可不光一只超大蜥蜴，还有8岐大蛇，进副本就是横扫一片的局面。陆成风有点坐不住了，鹰将始终用各种手段占据世界第1的位置，现在樱花又跑出来狂跳，
接下来棒子和阿三又不知道会从哪儿冒出来，龙夏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了。不行，他得赶紧联系裴将军，龙夏不能坐以待毙。与此同时，世界各个国家都关注到通天塔的变化，这可是游戏更新后最引人瞩目的副本，各国的博弈实力程度都在小小的数字上体现出来。鹰将、棒子、阿三、毛熊、约翰牛等国政要全部紧盯榜单。厄里土斯这么一会儿功夫冲到67层了，除了樱花，各国心脏都快炸裂，头顶仿佛雷劈一般。虽说御兽师能够统领几个兽宠协助战斗，这特么也太强悍了吧，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强到离谱。鹰将、石角大楼，樱花竟然出了这么个变态天才，难道游戏更新后觉醒了什么新天赋？从现在开始必须密切监控樱花，一旦不听指挥，立刻启动 X 计划。同意。龙夏只有一个苏 X 还没有调查出来，应该不足为惧吧？不好说，苏 X 能不能成长起来还说不准呢。在全世界资源重新分配之前弄死他。黄毛和鹰钩鼻已经回到鹰将的地盘，两个人也关注到榜单的变化。该死的龙夏竟然敢驱赶我们，还用武力威胁我们，必须给他们好看。黄毛杰锐气的浑身颤抖，这些年他从未体会过的屈辱都是龙夏带给他的。马德越想越来气，牙齿咬得咯咯直响。龙夏怎么就突然不怕鹰将了？敢站起来废？黄毛气得要死，怪谁？还不是怪你自己。如果你不想玩龙夏女人，会惹出这么多事儿吗？鹰钩鼻不屑说，我们吊了他们这么久，他们早就一肚子气，加上你要玩女人，他们不反抗才怪。鹰钩鼻觉得自己总结得很到位。黄毛冷哼了一声，不管怎么样，他们过去都忍得下，玩女人凭什么忍不下？还践踏我的尊严，此仇不报非君子。看不起咱们，就是看不起鹰将。黄毛怒气冲天，鹰钩鼻看了看他们身上的标志，鹰将最强战力组织彼岸花怒放重生之花，抬手拍了拍黄毛的肩膀，算了，龙夏算不得什么，一个10级的最高潜力者能活着成长，呵呵呵，不见得吧。等半年以后游戏更新出新模式，没准就是争夺各国资源的大型战役，到时候踩死他们就得了。以后主要目标还是放在樱花身上，想办法击垮这个什么土司。明天咱们也去冲一下通天塔的排位吧。站在任务大厅的潘明月已经脸色煞白，马上流泪成河。玉眼儿脸色难看，嘴唇哆几下，最后还是闭上了。严来龙敲着自己的脑袋，非常懊恼，怎么就同意他进去了呢？而周万中整个人就像精神气全被抽离身体一般，变成半死不活、瞬间萎缩的老头子。都快1个半小时了，苏潇还没出来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就出不来了吧。哎，难怪世界频道上都说这种潜力天才活不长，没准什么时候就夭折了。这可能就是咱们龙夏的命数吧。周万中整个人老了10岁，本来精神矍铄，眼睛透亮，现在就像个气息晦暗的小老头，腰板也塌了，眼睛都不聚光了，傻呆呆看着远处。好不容易上天赐龙夏一个天才，没被埋没，直接送到荣耀。这么一个未来能够带领龙夏走向世界顶端的重要人才，竟然直接没了。他真的痛不欲生。本来说好的晚几层就出来，这都1个多小时了，折损在哪里了？周万中无奈苦笑，捶了捶胸口。里面的苏潇正在乐不思蜀，完全忘记了时间。他已经能够熟练穿梭副本之中，偶尔给自己来个幸运神爆率，161的史诗级装备，偶尔冒出个神话级装备。现在他可是收获颇丰，背包都快放不下了，随手还扔了几件史诗级装备。别问，问就是属性一般，实属破烂。耳边又一次响起提示音，叮！恭喜您挑战成功，您是否继续通往下一层？苏潇点点头，当然继续。进入下一层之后，眼前的景象和之前完全不同，一片金色恢宏大气的景象。塔内入口处高高悬挂的数字显示为39层，第37章。奶妈是苏潇。苏潇抓了抓有些凌乱的头发，他真没想到这一路上来还挺轻松的，进入40层应该问题不大。他有些搞不清楚自己还是不是辅助职业。小火球猛地一劈，枪戳出去也锐不可挡。现在还不到30级，照这么发展下去，未来他没准儿还是龙夏一员猛将。39层的 BOSS 沙漠蜘蛛，一只巨型钢甲蜘蛛，外壳无比坚硬。苏潇浑身冒着黄红交替光芒，熟练地丢出一个小火球。沙漠蜘蛛虚空中一晃，急速避开致命一击。不足的侧面不小心被小火球刮到，整条腿连带着躯体一同被轰进墙壁。和之前的 BOSS 差别不大，智商不高，全凭本能驱动躲避攻击。沙漠蜘蛛20只不足，已有12只被火球擦边化为粉末。他愣了愣，依旧栽棱着跑得一瘸一扭的直奔苏潇而来。苏潇掏出长枪，虽然长枪攻击力并不高，但在万倍暴击的加持下，
一枪能捅掉沙漠蜘蛛将近1/5的血。噗噗噗，连着捅了4、5、6次，每一下都能捅出至少5万伤害，加上万倍增幅，增加到攻击上，一击再加上4万多的伤害，他一下就能捅出去将近10万伤害。这个不起眼的 BOSS 血量竟然也能达到几十万，幸亏是有暴击增幅，这么多血量，一般人打的话，估计得累得半死。难度系数 6.0， 几十万的血量，血防够厚。沙漠蜘蛛体型庞大，20只不足撑开伸出的范围，直径可达4米左右。想要破掉血防的同时，又要防止被不足攻击，对职业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足以看出职业者本身的战斗能力和使用技能的技巧。然而，这一切在苏萧面前都是虚的，啥玩意儿也抵挡不住万倍暴击加万倍增幅的威力。他现在已经扩展到13000倍。沙漠蜘蛛惨叫一声，开膛破肚，化为虚烟雾散去。地上爆出来的又是一件史诗级装备。苏萧捡起来看了看，一个项链，似乎没太大用处，不过脖子上的配饰什么都没有，上面的闪避不错。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爆出史诗级装备了，什么时候能有神话级的呢？希望一会儿能爆出个戒指或者什么，他身上所有的空位都要占满神话级。想到这儿，他举着长枪继续冲上去。此时外界任务大厅的人纷纷观察着通关塔的变化，哪个人的名次突然窜上去，都会引起一阵惊呼。哇，那是谁啊？怎么显示是个奶妈？奶妈怎么进到通天塔第31名呢？有个人大喊一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游戏更新前各大榜单只能显示前10名的排位，自从更新过后，排位已经扩展到前50名。一个奶妈在大家都没注意的情况下突然冒了出来，还站在第31名的位置上。奶妈连一点战斗技能都没有，她是怎么爬上去的？这他妈不是眼花吧？奶妈怎么会上榜？姓名某某，职业奶妈，等级层数40，组织龙耀，国家龙夏。人群中顿时闹哄哄起来，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汇集在通天塔榜单之上。真的有一个龙夏的奶妈挂在上面，只是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将个人信息全部隐藏。哈哈哈哈！奶妈怎么了？我龙夏强大到连奶妈都能登上通天塔。我日，奶妈也太牛叉了吧！我们龙夏要崛起了吧？龙耀的奶妈都上去了。越说越好奇了，奶妈到底掌握了什么技能？她都能通过39级的沙漠蜘蛛，这东西可不好打。在通天塔内，确实是御兽师、暴兵一类的职业优势非常强劲。单人模式下，血少体弱防御不高的职业都比较难打，默人挡在他们前面，将他们的弱势凸显得一清二楚。所以目前冲进通天塔的以高防高战力为主，法师、奶妈基本都放弃这个副本。一旦进入，被哪里暗藏的东西刮一下，或者 BOSS 有什么特殊能力，法师直接就挂掉。更何况奶妈这个职业连个攻击技能都没有，大家都满头问号，这是什么奶妈？震惊世界的奶妈，牛批克拉斯，咋混进去第40层的？重点是他还在一层层冲上去，简直是奇迹。正在任务大厅悲痛万分的周万中几个人也听到沸腾的声音。周万中立刻挺直腰板看了过去，眼睛瞪得溜圆。奶妈？龙耀的奶妈？原来龙也摇了摇头，没听说奶妈能上到这个位置啊，是不是数据哪里有问题？哈哈哈哈！周万中一下子激动起来，肯定是苏萧。什么？玉影瞪着眼睛，她怎么是奶妈？周万中像个翘起尾巴的狐狸，眼睛放光，给他发的装备遮盖了一下职业，必须保密嘛。另一边中央成龙耀总部内，陆成风还在继续观察各个榜单，还有副本的资料。通天塔目前领先的不是鹰将就是樱花，龙夏暂时超不过他们，所以他的关注点转移到涅槃深渊上。到底集结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拿下这个副本？陆成风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手中的笔写下一个个名字，又划掉。门突然被打开了，王小蝶又冲了进来，脸上全是莫名其妙。发生个怪事，龙耀有这么厉害的奶妈？他都跑到通天塔的40层了。什么？陆成风抬起头一下愣了，你确定看到的是奶妈，不是其他的职业？王小蝶点头，是奶妈没错，隐藏了个人信息，组织信息上写的是龙耀。陆成风也懵了，不会写错了吧？哪有奶妈会登通天塔的？咱们龙耀奶妈是不少，不要命的可没有。不对，陆成风突然想起来了，龙耀确实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奶妈，级别不低，年轻时候经常和裴将军一起升级的那位老先生，不会真是他吧？第38章，没人看好他。陆成风赶紧拨通老先生的电话，试试能不能接通信号。滴滴滴滴，喂，小陆啊，李老先生，您怎么跑去通天塔了？
多危险呀！为了龙夏的荣誉，你也不能这么拼命啊！电话那边比陆成风还着急的声音大吼着传过来：“我晕，不是我啊，真不是我！这一会儿功夫已经好几拨人打过电话了，他娘的，真不是我！我还奇怪，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奶妈？是不是游戏更新更出来的超级奶妈？”陆成风不相信，不是你还能是谁？你是不是想瞒着干一票大的？哎呀呀，真不是我！要是我，早就上世界频道往死里吹了，让狗犊子们看看咱龙夏的实力。陆成风更猛了，那这人到底是谁呢？龙耀哪来的这么厉害的奶妈？哈哈哈，管他呢，这可是咱们龙耀的荣誉，也是龙夏的荣誉。等你知道他是谁了，给我来个信儿。这种硬刚的性格太合我心意了。不管他是谁，都是龙夏的子民，值得整个龙夏骄傲。陆成风晕晕的挂断电话后，问王小蝶还有什么厉害的奶妈吗？游戏更新版本后有没有奶妈技能属性变化的？王小蝶想了想，确实有，更新后加入龙耀和龙辉的奶妈都有。属性上有变化的，估计至少有20多人吧。排掉龙辉也得有差不多10人。从其他组织借调到龙耀，准备进入涅槃深渊的也有10几个奶妈吧，级别都不低。陆成风思索了几秒后，这样吧，甭管是哪儿来的奶妈，都打电话问一下吧，别有疏漏，全都联系到。王小蝶50级以下的我就不联系了吧？可以，级别太低，应该连2层都费劲儿。陆成风赞同道。王小蝶立刻展开调查。陆成风很好奇，这到底是谁？肯定是游戏新版本后出现攻击技能的新奶妈。游戏更新后，龙耀最缺的就是各种人才，尤其是新版本更新出的各种新技能、新天赋、新职业。这个人能以奶妈的身躯冲进通天塔，足以看出他的实力、技术、胆量，是个人才。就在这么一会儿短短的时间内，苏潇一步步冲到了45层，通天塔排行榜的名次也变成了28位。呀，那个奶妈怎么还能上去？他竟然还敢往上冲！我的老天，他都跑到45层了，离厄里土斯不远了。哈哈哈，为了龙夏的荣耀在拼命，兄弟，我佩服你！龙夏，世界第一！此时和任务大厅群情激昂的民众对比，周万中的心态已经不似刚刚那么激动，反而更加担心，马上都要急得绷起来。怎么还不出来？疯了吧？他还在往上冲，咋办啊？还不赶紧出来！玉眼儿急的手心全是凉汗。潘明月也走来走去，停不下脚，眼睛紧紧盯着通天塔排行榜，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联系上他。周万中急的整个人都要中风了，这家伙在里面玩上瘾了，这不是找死吗？此时世界各国也都发现排行榜上诡异现状。刚刚十角大楼下令严密监控樱花的情况，不光是第1名、第3名闯关者，后续几名也要密切注意。突然得到消息，龙夏龙耀的奶妈冲到45层了，鹰将领导根本没办法接受，通天塔竟然冒出来个奶妈，名次也排到第28位。这说明什么？龙夏的奶妈排在全球第28位。一个奶妈，她怎么可能排这么高的位置？除了她一个人，法师、奶妈这2个职业几乎没人冲她，而她一个辅助职业窜到这个位置上，她简直强到离谱。不是吧？这个奶妈有什么特殊的？龙夏从哪儿挖出来这么个家伙？比法师都邪乎。可是奶妈不是不能攻击吗？她怎么做到的？卧槽，是不是新版本以后她的职业变异了？这种人才必须吸收精英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有点奇怪，怎么自从厄里土斯出现后，他也跟着出现了？肯定是看不惯樱花，樱花惹到他了呗，不然他干嘛追着樱花跑？对，可能龙耀给他的装备到位了，他现在浑身全套高阶装备。哼，不用太在意，一个奶妈再强再变异又能如何？我们关注点还是要集中在樱花上。此时位于通天塔内，厄里土斯又冲击了1层，已经来到76层。此时对于他来讲，已经几乎是极限水平了。他的8岐大蛇已经呈现疲态，处处伤痕，现在只能暂时停在76层。他已经决定不再向上冲塔。这一次充满危机，他差点被 BOSS 给直接干掉，要不是跑得快，就得当场毙命。他只能靠在入口的墙壁上休息，吃点东西缓一缓。随手翻看频道信息，竟然看到有一个奶妈正在冲塔。厄里土斯，奶妈，这算得上是奶妈界的翘楚吧？不过他应该也跑不了多远，差不多到极限了。厄里土斯并不十分担忧自己的排行，目前为止想要冲到他这里可能性几乎没有，连他都差点撞脸，更何况其他人。毫无意外，他会保住榜首位置。45层和自己的76层相差31层，一个奶妈能做到这种程度，确实是他没有想到的。再看看鹰将和樱花，还有10多层的差距，他也没放在心上。多年的老对手，谁还不了解谁呢？
龙夏中央城任务大厅，人声鼎沸，聚集的人更多，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通天塔，更是好奇奶妈怎么做到的。王小蝶也站在人群的外围，有些疑惑，这家伙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信息？难道是谁特意伪装的？以奶妈的职业属性，根本不可能冲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奶妈绝对遮掩职业，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家伙能冲到45层，应该不是普通的职业者，能力出众，胆量出众，为国争光。王小蝶摸摸自己的头，头好疼。他到底是谁？第39章，难道会是他？谁也没有料到，苏萧还在继续往上冲，一层接一层，没有停歇。目前来讲，苏萧还没感觉到任何勉强，冲得比较轻松。每冲上一层，他就套上万倍暴击加万倍增幅，直接冲到 BOSS 面前就是小火球，费不了几下力气 ，BOSS 就栽愣愣死了。有时候会有 BOSS 冲得比较猛，上来就给苏萧一个重击。不过苏萧毫不在乎，要么是一个大大的闪避，要么就是血拳套装和幽冥遮天强势抵挡。16万的血量可不是闹着玩的，幽冥遮天启动的防护盾那也是嘎嘎牛逼。此时，所有能看到排行榜的任务大厅都发出惊叫，大家眼睁睁看着通天塔的排名，不知名的龙夏奶妈又冲上了一层，名次也上到更高的位置，她都跑到27层了。我的天呐，一个奶妈这么有冲劲，比铁血战士还猛。谁说不是呢？这是铁血奶妈吧？吃了什么药这么兴奋？奶妈怎么上去的呢？总不能一路加血 ，BOSS 感激她的大血包，所以放行。哈哈哈哈，真给咱奶妈争气，甭管是加血奶妈还是攻击奶妈，都太他妈牛了。龙南总部任务大厅内，周万中、严来龙几个人彻底傻眼了。潘明月满脸不敢置信，这是苏萧吗？简直像个火箭炮，窜天猴。必须是他，不然还有哪个奶妈这么勇？已经2个小时了，如果他不是苏萧，可就彻底玩完了。周万中摇了摇头，咬牙切齿。现在就连他自己都产生怀疑了。他亲眼所见苏萧的信息隐藏成奶妈，但苏萧怎么会冲这么高？如果说不是苏萧的话，谁家奶妈能厉害到这种程度？排行榜一道金光闪过，名次又一次发生变动，奶妈前进到26名，瞬间任务大厅的房盖都要掀飞了。英雄，他是真英雄，25位了。我的眼睛想要尿尿，这家伙太给力了。龙夏崛起，冲啊！神级奶妈，龙耀真不愧是龙夏最强战力组织，暗藏一个这么厉害的牛逼人物，到现在都隐藏姓名和等级。此时位于中央城任务大厅，王小蝶头皮发麻，这才仅仅几秒钟时间，他的排位又向上提升一位，人也来到了50层。王小蝶内心杂乱，就连他想要几秒就通关第50层，做梦还差不多。随后王小蝶拨通陆成风的电话，陆特助，发生意外情况，您还是亲自来看一眼更好。什么意外？突然被打断思考，陆成风有些不耐烦，还有比涅槃深渊更重要的吗？龙耀的奶妈已经冲到50层了，目前位列第25名。陆成风瞳孔地震，手中的笔咔一声应声折断。奶妈还在？怎么可能？他在搞什么？还没停下脚步，不要命了？一个奶妈能冲到20层，都已经是全世界最强的奶妈，竟然还贪婪上了，发疯冲上50层。陆成风摇头拒绝，我就不去了，去了也没什么用，还是先找到这个人是谁吧。这么个牛逼奶妈，既然是荣耀的人，必须挖出来重用，绝对能在未来的全球各项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这个人。挂断电话后，陆成风长长出了一口气，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此时荣耀中央城总部裴将军办公室内，裴将军正和2个同样军装着身的男人喝着茶。这2人是荣耀最强9人所组成的9耀退休人士，朱克志和左京栋，年龄已过100岁。2个人退休后依旧在发挥余热，组建了余烬公会。2位今天怎么想起来亲自到荣耀来找我？裴将军说。哼，小裴，不够意思。虽然说我们已经退休了，荣耀什么时候吸收来这么个人物？这不是妥妥的9耀候选人吗？就是一个奶妈都有这样的战力，肯定是新天赋，绝对没错。等他出来，我们也想见见他。你也可以让他进入9耀实习，我觉得他完全够资格。余烬公会的会员并不知道他们的老领导正在聊着和他们相同的内容，并且整个余烬公会地震般大震荡。好家伙，真不愧是荣耀的成员，竟然以奶妈之姿冲到榜单前位。这还是奶妈吗？怎么和我见过的奶妈不一样？这绝对是隐藏职业，我赌一件史诗级装备。对，我也这么认为，绝对是披着奶妈皮的新职业。荣耀就是这么狡猾的机制，难怪已经冲到26位了。Oh no， 不好意思，
兄弟，他已经窜到23位了。看到会员在公会频道的聊天内容，朱克志笑了笑，小裴，你还不知道吧？他就跟走楼梯一样，跑到23了。什么？裴将军同样版本瞳孔地震，迅速拿出手机，程峰啊，你关注通天塔的名次吗？他已经冲到23名了，很可能在我打电话的这会儿功夫，他就冲到20名以内。我操！陆程风惊的手机差点甩出去，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奶妈。以他多年的经验来讲，他太了解所有的职业以及各个副本。只有游戏更新新版本之后，增加了许多职业，他还没有搜集全所有资料。不管他是奶妈还是任何职业，一个职业者能够在单人模式下冲击没有任何攻略的副本，还冲到了23名的位置上，这个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裴将军的声音从话筒中再次传来，必须找到这个人，要快。很可能他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新职业者，也许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没准可以帮助我们通关涅槃深渊。我们龙夏突破鹰将樱花掣肘的机遇，没准就在这个人身上。挂了电话以后，裴将军眼前晃过一个人影，唯一职业，难道会是他吗？第40章震撼世人。听完裴将军的话，陆程风整个人仿佛雷劈一般。这个奶妈如果真是新职业的话，荣耀实力将会大大增强。这个契机对于整个龙夏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新版本龙夏抓住机会，将会带给世界全局震荡，脚踩鹰将樱花。陆程风闭上双眼，稳了稳心神，拿起手机通知各部门全力挖掘此人的真实身份。确实是这么回事。如果以为苏潇是普通的技术型职业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苏潇强只是因为他是新版本后的唯一职业，传说天赋，游戏赋予他强到离谱。不过他们所期盼的契机确实是龙夏的一个机会。未来的龙夏拥有苏潇的天赋，千万兵力同时万倍暴击加万倍增幅。试问何人能挡，何人能敌？直接提升举国战力数倍，这不是明摆着上场继续切大白菜吗？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种多么震撼的场面。鹰将忍耐哭泣，樱花谄媚讨好。这时候远在鹰将石角大楼的军部即将要火山喷发，不是懵逼就是震怒。谁信一个奶妈能冲到这种层数？如果真是奶妈，把他的头卸下来当球踢都行。本来榜单上一切都好好的，鹰将第一，樱花第二第三，龙夏第8，这才是一切本来的模样，真实名次就该如此。可自从樱花的厄里土斯冲榜骑在鹰将头上引起轰动开始，这个莫名其妙的奶妈也跟着冒出来了。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奶妈能猛到这种地步。只有一种可能性，奶妈有问题。奶妈不是奶妈，她是龙夏的一张王牌，为了掩人耳目扮作奶妈。龙夏人太狡诈了。元帅紧锁双眉，你们有什么看法？其他几个被教训半天的将军此时也猛头转向。大家互相看了几眼之后，这家伙肯定是新职业，龙夏太过分了。新职业的话还是个学生，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很可能是高阶职业者激活新天赋了，绝对是。既然他能做到疯狂不停的冲，连厄里土斯都停住脚步了，我怀疑这个人实力很强，他是故意的，肯定龙夏有什么阴谋诡计。哼，你们太小题大做了吧，一个区区龙夏奶妈就吓得你们瑟瑟发抖吗？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又不是千军万马。放屁，未来不管单人、团战、国战，这么一个家伙轻松就能踩死他。新职业又如何？我们鹰将新职业可太多了，各位放轻松。苏潇在所有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奶妈，亦或是新职业者，不足为惧。他们所见的新职业、新天赋，哪一个不是顶呱呱震撼世界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龙夏这么一个人能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完全不用担心，目前内心活动最为激烈的就是守在排行榜前的周万中，他真是操碎了心。苏潇的技能确实很与众不同，非常离谱，可他还是个新人，昨天还1级呢，今天才26级，连副本都没进过几次的新人，就已经去最新单人副本通天塔里溜达了。明明还是个学生，就排到23名，现在还冲到53层了，离鹰将樱花越来越近。而最强的厄里土斯还在76层蹲着。目前闯塔的人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可是苏潇依旧在继续登塔，他的层数一直向上跳，名次也在闪动。22名、21名、20名、16名、14名、9名。就在这一刻，整个世界沸腾了，所有人一同见证了奇迹。这是整个龙夏的荣誉，也是荣耀的荣誉。之前所有人都没看好，走不长的奶妈竟然冲到第9名，震惊全球。这到底是谁啊？太给龙夏长脸了，真不愧是咱们最强战力组织的人。龙夏万岁，荣耀万岁，龙夏人冲啊！
我的天呐，甭管他是什么职业，从今天开始他都是我爹，奶爹加油，冲第1名！哈哈哈，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安全第一，我们永远支持你。等结束了，我要去荣耀给他送花，英雄！中央城，王小蝶激动的几乎热泪盈眶，他真的没想到这个人才真能冲进前10，足以证明这个人是真正的天骄，是荣耀的骄傲。后悔了，怎么没用手机录下来发给陆特助看一眼呢？王小蝶懊恼地拍了拍脑袋，他赶紧拍了个照片发给陆成风。陆成风激动得满脸通红，又转发给裴将军。朱克志和左京栋还在喝茶聊天，突然裴将军脸色大变，手一抖，茶杯差点扔出去。奶妈第9位了！什么？对面2位老将军听到以后大惊失色，相同的反应。这也太强了！通天塔第1天面试就竞争激烈，龙下1位将军站在第8的位置上，而荣耀又有1人登上前10的位置，几个人瞬间坐不住了，瞳孔震动半天。不行，老伙计，走，我们一起去现场盯着吧。陆成风也坐不住了，跟着一同前往。坐在上面喝茶，哪有亲眼所见更有意思？他们站起身来，走向传送阵。然而，就在他们还没抵达任务大厅时，苏潇的排名依旧保持之前的速度，火箭式上升，8名。哎，那位将军被挤下去了，太强了！龙下第1战力吗？王小蝶红着眼睛嘀咕。7名，6名。看着持续上升的名次，王小蝶突然意识到，他似乎要见正龙下巨龙腾飞的画面。等裴将军、陆成风4个人进入任务大厅时，直接看到苏潇的排位在第4名上，他的信息资料已经呈现与众不同的彩色红光。一旦他踏入第3的位置上，整个资料将会变成夺目金光。这么快，已经第4了。陆成风有些站不稳了。朱克志和左京栋大气不敢喘一口，生怕耽误看名次。现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余光看到几个人将目光转过来时，整个瞳孔晃动。沃日，你们看谁来了？裴将军！哇，第1次看到真人！哇哦，陆成风也在，旁边那2位老将军就是9要退休的吧？我的天呐，全是震动龙下的大人物，都来看排行榜了呀！第41章，一直攀升。陆成风站在王小蝶身旁，他怎么跑第4位去了？对，他一直没停下脚步，最恐怖的是，他每一层通过的速度都非常快，几乎瞬间就秒杀 BOSS。王小蝶眼睛使劲离不开大屏幕，陆成风瞳孔微缩。这里的人只有他进入过通天塔，他最终停在第45层，里面的艰难 BOSS 技能花样百出，到现在他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他还是游戏更新版本后，从恶魔系法师变成规则类法师，进入副本后能够制定一定的规则，限制 BOSS 的行动，技能还是稀有天赋之一。就他这种程度，进去后都相当难受。这个披着奶妈皮的人，速度又快，如入无人之境。他到底能有多强？比陆成风这位64级的规则类法师还要强。他们使用传送阵不过几分钟的功夫，他就跑到第4名，真是恐怖。短短几天时间里，通天塔的榜单一直都是鹰将和樱花霸榜人数最多。之前前5名里3个鹰将，2个樱花，后来3个樱花，2个鹰将，到现在2个樱花，2个鹰将，一个龙下正在强势逼近第1名。鹰将全身装备着之前从涅槃深渊里打出的一套极品装备，名次才排到第3名。而莫名其妙的奶妈，她怎么会直接冲到第4名？和人家紧紧相连，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家伙穿啥都得被奶妈挤下去。此时正在密切关注排行榜的10角大楼怒火沸腾，他们为了这一切集结了一切力量，连最珍贵的装备和武器都给冲塔的职业者全身套好了。结果就是这，开始被樱花的2个职业者挤下去，已经说不过去了，现在竟然连一个古怪的奶妈都比不过。 shit，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一个将军控制不住怒火，直接会议室咆哮。他正是目前排名在第5位的龙下奶妈，一脚踩到他头上，将他直接踢下一个排位。他是龙血暴龙战士，本来游戏更新之前只是暴龙战士，游戏更新后激活龙血，战斗时宛如神龙附体，一招稀有天赋神龙将士被 BOSS 揍得几乎满地爬。再加上他身上有涅槃深渊出来的极品装备，都勉强冲到现在的层数，不敢妄动。之前他明明处于第3位，现在一点点落后。屏幕上显示龙下奶妈都骑到他头上耀武扬威了，显得他整个人就像个大大的笑话。 shit shit shit， 该死的奶妈，我申请彼岸花工会暗杀他，必须弄死他。呵呵，上次曼陀罗的樱花杀手全军覆没，马德绝对不能让龙下崛起，我申请亲自去暗杀他。如果他还活着继续成长，对我们鹰将在新版本中制霸世界将会形成强大的阻碍。
对，团战国战一旦有他，我们有可能会失利。石角大楼直接确定对策，既然曼陀罗杀不死他们，那就请彼岸花组织暗杀他吧。樱花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奶妈，他们可以两方联手。以他们多年的经验来看，这个奶妈绝非池中之物，威胁性很高。唯一的问题就是，奶妈依旧隐藏自己的身份，个人信息很难查得到。可惜杰瑞他们涅槃探查组已经被龙夏驱赶，不然他们调查起来肯定很方便。没关系，联手樱花的彼岸花暗杀工会肯定能行。还在任务大厅的人再继续欢呼，一时间从通天塔出来的人也不再进入，和所有人集体围观排名。卧槽！老天爷，他冲到第3名了！嗷嗷嗷嗷！他的名字亮起了金色。龙夏，龙夏，龙夏，龙夏奶妈已经冲到第60层，又挤掉了一个鹰将的职业者。他冲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说明他的速度超越了目前所有闯关通关塔的职业者的速度。目前他的前方还有2名樱花。此时正在通天塔内的苏萧随手消灭几个怪物，捡了一些装备，看了看60层的数字，沉吟了一会儿，应该没问题吧。一口气冲到60层，应该没人注意到我吧。看到系统提示可以进入下一关，苏萧有些犹豫了。他冲得如此轻松，速度快，别人应该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停下来估计也是在休息，或者是有事出去了。按理说他并不是突兀的存在，龙耀想将自己彻底隐藏起来，他应该也做到吧。毕竟名字看不见，职业是个奶妈，应该不会有人猜出来我是谁。就是怀疑也会怀疑60级以上的职业者，我还没到30级呢。再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趁他们休息，我一鼓作气冲上去，为龙夏争光，对得起国家资源，培养我的资源。实际上苏萧并不了解各个国家停下来的原因，他一直认为是累了正在休息。苏萧选择继续往上冲，果然正在大厅内守候的职业者又是一阵惊呼，他第2关了，卧槽啊！一脚踩在樱花头上了，有人激动地叫出尖叫鸡的声音。苏萧已经爬到了第2名的位置上，目前他的位置正好是2个樱花之间。陆承风心下一沉，不行，这个奶妈有些太高调了，全世界都在关注她。王小蝶点点头，确实是，应该是激活新天赋的奶妈吧。说到这儿，他突然卡住，眼睛猛然一瞪，能到这种程度肯定不是普通的天赋，难道是传说天赋？陆承风紧缩双眉，这么发展下去不行，这个人绝对天赋绝顶，顶级天赋，太引人瞩目了。游戏更新后，整个龙夏包括龙耀都在统计职业者进化的资料，老成员的资料基本上已经理清了，新加入的人并不算太多。如果这个人天赋极其霸道的话，应该会非常容易找得到。想到这儿，陆承风和王小蝶脸上开始冒汗了。之前世界著名杀手工会就已经冲过来残害龙夏的新人，一旦他们再次行动，为了未来即将举行的团战国战的话，极有可能破釜沉舟，不遗余力暗杀他。龙夏，喂！第42章，谁能联系他？他到底是谁？这个披着奶妈皮的职业者肯定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大约在400年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暗杀事件。毛熊正在崛起，突然觉醒一个超强职业者，在尚未成长之际，直接被鹰将暗杀成功。陆承风擦了擦脸上的汗，赶紧行动起来，将今年游戏更新新版本后所有职业有变化、有新天赋的人全部招进荣耀。重点，级别不要太低，能进通天塔活到40层以上的。裴将军点头通过。朱克志和左京洞也纷纷行动起来，于禁工会全力支援荣耀，优秀职业者直接加入荣耀，举全龙夏之力度过未知的暗杀危机。一旦人数众多，各个国家即便派人潜入，调查起来也相当辛苦。此时苏萧已然来到第2名的位置上，他的上面只有一个樱花职业者厄里土斯。所有人都意识到世界强者的格局将被改变。龙夏在鹰将和他的舔狗集团围堵中冲出来了，借由游戏新版本，龙夏出来一个超级牛逼的职业者。苏萧在65层的位置上依旧没有感觉到极限，他冲上来的速度已经不是任何一位闯入通天塔的职业者所能达到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奶妈可能并不单纯是奶妈。王小蝶整个人像做梦一样，他爬塔是他亲眼见证的。他到底是谁呢？如此可怕的天赋，轻松就能爬到65位。他嘀咕的声音落在朱克志和左京洞等人的耳中，大家也全是和他相同的想法。这不单单说明他的实力强大，还有惊人的技术和作战技能，以及超强的心理素质。不然险象重生的通天塔，他凭啥能这么快登上65层？其他的通关者或多或少都会选择中途退塔休息，或是直接在塔内休息，没有人会一直向上爬。毕竟每一层都是跌宕起伏，诡谲多变，没有休息好，做好准备的话，谁也不冒特别大的风险继续冲击。这里死了就是死了，
没办法使用回程卷轴或是在哪儿复活。就连樱花的厄里土斯都是采用休息一会儿再冲向上冲的策略。他现在位于76层，就算之前那位樱花的第2名冲到第64层的位置上，距离厄里土斯还有12层，这12层之中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危险？会不会死亡？没有任何人能够得知。每一层都接近大家的极限，距离死神仅有1步之遥，所以没有任何人敢像苏萧一样一股脑冲上去，连口气都不喘一下。即便是排名第1的厄里土斯也不敢这么做，他现在还停滞在76层一动不动。所有人都认为在此期间，龙夏奶妈必定是付出了极大的艰辛，精神高度紧张，体能各方面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估计他上不去了吧。时间太久了，对，他一口气太猛了，如果中途有休息的话，应该能坚持得更久一些。太佩服他了，为了排名，他肯定忍受了非常强的痛苦。他已经创造奇迹了，在我心里，他比厄里土斯更加强大。对，厄里土斯有8骑大蛇，奶妈啥也没有都能排第2，奶妈更强。周万中在龙南总部的任务大厅内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了，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漏掉什么。岩来龙几个人本来饿得饥肠辘辘，现在也没心情吃饭了。现在他们已经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人会是苏萧，一个20多级的人怎么可能爬上65层？如果这个奶妈不是苏萧，那说明苏萧应该已经告别世界了。一时间，几个人干啥都没心情，闹心抓狂难受。玉眼儿也恨不得给2个多小时以前的自己几个大比斗，他怎么就赞同了呢？让他去玩一会儿。如果奶妈真的是苏萧，等他出来，他绝对贴身保护，半步不离。此时完全不知道外界职业者对自己的诡异猜测，苏萧心情大好，杀得很嗨。哎，这个 boss 有点牛，5个小火球还没死呢，吃我一妖刀。已经65层的通天塔 boss 的实力相当于高级副本的，从来没去过高级副本的苏萧当然并不清楚这一切。他保持着轻松愉快的状态，暴击加增幅，然后小火球狂飞，没事的时候抡一抡妖刀。苏萧不是增幅到攻击上，就是增幅到防御、闪避上，再加上万倍暴击，他就像个大杀神一般在通天塔里切菜。boss 也不明白，看起来弱弱小小的小火球怎么飞过来就直接将他打掉1/5血，几下子就空槽了。哪怕 boss 的血量飙到几十万、上百万，苏萧依旧是这个节奏，嘎嘎切菜，连续切菜。苏萧甚至有些无聊，还放出神爆率。就这，连个神话级装备都不给，好意思说自己是67层的霸主？系统提示出现，苏萧继续向上爬塔。任务大厅又是阵阵尖叫，所有人都傻眼了，怎么回事？他怎么还在爬呢？卧槽，67层了，还是不是人了？这特么绝对是特殊职业，他是不是身上有什么装备？难道荣耀把压箱底的装备借给他了？不愧是最强战力组织，碾压鹰将和樱花了。裴将军，陆承风这边几个人正在发傻，没有任何通讯工具能联系到里面那个人，就连他的身份都查不多出来。几个人急得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受。好家伙，是不是活够了？怎么还不出来？第2名的荣誉已经够了，他的命更重要，不想活了。现在距离厄里土斯就差9层了，人家是召唤8骑大蛇的超强御兽师，没准儿还有没有王牌没放出来了。这么厉害，还休养精神，半天没动地方停在第76层，他就跟变成发条陀螺一样，停都不停一下。谁能联系他？他到底是谁啊？陆承风的心脏都要从嗓子里吐出来了。越往上危险越大，离死神越近。厄里土斯动都不动一下，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如果他冲着壮烈牺牲了，可怎么办？这可是相当于震动龙夏的巨大损失。第43章，超神级装备现世。周万中等人依旧守在龙南总部的任务大厅。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完全出乎他们所有人的预料。假如奶妈真的是苏萧，那他连30级都没有，一个小小职业者，还在上学的学生，什么经验都没有，就疯魔冲上排行榜。之前说好的要隐藏，要低调，结果呢？周万中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这要是真的是他，把隐藏的信息全部公布，他的职业，他的级别，直接引发全球爆炸。此时的苏萧脑子里还没想那么多，已经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应该不差那么一会儿功夫。他决定继续向上，超越第1名的樱花女巴嘎。现在对他来讲实在是轻松，身体并不疲倦，精神饱满。此时不冲更待何时？应该一脚将樱花踩死在脚下。没过几分钟的时间，苏萧来到了69层。他怎么这么快？现场一片惊呼，这是什么表演？坐电梯上楼吗？不光其他前5位的职业者做不到，就连第1名的厄里土斯都没办法。密切关注通天塔榜单的樱花国几乎处于震怒、怀疑的氛围中，所有8番宫的人都已经集结任务大厅现场围观。
虽然这是游戏新版本过后才出现的单人通关副本，樱花有足够的自信，只要冲塔的人是他们的御兽师以及阴阳师职业，绝对可以名列前茅。进去5个都会完美霸榜。可现在他们看到什么了？那个奶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硬生生将他们的优势彻底打破。她太快了，绝对不是奶妈。厄里土斯脸黑的比墨汁还深，这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能这么快？下面的人沉默不语，只能互相对视，没人知道怎么回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八嘎，马上把这个奶妈的所有资料全部搜查出来，要最详细的。厄里土斯震怒，这是厄里土斯第一次对龙下的职业者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恐惧。奶妈就像一个魔咒一样，紧紧禁锢住他的心脏。他快到极致的冲塔速度，令人无可奈何。游戏新版本后，世界排行榜的前50位都没有任何一个奶妈，也没有一个陌生的名字。难道是哪个老妖怪披着奶妈皮在冲塔？厄里土斯不敢确定。不过，如果不是老妖怪的话，这就是一个等级连世界排行榜上都没有的人。他在冲通天塔，并且马上就要冲上和他持平的层数。这一点让厄里土斯无法冷静。龙夏竟然偷偷藏了这么个王牌，就是在等待这个时机，掀翻整个世界的格局吗？一个樱花职业者发说：“部长，怎么办？他真的这么厉害吗？一个奶妈而已，不要轻敌。不管他是什么职业，能冲到现在这个位置，已经证明他的不凡。”厄里土斯如临大敌，在单人模式的通天塔内，像御兽师、阴阳师这种率领多个帮手的职业是最吃香的。而莫名其妙的奶妈竟然能踩着下面所有职业的身上往上继续爬，还爬到第2位。你说他厉害不？之前派去龙夏调查苏 X 的人并没有回传到任何有利的消息，龙夏怎么突然间又出现一位不同寻常的职业者？太恐怖了，他们必然会对我们产生巨大威胁。我们要不要继续派人暗杀？厄里土斯摇头拒绝，连你都能想到暗杀，鹰将肯定不会放过他的，所以龙夏自己也能想到，肯定会将他们保护得好好的。重点是这个奶妈本身就是龙夏最强战力组织荣耀的成员，荣耀那么多精英，怎么可能保护不了自己家里的天骄？能查到资料就不错了，想暗杀几乎不可能。厄里土斯想了想说：“放心，这个家伙冲这么猛，根本没有休息过，很可能精神加身体早就疲惫了，坚持不了多久。连他有8岐大蛇都不敢这么霍霍自己。层数越高，爬起来越艰难，稍微一瞬的恍惚都可能命丧黄泉。每一层精神压力极大，随时可能和这个世界撒有哪了。现在厄里土斯想要继续冲塔的话，都没有一丁点的把握，不然他也不会停下来休息。放心吧，继续盯着排行榜，要不了多久他肯定就会放弃停下了。”厄里土斯自信道。位于神棒国的任务大厅，神棒国并没像鹰将表现的那么激烈，立刻采取偷偷暗杀行动，也没像樱花按兵不动，笃定苏萧会停下冲塔的脚步。神棒国的职业者激动的几乎热泪盈眶。阿西吧，绝对是我们神棒血脉才能做到如此优秀。对，龙夏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优秀的人才？绝不可能！抗议！我们要向世界职业者联盟发起抗议，归还我国重要血脉奶妈职业者。龙夏，你们这该死的偷国！此时的苏萧正在69层溜达着寻找 BOSS， 距离厄里土斯还有1层，他不慌不忙晃悠着。现在副本的面积越来越大， BOSS 的身形也越来越庞大。这是 BOSS， 叫猩红巨象，他也太高了吧，看着真够威猛的。苏萧抬头遮眼，仔细看 BOSS 的模样。如果不是他戴着道具眼镜，估计连 BOSS 长什么模样都看不清楚。如果是昨天他见到这家伙，应该被惊得心脏狂跳。经过这几个小时的爬塔，他见得太多各式各样的 BOSS， 内心早已适应。一露面，苏萧迅速给自己套上万倍暴击和万倍增幅，再加万倍爆率。他就不信万倍爆率打不出什么牛逼装备。随后一手举着伞，一手丢小火球，一连串的小火球打得 BOSS 没有反击的能力。苏萧又掏出妖刀练习一下他的刀技，扑上去一顿乱划拉，切菜切菜，轰！一声巨响，猩红巨象就这么爆体而亡。一堆鲜血残值之中，一件闪着幽光的装备，它的光芒和色泽和之前所有苏萧见过的装备都完全不同。苏萧看了看，心脏狂跳。我超神级装备，全世界第1件。第44章，全球羡慕嫉妒恨。哇靠！苏萧没忍住爆粗口。第一次见到超神级装备，游戏新版本后的排名第1的品级。目前版本刚更新完几天时间，还没有任何人获得超神级的装备。万倍爆率，承不起我！嘎嘎猛！他这可是第1件，没想到通天塔内的 BOSS 竟然还能爆出这种装备。
苏潇赶紧将装备捡起来查看属性，这是一个指环，虚空幻戒，品级超神级，等级无，职业无，力量加2000，体质加2000，精神加2000，物理防御加2000，魔法防御加2000，闪避加1000。特殊技能虚拟幻戒，当佩戴对象遭遇死亡危机，身体机能全部消失后，将被完整吸入逆转空间之中，扭转乾坤复活，重回人间。备注：一次性消耗品。苏潇感觉自己的眼睛马上就要瞎了，还有这种复活装备，简直前所未闻。如果是玩游戏或是进虚拟空间，可以复活或是使用复活卷轴，现实里怎么可能会有人复活呢？哪怕奶妈这种辅助职业都没有帮人复活的技能，这特么太惊人了。猫有9条命，我也变2条了。苏潇扶了扶眼镜，内心澎湃。虽然是一次性消耗品，但无所谓，比别人多1条命，得知足。他乐坏了，没想到坚持下来就得到这件宝贝，这可是世界级的装备，幸好没职业没等级，要是要求真是奶妈职业才能戴，或是60级才能戴上，他的眼睛狂飙泪水。苏潇瞧了瞧各项属性，每一项都加了不少，体质防御都有，非常好，就连闪避都能1000，这谁还能打中他？这件装备等于在过去血拳的基础上又套了一层防护。苏潇直接将戒指套进中指，一道幽光一闪，戒指化为一道金色的细线缠绕在他的手指上，不仔细看都看不见，就算能看清也只会认为是他的个人爱好，自己纹了条金线。哈哈，很好，1条命绑定成功。苏潇脸上都是喜悦，现在他可是集齐3套超级装备的人，血拳套装加幽冥遮天加虚空幻戒，整个人血量超厚，防御超牛，还多了1条命。这要是乱跑出去，谁能杀得了他？几个万倍技能套好了，他冲出去就是嘎嘎乱杀。苏潇嘿嘿咧嘴一笑，满足。全世界任务大厅的人都眼睁睁等着看他是不是还要继续冲塔。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了，奶妈的层数瞬间发生了变化，他动了，他动了。刚刚明明他已经半天没有动地方，大家以为他停下脚步了，没想到他仅仅是因为揍了个 BOSS 得了件宝物，激动的放缓了脚步。我的天呐，他是不是疯了？这还是人吗？他是变态奶妈吧？变态天赋技能，他已经追平了厄里土斯了吧？他不休息吗？哦！大家快看，有一件装备登榜了，世界级装备现世，登上装备榜第1名。所有人的目光又赶紧转向装备榜。本来没什么人关注这些，之前游戏更新完之后，装备榜已经固定了，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动静。没想到一直没人注意的榜单，竟然蹦上去一件新装备。这件装备一出现，立刻登上榜首。超神级装备虚空幻戒。所有人，职业奶妈。我的妈呀，疯了吧，超神级装备出来了。我靠，又是奶妈，今天掉奶妈窝里去了。不对，这个装备绝对是刚才那个奶妈在通天塔里爆出来的。刚刚他刚进到那一层通关，然后直接就登榜这件装备，绝对是。老天爷啊，通天塔里怎么会有超神级装备？马德，我也要去冲塔。此时全世界的任务大厅全部沸腾爆炸，这特么是什么变态装备？属性太恐怖了！有人嗷嗷尖叫鸡。苏潇没有隐藏装备属性，因为他还不会设置，并且他根本忘了有排行榜这回事儿。这些人全被装备上的属性刺激到眼睛发紫，恨不得立刻夺来。属性高到吓人不说，竟然还能扭转乾坤，死人都给你弄成活人。第一次出现这种威力惊人的装备。完了，奶妈多了1条命，他更不可能出塔了。别人1条命，他2条，谁也弄不死他了。这要是拿出去卖，樱花整个国家都买不起这件装备吧？我的心脏炸裂了，怎么不是我登上这一层打败 BOSS 啊？说实话，你要等登上这一层遇到同一个 BOSS， 第一，你不一定打得死 BOSS， 第二，没有万倍爆率，想的这种装备做梦去吧。与此同时，鹰将10角大楼，就在军部所有人正在震惊这家伙马上赶超第1名的时候，虚空幻戒直接上榜第1名。超神级装备，全球第1件。本来全世界就预测超神级装备的爆率肯定极低，几乎是上百万件装备里能有1件就不错了。游戏更新后已经过去几天了，1件都没出来，这是第1件。一个没有任何等级的装备就直接冲榜第1，碾压全球所有装备。属性离谱不说，他还给你弄个扭转乾坤大复活。对于所有人来讲，别人都1条命，你2条，这说明什么？混蛋，为什么咱们的人没冲到这里得到装备？呵呵，紧张什么？不过2条命而已。暗杀的职业者再多1倍，我就不信他还能活着。
此时的神棒国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欢声雷动。哇咔咔咔！不愧是我神棒血脉，直接登顶！快，必须迅速查清他到底是什么人，将他神秘运回本土，回归我们的怀抱。就是必须抓紧归还我们，我们的血脉凭什么生活在龙下？而此时还在休息的厄里土斯坐在樱花的八幡宫内，浑身血液都凉了。是什么八嘎运气？超神级装备，还多一条命！人类游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装备。他极度的双眼血红，恨不得流下血泪，整张脸不再淡定，扭曲变形。这个奶妈不但没有停下脚步，依旧在冲塔，完全没有按照他的预测行动。八嘎，他要诅咒他，用最恶毒的方式诅咒他。该死的奶妈，他绝对活不长！你们看着，很快他就自取灭亡，2条命都阻止不了他必死的下场。厄里土斯龇牙咧嘴发泄道。第45章，第1名。此时处于副本大厅内，裴将军、陆成风等人表情十分严肃。当他们看到装备现世的一瞬间，激动的几乎无法抑制住内心的狂喜。不过此刻他们更担心的则是奶妈的选择。如果他继续往上爬塔，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化为灰烬。毕竟每一层都是千难万险，距离死神仅有1步之遥。完了，不会他想要冲上第1名吧？超越厄里土斯，成为第1名，太危险了吧？厄里土斯早就停止爬塔了呀！不行不行，快祈祷让他停下来。荣耀真是人才辈出，我也想加入荣耀。不管外面的人如何想，苏萧的脚步并未停下，他依旧在一层一层快速掠过。很快，苏萧来到了72层，这次的速度较之前更为迅速，甚至可以说喘了几口气的功夫，他就突破了。之前所有人都以为他突然停下来，是因为整个人已经达到极限。实际上，他正在欣赏全世界第1个超神级装备，研究了一下属性而已，并不是他处于休息状态，延缓了爬塔的速度。轰！一声巨响，厄里土斯面前的桌子被打得稀巴烂，他面部扭曲，双眼透红。每一层都几分钟。一个职业者额头全是冷汗。正在任务大厅记录的人说，打出装备的69层用18分钟，70层用15分钟，71层用14分钟，8分钟、5分钟、4分钟，越来越快。厄里土斯浑身僵硬，瞳孔地震，一下站起身来。他当时过69层的时候用了半个小时，70层用了50分钟，而71层用了1个小时10分钟。龙夏奶妈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怎么可能？他不是人吧？厄里土斯颓废的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全世界任务大厅通天塔的榜单再次刷新，果然万众瞩目之下，72层通过，73层通过，74层通过。现在苏萧已经来到75层，他和厄里图斯的差距仅剩下1层的距离。如果不是厄里图斯上午刚刚冲完76层，现在他很可能就被苏萧彻底超越。不过以龙夏奶妈飞一般的通关速度，超过他只是时间问题。厄里图斯瞪大双眼，眼珠上全是血红丝，内心无比紧张。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层层向上冲刺，本以为第1名已经彻底稳住，毕竟第2名的樱花职业者是他非常了解的人，他们之间的差距将近10层，以他的实力想要突破到75层都是相当困难的。厄里图斯以为自己至少能休息几个月时间，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个龙夏奶妈，横扫一切直接冲了上来，连休息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窜到和他紧紧挨着的楼层，一时间弄得整个八幡宫人心惶惶。他现在已经在75层了，75和76可不是简简单单的 BOSS 的攻击范围可是辐射整个空间的，我不信他一个奶妈能顺利通过。厄里土斯神情郑重，他还是调动8岐大蛇以及其他几个战宠强行冲到 BOSS 面前，要不是他准备了特殊恢复药剂，不然战宠的血槽几乎打空，差点撞脸，连他自己同样是多处伤痕。一个龙夏奶妈根本没有任何战宠，就他一个光板身躯，只能自己独自面对 BOSS 最强的仇恨值。哼，真是期待龙夏奶妈的名字像礼花一样，突然从通天塔名单上砰一下消失，他肯定会死的，放心。厄里土斯继续发射他恶毒的诅咒。此时还在刷着怪物的苏萧想了半天，那个叫什么吐司面包的第1名八嘎是在第76层，等我碾压你。苏萧嘀嘀咕咕继续往上爬，该死的八嘎别想舒舒服服躺在第1名。苏萧耳边再次响起系统提示，回答他的只有2个字：继续。任务大厅内，所有人都在围观通天塔的排行榜，这是游戏1000年以来第一次群情激昂的大型场面。全龙下的任务大厅人山人海，有些人甚至被挤出大厅。本来急匆匆到处刷着副本的人几乎全都停下脚步，杀怪的人越来越人少。全龙下的职业者心潮澎湃，一起讨论着。
人们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自已。甭管他是不是奶妈，还是最新的职业，现在他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龙夏子明，和他们所有人流着相同的血脉。龙夏崛起，从今天开启。陆承风紧张的站都站不住，眼睛不住扫向裴将军和他身旁退休的2位老将军。大家同时瞪大双眼，现场所有人共同屏住呼吸。通天塔排行榜上的时间一点点变动着，所有人第一次感受到时间在眼前1分1秒流逝，竟然速度这么慢，紧张的他们的心脏都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他们一会儿瞅瞅时间，一会儿看看排行榜，生怕漏掉一点关键信息，嗓子干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就怕奶妈一个不小心没扛住，直接从排行榜上彻底消失。一旦名字消失，则证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人死在通天塔内。终于，煎熬的8分钟过去了，又是一个8分钟。砰！通天塔排行榜金光一闪，龙夏奶妈直接登上榜首，第一某某龙夏，厄里土斯直接被挤到第2名。虽然2个人都是通关第76层，但奶妈的通关速度决定了她的排位。很明显，奶妈比厄里土斯的速度快非常多。庆祝！龙夏第一！哈哈哈！龙夏万岁！我们排行榜第1名了！万岁！万岁！龙夏万岁！咱们终于爬上第一，踢飞鹰将，脚踏樱花，勇夺第一！龙夏牛逼，荣耀牛逼，奶妈牛逼！哈哈哈！今晚狂欢开派对，兄弟们一起狂欢喝个够！这一刻，整个龙夏爆发出震动海蓝星的呐喊声，无数人崩溃大哭，拥抱在一起，互相蹭着鼻涕眼泪。上百年的时间，龙夏终于在鹰将和樱花的夹击中，成功拿下重要副本排行榜的第一。这是龙夏记入史册的荣耀时刻。第46章，厄里土斯崩溃。上百年时间，鹰将带着他的1号舔狗樱花、2号舔狗棒子以及约翰牛、袋鼠等国，一直使用各种手段钳制和他发展思想不同的国家们。在这一刻，龙夏率先突破他们的强势包围圈，打开一个破口。这是龙夏的荣耀，也是荣耀的荣耀。为国争光，人人有责。周万中几个人眼睛都湿润了，他连荣耀特供牛奶都不喝了，浑身颤抖，马上就要老泪纵横。他一定是苏萧，绝对是苏萧。好小子，不愧是龙夏人，他的潜力无限巨大，实在太惊人了。一旁的岩来龙几人忍不住擦了擦眼泪，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多年憋在心头的一股郁气终于散了。裴将军内心虽然同样激动，可表情愈加严肃。他统领荣耀80年时间，龙夏8个大区加中央城这些年的变化了然于心。闭眼沉思了片刻，吐出一口气后，看向身边的老战友朱克志和左京洞，3双眼睛眼神互视，彼此之间的默契立刻明白他眼中的含义。朱克志表情严肃，立刻掏出手机，通知全国中央城加8大战区军部部长开全体会议，立刻封锁全国所有传送阵点，各个国家一概不许进入，否则杀无赦。全龙夏外国职业者不许踏入各大区，包括小区城中心。龙夏 A 级以上工会全部执行协助封锁命令，一旦发现间谍或行为不轨者，杀无赦。龙夏彻底封锁，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潜入龙夏兴风作浪，举全国之力保护这位天骄。裴将军微笑，各部门全都行动起来。这位职业者还挺有先见之明，提前将身份全都隐藏起来了，连咱们自己想查都不容易。陆承风点头，必须马上查出来他的身份，同时龙耀抓紧吸收各界人才，速度要快，人员要多，尽量替他做好掩护。现在最紧急的就是马上找出这个奶妈的真实身份。他现在已经是通天塔排行榜第1名，同时还拥有超神级道具，他的潜力、价值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王小蝶皱了皱眉，他会不会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会隐藏自己的名字？还有职业明显不符合常规。没关系，只要他是龙夏人，也是我们荣耀的职业者，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陆承风说道。王小蝶还是有些不放心，故意隐藏起来，不会是为了爆红以后想要更多的。陆承风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哈哈，放心，他这个实力，想要什么，我们荣耀都能满足，必定举全国之力培养他。不光他，肯定连裴将军以及2位老将军应该都很清楚这个奶妈有多恐怖。就算他是新职业，他一个人单身进入碾压日本选手厄里土斯，直接攻上76层这个位置，谁敢说他不是第一？他就是龙夏的第一，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如果他真的狮子大开口，想要荣耀组织的最高领导的位置，相信裴将军二话不说，绝对让给他。樱花8番宫，厄里土斯仰躺在椅子上，双眼无神，目光呆滞，整个人毫无生气，变成傻子一样。他根本不能接受76层有多难，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有他了解。
他刚刚通过的时候9死1生，要不是他命大，准备的药剂足，经验丰富，直接就得折在里面。这个家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轻轻松松用了8分钟就通过了？怎么会这样？76层已经是我的极限，连我都尽量缩减时间，快速通关，还要顾及到生命危险，已经快到极致，怎么可能？厄里土斯两眼发呆，双眼没有聚焦。他的实力只有76层，如果往77层前进的话，等待他的只有死，不会有任何可能性。部长放心，他绝不可能再去闯77层。现在你们2个等于都是通过76层并列而已，等我们通关了77层，就又会登上第1名了。他不过是运气好，我怀疑是不是 BOSS 故意自杀送他走。小八嘎们努力安慰自己的老大，他们发自肺腑不相信，一个龙下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上百年都没一个这么厉害的，只能说明龙下就这种水平。这小子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只是运气好。安慰了一会儿，厄里土斯眼皮一动，突然他发现大家说的很对啊，龙下奶妈76层，他也是76层，2个人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龙下奶妈通关速度很快而已。既然大家都是同一层，按理说就是并列第一，他就是第一。奶妈折腾这么久了，应该没体力没精力了吧？肯定不会继续了。哼，该死的龙下人，就不能好好趴在一层吗？等我休息好，准备好药剂，我会马上闯过77层。我们伟大樱花才是世界第一，8番宫是世界第一大组织，谁也不能抢走我们的第一。说完，厄里土斯脸上再次呈现自信的笑容。这算什么？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龙下人一向就是凭运气好，喜欢拼命，不像我们樱花。等我休息好，我一定……他还没说完，外面传来惊慌的声音：“八嘎八嘎，该死的八嘎，他闯过77层了，该死！”厄里土斯直接被噎了一坨大便一样，卡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了半天嘴。好不容易被安慰好的心，瞬间碎成800块。厄里土斯气得脸色惨白，浑身不停的哆嗦。该死的龙下人，他就是故意的，故意折腾我，想要踩在樱花头上。现场的人知道，厄里土斯不可能马上就去77层，哪怕1个星期、1个月都没把握进入77层，去了肯定就是送死。如果龙下奶妈停在76层，大家还能安慰他，他自己也能骗骗自己。结果对方根本不给他任何幻想，直接一脚狠狠踩在他的头上，让他毫无还口之力，找理由都找不到。单人副本最强职业，被樱花吹破天的八岐大蛇，还没张扬几天就被狠狠拍进泥地里。第47章，因为太饿出来了。此时苏潇还在副本继续爬塔，嘴巴里边哼着歌，边捡 BOSS 爆出的装备，捡一个扔一个，大概率都是他不需要的破烂。看了眼层数，大大的79层。土司在76层，比他高了几层，估计没什么问题吧。苏潇揉了揉肚子，进塔之前他就饿得够呛了，靠着一身孤勇，硬是撑了2个多小时，肚子都快饿抽筋了。再这么打下去，没准他饿得2眼放绿光，要生啃 BOSS 了吧？看着 BOSS 就是难吃的模样，算了，准备出去吧。又饿又渴，再这么打下去，活受罪啊！反正到时候如果厄里土斯冲塔的话，他随时进来保持领先位置就行了。爬到现在，以苏潇的经验来看，他有绝对的自信，绝对能够一直保持住自己的优势，让龙夏永远占据通天塔榜单的第1名。随后，苏潇揉着肚子退出通天塔。当2眼冒金星的苏潇出现在任务大厅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傻眼了。咋回事？今天什么节日？怎么任务大厅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挤到外面的马路上了，离多远都能听到他们的嚎叫声。所有人都热泪盈眶，摇旗呐喊，有的人鼻涕眼泪流了满脸，抱头痛哭，仰天长啸，还有将自己的外套扯得稀巴烂。总之热闹非凡，看着每个人精神都极度亢奋。苏潇震惊左右环顾后，眼神落在通天塔榜单上，非常好，第1名果然就是他。奶妈？哦对，装备隐藏属性可以直接帮助修改榜单上的职业，榜单还挺人性化的。第2名，樱花厄里土斯，一直高调冲塔的8个职业者，这回老老实实缩在第2位上。没想到厄里土斯竟然停在76层，没再动过位置。幸好自己预留了基层，只要他冲塔，他就能立刻发现。咕噜咕噜咕噜，肚子叫声不断，苏潇赶紧往外走过去，正好看到严来龙他们都在不远处。嗨，你们还没去吃饭吗？我都快饿死了。苏潇举着手朝他们打招呼，然而几个人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脸色煞白，眼圈泛红。周万中也在一旁，表情严肃。周部长，你还没休息呢？我刚才进去。先别说话，跟我来。周万中打断苏潇的话，带头迈开步疾行。看到苏潇的一瞬间，他就明白，
苏萧绝对就是通天塔神秘奶妈，一个连30级都没有的小家伙，直接将全世界各国的职业者踩在脚下，而且是狠狠的绝杀。苏萧敏感的察觉到，似乎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赶紧瞅了瞅玉影，用眼神发问。玉影眼眶和鼻头都红着，哼哼，别看我，看我也没用。你进去多久了不知道吗？苏萧抓了抓头发，又眯眯眼看向潘明月，小苏弟弟，你要把我们集体吓出心脏病，再有下次，估计要去太平间找我们了。潘明月快走一步，用后脑勺对着他。严来龙则走得更快，紧紧跟在周万中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心软。苏萧苦笑，默默跟在最后蹭回去。一群人通过传送阵回到荣耀龙南总部。苏萧摸了摸鼻子，周部长，我那个……他突然意识到进塔这么危险的行动，他有些太莽撞了。周万中长叹一口气，擦了擦额角的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苏萧挨着周万中坐下，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老老实实坐在一旁。周万中喝了口茶水，递给苏萧一块小蛋糕，眼神中透露着无奈，有些恍惚，似乎陷入某种回忆。游戏入侵世界上千年，每个国家都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向，当然很多国家发展的理念千差万别。就像我们龙夏、鹰将、樱花等国，他们从游戏入侵开始就更加变本加厉，自私自利，甚至不惜一切绞杀任何一个种族和国家。这些年一直想要入侵龙夏，瓜分龙夏的资源，想尽一切办法挖走天骄，甚至残忍杀害天骄。自从龙夏成立荣耀以后，将全国精英汇集一个组织，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才得以结束。然而游戏更新后，他们又再次重新燃起想要借机入侵龙夏的欲望。龙夏这份蛋糕可太有诱惑力了，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和平安稳的，但其实这都是前人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的。说完，周万中抬眼看了看苏萧，我现在不是给你压力，而是处于一个国人、一个龙夏人、一个荣耀人对你的请求。求你不要再冒险，求你对自己的生命更加谨慎，求你努力成长起来，让我们荣耀更强大，帮助龙夏站在世界顶端。这些年，因为我们的理念，我们从来没有欺压过任何国家。反观鹰将、樱花等国，为了自己的发展疯狂掠夺，相对比，我们不争不抢反而落后了。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游戏将这么强大的天赋赋予你，给了龙夏一个契机。说到这儿，周万中眼眶有些发红，带着期待看向苏萧。他希望苏萧好好活着，努力成长。他也不希望苏萧有任何压力，他的成长他自己做主。但是他更希望苏萧能够更清楚自己的珍贵，他是龙夏百年不遇的契机。很多话他相信，即便他不说，苏萧也能理解。老头儿情绪稳定下来后，又塞给苏萧一盒荣耀特供牛奶，自己喝上一口。怎么样，通天塔有什么感受？周万中有些好奇里面发生了什么，他怎么会速度那么快？说到这儿，苏萧精神头来了，立刻摆起来，眉飞色舞，从底层开始讲起来，里面发生了什么。周万周眼角抽搐，好家伙，你这是冲塔吗？简直就像去郊游，一路上轻松加愉快，顺道处理几个 boss。外面这些人担心的心脏都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你在外面玩嗨了，还嫌弃 boss 爆的全是破烂。周万中好奇问，你都到79层了，怎么就出来了？有难度了？苏萧摇头，难度倒没有，就是太渴太饿了。周万中地铁老人拿手机点 JPG。第48章龙南总部。周万中叹了口气，这绝对是离谱到家的变态。他哑然失笑，这么多职业者出生入死，一层层爬得异常艰辛。你好家伙，蹦蹦哒哒就揍死 boss， 轻轻松松拍死 boss， 出来还是因为饿了。被其他职业者听到，不得气得脸红脖子粗。周万中轻咳一声，嗨，不管怎样，你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不能随便乱跑，一定要注意安全。苏萧老老实实点头。周万中眼睛一转，好像想起来了什么，不放心继续念叨，这次你太引人注目了，肯定引起全世界职业者注意。各个国家应该已经开始想方设法调查你的信息，虽然你的身份都是假的，也难免会调查到你身上。现在中央城那边肯定也在到处寻找你，中央城也只有裴将军知道你的情况，但他应该也能猜到奶妈就是你，很有可能他会邀请你去中央城，看你的选择吧。去了那边可能资源更多，条件更好，不过我觉得你藏在这里更好，其他国家更不容易发现你，而且你什么都不缺，也不需要。周万中讲得很清楚，目前荣耀也只有几位高层知道苏萧的存在，当时裴将军已经下达封锁他信息的命令，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清楚有这么个人，几乎等于隐形人。如果他选择暴露的话，肯定荣耀所有大区全部会将资源向苏萧倾斜，而且是大张旗鼓的倾斜，所有的好东西都会出现在苏萧的面前。不过苏萧也不需要，即便
他选择不暴露的话，裴将军也会暗地里培养、搜寻最适合苏萧的好装备。而且他现在已经拥有了最适合的装备，他的技能过于离谱，只要疯狂加血变成超厚血防，就已经处于无敌状态，也就不需要什么更加牛叉的装备了。一旦知道他身份的人越多，代表被发现的可能性越高。也就是说，他现在能苟就尽量苟着，苟着慢慢发展，等级别提升了，他强大了，必定可以振翅高飞。苏萧身份公布的时刻，也是龙夏黄金钟敲响的时刻。钟鼓齐鸣，标志龙夏崛起，不会再受任何国家钳制。周万中双眼闪光，抓紧冲上30级，这样还能进入涅槃深渊。以你现在的能力，进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语气中全是期待。苏萧点头，我已经27级了，还剩下3级。啊，27级了？周万中疑惑，不是25级吗？也是，进去以后干掉了79层 BOSS， 不27级才怪呢。前面低层数的 BOSS 经验不多，但架不住层数越高 BOSS 越强，经验值自然也就越高。好了，就聊到这儿吧，你也好好休息，吃点东西吧。说完，周万中起身离开。苏萧没有立刻离开，坐在椅子上思考了许多。姜还是老的辣，他觉得周万中说的非常对。肚子再次咕咕叫之后，苏萧站起身来，和严来龙等人一起准备去吃点东西放松一下。有一次来到烧烤店，点了几百个肉串等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哟，好巧了，你们现在才吃？关灵潇洒落座，直接和他们几个人拼桌。玉眼儿翻了个大白眼，又来蹭吃的？你可轻点吃，我们几个饿疯了。知道知道，哈哈，大家都是去围观龙夏奶妈的战绩，耽误吃饭了吧？关灵兴致勃勃。苏萧尴尬地摸了摸脑袋，并没说话。严来龙偷看他一眼，接茬道：对了，太痛快了。关灵抄起几瓶啤酒，塞给苏萧一瓶可乐，一连串砰声，全都开瓶，冒出一股酒气，放在每个人面前，伸手一举酒瓶，干杯，庆祝龙夏奶妈大展神威，脚踩樱花，替咱们出了一口恶气。我宣布，从今天起，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苏萧额头一道黑线，举起可乐，抿了一口。关灵可不知道，他口中的英雄，正是他刚刚塞了一瓶可乐的学生。他还警告他不许喝酒。此时，不管是龙耀还是龙南总部所在的龙南大区，大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欢愉的笑容。所有的饭店人满为患，整个龙夏就像过年一样，到处都在庆祝，放着礼花。刚开始，大家并没当回事，一个奶妈上榜就上榜，走不了多远。然而后来，奶妈爬塔速度越来越快，超越一个又一个职业者，一个又一个国家被赶超，甚至超过了几个樱花和几个鹰将的选手，就连樱花单人模式最强选手厄里土斯都败了。这时，所有人的内心升起无限的自豪感，连吹嘘了好久的樱花和一直用鼻孔看人的鹰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世界频道上连个屁都不敢放。龙夏人每个毛孔都舒适得很，独属于龙夏的大胜利。吃饱喝足后，几个人纷纷回到龙耀属于自己的宿舍里。苏萧呼呼大睡，全国都在狂欢沸腾，鹰将樱花全处于低气压的情况下，苏萧睡得特别香，梦里都在吃烤串。此时没有庆祝的除了歪果人，还有中央城的龙耀。裴将军不露声色回家休息了，剩下一群人开会研究。大海捞针啊，到底是谁啊？我已经问了好几个奶妈了，全都不是啊，没有一个奶妈天赋变异过呀，大家都还是只会加奶。新职业新天赋也都统计过了，没有人是。会不会有人有什么顾虑，暂时隐藏身份了？那可完了，他从通天塔里出来就更难查了，这上哪去查他啊？他又不可能取消隐藏。陆承风一直皱着眉，摸不着头脑。一般这种情况下，裴将军怎么可能还睡得着？他竟然直接回家了。陆承风嘀咕着，方向就是新天赋奶妈或者新职业，一共也没多少人，人到底在哪儿呢？级别太低，肯定没办法冲得那么快。重点应该还是高阶职业者，重点是60级以上。王小蝶从奶妈出塔以后，就一直在翻看各种资源，手快成光速，大脑疯狂思考。突然，他发现哪儿不太对劲，会议讨论不出来什么新内容，只能停止。所有人散场后，王小蝶悄悄找到陆承风，你看。陆承风拿起资料，头顶问号，怎么了？哪儿没对？王小蝶神秘笑笑，龙南总部第49章。一个怀疑目标，一排排资料排查下来，只有一个区域有些异常。龙耀龙南总部的仓库显示，从这里取走了血泉套装以及幽冥遮天2件装备。王小蝶解释道，如果用来攻略涅槃深渊的话，血泉套装有可能被借出，但幽冥遮天是绝对不可能被借走的，这是不公开的装备，
然而血泉和幽冥竟然同一天被人拿走了，而且还是同一个人，到现在都没有送回仓库。陆成风不以为然，这说明不了什么吧？毕竟不是今天借走，明天就必须要归还的。也许人家还没进入涅槃深渊呢。不过能借走幽冥遮天确实奇怪，这件装备从来都不可能借出去的，只有一种可能性。难道是被借血泉的时候偷走了？他现在脑子还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思都放在奶妈身上。不过这事儿出的也奇怪，好好的怎么可能一起借出一套装备加一件武器？又仔细看了一眼资料，这是周万中，周万中带人拿走了。接着看下去，陆成风惊呆了，这不是裴将军吗？他通过的出借装备，怎么回事？陆成风眼睛有些纳闷。王小蝶继续说：“你接着看，现在还不够惊人的。”陆成风满头问号，继续往下看。这么一看，惊得他差点爆粗口。血泉套装幽冥遮天被借给了一个小号，这一套极品装备在一个17级的小号身上集齐了。一个小号神神秘秘的，这是谁啊？17级，怎么会借给他？陆成风捏了捏鼻梁，两个老人家在搞什么呢？王小蝶也很惊诧，这个人的资料并不多，游戏更新完他才加入荣耀的，也就是说游戏更新完他升到了17级，随后加入荣耀，用时1天。然后周万中就带他进入仓库，拿走了血泉套装以及幽冥遮天，这还是在裴将军的默许下拿走的幽冥遮天。今天他就变成27级了。他刚说完，陆成风猛地一抬头，眼睛全是大写的懵逼。他怎么这么快？不是新人吗？王小蝶，这有什么不可能的？肯定有人带着他，不出意外的话，必定是60级的人带着他快速升级。陆成风有些不满，紧锁双眉，这特么叫什么事儿？周万中的孙子，搞什么搞？荣耀怎么可能出这种事儿？给装备，给武器，还带着升级，连裴将军都给放行了，多大的脸啊！气得陆成风脸臭臭的。王小蝶摇了摇头，我也以为是他孙子，但是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叹了口气，继续说，这人叫苏潇，从小在龙南11区生活，是个孤儿，每天就是疯狂赚钱养活自己，还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住的还是政府发的福利房。他之前从来都没来过龙南总部，更不是认识周万中。游戏更新后，11区的校长王博通，也就是龙辉的人，带着他直接去的龙南总部。后续就是这些事儿了。谁也没料到陆成风身边的王小蝶竟然有这种侦查能力，一点点抽丝剥茧挖出了这些东西。陆成风更晕了，眼睛化为蚊香圈。他们搞什么呢？一个小号有什么特别吗？莫名其妙啊！一个游戏更新后突然冒出来的新人，好东西全都给他，倾力培养他，这是干嘛呢？卧槽！苏 X！ 陆成风突然被自己脑中闪过的名字吓了一跳。潜力榜第一个的那个也是个姓苏的小号，不能吧？很快他又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那可是苏 X 啊，应该不是这个小家伙，肯定被哪个老将军偷偷带着呢，怎么会落入周万中的手里？王小蝶看了眼陷入脑补的陆成风，继续说道：通天塔的那个奶妈隐藏了自己的一切信息，所有人都怀疑她根本就不是奶妈。你看看，她也是只露出了名字，职业呢？我在荣耀的权限算是比较高的，竟然都查不到。陆成风一惊，一个学生，游戏更新后突然被60级以上的大佬带着快速升级，紧接着直接加入荣耀，然后直接拿走一套装备加一把武器。这套装备最大的特点就是海量的血防，保护一个人能存活得更久。这个冲到第1名的职业者将所有能认出他的一切信息全部隐藏起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整个荣耀所有的职业者除了他隐藏了自己的职业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么做的。王小蝶补充道，他也是一层又一层，一点点抽丝剥茧挖出来的信息。如果不是他的权限以及他专门查找大量资料，不然还真的很难发现荣耀这么多人里面藏着这样的人。陆成风整个人呆住了，你的意思是通天塔的第1名就是这么一个连30级都没有的小号？他还装成奶妈故意混淆大家视线。27级未知职业，就算他不是奶妈，他的攻击技能很强，但是也不可能强过厄里土斯的8岐大蛇吧？他才只有27级，就凭这一点，他都不可能爬上通天塔第1名的位置。而且他姓苏，苏 X 也姓苏，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一个人？他级别太低，我也觉得不可能是他。不过目前为止，只发现他一个人的信息异常，要不要继续再仔细查一下？就算苏 X， 通天塔和他没有一丁点关系，也一定要查清楚周万中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难道他想要让苏潇给他养老送终？王小蝶很怀疑。陆成风沉吟片刻，你还是亲自去一趟稳妥一点吧，保密工作要做好，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其他资料我来继续核查。他觉得整件事透露出一丝古怪的味道。
看到这些呈现在眼前的资料，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管怎么想，都非常不对，无法理解，只能王小蝶带回结果再说了。第50章，抵达龙南总部。几个人养精蓄锐，好好睡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吃饱喝足，继续去刷副本升级。苏萧只剩下最后的3级，他就可以跟着去攻略涅槃深渊。周万中翘着腿坐在办公室里，喝着龙药牛奶，吃了几块补充精神的小饼干。关怀兴在一旁翻看着什么。周部长，中央城那边从昨晚上就开始全力调查了。周万中不甚在意，打了个哈欠说：查吧查吧，这么多人的资料，没那么快的。他刚说完，关怀兴接了一通电话，愣了愣，中央城派人来了。周万中听到后也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下一秒敲门声响起，随后门被推开了，一个女生站在门口，微微一笑。周万中浑身一震，王小蝶。两个人纷纷一顿，不知道心里都在盘算什么。周万中率先开口：小蝶，好久不见，怎么突然从中央城过来了？他和王小蝶在中央城见过几次，裴将军手下2个最优秀的高级特助，一个是陆成风，一个就是王小蝶。2个人性格不同，能力超强。王小蝶微微一笑：周部长，好久不见。随后周万中给关怀兴发了一条信息，叮嘱他一定盯紧任务大厅，只要苏萧他们出来了，让他们什么都不要说。关怀兴起身朝王小蝶打个招呼后离开。周万中带着王小蝶来到会客室，其他工作人员上好了茶水点心后，2个人纷纷落座。周万中深知王小蝶这个女人不简单，当年她的天赋和能力极为优秀，直接加入荣耀。进入荣耀后，又以极强的能力迅速升级，打败不少同期职业者的同时，攻略过多个难度比较高的副本。扬名荣耀，被裴将军纳入麾下，一直都行事非常神秘，心思细腻，透彻聪明。他作为裴将军重点培养的智囊团，整个荣耀很少有事能瞒得住他的眼睛。周万中猜测，王小蝶既然能出现在龙南总部，那意味着必然是发现有什么异常了。难道哪里有疏漏被发现？速度也太快了。周万中哈哈一笑：小蝶啊，怎么突然来龙南总部了？中央城不忙。王小蝶同样笑了笑，不慌不忙回答：昨天通天塔一战惊心动魄，榜单第1名是咱们荣耀的，周部长想必也了解昨天冲塔的过程吧？周万中神色不变，点了点头：真没想到啊，确实是震撼人心，昨晚我还参加庆祝了，哈哈哈哈。就是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怎么隐藏了自己的全部信息，查起来有点难，所以我亲自来查。啥？第一个就来查我们龙南总部？一共8个大区呢，怎么就直接来龙南了？周万中脑中思绪飞快划过，琢磨着是不是闭嘴更好，多说多错，少说没错。龙南这边有啥可查的呀？一切都正常着呢。周万中故作轻松：龙南总部有什么新职业新天赋的职业者吗？王小蝶继续说道，语气很正常，就像闲聊一样。周万中想了想，随口说了句：有吗？游戏更新后咱们肯定收了1-2个人的，不过都是级别低的，没什么特别的。确实呀，游戏更新以后，职业的变化如同雨后春笋，虽然都不能进入荣耀，挑适合的2头半算还是能挑出来的。哦，怎么会收进荣耀呢？级别太低的话，一般不是先龙辉培养完了再进荣耀吗？王小蝶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周万中，他天赋不错，正好最近荣耀的人有空，带几个娃娃体验一下生活也没啥的。周万中继续镇静应答。王小蝶还在持续微笑：周部长，好像一般不参加新人培养吧？这么一问，周万中头皮都觉得发麻。对啊，我这阵子也有点无聊嘛，关心下一代。再说了，都说马上要开启大型团战和国战，我老当益壮不能闲着。说完后赶紧补上一句话：一路上距离不远呢，小蝶饿了吧？吃点啥？尝尝咱龙南的特色。好几年没来过龙南了吧？王小蝶眼睛不离周万中，沉思几秒，没想到他竟然没有继续执着发问，点点头回答：行，确实好几年没来，不知道龙南变成什么样了，我也饿了，周部长帮我推荐一些特色呀。周万中呼出一口气，赶忙让人准备最受欢迎的美食。与此同时，位于江行之墓的几个人，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之前毕竟刷了无数遍的副本，通关速度越来越快，就连原本一直看热闹的苏萧也动起手来。他没有将幽冥遮天拿出来，依旧举着潘明月送他的那把长枪戳来戳去，反正都是寻常武器，他靠的都是万倍暴击的力量的，到处戳一戳就和玩一样。不然放完技能，他一个人闲着无聊，还不如动一动。最后江行魔主像幽灵一般再次浮现在众人眼前时，苏萧再也不用 miss 闪避，直接一枪戳中他的身体。5万！哇，好大一个暴击加增幅共同的力量！颜来龙被逗得哈哈大笑。不错，报仇雪恨了，姿势英勇。
几个人溜达着翻看 BOSS 爆出的装备，随便看看有没有万倍爆率下，有没有好装备。一旁闲着连血都不用加的真奶妈潘明月，脸上全是震惊，都没用力，随便一戳就是这个数值，谁能扛得住？要是哪个战士用个绝杀，不得一招上百万血量。几个人反而习惯了目前的碾压状态，哈哈，有些期待咱们一起进涅槃深渊，最快速度通关。鹰将樱花是不是气得绝过去？岩来龙双眼放光，畅想未来。几个人退出副本，准备重新进入时，远处突然传来关怀新呼喊声：“你们等一下！”岩来龙特别高兴，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来了？有啥事吗？”一直循环播放刷副本，简直太无聊了。关怀新一来，正好闲聊几句。关怀新瞧了瞧四周，悄声说：“中央城来人了。”几个人纷纷一愣，随后脸色大变：“这是来调查苏萧了？过来的速度这么快，应该没人会怀疑苏萧吧？”几个人脸色回暖一些。关怀新脸色依旧难看，来的是那个女人。什么？王小蝶？她怎么会来？玉眼着急了，整个人慌了。苏萧摸了摸鼻子：“你们几个聊什么呢？哪个女人？”第51章，新技能。岩来龙脸色一沉，怎么会派王小蝶来？这下问题大了。玉眼和潘明月脸也垮了。怕谁？谁来？龙耀最难对付的女人急速闪亮登场。怎么会这么快就怀疑到龙南总部的？关怀新慎重叮嘱道：“周部长让我通知你们，一旦你们回去了，遇到王小蝶，千万什么都别说。”几个人纷纷点头，心里七上八下。只要这个女人来了，就代表这件事已经查得差不多了，不然她不会贸然前来。苏萧揉了揉太阳穴，有些发愁，被他查出来的话，不会把我带去中央城严格审查吧？玉眼捶了他一拳，身上立刻飘出大大的 miss 闪避字样。笨蛋，审查什么审查？你要是被他带走，从此以后就归中央城管了。全国资源全部明目张胆的倾斜给你，而且是毫不犹豫，全部都给你，只要你想要，没有你得不到的。不过你去中央城的话，目标就更明显了，知道你身份的人越多，你的危险性就越大。说不好听的，贼一直惦记你，肯定会想方设法算计你的，不会放过你。这也正是了解苏萧身份的人最担心的。在苏萧成长起来，受到的关注越多，对他来讲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不然当时也不会集体商量的结果就是钟都不敲，仅内定9要候选人席位。如果只是为了彰显龙夏在游戏更新后特殊天赋的人才，为了震惊世人，自己也想装一把大的，当然可以暴露，绝对会引发海啸般的浪潮，同时也会吸引来无数的暗杀针对，而且是多个国家单独行动，也可能会演变成所有国家强联手。咱们还是先练级吧，王小蝶没准是先从龙南开始查起。玉影儿觉得太担心也没用，不如先练级。对，现在还有多少到30级？岩来龙问。苏萧看了眼经验值，已经29级，还有 63%， 速度挺快的，本来以为还要至少2天时间，再刷一会儿，今天肯定完事儿。几个人将王小蝶抛之脑后，继续猛刷副本。可惜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王小蝶吃饱喝足以后，根本就没打算离开龙南总部。饭吃完了，茶也喝完了，人坐在一边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好像一只慵懒的猫咪正在太阳下打着盹。周万中忍不住问：“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回去？”王小蝶笑了笑：“不回去啊，等我调查完了再说。”周万中脸上的表情卡住了，干巴巴说：“龙南有什么好查的？中央城人才济济，今年夏冬不是还涌现出好几个天赋不错的天骄吗？”王小蝶唇角微翘，不着急走，好几年没来过龙南了，晚几天。玉影儿和潘明月他们怎么样了？好久没见了。王小蝶最早的时候曾经在龙南上过几年学，这几年他俩都挺不错的，人长大了，帮助荣耀做了不少事儿。周万中说：“他们现在应该和队友一起刷副本了吧？等他们结束了，我喊他们聚一聚，还得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宿舍。”王小蝶喝了一口淡茶，抿了抿唇。周万中点了点头：“行，我马上让人都安排好。”周万中内心都是苦水，都说到这个地步了，他根本没办法直接将人送走。中央城派人下来调查，他也没办法轰走。老头儿愁的头发丝都耷拉下来了。涅槃深渊里，几个人还在疯狂收割，切大白菜一样，一遍又一遍，停都停不下来。终于，系统提示在苏萧耳边响起，他升到了30级。嗨，已经到30级了！苏萧对着周围的几个人大喊一声，大家立刻停止刷怪，马上凑到苏萧面前，因为他又将出现一个新技能。终于挨到30级了，什么新技能？太好奇了。就是你这个职业是全新职业，见都没见过，技能不知道往什么方向上发展，甭管怎么发展，总之就是离谱加变态吧。苏萧自己也十分好奇，
忙活了这么久，到底会有什么新技能呢？ Buff 天赋技能4，幸运超反弹传说，效果施展后，己方可获100%幸运值，一切好运加深，同时可吸走敌方全部幸运值。持续时间20分钟，冷却时间5秒钟，范围20米，可在范围内指定目标对象获得幸运值，击杀一个怪物可增加1米范围。目标1个，击杀一只怪物可增加一个目标对象。特殊效果1，每施展一次将提升1%效果。特殊效果2，施展过程中可随机触发幸运无上限。特殊效果3，无法用任何道具、技能阻拦该技能效果。特殊效果4，可连续叠加多种 buff 技能。备注：当己方幸运值爆表后，敌方即触发厄运诅咒100%，倒霉无极限。看完了，几个人满脸懵逼，表情一模一样。你看我，我看你，啥意思啊？增加我们的幸运值，还吸走对方的幸运？难道让敌人出门就踩进屎坑里吗？我操，这也太适合人数多的战斗了！幸运值全给吸走了以后，天上路过的鸟屎都能糊满脸，太期待这个大招了！哈哈哈！想看樱花倒霉到喝凉水都噎死。这次的技能和之前一样，同样都是需要范围和目标的。一旦他的技能范围扩大到数千米，目标也能扩展成3000数千个。也就是说，进入他的技能范围内，他将己方幸运值全部提高到极致，敌方瞬间相当于乌云盖顶，厄运缠身，能发生的倒霉事儿可太多了。没准儿走得好好的，直接吐白沫发扬巅峰，满地打滚。一旦运用到国战或者副本的团战模式，那可真是龙下的天下。一般人的装备上都爱带一点幸运值，这些全成了苏萧的养料。他的技能不但将幸运全部吸走，还反弹给这些国产一些说不清的厄运。再加上己方所拥有的暴击加增幅加爆率加幸运，这不是相当于大炮坦克追着儿童玩具满场跑吗？几个人惊呆了。第52章巧遇 BOSS 刷新，玉眼神色一凛，这还是他的辅助技能，什么方向的都有。要是下一次是攻击技能呢？在小火球的基础上，还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威力吗？他忍不住满眼羡慕，难怪被游戏认定为全球潜力榜首位，这才30级就变态到这种地步了。唉，人比人的羡慕死。想到这儿，玉眼瞅了瞅大家，如果我们现在进入涅槃深渊的话，给 BOSS 一个超反弹，给我暴击加增幅，你们说 BOSS 会不会直接倒霉到嘎了？然后我们直接通关了。按照苏萧技能的邪乎程度， BOSS 自己把自己倒霉死还是真有可能，然后他们就通关了。想到这儿，几个人当场热血沸腾。这种多人高阶副本在游戏更新之前就是显示通关时间的，通关以后更会排列世界所有国家的通关排行。如果真是这么快的通关时间，整个世界将会犹如遭遇彗星撞击般的剧烈震荡，不亚于当年游戏刚刚入侵时候的激烈程度。岩来龙拍了拍胸脯，稳了稳情绪，大家先别激动，我们稳一稳，稳一稳。可惜几个人兴奋过头了，额头上的筋都蹦个不停。潘明月小脸粉红，不然咱们现在就去试试吧。玉影白了他一眼，你激动疯了？这事儿不能急，必须回去和周部长商量，必须先和龙南总部的周部长商量，定好计划之后才能开始行动。不过几个人心里都相当激动，脸上都难免带着喜色。涅槃深渊游戏更新前就是高阶副本里难度最大的，怪物强大不说，地形还诡异莫测。樱花棒子进去的位置最多不超过1000米，全世界只有鹰将铺着人血，莫名其妙靠着运气通关的。对于涅槃深渊这么个副本，可以说不光是龙下一个国家想要解决，所有国家对他都非常执着。几个人不敢不经过允许就直接跑过去，只能先退出当前副本。玉眼出来的时候，看到外面任务大厅到处都是人，急匆匆跑来跑去的职业者，内心难免感慨万分。如果不是苏萧的话，他应该和这些人一样，为了副本，为了升级，忙得不行。而现在有了王牌苏萧，他和这些人之间的档次就拉开了。潘明月愣了一下，突然想起个事儿，糟了，王小蝶不会没走吧？以他对王小蝶的了解，这个女人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现在他们可不能露馅，如果苏萧被带走的话，他们龙南总部还怎么进涅槃深渊啊？以他们的职业者生涯来讲，如果能参与到龙夏首次突破涅槃深渊，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玉眼儿有些不放心，王小蝶这个女人居心叵测的很，一肚子鬼心眼儿，甭管她走不走，我们就装成啥事儿都没有的样子，管她怎么猜，总不能强行逼我们说吧。严来龙挠了挠头发，有些急躁，他万一非要看苏萧的属性面板呢？这要是真被看到了，一眼盯真，直接暴露。玉眼儿想了想，还是别让他看见苏萧。说完，他扭回头对苏萧说，你到处溜达玩一玩，
我们先回去探探情况，不然就等他睡着了，你再悄咪咪溜回来。苏潇点点头，只能这样了吧。现在他有些后悔爬通天塔了，没想到后续这么麻烦，现在有点藏不住的风险。随后严来龙几个人往回走，苏潇没啥事儿就到处闲晃悠。已经过了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整个龙南城内氛围依旧相当热烈，大街上的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荣耀这位神秘奶妈登上榜单第1名，看他们激动的样儿，至少还能讨论1个月。哇塞，听说荣耀好像有什么行动，这几天忙忙碌碌的。偷偷告诉你们，荣耀也正在追查那个奶妈是谁呢。不是吧？难道荣耀有好些个这么强的奶妈？哈哈哈哈，管他呢，现在我在世界频道发言，胸脯挺得高高的，樱花和樱酱现在都哑炮了。真好奇那位奶妈到底是谁，能不能公布她的信息啊？她肯定是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的英雄。赶巧了，苏潇路过的时候，他正激动的手舞足蹈，一个不小心崴脚飞扑在他的脚下，吓得苏潇后退一步。女孩瞪大双眼，发现苏潇衣服上竟然有荣耀的标记，拍拍身上的灰，飞快眨着眼睛朝着苏潇做捧花状。嗨，帅哥，你是荣耀的呀？有什么神奇奶妈的内幕消息吗？苏潇干笑几声，尴尬飞速离开。逛来逛去有些累了，也没什么其他地方可去，苏潇直接走到一个街边长椅上坐了下来。几秒钟，一个身材丰满的大波浪姐姐扭着腰一屁股坐在他身旁。关灵姐，苏潇没想到能碰上她，有些诧异。关灵笑了笑，好巧呀，你在这干嘛呢？不升级去？苏潇叹了口气，刚刷完副本，休息一会儿吧。你怎么也在这儿？关灵皱了皱眉，满脸苦涩，沉吟了一会儿，道：哎，我的职业有些尴尬，御龙师却没有龙，虽然身手还行，有些队伍带着我也挺麻烦的，还占着一个位置。什么时候能有龙蛋呢？哎，苏潇突然想到自己的技能超爆率，没准有机会真能给他弄出来一个龙蛋呢。随口问道：一般哪里会有龙蛋啊？关灵有些没精打采道：哎，都是高阶副本里才有的，听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涅槃深渊，本来龙蛋就稀少。苏潇点点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内心来讲还是有些感同身受的。当初自己直接转职成外卖员的时候，哪怕同学说想带着自己去哪儿见识一下，自己都不好意思去，怕给人家拖后腿。毕竟职业都不一样了，自己都退居生活职业圈了，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就如同关灵一样。两个人站起来走了走，绕着龙南总部直接出了城，吹着微风边走边走。没想到走了没一会儿，竟然走到城边的荒野平原。这里是刷新一些级别不高的野外 BOSS 场所，平时供给10级以下新人练级用的安全场所。然而突然冒出来一只凶猛小怪兽，苏潇惊讶，11级 BOSS 霸王小龙。第53章偷摸动手。这条霸王小龙身高接近2米，现身时周围一道紫色的光柱随之从天而降。苏潇想起来了，课本上讲过，提醒新人最该注意的就是在平原荒野升级时，一旦刷新紫色光柱，则代表领主 BOSS 要登场，这种几率大概是至少1个月一次，10级以下遇到必须立刻撤离。但是这种颜色的光柱也代表着必定能爆出来极品好装备，运气普通的话都能爆出稀有级别，如果运气爆棚，没准就是史诗级。重点是不止一件，平时刷完副本，每个月还可以蹲一下紫色光柱的领主 BOSS， 没准还能混个好装备。不少人算好时间守候着，此时看到紫色光柱的职业者纷纷朝着霸王小龙疾驰而去。我的天哪，不会吧，这么小怎么可能是领主 BOSS？ 嚯，管他呢，咱们先过去抢，万一首杀是咱们的，装备就归咱们了。冲啊冲啊 Go Go Go！ 平原荒野的规则和其他副本都是相同的，首杀是谁，所有的装备就都是谁的。如果没有人拾取，30秒后就允许被其他职业者捡走，比副本的时间快很多，这也是平原荒野的特性之一。关灵笑了一声，走吗？溜达玩一圈。正好他心情压抑，跟着新手一起换个心情。我就不去了，看看热闹就行。苏潇拒绝，说实话，他真想是试验一下超反弹是个什么情况，瞬间提升己方幸运值，厄运降在怪物头上，整个场面无法想象。不过跟上去的话，很可能会引起怀疑，给自己来个暴击，这种级别的怪物直接就打碎成渣子了。哪怕关灵是荣耀的人，他也不太好暴露，跟在后面看热闹是最适合的。好吧，你在这里看看，我上去玩玩。按理说紫色光柱不该出现这么个幼崽龙。说完，关灵纵身一跃，直奔霸王小龙而去。别看他的职业是御龙师，因为没有龙，他平时对自己身手方面的训练相当艰苦，就凭他跑动的速度，不弱于灵敏的刺客。眨眼间就来到霸王小龙的身旁。
此时，就在小龙的身旁已经围了不少人。从他出现仅仅不到3分钟时间，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人都非常惊讶，紫色光柱匹配的竟然是一个这么小点的小龙。一时间，大家都在观望，没人动手。就连苏潇想在一旁看热闹，都只能在人群的最后方，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脑袋，彼此之间还互相聊着知道的消息。好像这种紫色光柱级别的领主 BOSS， 要至少1个月才能刷新一次吧？就是这次这个怎么这么小？不会是什么陷阱吧？卧槽，谁去试试？关灵算是跟着凑热闹，换个心情，也不着急动手，站在最前排观察着小龙。时间1分1秒过去，大家的心逐渐焦躁。一个法师没忍住，抬手扔出一个小火球。有人动手，其他人忍不住了，纷纷祭出各种技能，武器哐哐砸中霸王小龙。小龙发出凄厉的叫声后，没几下就被杀死。人群哗啦啦一冲而上，又哗啦啦散开，每个人都大写的问号脸，这他妈是什么怪物？闹着玩呢？本来以为会有多艰辛，可能付出不小的代价，没想到就这么干掉了。就在大家站在那儿发呆的时候，大地震动越来越猛烈，紫色光柱放出刺眼光芒，砰！一声巨响过后，光柱全部炸裂，碎为光点溢散而去。一个庞然大物，身高足有5米的身影，从若隐若现逐渐变为清晰。一只巨大恐怖的霸王龙出现在现场。我的妈！30级霸王龙，领主 BOSS 级别的。尼玛，这次刷新的怎么会是他？他的皮不是一般厚。大家上啊，争取快点破开他的防御。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他特么丧子之痛变态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又一次围着领主 BOSS 霸王龙开始攻击。关灵也混在人群中，一刀又一刀拼杀着。这些人都在疯狂耗着霸王龙的血，期盼自己的攻击最高，伤害最多，用的都是最强的攻击，反正人多就比谁伤害最高。霸王龙悲痛欲绝，瞪着2只猩红的眼睛，发疯嚎叫着，铁甲般的尾巴横扫一片职业者。有一些职业者早就组好了队伍，纷纷以小组的形式加入战局，奶妈疯狂奶着受伤的组员。霸王龙血防太厚，这些人拼命打了半天，也才掉下来10%的血。这时，现场的人心里都有数了。这场战斗就是双方的博弈，快速躲避霸王龙攻击的同时，人多耗光他的血。别想着几下子就能弄死他，那是做梦。苏潇离战场有一定的距离，主要是他怕被误伤，人多腿杂，往哪儿跑往哪儿打的人都有。万一被霸王龙扫一下，他倒是不疼不痒，别人肯定会发现他身上装备也不正常，只能远远瞧着热闹，试图找机会偷偷放个超反弹。苏潇绕来绕去转了半天，发现好家伙，打了这么半天，霸王龙的血量才掉了15%。一群人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兄弟们快点呀，不然一会儿扛不住了。大家放大招啊，不然被他尾巴抡上就是半条命。快一点，30级的领主 BOSS 血防再厚也挡不住咱们人多吧。卧槽，那边那个法师干他妈啥呢？用小火球好意思吗？人又多，施展技能都不方便，一窝蜂躲来躲去，狼狈不堪。就在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突然霸王龙粗壮的大腿一脚踏空，直接在众人面前滚出去10多米远。这是一时失足。好像突然智障了，你们看他眼神。众人也都满头问号，停下脚步，暂时没有继续向前。霸王龙莫名其妙，就像喝了假酒一样，站起来怒吼一声，继续摔倒。爬起来，摔倒，再爬起来，又摔倒，就像视频卡住，反复播放同一个画面。霸王龙一身残暴的气势全被破坏，甚至还砸出个深坑，把自己埋了。原本紧张的氛围全被破坏，一群职业者哈哈爆笑，摔得满地找牙的场面不过如此。隐藏在人群后面的苏潇深藏功与名，这就是幸运超反弹的威力。很好，不费一兵一卒。第54章就是他，怀疑对象已确认。围观的职业者发现霸王龙动不了，群情激昂，闹哄哄将他再次围了起来，准备清空血条。然而想象中都是美好的。苏潇躲在人群大后方，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慢了，埋在土坑里这么打，至少也要40分钟。他隐藏在没人关注的角落，随手给自己一个暴击，混在法师的火系技能中，悄咪咪发射一发不起眼的小火球，就这么轻松一击必杀。他的耳边瞬间响起系统提示：恭喜您击杀领主 BOSS 霸王龙，获得龙蛋1枚。卧槽！苏潇惊呆了，他闯通天塔养成的习惯，甭管杀什么都先套上一个神爆率，这玩意儿还能爆龙蛋，前所未闻。热乎乎的龙蛋直接落入苏潇的背包里，而现场正打得热闹的人群集体懵逼。一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茫然不知所措。哎呦我去，谁干的？
怎么没看见？谁啊？憋了这么个大招，直接把霸王龙干死了。好家伙，霸王龙领主 BOSS 怎么也要好几百万的血量？哪位大佬一击给干死的？喂，谁抢我们30级的装备呢？太过分了吧！你都高阶了，还跟咱们抢？真的假的？怎么看都是一击秒杀的，开什么玩笑？众人懵逼，一时间不敢相信是眼花还是脑子短路了，纷纷怀疑人生，真有高阶大佬降临？装备呢？面都没露就给拿走了。一群人叹了口气，白忙活一场，啥都没分到。而远处的苏潇看了看背包内热乎乎的小龙蛋，内心并不平静。谁都知道龙蛋意味着什么，一条龙的威力到底有多大？鹰将进入涅槃深渊的时候，也正是因为带着御龙师进去，才能侥幸逃跑，绕到正确的路上又侥幸通关。虽然他和关灵见过几次，但还不算很熟，龙蛋自然不能平白无故送给他。龙蛋还是暂时由自己保管，一旦时机合适，他再决定交由国家处理，还是怎么办？也不知道未来的他是否有骑着龙飞翔的那一天。这一刻，他的眼前出现龙夏崛起，数条威龙在龙夏上空腾飞的壮观景象。然而此时远处的高塔之上，一个女人目不转睛看着下方的战斗，眼睛无意中瞄到站在角落里的苏潇，有些好奇地盯着他看。当他看到苏潇身体突然出现各色光芒，光芒又瞬间收敛后，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火球飞出，刹那间击中 BOSS 直接被清空血槽，炸成血沫。他大吃一惊，惊得揉了揉眼睛，嘴巴都合不上。呆滞了几秒后，女人眯了眯眼睛，嘀咕着：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真的是你。战斗结束后，关灵也被弄得一脸懵逼，走向苏潇的方位。太奇怪了，不知道哪位大佬现身，突然给干掉了。关灵无奈笑笑，发泄完情绪后，整个人状态好多了。苏潇摇头笑笑，并没说什么话。如果关灵知道这个人就是苏潇，并且他的背包里还放着热乎乎的龙蛋，肯定恨不得直接将他抢光。两个人回去的路上，他还好奇念叨着，到底爆出什么装备了？这种地方肯定没有龙蛋。苏潇扶额，大姐，你真猜错了。一路上溜溜达达跑回宿舍，躺在床上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一声又一声不断传来，大有他不开门，门外的人就会一直敲下去的感觉。苏潇纳闷，挠了挠头发，不会是周部长吧？半夜有什么事儿吗？门一打开，苏潇愣了，门外站着一位成熟女性，娇艳欲滴，面容精致，只不过气质冷如寒冰，两只眼透露着能看透人心的睿智。苏潇呆愣愣问：找谁？女人微微一笑，如同百花盛开：找你，我是王小蝶，来自中央城。苏潇眼睛瞪圆了，王小蝶？这不是关怀欣、玉影他们提醒过的厉害角色吗？怎么突然找上他了？苏潇想扶扶眼镜，缓解一下情绪，一伸手竟然忘带了，只能咳嗽一声，结结巴巴道：你好啊呀，可以进去聊聊吗？王小蝶气场全开，还眨了一下眼，来了个 wink。 苏潇被电得更加紧张，猛咽了一口唾沫，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是荣耀成员，王小蝶同样也是荣耀成员，虽然他职位比自己高出很多，可人家是私下里来找他见面的，如果拒绝，不就更加落实了做贼心虚吗？苏潇只能让开，王小蝶直接走了进去。他没办法偷偷打电话联系周万中，只能硬着头皮接待。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都这么晚了。王小蝶坐在沙发上，摆出一副自来熟的模样，瞅了瞅苏潇，随口说道：别紧张啊，就随便聊聊天吧。苏潇还真有些紧张，同样是冷艳动人的玉影都没这么强的气势。王小蝶这个女人浑身简直是掺杂了极致的娇和媚，妖娆妩媚，媚态撩人，整个人瘫在沙发上，就像一只充满魅惑的美女蛇，又带有极致的危险，让人一时一刻也无法放松下来。王小蝶61级暗影刺客，很少有人知道她最强的技能鹰眼在本次游戏更新中得到进一步深化，进化为无限揭露。原本她的鹰眼可以定位一定范围内的目标，隐藏天赋则可以探查到对方的等级信息。自从她进化成无限揭露后，范围内的所有人在她面前等于裸奔状态，不但能看到对方隐藏的等级、装备、职业、战力值等等，还能看到目标的技能以及技能特殊效果等等。也就是说，他可以彻彻底底查看目标的所有信息，相当于直面目标的个人信息面板。只不过他和目标之间必须距离2米以内，且时长仅有3分钟。距离越近，查看到的信息越全面清晰。王小蝶来龙南总部之前，已经训练过无数次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发动技能，并完整查看全部信息。由于技能时间并不长，他必须找准时机。
当他和苏萧落座后，他立刻迫不及待发动技能无限揭露。第55章，已确定通天塔第一就是他。此时的苏萧还在担心王小蝶如果想看他的面板，他怎么拒绝他更好呢？看了面板信息，他肯定就要暴露了。内心一溜烟的 vocal 狂闪霸屏。然而王小蝶并没有提这个要求，很放松的聊了起来。你还在上学吗？什么时候加入荣耀的呀？对，还没毕业，就这几天加入的。苏萧答得很快，才几天就到这个级别，他们有人带你升级？王小蝶再次发问。呵呵，对，碰巧认识几个大佬，闲着没事儿就带着我一起蹭个经验。苏萧打个哈哈，随便回答。接下来王小蝶没有再说一句话，两只眼睛盯着苏萧，一眨不眨的看得很仔细，连呼吸声都没有，整个房间内瞬间鸦雀无声，一种无声的环境向人慢慢渗透着一股无形的压力。这个女人的双眸没有一丝情感，仿佛直接穿透她的灵魂深处。苏萧紧张的咽下一口唾沫，实际上暴露也没关系，就是被发现了，直接被带回中央城，很可能会被很多高层簇拥谈话而已。如果他选择不离开龙南总部，选择不公开，应该还是自己说的算。这么一想，苏萧立刻镇静下来，将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为什么晚上突然来找我？王小蝶答道。我查到周万中给了你一套装备，加一件武器。苏萧挠了挠头发，哎，没想到竟然是这里露馅了。王小蝶接着说，血拳套装只有攻略重要副本时才有资格借出，而幽冥遮天是不可能向外借的，算是荣耀压箱底的武器。周部长用来激励我的，让我玩玩感受一下，用完就还回去了。这种辩解不知道像不像真的。苏萧镇静回望他，3分钟时间一晃而过，王小蝶结束技能。就在刚刚，苏萧的全部信息已经完完全全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本风情万种协作在沙发上，突然之间整个人弹簧一般坐直身体，脸色大变，瞳孔地震。王小蝶遇事向来不慌不忙，此时此刻傻眼了，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职业神级 buff 幸运大师为1，幸运大暴击传说，幸运超增幅传说，幸运神爆率传说，幸运超反弹传说。小火球竟然是游戏更新版本后新出的唯一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为稀有罕见的。他还拥有4个传说天赋，技能可怕到变态。这是要集其7种传说天赋召唤神龙吗？王小蝶可真没有想到眼前竟然出现这些见都没见过的信息。他激动得手指死死抠住掌心，使劲憋住才没大喊出声。万倍暴击，万倍增幅，万倍爆率，100%幸运值，反弹100%厄运。这是瞬间将一个人提升成人间核武器的威力。现在已经可以扩大范围到5000多米，目标同样有5000多个。每杀死一个目标，以上4个技能全部增加1，也就是说，它可以改变5000多米内的5000多个职业者，集体瞬间化为超级核弹战力。王小蝶终于理解，为什么周万中会将这么珍贵的装备直接给了苏萧。有了这套装备，直接将他的短板补足，血防够厚，防护力强。这样，即便他一个人去副本，哪怕是通天塔，他也照样能够以绝对的实力力压塔中的所有职业者，哪怕是厄里土斯这种水准的职业者也不在话下。王小蝶已经可以确定，冲上通天塔的那个神秘奶妈就是苏萧，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有这个实力。虽然他把血拳套装和幽冥遮天全给藏起来了，可他手指上还带着从通天塔里得到的虚空幻剑，完全可以证明就是他。王小蝶沉默不语，他已经明白为什么周万中会尽全力将他藏起来，和他以为的完全不一样，比他预料的还要恐怖100倍1000倍的全新职业者。马上就是全世界格局重新分配的时候，各个国家都要面临国战、多人团战，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资源。哪怕他现在不再成长，保持这个级别，龙夏对上任何国家没有任何问题，绝对可以登顶。现在的鹰将、樱花、棒子等国看到的通天塔第一以及潜力值排名第一的苏 X， 根本不是他的全部力量，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未来将会面对多么可怕的场面。而且国战的时候，龙夏一举灭了樱花这些国家都不在话下。王小蝶内心狂热起来，他稍微一串联，大概就明白所有的一切。难怪裴将军跟没事人似的，只有他和陆成风还蒙在鼓里，哪怕那2位老将军都不知道苏萧，可见这件事的保密程度有多严密。看来知道苏萧的人越少越好，自己反而多此一举了。苏萧现在头皮发麻，他不知道咋回事，对面那个女人突然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不是说他心思特别缜密吗？他跑他这儿冥想来了。你还有啥要问的吗？有点晚了。苏萧硬着头皮开口。王小蝶眼睛
眨了眨，脸上笑意浓厚，比刚刚更加亲切，声音中略带一丝颤抖和激动。要休息了，我准备走了。王小蝶一下子站起来，快速往外走，不忘回头嘱咐一句：周部长给你玩的装备，你就带着好好玩吧，咱们荣耀不缺装备，你喜欢哪个玩哪个，随便玩。苏潇满头问号，一个传说中非常聪明很难缠的女人，在一天深夜坐在宿舍里瞪了他10分钟，抬腿溜了，这是什么离谱的事儿？另一边，王小蝶立刻联系了还在中央城的陆成风，确定就是他？陆成风有些怀疑。王小蝶点头，对，应该没错，虚空幻界也戴在他手上。陆成风依旧满脸疑惑，你说的那些技能有些太离谱了吧？我有点不太相信。我也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可他就是真的，他们马上就要去冲涅槃深渊了。王小蝶叹了口气。陆成风一听立刻着急了，他才30级，太危险了，看他技能和全套装备应该没什么问题。王小蝶很放心道，你见过他技能什么效果吗？陆成风更着急了，没，不过我马上就要见识到了。王小蝶说完挂断通话。陆成风看眉头皱成一道深深的印记，什么意思啊？难道他要跟着一起去？第56章涅槃深渊确定。一大早起来，苏潇饭都没吃，直接去找周万中，刚见面连句话还没说上，房间的门直接被暴力推开。苏潇和周万中疑惑看向门口，玉影儿和潘明月他们都跑来了。昨天王小蝶找你们去了吗？周万中看他们急匆匆的，以为王小蝶肯定先找他俩探听消息，结果他俩纷纷摇头，对，我们也正担心这件事儿呢，他没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苏潇轻咳了一声，他昨天晚上突然来找我了。周万中、玉影儿、潘明月，周万中急得立刻扔下手里的龙药牛奶，他找你干嘛？都说啥了？苏潇直接将王小蝶从进门开始发生的所有事儿全部描述了一遍。话音落下，几个人同时保持沉默，陷入沉思。周万中单手敲着桌面，皱着眉头，怎么想怎么不对劲。明面上王小蝶什么都没发现，以他的性格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苏潇啊。几个人一头雾水，以中央城雷厉风行的风格，一旦知道了肯定会立刻行动。周万中想了想，又拿起龙药牛奶吸了一口，算了，既然他没说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我们还是按老样子继续。说完王小蝶的事儿，苏潇也放心了，走出办公室直奔早餐店。早餐还是热腾腾，薄皮大馅的牛肉包子好吃。刚坐在店里啃着包子，一道灼热的视线落在苏潇身上，他抬头一看，又是王小蝶。苏潇皱了皱眉，他怎么又冒出来了？不禁内心有些忐忑，这个心机女绝对发现他的秘密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央城一直没有动静，他要主动出击。有时间吗？聊聊吧。听到这话，王小蝶反而一愣，从昨天就避之不及，今天竟然主动约他，一时间他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行，吃完后跟我来。苏潇吃饱后跟着王小蝶来到龙耀分给他的宿舍里，同样的大窗户，长毛地毯，没有任何差别。今天两人的位置调换一下，苏潇成了上门拜访的客人。苏潇也没客气，直接坐在沙发上发问，你应该知道了吧？苏潇并没明确问他知道的到底是什么，懂的人自然懂。出乎意料的是，王小蝶竟然笑出了声，随后点头，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你的职业、技能、虚空幻界在你的手上，我也知道。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全都了解，技能有多变态，他的职业有多离谱，通天塔那位隐瞒身份的奶妈也被他同时认出了。苏潇错愕，他回答的太痛快了，他没办法确定距离了解到什么程度，继续打马虎眼说，哦，说说看，万倍暴击、万倍增幅等等，你还有个小火球。王小蝶满眼都是笑意，这个答案就非常明显，等于彻底裸奔，底牌都被知道的一清二楚。苏潇震惊，他怎么知道的？也没人告诉他。到现在为止，知道他信息的人，除了敲黄金中那几位领导以外，就是周万中、玉影、潘明月、严来龙，就连他学校的王校长只知道他的职业，躺在医院里养伤的李老师更是啥都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人会泄露他的秘密。王小蝶笑了笑，解释道，你可以放心，不是任何人告诉我的。他接着说，别多想，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苏潇挠了挠头，你知道以后总部肯定也会知道，而且会强行带走保护我吧？王小蝶摇了摇头，按理说是这么个流程，不过我也没有上报。为什么？苏潇不敢相信，以你的天赋，总部肯定会倾尽全国的一切力量来培养你，可实际上你目前又不太需要，你的技能成长和其他人不一样，只需要把级别升高，升级在哪都能升。可是一旦你回去，关系错综复杂，危险性更高，还是原定计划，
秘密成长、秘密倾斜更适合你。也就是说，现在怎么倾斜都没什么效果。他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级别低，只要能努力升级就足够了。升级的话，哪儿不能升，不一定非要去中央城，反而是在龙南总部这边，熟悉的人、熟悉的队伍更适合他一些。不过，龙耀还是那句话，你要什么，想要什么，随便提。金银珠宝、装备武器，想要什么给什么。掏空龙耀都没意见。苏潇想了想，我没啥说的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他可真没想到，这个女人如此干脆利索，一点遮掩都没有，问什么答什么。现在该说的都说完了，该了解的也都清楚了，没话说了。王小蝶眨了眨眼睛，笑眯眯的：“你们想去涅槃深渊吧？”苏潇点头：“对，我已经30级了，应该可以进去试试了。可以带我一起去吗？”王小蝶十分好奇，她所有技能最终呈现的惊人效果。可以啊，苏潇同意，反正都知道了，一起也没什么。王小蝶也没有以权压人，直接上报将自己强制带走，相处下来还算舒服，又没让自己产生任何被偷窥冲撞的感觉。不然的话，苏潇可能直接爆炸。王小蝶想了想，提了一句：“可以再带一个人吗？”“谁啊？”苏潇纳闷，再加什么人？龙耀副会长，中央城陆成风。陆成风可以说在龙下无人不知，声名赫赫的高阶职业者，一直在裴将军手下担任要职，负责龙耀上上下下所有要事，既是副会长，又是高级特助，全能辅佐型战斗人才。而且一些高阶副本都是陆成风带人首次通关的。苏潇在龙南11区时，全班至少一半人的偶像就是陆成风，当然他的偶像是裴将军。如果能和陆成风一起去刷副本，这也同样意味着自己将和龙下的顶级强者一起共创龙下盛世。好，我们准备明天下午1点去。苏潇点头同意。好，明天见。王小蝶笑呵呵和苏潇告别，送他出门后立刻联系陆成风。明天下午1点，涅槃深渊，你有一个位置，想参加就马上来。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钟，猛然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我来。”第57章，樱花彻底失败。第二天上午，严来龙先过来找苏潇，2个消息。第一个，鹰将和樱花都在组织高阶职业者准备冲关涅槃深渊，这是鹰将第2次大规模准备，同时樱花这次也准备再试一次。苏潇愣了愣，和我们一天？怎么也选了今天？严来龙憨笑一声，自然是怕了呗，咱龙下神秘奶妈冲到第1名之后，逼得他们不得不再次往副本里冲。龙下的一个神秘奶妈直接占据游戏新版本出现的通天塔第1位，其他国家都没有实力冲上更高的位置，又不肯屈居人下，只能转换思路，通过涅槃深渊获得更好的装备，用另一种方式压下龙下崛起的势头，同时挫一挫龙下的锐气。等未来游戏全球开战的时候，按鹰将樱花的设想，就凭奶妈能冲到那么高层的位置，想必技能和实力都非常猛。但如果一个奶妈对上10多个拥有超神级武器装备的高阶职业者呢？就算这些人占不到优势，也能完美牵制住奶妈。所以现在他们必须尽可能多通关涅槃深渊，获取更多的武器装备，到时候对上龙下绝对大获全胜。严来龙接着说，涅槃深渊还是太危险了，你从塔里出来之后，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攻略，而且游戏更新当天夜里，鹰将就已经通关了涅槃深渊。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没有再次进入。传说他们通关的时候几乎是尸山血海，大量的尸体铺路才成功的，似乎并不容易。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多派出几组专门刷这个副本的人，疯狂打装备。中央城判断他们可能是侥幸通过的第1次，实际并没有找到方法，应该还处于靠人力摸索寻找方法。樱花棒子他们几乎是进都没进去，在刚进去没多远的地方就被打出来了，也死了不少高阶职业者。现在等于是全世界的目标都从通天塔转移到涅槃深渊上了。苏潇哈哈一笑，他们就算去也没啥的，跟咱们比起来肯定要慢很多。他可是很了解自己的技能，还有谁能快过他的暴击开路呢？第2个消息，严来龙翻了个大白眼。神棒国这2天在世界频道闹得特别凶，绿瓦台甚至向龙耀连续发出几10份申请。苏潇满头问号，他们闹什么呢？严来龙冷哼一声，他们强烈抗议，说你是棒子人，必须马上送回神棒国，他们接受不了自己的子民流落在外，谴责咱们偷走了你的人生。苏潇额头3条黑线，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到底谁想偷谁啊？不愧是世界第1偷国。实际上，关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信息，都是身处于这些国家的龙下职业者回传的。龙下有专门的消息搜集上传渠道，本国人都可以随时保密发布。严来龙想了想说，樱花现在就已经进行大概有5.6个小时了，
厄里土斯亲自率领八幡宫排名靠前的几十号高阶职业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结果就在刚进门口，也就是1500米左右的位置上，遭遇了序号05的 BOSS。没有任何攻略，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现场几十人瞬间死了10几人，一片狼藉之后逃之夭夭，胆都吓爆了，再也不敢进去。相当于樱花本次行动彻彻底底失败，同时还壮烈了10多个高阶职业者，损失惨重，全国战力水平直接下滑。此时的樱花正处于崩溃之中，举国默哀。官邸会议厅，各大机构团团围坐，八幡宫、道和大社、春日大社等全樱花10大神社全部汇集于此。厄里土斯坐在会议桌主位上，以他的威慑力以及八幡宫的实力，其他神社只能屈居下位，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忤逆行为，一切以八幡宫为首是尊。众人都垂头沉默不语，打击得不轻。厄里土斯脸色难看，看了看这些人的表情，神色看不出喜怒道：这次虽然失败，但我们已经攻击到序列05的 BOSS， 只要解决掉他就没有任何问题。最恐怖的就是最后一位 BOSS 序列07，我们应该短时间内没有办法通过，保存战力的话还是不要尝试。其他人面露难色，有些不同意。时间紧迫，马上就要面临新活动，如果是团战相对还好一些，一旦是国产，我们没有超神级装备，还怎么和别人打？鹰将已经成功过一次，本来我们打鹰将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出来个龙夏，我不同意，必须立刻组织人手再进去一次。厄里女士，就还是你们八幡宫再去一趟吧。厄里土斯满脸寒冰，猛地面露杀气，看向说话的人：你们怎么不去？我们八幡宫损失惨重，既然你提出来的，你们春日应该去一趟，别只会动嘴。被厄里土斯对的一下噎住，涨得脸通红，不敢再喊着让八幡宫出动了。厄里土斯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们不是不去，还会继续准备，如果鹰将和龙夏都在攻略，那我们也可能要继续参与。目前是鹰将只通关一次，如果他的数量逐渐增多的话，这足以说明鹰将拿到不少装备和武器，而且应该是掌握了通关秘诀。这样的话，对于樱花来讲就有些压力山大，不想被鹰将或者其他国家碾压，就只能接着往涅槃深渊里冲了。龙夏应该不为所惧，只是多了一个高阶奶妈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她是天才怎么样？只不过就是个善于通关单人副本的奶妈，还有其他能力吗？啥也不是，只盯准鹰将就行，其他国家不用管。对于厄里土斯来讲，之前神秘奶妈碾压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服气，只不过就是个单人副本而已，放到其他地方必不是自己的对手。就算他强大又怎么样，放到人多对战的局面，完全不是自己八岐大蛇的对手。等着吧，该死的奶妈！厄里土斯冷笑一声，撇撇嘴，他可是御兽师，御使的不光八岐大蛇一个猛兽。第58章，6个人真的很危险。厄里土斯正在内心怨怼龙夏奶妈，随手翻看通关榜，结果鹰将竟然变成了2次，什么时候成功的？厄里土斯一拍桌子，脸色异常难看，照这么发展下去，樱花的路可是难走了。此时另一边的龙夏，陆承风经过裴将军批准，以最快速度赶到龙南总部，他也得知鹰将又一次通关，一时间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周万中单手敲着桌子，紧皱双眉，他们用了7个小时，死了20多个高阶职业者，这次明显比第一次死亡人数要少，速度更快，也就是说他们每通过一次，得到更好的装备，下一次就会更容易通过。至少他们已经大概清楚每个 BOSS 的攻击方式，再这么下去可就危险了。龙夏目前仅仅是摸到门口的第2个 BOSS， 只知道前2关到底什么情况，后面还有5个 BOSS， 也就是说后面这5个 BOSS 都要靠苏萧的实力了。陆承风看了看坐在办公室的人，时间快到了，苏萧人怎么没在？陆承风一来龙南总部，直奔周万中的办公室，等了半天也没见苏萧的人影。他跟着严来龙去吃烤串了，说是进副本前饱餐一顿。玉影无奈道。陆承风满头问号，心可真大，真是一点都不紧张，马上要进副本了，还有心情美滋滋吃烤串。龙南总部一天天过得也太舒服了吧。实际上陆承风不了解，不光苏萧不紧张，就连严来龙等人都特别放松，就差打包烤串带进涅槃深渊开 party 吃了。有人欢喜有人忧，樱花愁的头发都要掉光了，而鹰将喜气洋洋，欢声鼎沸。对他们来讲，只不过是死了20多个高阶职业者而已。鹰将有的是人才，根本没有在怕的。全世界有且仅有鹰将通关了涅槃深渊，而且是通关了2次。这说明什么？鹰将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用20多个高阶职业者换来了丰厚的装备歪锐古德，30件神话级装备，5件60级世界级装备，1件超神级装备，很欧克。可惜这件超神级装备还不如通天塔那件超神，差距有些大，极度的我发狂了。
结，小小奶妈有啥可怕？等我们多打几次副本，他算个屁，到时候弄死他。吃饱喝足的苏潇跟严来龙慢慢溜达回来了，还打包了几十串。一进门看到陆成风，苏潇眼睛一下瞪大了，这可是风云人物，遥不可及的高阶职业者，平时只能通过电视和新闻看到。陆副会长，我是苏潇。他很开心见到这么厉害的职业者。面对苏潇，反而是陆成风有些莫名紧张，打了个招呼，没吃饱吗？看样子打包不少串啊。苏潇点点头，留着一会儿进涅槃深渊，饿了补充一下。陆成风眼睛一瞪，进去还有功夫吃呢？开什么玩笑，进去以后紧张刺激，哪还有闲情逸致吃烤串？万一赶不上晚饭，咱们可以吃几口垫。苏潇很认真分析。陆成风擦了擦头上的汗，岔开话题，时间马上就要了，咱们什么时候过去？他上下扫了苏潇几眼，什么都没预备，只拿了吃的，怕不是时间记错了吧？还要回宿舍准备一下。苏潇也看见他的眼神，解释道，什么都不用准备了，就这么出发。陆成风，不用武器装备，各种药剂、道具，一起攻略副本的人我也选好了，和鹰将樱花一样，一起进去50个人吧。中央城那边我也只带了几个心腹，人手都是从龙南这边选的。陆成风商量道。苏潇一听愣了下，啊，人太多了吧？咱们不是去攻略吗？又不是团战，这人数到哪儿都明晃晃的一群人，谁看见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去？他现在武器装备啥都不缺，不过还想弄点超神级血防后的装备，弄一群人来呼啦啦的扑进副本，太碍事儿了。陆成风又愣了，从来了到现在，他就一直忙活着选人，结果告诉他人多，他都想放进去100人的队伍，可惜副本不允许。这可是涅槃深渊，一共7关领主 BOSS， 沿途各种精英 BOSS 隐匿在副本各处，人多才有生存和通关机会。陆成风解释道，副本设置就是人海团战规模的，50人是他的上限标准。我们几个足够。苏潇拒绝。陆成风有些犹豫，看向一旁的王小蝶，再减10人。他有些不乐意，人少意味着可能会大面积伤亡，毕竟是涅槃深渊，也没必要，这些人他们龙夏还是出得起的。苏潇态度坚决，减去10个也有些多，我来安排名单。陆成风心里咯噔一下，脑子嗡一声有些疼。你刚来龙南总部没几天，对其他高阶职业者也不了解，几十号人呢，你一个学生哪里参加过这么危险的副本？还没毕业，啥都没学过，就想安排这次涅槃深渊行动？了解龙南总部高阶职业者都有谁，擅长什么吗？鹰将樱花光是准备人手搭配，职业布局就足足花费了几天时间。苏潇有些纳闷，了解他们干嘛？直接说道，我严来龙、玉眼儿、潘明月，你小蝶姐。陆成风傻眼了，等了半天苏潇没再说名字，他赶紧追问，没了？就6个人？人家几十人的队伍比我们多将近10倍的人数，被打得血流成河，差点丧命。要不是王小蝶昨天提了一嘴，把他们2个都加上的话，今天进涅槃深渊的人数统共只有4人。苏潇很认真答，对，就我们6人，足够了。这一刻，陆成风怀疑自己耳朵都听到太奶的召唤，眼皮狂抽筋。难怪人家都说天才的一半是天才，而另一半就是疯子。苏潇的天赋架在这儿，他也不好提一些强制性要求压迫。想要通关涅槃深渊，目前也只能依靠他的天赋。陆成风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好了，瞅了瞅王小蝶。王小蝶回给他的只有微微一笑。陆成风只能像个老妈子一样分析，你看别人都是好几十人的队伍，咱们只有6个人，真的很危险。这可是涅槃深渊啊，他可是现在最难的一个副本，就连鹰将都死了20多人了，我们是不是再多加点人更稳妥点呀？他恨不得掏出自己的一颗真心给苏潇看，孩子你怎么这么固执不听话呢？第59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6个人进涅槃深渊，那不等于是6个小羊羔都不够 BOSS 塞牙缝的吗？陆成风急得恨不得挖开自己的脑袋，把危险展示给他看。苏潇很坚定，继续摇头道，咱们6个人进去的话，就只有6个人拿装备，如果进去几十人的话，那不成了大家抢装备了吗？我不喜欢，他还没有那么圣母。虽然大家都是荣耀的，可苏潇还是希望陪着自己升级的严来龙几个人能有更好的装备，毕竟现在他们几个人可算是一个小组的，其他人嘛，暂时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重点是苏潇觉得人多没有任何意义，扑通扑通和下饺子似的，完全没必要，还会拿走想要的装备，这可不行。陆成风擦了擦激动出来的汗，只能同意，哎，一会儿咱们就先试试，不行就抓紧出来，我再讲一下门口 BOSS 擅长的技能和攻击方式。陆成风对第一次攻略涅槃深渊没抱太大希望，只是单纯想让这个少年亲眼见识一下里面的恐怖，然后再纠集人马重新进入是最保险的一种方式。等到时候
几十人一同进入，苏萧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苏萧点头，好，出发。此时跟在他们身后的严来龙等人神色不动，可微微颤抖的双手代表他们内心并不平静。好小子，涅槃深渊的装备都想着他们的份呢。大写的感动。几个人根本没在意接下来即将进入全世界都为之恐惧的副本。这2天和苏萧车轱辘轮番轰炸副本，内心早就对涅槃深渊不屑一顾。在别人心中是神，在他们心里顶多算个弟弟，弟弟就应该在脚底下摩擦。没一会儿，时间到了，陆成风、王小蝶和苏萧几个人动手前往任务大厅。内心最不平静的当属陆成风，看了看身边的几个人，再看看面板上队友栏。之前队伍长度要滑动才能看全，现在光秃秃的几个人一时有些恍惚。副本大厅依旧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涅槃深渊的通关情况上。鹰将通关成功了，老天，肯定打出来新装备了吧？超神级、世界级都出来了吧？这是肯定的呀！你看看装备榜就有，他们还有一件超神级爬到第3名了。那有啥？第1名还是咱们龙夏奶妈的虚空幻戒，实至名归，最恐怖的装备。哎，该死的鹰将，前几天爬塔咱们第1，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刚刚跳出来好几个小丑，真气人！咱们什么时候能攻略涅槃深渊呀？就是有荣耀奶妈在，还不快点去试试吗？耳边传来各种激情讨论声，陆成风也没办法，只能无奈摇了摇头。鹰将民族的特性就是扩张、掠夺，和我们龙夏完全不同，导致他们在掠夺中实力越来越强。如果他们没办法通关涅槃深渊，他都有些担心未来的布局。目前照游戏这么发展下去，开启国战必定是妥妥的，早晚都要上升到这种局面。裴将军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异常着急，包括他以及全国的各大公会全都心急如焚，焦躁不安。咱们准备进。苏萧说了一句，人都来齐了，直接奔着副本去。陆成风为队长，直接手动开启副本。传送的一刹那，他的脸有些僵，内心狂跳不止。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每次进入涅槃深渊都是经历生死大关，他也进去过，所以深深了解里面的恐怖。只不过这次是他最紧张的一次，毕竟是全球攻略人数最少的队伍，感觉就像大家浩浩荡荡准备去送死一样。他甚至都产生了一种悲壮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只能长叹一口气，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进去后别慌。随后一道白光一闪，几个人同时进入涅槃深渊。短暂眩晕过后，眼前恢复明亮，苏萧睁开眼看清楚了面前的场景。这个世界看上去就极度危险，天空是暗淡灰蒙蒙的，隐隐发出血色红光，看不清的雾霾笼罩在整个空间内，乌云狂风，电闪雷鸣，不住的在这里肆虐，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颤抖着。地面看着都是极其坚固的岩石踩在脚下，几个人仿佛直接深入到地下最恐怖的深渊，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地方，被无尽的恐怖和诡异色彩所包围的，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们的面前正对着一个巨型吞吐着迷雾的洞口，上面大大的数字序列01，背后连接着更多更深的数字，不是他们肉眼能够看清楚的。这条黑黑幽深的路径正是本次副本涅槃深渊的整个流程。越往深处看，里面竟然在一片漆黑中透出一种火红色的烈焰，似乎真有那种涅槃过后才能采下深渊果实的感受。苏萧看得有些呆愣了，真不愧是目前全世界最难突破的一个副本，看着就是震撼人心，仿佛里面真的住着一群深渊巨兽一般。而一边的陆成风在狂风的呼啸声中，深深体会到自己的以及队伍的渺小。之前几十人在一起，多少都能扛住点风，撑住些气势。现在这6个人，怎么看，怎么像下一秒就要撤退逃命，根本扛不住1秒钟。陆成风神色微变，继续不放心地叮嘱大家，从这儿进去就是序列01的深渊巨魔了，难度奇高无比，没准一个攻击就死了。咱们6个人基本上 BOSS 喷口气可能就拜拜了， BOSS 碰一下直接就死，跑都跑不出去。潘明月，你可一定要注意所有人的血量，大家谨慎起来。陆成风异常严肃，希望苏萧能被吓到，没准他们就出去多带点人进来。可没想到苏萧反而挥了挥手臂，大家加油，我们要超越鹰将的通关时间。没被吓到，怎么还精神起来了？陆成风只能叹口气，好，我们上去，序列01的 BOSS， 我给你们说一下他的技能。他不相信有人见到这么恐怖的 BOSS 能不害怕，应该是还没亲眼所见，说的总是不如眼见为实。等一会儿见到 BOSS， 没准就提出想出去了。第60章，我为刀俎，你为鱼肉。一行人沿着黑色迷雾逐渐深入，他们所在的这条路只有通过序列01的 BOSS 才能继续前进。苏萧伸长脖子往更远处看，没想到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还以为至少能看到序列02的数字，想试试随便扔几个小火球看看能不能砸到。如果砸得到，他就直接进入序列07，省事了，直接通关。看来是他想多了，还是按顺序老老实实从1打到7吧。众人穿过序列01最后的迷雾，眼前顿时呈现不一样的景象，依旧是岩石铺地，到处灰灰暗暗，空气中似有似无一种腥臭味，好像某种大型动物刚刚进食完的味道。一些红色的光芒穿透迷雾，整个场景看着不寒而栗。最引人眼球的是，整个空间有一株巨大暗红色的植物，它的身高高达10米，根系完全没入岩石中。不知名的墨绿色液体大滴大滴从它的躯干上滑落地面，顿时冒出一股烟雾。就在植物的正上方，一个硕大的血盆大口，口内空间像巢穴一般深不可见，四周布满了尖牙，唾液一点点从口中涌出，几十只触手从躯干的侧面蔓延伸出，恐怖不安的气息瞬间弥漫整个空间。他就是序列01的 BOSS 超巨魔植。陆成风悄声提醒大家，超巨植魔相对容易一些，只要避开他的触手，不要误触他的唾液和不明液体，我们就……话连一半都没说完，苏潇突然一抬手，几个人同时浑身泛出金色光芒，万倍暴击已就位。他又一挥手，大家身上再次涌现红光，万倍增幅紧随其后。紧接着，万倍爆绿的绿光晃过每个人的身体，超反弹的晨光一闪而过。就这4个技能一登场，几个人噼里啪啦一顿光芒闪过，原本正张着嘴吐泡的植物喷出一大口毒液之后，大嘴顶上的双眼瞬间张开。陆成风当下额头就流下一排冷汗，双腿立刻摆出防御姿势，头皮发麻，后背发凉。BOSS 大战即将登场。然而此时他耳边突然传来苏萧平的一声吼：“动手杀呀！”震得陆成风脑瓜一嗡嗡，吓得他差点原地蹦起来。他这还紧张兮兮准备讲清楚 BOSS 的恐怖，希望苏萧能够了解他的可怕，不要一意孤行。现在还有机会出去组多多的人马下场，完全没问题。哪成想苏萧来劲了，毫不犹豫扔出技能，闪着光，喊着口号就要冲，架势十足的样儿，飙大劲了。你咋不叫苏彪呢？萧都架不住你这么猛。在这山呼海啸，热血沸腾上了，捂住他的嘴都来不及了，这虎了吧唧的熊孩子。陆成风已经顾不上太多了，魔植浑身精神抖擞，异常兴奋，大嘴中开始吞云吐雾，即将喷发毒物。陆成风回忆起第一次他进来的时候，刚一进来就有几个兄弟身体瞬间被腐蚀的恐怖。他毫不犹豫举起一把黑色皱纹覆盖丈身的法杖，高喝一声：“恶魔规则，超强防御，无懈可击！”轰！无数黑色皱纹散布空中，瞬间对空间形成规则秩序。这个法则可以支撑60秒。陆成风大喝一声：“走，快点儿！小蝶、岩来龙，快带着他们往后撤退，离开这个洞口。只要跳出这里，序列01洞内的 BOSS 将无视他们所有人。只要离开这个距离，相当于回到安全区域。再晚，地下的根系和触手就会团团围住洞口，根本就无法逃生，只能团灭。”王小蝶同样被苏萧喊的口号吓得一哆嗦。他第一次见到大敌当前，不光自身放出一道道光芒，还大声喊口号的队伍。不管哪一样，在副本里都是找死的行为。越想越觉得前途渺茫，内心沉甸甸的，仿佛有一颗压在上面。他们这几个人迟早要完。他余光突然瞄到身旁的岩来龙几个人，王小蝶几个人神态自若，不慌不忙，甚至眼睛里全是兴奋的光芒，根本不担心接下来的局面。随后陆成风和王小蝶感觉整个人都想扭曲变形。苏萧还安抚他俩，一颗红色的植物而已，没啥可担心的。陆成风急得抓耳挠腮，心里已经决定，一会儿找个机会再动用一次规则，直接将苏萧给拎出去。好家伙，胆子太大了，一点团队配合的想法都没有，不能让他随便乱跑。然而就在此时，玉影站了出来，铺天盖地的一场炫目冰霜大戏开始上演，中间还加了几下小火球。轰轰噗轰！陆成风一下愣住了，你那冰系打不动魔植？这超巨魔植不惧雨雪冰火，主要是它防御太厚，一层厚厚的毒液包裹着它的内核，一般根本击不穿它的毒液包膜。然而话音刚落，立刻打脸！787645 675796 945356，伤害值不断在魔植头上跳出来，一个接一个，眼前全部布满鲜红的数字。超巨魔植的血量哗哗狂掉，连岩来龙都没动手，仅凭一个60级以上的冰系法师。陆成风被噎住了，瞪大双眼，满头问号。万倍暴击太离谱了吧？这他妈是冰河暴吧？一个人顶几十个人，没睡醒做梦呢？王小蝶以往的冷静和睿智全都下线了，整个人呆傻不动了。他从来没见过谁能轻松打出来将近100万的伤害，重点是
超巨魔值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不，他都没想过还要还手。此时的他正在智障，摇头晃脑吃上自己的触手。陆成风和王小蝶呆滞看着他，他还怪可怜的，边挨揍掉血，还摇头晃脑跳着迪斯科庆祝。陆成风不解，头脑风暴都没想出来的，只能发问：他干嘛呢？怎么像踩了电门，还吃上自己了？他可是进来打过这家伙好几次，每次都很血腥疯狂，恨不得将所有人类全部嚼碎吞进肚子里。这次怎么这么反常？ boss 还是这个 boss， 状态很诡异。一旁的潘明月捂着嘴笑了笑，提醒他，看看我们的状态和怪物的状态你就懂了，嘿嘿。陆成风赶忙点开自己的一看，内心闪出一个大大的卧槽。介绍，该目标正受到幸运超反弹 100% 幸运庇佑，并吸收敌对目标 100% 幸运值，反弹 100% 厄运值。他倒吸一口凉气，赶紧又打开怪物的状态栏一看。介绍，该对象正遭受幸运超反弹 100% 厄运缠身20分钟，此时他的大脑正受到厄运攻击。陆成风感觉自己内心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他的脑袋也被一套组合拳打得头昏脑胀。这小子的天赋绝对太他妈变态了。第61章，陆成风呆滞了。陆成风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想起来之前王小蝶给他讲过苏萧几个技能，他们身上泛出的各色光芒应该就是这些技能造成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强到离谱。虽然他没看到苏萧技能信息，当时还觉得王小蝶可能少见多怪，面对新职业太激动了，描述过于夸张了些。现在所有的一切在眼前发生，他不得不承认这技能确实恐怖。这特么还能逮着自己的触手，吃起来没够，像个智障一样。甭说反击，他对外界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任凭玉影狂轰滥炸，他波澜不惊吃手，血量哗啦啦往下狂掉。王小蝶目瞪口呆，整个人呆滞了。这就是幸运超反弹，万倍暴击。像他这种心思缜密，平时脸上一贯波澜不惊的人，很少显露内心真实情感，现在嘴都合不上。他突然想起来苏萧万倍暴击这个技能打到血防超厚的超巨魔值身上，瞬间破防不说，己方提升战力如同核弹效果一般，血量急速下降，到现在只剩下 1%， 马上空槽。陆成风和王小蝶同样的心态，两个人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东瞅瞅西瞅瞅，一会儿看看玉影，一会儿看看超巨魔值，内心全是大大的卧槽。这特么也太快了，眨眨眼的功夫马上就解决序列01的怪物。震惊归震惊，陆成风迅速调整心态，统一作战方针。一起上，别等了，严来龙、王小蝶，你们冲上去，我用规则防御，潘明月注意我们的血。然而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他刚说完，苏萧丢出去个小火球，灰色迷雾中闪过一点星星之火，轰，好像投掷了一颗手榴弹。975356，一个血红的伤害值顶在超巨魔值头顶，这家伙仅剩的 1% 血量，不过10多万的血量，多出的伤害值直接将他爆裂击碎，整个身躯化为无数块残值散落在地面上。苏萧轻咳一声，对着陆成风说：风哥，咱们轻轻松松的，别弄得太紧绷了。随后几个人全凑过去捡装备，史诗级装备几10件，神话级装备10几件，世界级装备1件，没有超神级装备。苏萧瞅了几眼，没爆出他想要的加血、防道具一类的。唉，失望，这些都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身上的血拳套装加上幽冥遮天，已经非常完美，只差弥补些配饰。当然，如果能打出来超神级血防更厉害的装备，当然更好。陆成风面对装备，内心砰砰跳，在哪升级都不会有这种爆率的副本，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苏萧的万倍爆率加持下才有的。虽然没有超神级装备，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这里只是序列01的入口，好东西都在最后一关呢。能在序列01得到世界级装备，已经非常珍贵难得了。陆成风很满意，朝着苏萧说：这些装备有喜欢的吗？你先拿吧。苏萧摇了摇头，没有我想要的。怎么这么快啊？就干掉 BOSS？ 陆成风有些好奇。走到这儿，加上杀死 BOSS， 还有几个闲聊，一共连10分钟时间都没用。玉眼一顿暴风雪， BOSS 血量就见底了。这么一对比，他们过去实在太艰难，速度慢不说，命都保不住。苏萧纳闷瞅了瞅他，我的技能你们不知道早都知道了吗？暴击增幅幸运，万倍暴击和万倍增幅相辅相成的2个技能，再加上幸运反弹相当于反向厄运，让 BOSS 倒霉到喝凉水都得噎死的程度。他都习惯了，只要一见到 BOSS 直接就放出技能，一个都拉不下。陆成风张了张嘴，想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卡住了。苏萧正色道：没关系的，
哪怕后面洞内空间特别大，我们没有站在一个位置上，我的技能照样可以覆盖到你们每个人的身上。现在应该幸运超反弹覆盖到序列02的空间，我们应该可以去收割了。大家冲啊，速度要快，争取赶超鹰将的时间。苏潇可一直记着鹰将通关2次，每次用10的时间，第2次明显比第1次快了非常多。陆承风脑子依旧在反复回放刚刚击杀 BOSS 的画面，整个人显得呆呆的追着苏潇的脚步而去。王小蝶叹了口气，他很明白陆承风这是怎么了，莫意外的话，他应该是惊吓过度。陆承风虽说兼任裴将军特助的同时，还是荣耀的副会长，他肩膀上的压力是极大的。裴将军年岁过大，相当于坐镇荣耀平时只负责重大事务的决策，而平时管理荣耀一切事务都由陆承风来完成。不管裴将军还是陆承风，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荣耀崛起，龙夏强盛。游戏更新后，陆承风压力更大，每天都感到头秃。新人挖掘培养、通天塔排行、涅槃深渊挑战，以及未来的国战将会在什么时候开启，所有的一切都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不然他也不会疯狂秘密追查神秘奶妈，就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强者带领龙夏走上巅峰。现在龙夏的希望出现了，陆承风内心澎湃，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和王小蝶相互对看一眼，彼此明白对方心中所想。苏潇根本就没必要带那么多人集体进涅槃深渊，为什么？只有他是重要角色，其他人也就算是个龙套。哪怕他想自己一个人通关涅槃深渊，那也不是不可能的。说出去谁信呢？一个30级的新职业，看起来就像个辅助的模样，靠着小火球溜溜达达就能独自一个人刷最猛的副本。几个人开启序列02之路，沿途依旧是岩石铺路，只不过路面冒着温热的污浊之气。超巨魔直筒款1米高的猩红色植物，沿路噼里啪啦滚动着，互相抱在一起啃噬，或者互相吃对方的触手。看眼神可以判断，基本上都处于智障状态。陆承风看了他们几眼，嘴角微抽，搜集来的资料里有记载这种怪物。这是去序列02的路上，沿途都是这种怪，大概有几百只猩红魔植，个头小，速度快，虽然攻击弱，但善于喷射毒液，将目标腐蚀，非常难缠，稍不注意就会中毒。现在说这些已经没什么用了，看样子早就被幸运超反弹给弄成智障。第62章，熔岩恶鬼登场。沿途一排排小怪聚集着，一眼看过去，所有的猩红魔直头上的血量都是空槽状态。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还是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啃咬造成的，互相扭打在一起，彼此纠缠扭成一团的同时，还要摇摆第4颗。这就是苏潇的技能幸运超反弹，刚刚施展一击之后，吸收了大量的幸运值，反弹出无限厄运。如果不是苏潇，任谁也不会料到这些东西牙口这么好，啃到最后连地面岩石都没放过，牙齿啃崩了还不放弃，左摇右摆，极有韵律。咔嚓咔嚓的声音，听得人汗毛都竖起来了。妍儿姐，靠你了，群灭他们吧！苏潇说完，玉影儿随便抛出一堆雪花，路上横尸遍野。刚才的一幕又一次在陆承风面前重现。玉影儿和自己的状态栏都是一样的，他点开了自己的看了看，果不其然。介绍：您正受到幸运大暴击影响，已获得14563倍暴击 buff 效果，持续时间为20分钟。介绍：您正受到幸运超增幅影响，已获得14453倍暴击 buff 效果，持续时间为20分钟。看了几眼，他突然感觉眼睛湿润了。游戏更新后，想方设法了解各个副本的攻略，想尽办法提升每个荣耀人的装备，通过各种方法招收能力强的职业者。他这几天就老了10多岁。然而，他这一切疯狂的筹备，都比不过苏潇的一个10000倍暴击加10000倍增幅来得更快，力量更猛。这2种技能相辅相成覆盖下，相当于荣耀整体兵力提升数倍，每个人战力值至少提升2星，伤害值同样也提升2星。这可是2颗完整的星星，一个人能比得上对方至少10个人。他激动看向王小蝶，而王小蝶回应给他的只有无数发抛出去的暗器和一张充满兴奋的脸。招招速度快到擦出火星，直接将猩红魔直钉死在岩壁上。王小蝶呵呵一笑，傻看着真不如掏出武器开干，直接体会这极致的舒爽。一旁的岩来龙用盾直接推着往前走，简直就像个坦克，横推一切。玉影儿依旧漫天飞雪，大范围打击智障小怪。潘明月则舒舒服服跟着大家一路向前，时而和玉影儿闲聊几句。几个人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在涅槃深渊之中，反而更像是在将行之木的郊游中，甚至还聊上了通关后是吃烤串还是火锅的问题。陆承风依旧谨慎张望着，还开口提醒每个人：小妍啊，你冲慢一点啊，他们都带毒，别被咬上啊。小玉，你放技能的速度别太快啊，漏下一只万一咬你腿呢。
小潘啊，你别闲聊了，你脆皮。还没说完就被王小蝶打断。老陆，你太紧张了，放松，放松。他们已经被厄运影响成智障了，没什么问题的。现在他们连自己都咬不过来，哪还有闲工夫咬路过的人？陆成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呵呵，就是，你说的对。第一次这么轻松的跟在大家后面，手不用动，心不用操，就像走在郊游的路上。还有功夫闲聊，他可真是第一有时间观察周围的一切。这条路可不短，走了差不多20分钟了吧？从这个位置往上看，还真有些瘆得慌。下面红彤彤的，更阴森恐怖了。这会儿功夫，陆成风已经完全跟上其他人的画风，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还有闲情逸致查看周围岩壁的成分，空气中的湿度如何，这些可都是能够写进攻略中，供所有龙夏职业者了解的。马上就到序列02的洞口，熔岩恶鬼的所在。陆成风回忆起他所了解到的信息，此时位于鹰将石角大楼，军部所属星条工会收到了消息，听说裴将军突然坐镇中央城龙耀，而陆成风突然去了龙南总部，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前往龙南总部。不过有消息说陆成风召集几个人一同去了任务大厅，不知道有什么目的。古德还能有什么目的？他们这几个人根本不可能去涅槃深渊，应该知难而退了吧。只是这样的消息并不足以引起任何人怀疑他们会前往涅槃深渊。众所周知，涅槃深渊没有几十个人一同进入，几乎等于直接送死。就这么几个人的话，除了普通副本以外别无选择。就在各国都在努力通关涅槃深渊的时候，龙夏副会长竟然选择另一条路去打普通副本。这说明了什么？龙夏根本没有实力能够挑战涅槃深渊，所以他们放弃攻略。对于不知何时开启的国战，龙夏应该是没希望从涅槃深渊中拿走超神级装备。龙夏只有一个奶妈，值得我们继续观察。苏 X 最近没有任何动静，不足为惧。樱花成不了什么气候，八幡宫死了那么多人，应该不行了。短时间内没可能加大力度冲击涅槃深渊。神棒脑子有问题，还打算偷龙夏奶妈。毛熊正在冰川集训，我们鹰将的优势绝对可以一直保持住。我们还要以更快的速度通关涅槃深渊，让全世界仰望我们。放心，上次收获的装备会帮助我们在速度上更快，死亡人数同样会减少。鹰将认为，只要通关涅槃深渊，获得的好装备越多，通关速度就会更快，更加轻松。只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更多超神级装备，他们领先世界各国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星条工会会长得意一笑，目前副本排行榜上只有我们的名字，我们遥遥领先，占据第1位，其他国家连通关都做不到。只要他们不停的攻略，优势逐渐拉开，其他国家只能被他们踩在脚下。与此同时，涅槃深渊中，苏潇他们已经来到了序列02洞口。陆成风忍不住开始介绍，熔岩恶鬼之前为了挑战他，龙耀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他的资料。本来的计划是几十人从各个角度进攻，分工明确，现在就我们几个人的话，计划需要变更。而且熔岩恶鬼他正在锻炼身体。陆成风眼珠子块飞出眼眶，这是什么鬼？序列02的熔岩恶鬼正在疯狂波比跳，跳的骨头都快裂了。第63章，谁能比你更快？陆成风有些傻眼。消息中称，熔岩恶鬼是一种被地壳内岩浆包裹的亡灵生物，心智狡诈，乍一眼看上去就是个灼热的巨型岩石骷髅，还有点沙比。自己疯狂波比跳不说，还咣咣砸大墙，不把自己撞得4分5裂，誓不罢休。他在发癫折腾的过程中，血量锐减 30%。目前看来，厄运带给这里的怪物的伤害几乎都作用在大脑上了。真无法想象，一旦国战，鹰将和樱花的职业者如果同样变成智障，会是什么样的景象？王小蝶有些兴奋，脑中浮想联翩。苏潇丢出去个小火球，加上岩来龙冲上去砍了几下 ，BOSS 吭都没吭一声，直接秒杀。BOSS 壮烈后，本来还在互相啃噬的小怪直接当场打，整个序列02瞬间横尸遍野，所有的声音全部消失。岩来龙招呼一声，让苏潇先看，然后大家再开始捡装备。序列02照样在万倍爆率的辐射下爆出很多极品装备，依旧没有超神级装备，更没有苏潇想要的配饰。苏潇只能再叹一口气，不过他也不着急，毕竟后面还有5位 BOSS， 听说最后一位才可能爆出最好的装备，前面都是过程。陆成风则继续傻呆呆看着几个人在地上以最快的速度捡走装备，感觉就像幻觉一样，这种速度简直不是在攻略副本，简直就像游戏一般。开开心心聊着天，遇到 BOSS 就来几下，非常轻松，也没什么生命危险。然后就满地全是装备，大家挑挑拣拣，偶尔嫌弃一下。这特么是涅槃深渊？陆成风整个人都懵了。序列02真不咋地，
万倍爆率的加持下才这么点装备，垃圾 BOSS。苏萧十分不满。陆成风眼角抽搐，你个小鬼，连31级都没有，好意思嫌弃爆出世界级装备的 BOSS？ 不过确实如此，他身上的血拳套装加上幽冥遮天，还有虚空幻界，一身顶级装备。陆成风发自肺腑感慨：周万中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做事不是一般果决。发现人才，二话不说，直接先用好装备给穿全了。风哥，咱下一步往哪走？苏萧看了看前面，雾气蒙蒙的，路线不明。陆成风看了几眼，沉思了一会儿，指了指一旁的路，应该是这边，从这边拐过去，再往左侧走，就有往下继续前行的通道了。意思就是一直往下走。04也在下面的左侧方向吗？苏萧使劲往深处瞧了瞧。陆成风有些不好意思，只能是这么猜测。目前再往前咱们都不太了解了，也没人去过更远的位置。全世界也只有鹰将通关这个副本，但鹰将绝不可能公布通关副本的攻略，毕竟他们也是靠人海铺出来的死亡之路。就算用金山银山再好的资源，鹰将都不会分享。随后众人继续说说笑笑，朝着深处走去。陆成风回头看了看来时的路，又看看众人欣喜的脸，再看看已经清空的洞内，突然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这些人根本不像来攻略副本的，而他更不像。他荣耀副会长竟然像带领大家出来旅游的向导，不光负责指路，还要负责解说。一行人身上隐约带着4色光芒，逐渐深入。应该问题不大，大家冲啊！龙哥，英姐，你俩前面清场，咱们速度快一点。苏萧说道。沿途都是被反弹折磨的怪物，一个个不是波比跳，就是青蛙跳，要么满地滚。岩壁、地面全是坑坑洼洼、尖尖角角，身体在上面反复碰撞碾压，还互相搏击，根本用不上苏萧他们的攻击，这些小怪自己就能折腾死自己。队伍的速度很快，玉影群攻，一招一大片。岩来龙跟在后面，有些无聊。小苏啊，一会儿序列03，让我上一次呗。苏萧没理解，啥？反正各种万倍都覆盖着呢，让我感受下战士的王霸之气，玩死他！哈哈，别和我抢，我可没玩够呢。玉影拒绝，求求了，大家让我也试一次，我一路跟着都要闲死了，让我用法杖敲一敲呗。潘明月无聊透顶，他快睡着了，怪不用他打，血不用他加，真正的闲人一个，憋死了。一旁的王小蝶眼睛放光，很明显，他也想上，只不过不好意思抢。苏萧无所谓，行啊，你们都可以上，一个一个来。陆成风和王小蝶做梦一般，不知道该说什么，内心全是大大的感叹号。这是什么神仙组合？不管龙耀还是鹰将、樱花、棒子，哪个国家进入涅槃深渊不是凶多吉少，虎穴龙潭一般恐怖。可苏萧他们几个还商量上排队打 BOSS， 公平起见，一个一个轮着来，又不是排队吃果果。苏萧还提醒众人，大家一定要抓紧，不要浪费时间，咱们通关时间要快一些。陆成风嘴角抽了抽，还想怎么抓紧？就这一会儿，一个 BOSS 的速度，谁能比你更快？最恐怖的是，这种小怪铺路的空间，一般同时聚集几百只，职业者最快通过速度也要至少2个小时时间。他们聊天加散步，一共不过13分钟而已。一眨眼，序列03邪恶女灵被岩来龙给剁碎了。在一眨眼的功夫，序列04具假魔被玉影儿给冻成冰坨。潘明月用法杖敲了一会儿，敲碎他的头。陆成风一路叹气，逐渐适应了这种画风的攻略。前面就是序列05石化血溪，它的体型过于庞大，但空间容量又过于狭窄。向导陆成风继续开启语音提示，它是一只即将进化成魔龙的巨蜥，人数过多反而是一种麻烦。几十人同时进入一个狭窄的空间，再加上石化血溪身形巨大，想要躲避它的攻击难上加难，逃都没地方逃。一般侥幸生存到这里的职业者，基本上都会埋尸序列05。具体情况陆成风也并不了解，他只是一个负责分析的向导。几个人排队依次进入序列05的洞内，果然和之前4个洞的空间相比小了非常多。一个成年石化血蜥趴在空间正中心，他舒服地眯着眼睛，身旁全是他的眷属小蜥蜴，辛勤地给他扇着扇子，还投喂各种人类的残肢给他吃，吃了几口后还打了个饱嗝。小蜥蜴偷偷舔了几口石化血蜥滴落的唾液，美滋滋摇了摇尾巴。几个人有些怀疑眼前的场景，看了看序号，确实是序列05的 BOSS。石化血蜥走不寻常的路，过着土豪牺牲。第64章神秘奶妈再次登榜。苏萧轻咳了一声，他可不惯着这家伙，各种技能呼啦啦套满全身。石化血蜥本来悠哉悠哉吃喝玩乐呢，直接双眼一瞪，把身边的小蜥蜴全部塞进嘴巴里，转头单腿金鸡独立，连蹦1000下，快成闪电。巨大的脑袋疯狂摩擦洞顶岩石，磨得身边的鳞片稀里哗啦落了一地。
岩来龙哈哈一笑，兴奋的大吼一声，扛着断刃直接冲上去。玉眼儿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独爽，抢先一步放出冰系群攻。王小蝶羡慕的差点鼓掌，没控制住自己也丢出一堆暗器。一群人像悍匪一样呼啦啦狂飙技能。陆成风惊呆了，这哪里是攻略涅槃深渊，简直就像进来烧光杀光抢光。就连王小蝶就跟着画风巨变，完美融入。没打击下马上就能进化成龙魔的石化血息，被干废了，血量空槽。序列05号 BOSS 也轻轻松松就这么死了。陆成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连手都没动上，太出乎他的意料了。照这么冲下去，估计最多半小时，涅槃深渊挑战成功。突然，潘明月激动地叫了一声：“啊，有了！超神级装备出来了！”哇！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兴冲冲跑过来。苏潇也直接冲了上去，地上一件散发着七色彩虹荧光的装备，他激动的都想跳起来了。通天塔内得到的虚空幻界，让他了知超神级装备的威力。从那开始，他对超神级装备的越来越渴望。涅槃之链，等级无，职业无，体质加2000，精神加2000，物理防御加2000，魔法防御加2000，闪避加1000，特性极致上升，持有者对技能施展目标增加 50%。 潘明月疑惑地问：人数增加 50%？ 对。玉眼儿有些兴奋，现在有4000多人可以承受技能覆盖，现在足有6000多人了。如果小苏可以覆盖1万人，这个项链就可以帮他叠加到15000人。国战的时候可真是太猛了，直接升级为15000个超级战士，15000个人冲锋陷阵，跟切大白菜一样的切法。陆成风和王小蝶听得目瞪口呆，而且这才是序列05就爆出超神级装备，鹰将他们都是序列07才有的超神级装备。这种装备在进入其他洞内的爆率可是 0.0001 倍，简直和踩了狗屎一般的天降好运。不对，苏潇爆出来并不稀奇，他可是有10000倍爆率技能的。陆成风真想爆粗口，大喊几声我操！几个人正高兴呢，苏潇两眼放光，这个装备我拿，大家有意见没？苏潇问。几个人纷纷摇头，你拿，你先拿，我们都无所谓的，只要你相中，你全拿走都行。他们几个就跟跑龙套溜达玩的，哪有什么意见，能带着他们都谢天谢地了。苏潇微笑，直接将涅槃之链带好。大家冲啊，继续刷序列06号 BOSS。 苏潇很开心，这些装备没有限制，反而是最适合他的。血防又一次质的飞跃，自己的小命更加夯实。特性虽然一般，对自己还是效果非常明显。随着自己级别提升，刷怪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技能覆盖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成倍增长。陆成风这会儿也适应了，这么打下去过于轻松，他也觉得有些太轻松加无聊了。不过这一路上他记录了不少经验，可以用来未来其他荣耀人准备挑战时学习。陆成风边观察边说：苏潇，一会儿见到 BOSS， 等一下再杀可以吗？啊，风哥也想体验一下杀 BOSS 吗？苏潇不解。不是，我想看看 BOSS还有什么特殊规则？苏潇毕竟只有一个人，荣耀兄弟可不少人，不能每次进副本都跟着苏潇。大家有了经验之后，可以分成多个组，分别通关涅槃深渊。现在苏潇杀得太快，反而很多规则了解不够清楚。苏潇同意，好，峰哥，一会儿咱们慢点杀。几个人边走边说，直接从序列05的洞口向下走去，岩壁一直向深处延伸，深不见底。几个人在里面兴奋通关，而外界吵成一片。不光任务大厅沸沸扬扬，世界频道的争论更是以每秒刷新几百万的数量激增。一直以来，装备上都是鹰将的天下，除了苏潇的虚空幻界登顶以外，前20名里面有13个都是鹰将的。这当然都是鹰将军部所属的星条工会成员，连番不断疯狂冲进涅槃深渊里打出来的。然而就在刚刚，装备榜突然再次刷新，有几件装备突然冲上装备榜，直奔前20名以内的位置。所有装备的持有者只有一人，那就是和虚空幻界持有者同样，全都隐藏了姓名等级。露出来的依旧是职业奶妈，所属工会龙夏荣耀。装备都放在苏潇这里，主要是因为大家过于谦虚，谁也不要，非要送给他，他就全都扔进自己的背包里，打算等出去以后再分。当然他早就想好了哪件装备给谁，毕竟他们所有人的职业都不相同，想要的基本上全都不同。卧槽，荣耀这位神秘奶妈又开始发力了，她去哪儿打出来的啊？好好奇，还没看出来吗？名字都叫涅槃，肯定就是涅槃深渊的装备啊！好晕，我没在做梦，荣耀真的开始攻略涅槃深渊了！我的天哪，奶妈万岁！等待继续庆祝。装备榜的变化，
第一时间就引起鹰将的注意。所有人都只是看名字猜测龙耀是不是打到序列05号 BOSS， 鹰将却完全知道这就是05的 BOSS 出的装备。龙耀竟然真的成功通过序列05，该死的 shit！ 真的不是陆成风，竟然还是那个该死的奶妈！慌什么？只不过是通关到序列05而已。你忘了厄里土斯差点死在哪儿的吗？结，该死的奶妈肯定过不去序列06，让他感受下厄里土斯的绝望吧。不管他是不是奶妈，就算他的技能离谱，他也绝对不可能打通序列06。我拿头担保，龙耀必败。第65章，我们都没通过，龙耀凭什么过关？就在鹰将大放厥词的时候，一个视频通话打过来，对面将视频镜头对着任务大厅的装备榜，看到名次的瞬间，鹰将星条工会会长暴跳如雷。shit， 不可能！该死的龙夏奶妈，他敢抢了我们鹰将的第二！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通讯器屏幕上，装备榜单硕大的金色字样提示，原本鹰将的第二名被挤了下去，一个新的装备屈居之上，第二涅槃之链，品级超神级，持有者某某，职业奶妈，工会龙夏龙耀。刚才发誓拿头担保的鹰将将军直接翻看个人信息面板上的装备榜，果然同时及时更新，第二名已经被龙夏占领了。他气得一拳捶中墙壁，瞬间无数裂纹延伸开来。马德，龙夏奶妈，我国战之时必定取你人头！军部元帅手里的咖啡不香了，直接扔进垃圾桶，站起身来，紧皱双眉走来走去，不解地盯着装备榜上的名字。涅槃之链，咱们不是也打出来过好几条吗？元帅恨得牙根痒痒。他们确实打过好几条，神话级、史诗级，什么等级的都有。可该死的龙耀奶妈竟然直接爆出个超神级、最高等级的涅槃之链。他现在拥有了第一名的虚空幻界，又拥有了第二名的涅槃之链。之前他已经抢了通天塔的第一名，现在又来夺走装备榜上鹰将的第一个第二名。该死，他他妈是不是吃了极品幸运药？哼，吃什么药都没用，马上他们就要全军覆没，死在序列06洞内。彼岸花工会是吃屎的吗？这么久还没查到奶妈的消息，必须马上查出来，我要亲自弄死他！不光鹰将炸裂狂怒，此时樱花已经得到装备榜的消息，各大神社全部汇集一处，讨论龙夏奶妈攻略情况。厄里土斯神情冷漠，龙夏竟然开始刷涅槃深渊了，已经攻略完序列05的 BOSS， 他现在的心情异常恶劣。龙耀奶妈这4个字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又一次勾起他之前爬塔惨败的回忆。他的整张脸瞬间黑云盖顶，一片阴晦，周围的人只能互相安慰彼此，只不过是序列05而已，咱们不是也通关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序列06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没准连带装备一起埋葬在里面。不用担心，大丈夫，龙耀奶妈必定会死在序列06里。就是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强的实力都没通过，龙耀怎么可能？结。与此同时，龙耀众人已经来到序列06的洞口，小队成员都在仔细观察洞内的情况。这是一只外观非常像哥特风的红色魔龙，有一条粗壮且长长卷曲的尾巴，巨大的双翼背在身后，整个身躯呈现火红色。它会飞，口中能够喷射火焰，振翅可以扇出狂风。几个人只要进入洞内，整个洞内空间全是它可以攻击的范围。红魔龙舞动了几下翅膀，准备立刻袭向众人。他刚想喷出一团火焰，结果火焰喷出的瞬间，自己在 0.01 秒内用自己的头接住火焰，随后在空间内上下翻腾、旋转跳跃，继续用头撞墙，用膝盖跪地深蹲波比跳。苏萧众人对这些脑残表演已经习惯了，沿途一路见得太多了，早已免疫。红魔龙地上跳够了，又腾空飞到洞顶，继续摇摆撞击岩壁。就在他疯狂舞动的同时，洞内再次涌现无数只魔龙的眷属，猩红小魔蜥将众人团团围住，试图撕咬所有人。可惜他们同样都在疯狂扭动胯骨轴，满地忘我翻滚，互相啃噬。陆成风踩着这些小魔蜥分析道，看来红魔龙只有进入洞内的最初时间是可以攻击的，时间很短暂，仅有20秒时间，它会处于技能蓄力时间，随后它就会煽动狂风来掀翻目标，随后升空无限制喷射火焰。只要它一升空，就会引来铺天盖地的眷属，数量成百上千只。这些小魔蜥实力不强，人多的情况下几分钟内足以解决掉。全部小魔蜥死亡后，红魔龙会再次回到原位，重新蓄力。这一关难就难在它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反复重复这些过程，不间断的。手忙脚乱的下场就是被小魔蜥团团包围后，被红魔龙的火焰烧死。必须在蓄力阶段，全体人员火力全开干魔龙，然后刷新出小魔蜥之后迅速解决。这样的话，全员集体猛劲杀的话，
至少也要8.9次来回，也就是少说1小时时间。最难的一点就是需要全体人员最大限度释放全部力量，快速灭杀无限涌入的小摩西。这一点对于苏萧来讲反而都不是问题。陆承风深思了一会儿，已经了解清楚了，动手吧。众人看了看眼前乱成一团的各种怪物，纷纷点头。现场瞬间展现各种眼花缭乱的技能秀，随后红魔龙落地时被苏萧一个小火球扔进嘴巴里，整个身体炸成几节。序列06，数不胜数怪物的巢穴，几分钟被瓦解。如果鹰将和樱花知道，肯定气得爆肝。不过接下来他们确实气得心肝脾肺肾全部炸裂。红魔龙死亡后，现场到处都是装备，紧接着全球的任务大厅以及众人面板上的装备榜全部同时刷新，又有2件装备同时挤上装备榜，全部都是序列06的 BOSS 爆出的。鹰将和樱花脸黑的比墨汁都严重。那你荣耀已经通关序列06。看到装备榜更新的瞬间，樱花所有神社领导全都坐不住了。bug，我们都没通过，荣耀凭什么过关？红魔龙会飞，他们怎么可能射程那么远，还攻击力那么强？8岐大蛇都被他烧掉一大块皮，难道荣耀有什么特殊的攻击走位？红豆泥，龙夏已经崛起，踩在我们樱花头上了。众人已经无法冷静下来，坐在主位的厄里土斯面色难看，表情阴狠。该死的龙夏奶妈，他的仇人，樱花的仇人，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彻底妨碍樱花的国运。第66章终极 BOSS 现身，言来龙威。没有任何人明白通天塔的难度，他都是九死一生。该死的奶妈竟然能当天进塔，几个小时就超过他，狠狠踩在他头上，让他毫无翻身之力。可以看出这个奶妈的整体实力有多强，比起他来讲，完全在他之上。现在他又将目标放在涅槃深渊之上。樱花损失了几十个高阶职业者都没有通过的序列06，就这么轻松被荣耀通关了，和之前的通天塔完全一模一样。同样是出乎意料的快，刚刚刷出序列05的装备，登上装备榜后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序列06已通关。厄里土斯阴沉着脸吐出一口恶气，安排10个高阶职业者在雇佣彼岸花工会最高级杀手5人去挑战序列06。有人疑惑问道：不，派他们立刻马上进入龙夏，必须赶紧找到龙夏奶妈，务必尽快干掉他。厄里土斯双眼充满血丝，他已经快要极度成魔。从成为8番宫社长时，他就是全樱花最优秀的职业者，哪怕爬通天塔的时候，他都能碾压鹰将后来居上，稳稳占据通天塔第1名的位置。然而这一切都被该死的龙夏奶妈给破坏了，他的殊荣，他的脸面全都被他毫不留情狠狠踩在脚下。只有世界第1的位置才配得上他厄里土斯。龙夏奶妈带给他的侮辱、耻辱，他全都时刻铭记于心。这么恐怖的人物，如果出现在未来的国战中，绝对会对所有国家形成碾压的威势。而且他现在竟然还能带领龙夏攻略涅槃深渊，多么恐怖！社长，不用这么紧张，最后一关他们不可能通过的。厄里土斯冷哼一声，龙夏奶妈爬塔的时候，你们都在这么说；他在通关完序列05的时候，你们还是这么说的。然后呢？龙夏奶妈一路横推，碾压所有人。现场众人大气不敢喘一口，纷纷行动起来。社长，人员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龙夏奶妈的任何消息。厄里土斯想了想，面容扭曲道：陆承风和王小蝶全都突然去了龙南总部，这事儿有些蹊跷，100%有问题。此时鹰将10角大楼、军部以及星条工会全都得到消息，荣耀已经顺利通关序列06。装备榜荣耀强势上榜2件，同时踢掉他们2件。马德，我不相信他们能通关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的 BOSS 可是比前面6个加在一起都可怕得多，他们不过是侥幸通关序列06而已，没什么可担忧的。最好是他们全都死在里面，装备一起爆在洞里，结。哼，放心，绝对过不了最后一关。小小的龙夏奶妈，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小拇指。全世界只有龙夏的职业者沸沸扬扬，仿佛庆祝节日一般兴奋。任务大厅又一次聚集了无数职业者，人山人海。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只从冷冰冰的信息面板上看排行榜，全都挤在任务大厅里边聊边看。跟你们说，绝对是真的，新窜上来的2个装备绝对是序列06里爆出来的。咱荣耀的队伍绝对已经通关序列06了。天呐，奶妈大大一出手竟然这么强。当然你也不看看他是谁，好期待啊，他出来以后肯定会分享涅槃深渊里面所有的经验信息，咱们就等着蹭攻略了。除了沸腾的龙夏，还有一个国家激动到不能自已，他们纷纷感谢各路漫天神佛，感谢赐予他们如此强悍的国人。果然他们的基因是全世界最棒的，
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只可惜，他们的国人被偷走了。西巴，该死的龙夏，竟然拒绝归还我们的国人！不要脸的偷国，这些荣誉明明就是我们的！必须抗议！我要每天上世界频道谴责龙夏10000句。+1。抛开乱成一团的外界，此时的涅槃深渊之中，几个人一路轻松愉快，清理着滚来滚去的各种小怪，终于来到了副本的最深处。这里就是最后一关序列07 BOSS 所在。除了鹰将，没人清楚最后一关是什么模样。陆成风也无法得到任何消息，他只能谨慎叮嘱苏潇慢一点，最后一关稳扎稳打。最后一关应该就是整个副本最难的一关。陆成风依旧希望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记录研究出来，分享给龙耀更多的兄弟，未来还能普及全国。苏潇实力强，天赋变态，他带着大家通关实在太过容易。离开他的话，其他人根本就无法通过，所以分析清楚，研究好对策，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毕竟苏潇只有一个，横推的方式也只有他在才能实现。苏潇点头同意。陆成风在龙耀算是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研究点规则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不用影响他们太多通关时长。几个人放眼望去，昏暗的洞内隐隐透出一丝光亮。整个洞内空间范围并不是太大，地面上七七八八散落着一些碎石。整个空间的正中心画着一个复杂诡异的法阵，淡紫色的光芒在空中飘散。而序列07的 BOSS 深域猎魔站在法阵正中心，它就是涅槃深渊最恐怖的终极 BOSS， 巨大迷雾状的黑色双翼展开并轻微扇动着，尖牙巨大，一滴滴滴落令人作呕的恐怖黑色液体，浑身布满鳞片，灼热的烈火不断燃烧着他的身躯。可以看出，法阵似乎在不断地向这个恐怖的 BOSS 传递无限邪恶的力量。苏潇等人出现在他附近时，他立刻挥动翅膀，现场掀起一片暴力狂风。还莫等他们反应过来，深域猎魔鼻孔喷出2团火焰，整个躯体陷入更为激烈的灼烧状态。一股恐怖的力量在整个空间内疯狂碰撞。突然，深域猎魔振翅狂闪，一股强力龙卷风迅速将挡在众人前面的炎来龙卷走。炎来龙愣了愣，还莫等他开口呼喊，直接连人带武器卷入深域猎魔所在的法阵之中。法阵的光芒瞬间将他团团包裹中，形成一个淡紫色光茧。深域猎魔鼻孔喷出的灼热烈焰直接将光茧完全覆盖。这就是终极 BOSS 深域猎魔的技能灼热涅槃。一旦涅槃成功，炎来龙将被直接转化为怪物，不可逆转。第67章变态规则。所有人被突发情况吓了一大跳，深域猎魔竟然突然袭击，直接将炎来龙卷走。序列07的规则可以选择攻击深域猎魔，只要将他打残血，光茧就会变得薄弱。需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先击杀深域猎魔，不然光茧将随着他的死亡一同消散，被包裹在其中的职业者将会死亡。也可以选择直接攻击光茧，光茧破碎，深域猎魔将直接损失 70% 的血条。选择这种方式的话，光茧内的职业者必定死去。鹰将就是选择攻击光茧，当深域猎魔只剩下 30% 的血量后再疯狂攻击，相当于踩着同伴尸体一步一个斜脚印才通关的。不过序列07的机制还是留给职业者3分钟实现。如果大家在进攻深域猎魔的同时，派一部分人攻击法阵，当法阵为他传送能量受到阻碍，光茧魔化就会立刻停止，时间仅为3分钟。此时同时攻击深域猎魔和光茧，能量输送暂停的瞬间，光茧将会打开一道裂缝，被困其中的职业者就会获得自由。否则3分钟时间一到，光茧内的职业者将会立刻转化。完了，严哥进去了，快击碎光茧！潘明月急得嗷嗷喊。陆成风慌忙阻拦，千万别击碎光茧，他可就死了。他赶紧快步向前，阻拦冲动的玉影儿，同时法杖一举，防御规则即刻执行。苏潇听了他说的话，赶紧点了点深域猎魔，果然有个提示：猎魔转化。猎魔制作的光茧正在转化一名职业者，限时3分钟击碎光茧，可救出同伴，否则该名职业者将变为猎魔使徒。什么？只有3分钟？陆成风愕然失色，时间也太少了吧！头脑风暴急速旋转，眼睛也到处看着。突然，悠悠发光的法阵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脑中灵光一闪，大家快攻击法阵！在这个洞内，唯一和深域猎魔、光茧产生联系的只有法阵。法阵为深域猎魔输送邪恶力量的同时，深域猎魔又利用法阵的力量制造出光茧。陆成风看了看他们彼此之间的位置，立刻推断出一个解决方案：苏潇、玉影儿，你俩听我口令，同时攻击深域猎魔和光茧。3、2、1，动手！两人立刻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令人惊奇的画面出现了，在两人同时击中法阵时，
原本正在输送的能量突然停滞不动，整个画面处于静止状态。随后，法阵的光芒渐渐消失，深域猎魔身上的气息越来越灼热，他身上的力量似乎正在苏醒。我靠！陆成风忍不住爆粗口骂了一句：“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特么表面上法阵是为深域猎魔输送力量，实际上法阵用能量浇灌他的同时，又限制了他的行动。如果法阵被迫停止输送力量，深域猎魔对力量的渴望就会迈出法阵，消灭人类。这个时候，彻底释放对力量欲望的 BOSS 是非常可怖的。还有一个最轻松的方法，就是直接去攻击深域猎魔，不管被卷入光茧中职业者的死活。最可怕的是，一旦选择攻击深域猎魔，光茧中的职业者只有3分钟可以活，3分钟后将会再次卷入另一个职业者。这也正是鹰将采用的方式，全是同伴的尸体铺路。这种方法如果想要长期攻略序列07的话，是不太现实的。毕竟一个国家的高阶职业者都是有限的，万一次次被卷进去的全是等级高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战力损失过于严重。想要长期用人海铺路刷装备是不现实的，哪个国家都受不了。这时，可怜的岩来龙还在光茧中发呆。炼魔转化还有1分30秒，然而突然发生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场面。深域炼魔猛地暴捶自己的前胸，一把抓住光茧，狠狠咬了2-3口，又用自己头上的尖角使劲顶了光茧2下，再把光茧塞进自己的嘴巴。光茧和他的尖牙相互较力，谁也不服谁。深域炼魔被噎得呕了几下，光茧被熏得激烈挣扎。突然，光茧被一口灼热的呕吐物糊遍全身，当场气得炸裂。里面的岩来龙两眼呆滞，莫名其妙被崩出光茧，头上全是稀里哗啦的呕吐物。他傻呆呆站在地上，鼻尖全是呕吐物的味道，呛得他眼泪鼻涕横飞，蹲在地上干呕起来。众人呆若木鸡，这特么太臭了。陆成风赶紧点击属性查看，果然他只是意外被弹出，炼魔转化的状态依旧还在。也就是说，岩来龙还是处于危险状态下的，并没有成功被解救。他应该是被幸运超反弹的反向厄运加持下，暂时脱离光茧。岩来龙很苦恼，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会用怪物的呕吐物当帽子，这味道他能记一辈子。过了好半天，岩来龙秒速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才缓缓走向大家。动手吧。玉眼儿被熏得直翻白眼说。陆成风摇了摇头，先别，看看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规则。然而还莫等他说完，恢复正常的深域猎魔鼻孔喷出灼热气息，又一阵狂风。陆成风也被卷入光茧之中。沃日，怎么又来一次？苏萧脸都绿了，一会儿不会他也进去了吧？深域猎魔突然再次发作，和刚才的操作完全一样，狂躁咬住光茧，然后再次呕吐。啊！一阵闹腾后，光茧炸裂，陆成风顶着满头呕吐物站在地上，满脸怀疑人生。快，弄死他，必须弄死他！哦，他快疯了，螺蛳粉加臭豆腐加豆汁加卤煮1万份都不如他味道大。辣眼睛！苏萧和玉影儿赶紧动手放技能。轰！深域猎魔并没有如同预料的那样冲出法阵狂暴灭杀他们，而是直接被万倍暴击清空血槽。岩来龙揉了揉自己的大光头，递给陆成风一把刀。陆成风抖着肩膀无声拒绝。一旁的潘明月捂着嘴笑弯了腰，从背包中取出2大桶水，陆成风直接将头埋入水中。苏萧哭笑不得，看了眼自己的经验值，就在刚刚灭了深域猎魔之后，他升到34级，还有6级就能再拥有一个新技能了。等岩来龙、陆成风彻底清理干净后，众人终于想起爆出的装备，这可是序列07，绝对都是好东西。此时外界一片哗然，榜单更新，龙夏的名字突然上榜。第68章凯旋而归，奶妈在上榜。龙夏的名字在一瞬间带着金光出现在榜单的第2位。涅槃深渊，高阶副本，组织龙耀，国家龙夏，时间1小时02分43秒，排名02。瞬间整个龙夏犹如百度沸水一般沸腾了。老天爷，龙耀真的通关涅槃深渊了！哈哈哈哈！奶妈就是牛逼，奶妈出手没有解决不了的。卧槽，今晚狂欢夜，不醉不归。他是开坦克进去的吗？速度这么快，速度确实是太快了，快到鹰将10角大楼差点崩塌。军部和星条工会的人脸色十分难看，气势低迷。什么东西？我不相信，是不是出 bug 了？马德，魂球奶妈，他干了什么 ？shit， 他们绝对有什么神秘不可告人的内幕。气得鹰将集体跳脚。鹰将目前确实是涅槃深渊通关排名世界第1，但他们损失有多惨重，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说是尸身血海
也不为过，每次损失10几个都算是少的，还随机损失级别最高、能力最强的高阶职业者。用这种战力来换超神级装备，有点太不合适了。要不是因为龙下冒出来个奶妈，他们才不会冒险去拼第2次。坐镇樱花的厄里土斯也收到了龙下通关的消息，他已经习惯只要有龙下奶妈，就没有他突破不了的问题。他的实力实在过于恐怖，他不得不承认龙下奶妈的确比他更强。不过没关系，一个死人而已，他会永远记住这位对手，每年给他烧炷香。因为10名樱花高阶职业者外加5名彼岸花工会高阶杀手已全部就位，只要他们偷偷潜入龙下，找到奶妈，必定可以将其击毙。15个人轮番杀他，他就算有5个虚空幻界又能怎样？厄里土斯撇嘴一笑，不过如此。涅槃深渊之中，几个人还在捡装备。玉影儿热辣奔放，激动的嗷嗷叫，又有2个超神级装备，这就是万倍爆率的加持吗？世界级装备就像大白菜一样，也跟着爆出来好几个，神话级装备铺地上一堆。放眼望去，金山银山触手可得。我晕，难怪职业要叫幸运大师，谁能比得了？太离谱了。潘明月一本正经断定道，其他人纷纷点头，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人进去爬通天塔，只有苏萧一个人打出来过超神级装备，现在还排在装备榜的榜首。进了涅槃深渊，打出来的装备估摸着是鹰将的好几倍。陆承风激动的看来看去，这个看起来有些适合苏萧，特性非常好。他现在和周万中一模一样的心态，什么好什么给苏萧，什么能保住他血防都必须狠狠给他套上。可惜这次的装备并不是加血防的，上一个涅槃之链非常适合他，还没有级别和等级限制。这次的虽然无职业，看上去似乎更适合法师。涅槃斗转之戒，等级无，职业无，体质加1000，精神加2000，物理防御加1500，魔法防御加1500。特性斗转星移，佩戴后遇到伤害可以迅速制造出一个光茧替代自己，级别差距太大，伤害值过高，可替代 50% 伤害，每1小时可施展1次。我的天哪，这件装备似乎比苏萧之前的涅槃之链更加恐怖，又是一件替他扛住伤害的惊人装备。本来苏萧血防就足够后，再次叠加血防，戴上之后除了护盾和复活以外，又增加一项替代，想要杀死他可没那么容易。最后苏萧光荣地带上了又一件保命道具，最为脆皮的人从此踏上超级血牛之路。此时正在任务大厅激情澎湃的众人突然惊得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天竟然能惊喜不断。装备榜再次发出金色光芒，又一件新装备上榜，同时鹰将被踢下去了。第2名更新为涅槃斗转之戒，品级超神级，持有者某某，职业奶妈，排名02，竟然又是那个奶妈，好晕，又是奶妈大佬。奶妈大佬一个人拿下世界装备排行第1和第2位，太恐怖了。妈耶，奶妈大佬运气也太好了吧！我宣布，奶妈大佬绝对是全球第1气运之子。哈哈哈，我们龙下牛皮克拉斯，谁还敢跟咱们叫嚣？卧槽，奶妈大佬自己就带了2件超神级装备，谁能比得过？苏萧等人再次从副本里出来，又经历人山人海的场面，一时间有些猛头转向。经历过上次庆祝的严来龙哈哈一笑，这次估计怎么也要庆祝个4、5天。陆承风自从游戏更新后，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回去，整个人甚至有种轻松愉快的畅快感，甚至还想跟着喝几瓶啤酒，大口撸串。可惜现在他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做，大家顾不上休息，直奔龙南总部会议大厅。有人早就已经落座等候他们。陆承风率先开口，大家一起聊聊，总结一下每一个序列的情况和规则。毕竟苏萧只有一个，不能事事都靠他，他们自己也要能立得住。裴将军通过网络连线参与，周万中以及龙南总部的其他要员共同研讨。周万中兴奋地一口气吸了3盒龙药牛奶。玉眼想了想，主动开口道：这次挑战感觉和其他副本没太大的区别，非常轻松，主要是他的幸运超反弹，厄运攻击了副本内全体怪物，最后一只还呕吐道。陆承风轻咳一声，打断玉眼的话：呵呵，呕吐这么恶心的事儿就不用详细描述了，换个事儿说。回忆起当时味道的严来龙立刻猛地干呕了2声。现场众人莫名其妙看了看他们，呕吐什么情况？严来龙在副本里吐了。玉眼笑了2声，强忍笑意继续说道：序列1、2、3、4应该相对容易些，序列05开始副本上难度了。第69章，一切交给苏萧。
序列1、2、3。虽然我们并没有全部通过，通过之前获取的数据分析，大致能够判断出这几个序列的规则。序列03开始有些变化，地形、空间都有一定的障碍，不过有苏萧的万倍加持，都算不得什么。序列04有置换的问题。序列05和06的 BOSS 在攻击上更加恐怖。玉影儿将每一个序列内的环境、怪物的能力详细描述了一番，他所了解的规则也都讲得很清楚。听完他的话，大家对序列1-6的了解都有了质的飞跃，还有人拿笔记录下了关键的信息点。说到这儿，玉影儿顿了顿，接下来就是序列07的 BOSS， 一个被法阵一直滋养的 BOSS， 力量极强，随机卷走一名职业者，将他吸入光茧，3分钟没有救出，即刻转化成魔使。光茧内的经验可以请年来龙和陆成风分享一下。他刚说完，这两个人脸色一变，其他人有些好奇，原来龙和陆成风被光茧吸入了，里面有什么感觉？会对精神形成影响吗？他们都进去了，外面就你们两个能攻击，应该没那么轻松就救出来吧？这必定是一个陷阱。听到这儿，颜来龙立刻回应，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论攻击哪一方，我在里面都可能会死，真的。周万中有些纳闷，超时了，你俩不就死了吗？或者被转化成魔使？嗨嗨可嗨嗨！陆成风红着脸，有些难以启齿。颜来龙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他能讲得更详细一些。颜来龙吭哧几声，脸红的爆炸。你也有经验，你来说吧。众人更加好奇，在场的各位战斗都经历过各种奇葩场面，仅仅是被卷入光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陆成风憋了半天，吐出一口长气。一般来说，我和颜来龙不是死就是被转化，没想到，3分钟时间还没到，光茧受不了身欲猎魔的恶臭，把我俩给挤出去挡臭味了。会议室内本来处于严肃的氛围，空气突然一滞，所有人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颜来龙和陆成风可笑不出来，鼻子尖上似乎还残留了之前的臭味。这群人笑了好一会儿才收住。陆成风垂死挣扎，继续解释，他的规则肯定还有隐藏的，我们还没发现的，需要再多进入观察一下吧。涅槃深渊攻略的最大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攻击越高，所有人存活的几率越高。如果攻击不够，一起进去的人只能是九死一生，别无他法。鹰将当然不在乎死几个人，只要战力强的人还活着就无所谓。可龙夏没有那么冷血，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真的死在那里。陆成风想了一会儿，手中的笔勾勾画画。涅槃深渊，我们爆出来不少装备，可以全部集中在一组人的身上，战力应该能够提升很多，应该可以试着冲一次。假如没有苏萧在的话，舒爽到极致的通关体验将不复存在。坐在一旁的苏萧终于开口说了一句，我有个想法。陆成风立刻回应，什么？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苏萧不慌不忙道，已经通关了涅槃深渊，基本规则都了解，如果我再进去的话，应该速度会非常快，我可以多次通关，就能获得更多的装备。确实是这种情况，以苏萧的能力，完全可以快速通关副本，一边升级一边打装备，每次通关都会获得非常多的装备，让整个荣耀的实力迅猛增长。而荣耀的成员根本不用涉险，只需要在外面等着拿装备就好。既然咱们通关涅槃深渊就是为了拿装备，提升整个荣耀的实力，何必采用人海战术继续拼命呢？他一说完，现场所有人瞬间感到豁然开朗。重点是又不需要苏萧一直拼进去疯狂刷，只是帮荣耀的成员每人都准备上一件涅槃装备，剩下的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装备打得越来越多，照这么循环下去，通关难度将会越来越降低。裴将军点头感激道，小苏，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了。苏萧摇摇头笑了笑，说实在的，现在荣耀越强大，代表龙夏就越强盛，国家培养他，他反哺国家，相辅相成。到国战的时候，龙夏一鸣惊人，不再被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挟制。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开始刷副本吧，今天先好好休息。苏萧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了，都过饭点了，不如吃饱喝足休息后，明天再战。明天自然就是苏萧的原始人马共同参与刷副本。陆成风和王小蝶两个人没必要跟着进去刷，有更多的事儿等着处理。龙夏这边一片喜气洋洋，而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鹰将和樱花这两个国家，仿佛被重锤狠狠锤了一顿，有些垂头丧气。这两个国家眼睛一眨不眨的死死盯着通关榜单，就怕龙夏一鼓作气再通关一次。鹰将采用人海战术，用人血疯狂铺路，才能跌跌撞撞通关2次，这么惨痛，还用了7小时的时间，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多高阶职业者可以牺牲。龙夏仅仅用了1小时出头的时间，这说明什么？龙夏绝对掌握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神秘通关方法，他们苦思不得其解。不对啊，才1个小时0几分的时间，一共7个序列，平均每个序列用时不到10分钟，龙夏的战力绝对没有这么恐怖。
难道他们雇佣了其他国家的高阶职业者？不可能啊，换谁都不可能和其他国家组队进入涅槃深渊的。有 bug， 战力值榜单上龙夏可没我们登榜的人数多，到底哪儿没对？一群人冥思苦想，左思右想，想破了头都没有答案。没准他们和我们一样，突然找到了某种契机。同意，只通关一次就再也没动过，很可能还没参透。哈哈哈哈，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一动不动，肯定是没有足够能力再开始了。该死的奶妈，龙夏的好装备都在他手里。鹰将十角大楼的众人内心焦灼，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发现龙夏一动不动，长长出了一口气。哼，不过如此，和他们一样，肯定通关难度相当大，一时半会缓不过来。第70章，杀手到来。与此同时，厄里土斯一直盯着副本通关榜单，看上去似乎在想什么。他正在内心猛烈祈祷着。派出的15名暗杀成员已经顺利潜入龙夏。这世上最为仇恨神秘奶妈的人，非他莫属。挡了他的前程，挡了樱花的国运，他必须死。苏萧开完会，吃饱喝足后，打算在城内到处溜达几圈消消食。平时很少有机会能这么清闲的看看他所生活的城市。很多人都涌入饭店酒吧狂欢，庆祝荣耀攻略成功。城市内很多小巷子没有往日来来回回奔走的职业者，陷入了暂时的安寂之中。苏萧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个矮小的身影正贴着墙边，暗藏在阴暗之中，缓慢前行。他看到的一瞬，以为自己眼花，仔细一看，这人好像是故意藏在那儿，鬼鬼祟祟的，不知道想干嘛。这家伙也一眼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发现了他的踪迹，两个人眼神对到一处，同时一致。苏萧有些好奇，这家伙大半夜不睡觉，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贴在墙上干嘛呢？又矮又小1.5米的身高，畏畏缩缩的样儿，怎么看怎么古怪。不过他也不认识对方，对方也没妨碍到他，所以苏萧不想打扰他，下意识打算离开。突然，那个人影惊诧地叫了一声农药营。这人眼睛放光，盯着苏萧制服上的标志看。苏萧满头问号，喊我呢？这家伙什么口音？舌头都捋不直，不会是外国人吧？不对，苏萧立刻警觉起来，传送阵已经全部封闭，外国人按理说不应该进入龙夏境内。就在他纳闷的时候，小矮人查看了苏萧对外显示的信息。原本有些瑟缩的小矮人立刻挺直腰板，整个人抖起来，轻咳几声，用蹩脚的语言说话：结34级小奶妈，你给我老老实实的，不然的话我就弄死你。小矮人得意忘形。苏萧一下就明白了，这家伙是敌对势力偷偷潜入龙夏搞破坏的，而且小矮人还用了特殊遮蔽手段，苏萧看不到他的职业和等级。你要做什么？苏萧好奇问。小矮人嘎嘎冷笑，扬着脑袋道：你只要回答我几个问题，不然我就狠狠折磨你到死。说完，不知道他叽叽咕咕说些啥，又是手印又是蹦跳，双手似乎正在结印。樱花忍术，苏萧有些看明白了。和之前的那个丧彪魔忍似乎是同一个路数的，他觉得有点无聊。突然，轰！一声轰响，一只巨大、叼着烟斗、身穿樱花式半袖的老格玛蹲在苏萧面前。苏萧瞪大双眼，有些惊喜，这是通灵术。之前玉影儿和关怀心都给他讲过樱花的阴阳师、巫师、忍者这些职业，本来以为关闭传送阵，只能等到国战才能见识，没想到竟然主动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小小奶妈竟然对我樱花文化很了解。没错，这就是忍术中的通灵术，这是我召唤的蛤蟆丸。樱花小矮人得意至极，给荣耀人开开眼。苏萧勉强控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捏了捏手指。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樱花小矮人猛地一愣，啥玩意儿？一个奶妈嘚瑟起来了？是龙夏的土地给了他勇气，敢跟樱花大爷嚣张？八嘎，我告诉你，你一个奶妈想对抗高阶忍者，纯属做梦。我早就在这里布下结界，你死了心吧，你个小卡拉米。樱花小矮人冷笑一声，一个小奶妈都忘了自己几斤几两，还敢对他这位64级大佬口出狂言。如果不配合，他绝对要好好惩罚，弄死这个小奶妈。苏萧想搞清楚他要玩什么花样，你想要干嘛？说完后，他有些好奇，凑到蛤蟆丸身边，掏出潘明月送他的那把长枪，戳了戳他的脸。蛤蟆丸也有些懵逼，一般敌人都会害怕他浑身的脓包，这个龙夏人要干嘛？樱花小矮人有些不高兴，你不许戳他，别以为我不敢弄死你，你再不老实点，我就揍你。苏萧无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你问呗，又不耽误我回答问题。一时间，樱花小矮人有些憋屈，明明他才是大佬，他正在胁迫欺负荣耀人，结果他现在反而要被气死呢。算了，荣耀人就是这么没礼貌。你回答，荣耀成功攻略涅槃深渊。小矮人提出问题，苏萧瞅了他一眼，眼神就像在看智障。当然，
不是榜单上都有吗？小矮人被噎住，缓了口气，继续提问：攻略的人是不是有那个神秘奶妈？苏潇微笑，对，她在里面。樱花小矮人更加懵逼，龙耀人配合的太好了，怎么这么听话呢？不会知道什么内幕吧？赶紧立刻追问，那你是不是认识那个神秘奶妈？她是不是现在就在这座城里面？苏潇继续微笑点头，对的，她就在这里。小矮人就差蹦跳狂欢了，人真的在这里，被他赌对了，一会儿就能干掉这个该死的奶妈，完成厄里土斯的任务，获得巨额奖励。你滴大大滴好，没想到你们竟然是同一个职业，等我杀了那个奶妈，也有你一份功劳，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小矮人得意忘形，满脸兴奋，可惜了，像你这么好的人，马上就要告别这个世界，结巴嘎。樱花小矮人嚣张至极，他太喜欢聂杀这种毫无反抗之力的职业者，残忍杀戮能让他感受到血脉喷张、肆意潇洒的快感。杀其他国家都没有杀龙夏更有感觉，毕竟龙夏职业者都是硬骨头，杀起来更有趣。然而苏潇和他并没在同一频率上，他更好奇这个蛤蟆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起来非常有趣，还饶有兴致地问他：你这个蛤蟆丸有什么技能？他平时吃喝吗？如果我给他吃烤串，他会吃吗？他看起来似乎对你不太满意，一直在鄙视你。他年纪不小了吧？能听懂龙夏话吗？你平时叫他爷爷吗？樱花小矮人头痛欲裂，八嘎，马路，龙耀魂球。第71章，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樱花小矮人揉了揉狂跳的太阳穴，气得跳了几下。这个龙夏人脑子怕不是有病，不怕自己杀了他吗？哦豁，你个小八嘎，我都回答你的问题了，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懂不懂规矩？跪下！苏潇反而比他声音更大，更为嚣张。小矮人一下子驼背了，跟这种家伙说不清楚。本来高阶职业者对低阶职业者的优越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咬牙切齿，耐住性子，一会儿好好收拾这个愚蠢的龙耀人。你知道神秘奶妈在哪儿吗？小矮人打算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立刻动手。苏潇拒绝，从开始你就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必须先回答我，我才能告诉你。你管他叫爷爷吗？小矮人青筋蹦出来一根，继续忍耐压制心中的怒火，不叫，他是我的仆从，叫什么爷爷？八嘎！苏潇很满意，用枪戳了戳蛤蟆丸的脸。如果他叫我爷爷，你是不是也要跟着他一起叫？小矮人顿时一愣，一股火从胸口腾的一下冒出了上来，差点从鼻孔里窜出去。他按捺住狂躁的内心，磨着牙问：现在该轮到你回答了吧？那个奶妈在哪儿呢？苏潇晃了晃头，哦了一声：你们小八嘎派人要来杀奶妈？你们来了多少人啊？小矮人捂着头即将爆炸，你快回答我，说好的八嘎。等苏潇说完答案，他就直接弄死这个混球。苏潇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儿，不慌不忙撇了撇嘴，颇为看不起他。就你们樱花那么大点地方，能派得出几个人？就你一个吧？别不好意思说。小矮人一下就被激怒了，暴跳如雷，放屁！我樱花地大物博，所有人都是精英，呵呵呵呵，我们一共10个最善于暗杀的高阶职业者，还有另外5人来自彼岸花暗杀工会。你懂什么？一个没见识的小奶妈，神秘奶妈绝对会被我们解决。听他说完，苏潇眸色渐冷，果真不是一个人，竟然一共来了15人，其他人在哪儿呢？苏潇冷冷问道。小矮人真是被龙夏小奶妈给问烦了，级别不高，怎么话这么多？你知道那么多干嘛？和你有关系吗？快点告诉我，龙夏奶妈在哪儿？八嘎，没完没了的问来问去，这是什么见鬼的玩意儿？苏潇嘿嘿一乐，有关系啊，你们找的神秘奶妈就是我。说完，苏潇挺直腰板，双手背在身后，微微扬了扬头，故作深沉，脸上一副可惜你不识货的不屑表情。小矮人愣了一秒，嗷的叫了一声：八嘎，老子现在就灭了你！他被气得差点脑溢血，一个箭步冲到苏潇面前，随后抬起拳头对准他的身体就是一拳。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以他高阶职业者的力量，竟然破不了比他低几十级的小奶妈的防。不但如此，他竟然还开始眼花了。小奶妈浑身冒着各种颜色的光芒，这是要进化成礼花。就在他纳闷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身体正在不受控制的摆动起来，屁股一摇一扭，摆得像个旋风的同时，他的脚开始疯狂的青蛙蹲。青蛙蹲，青蛙蹲，青蛙蹲完了，波比蹲。这套动作邪门得很，蹲着蹲着，他眼前的蛤蟆丸突然变得异常可口鲜嫩。小矮人哈喇子流了满地，蹦起来抱住蛤蟆丸就开始啃。幸亏他级别高，还保留仅有的一丝神智，迅速点开自己的面板，就一眼，吓得他差点把心脏从嘴巴里吐出去。他正在被莫名其妙的状态所覆盖，一个叫什么厄运的玩意儿正在折磨他。八嘎，这个奶妈有毒！小矮人颤颤巍巍控制住自己的嘴，高喊一声：
蛤蟆丸攻击，弄死他！蛤蟆丸喷出一股烟雾，四肢摆出攻击的姿势。苏潇不慌不忙，手里依旧拎着那把长枪，戳了戳他的脸。蛤蟆丸突然顿了一下，又缩了回来，一动不动。苏潇眸光一闪，果然有效果。这把长枪原本在背包里，和之前获得的那颗龙蛋放在一起，没想到竟然无意中沾染了一丝龙威。蛤蟆丸虽然是樱花产物，却也是非常惧怕龙蛋渗透出的这么一点点威力。然而苏潇不知道的是，蛤蟆丸更害怕他身上莫名其妙的光芒闪过之后，一身渗人心神的力量。蛤蟆丸缩在一边，继续叼着烟斗，双眼假装被烟雾迷住。龙什么的，龙吓人什么的，本蛤蟆大爷什么都没看到。一旁的小矮人受不了，撕心裂肺怒喝：大胆蛤蟆丸，你敢不听我的话？蛤蟆丸依旧一动不动蹲在那儿，十分悠闲。怎么回事？为什么通灵不好使了？小矮人感觉到蛤蟆丸正在无声的抗衡之中，他额角开始滴汗，腿依旧没有停止蹦跳。这家伙不会真的就是龙下的那位神秘奶妈吧？小矮人开始动摇了。只有34级的小奶妈，怎么可能？可现在的情况不是神秘奶妈，又能作何解释？太恐怖了！这一切诡异到他内心狂颤，背后全是冷汗。他只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们准备暗杀的那位神秘奶妈。奇奇怪怪的光芒闪过奶妈的身体后，他就突然冒出来一些诡异、无法理解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进入通天塔同样可以做到吧？面对 BOSS 爬塔应该无比轻松吧？ BOSS 全去发癫，哪有功夫杀他？进入涅槃深渊同样也应该非常简单吧？根本控制不了身体的动作，难道他还有其他隐藏的恶魔招数？所以才能做到1个小时就顺利通关涅槃深渊？恐怖！小矮人的汗顺着脸上滴滴答答落在地上，有的汗水进入眼睛，杀得眼睛通红，他都没办法用手去擦。该死的奶妈，太他八嘎的恐怖！今天他必须得死。第72章，智障蛤蟆丸。小矮人慌得眼睛咕噜咕噜来回乱转，一边疯狂蹦跳啃蛤蟆丸，一边用尽浑身力气掏出樱花联络器。他必须将这些信息全部传递给来龙下的人，同时也要告知厄里土斯。这个家伙实在太恐怖了，什么都没干就把他弄得屁滚尿流，落花流水。如果他不死，他一个人就能彻底影响整个世界局势的走向。该死，这已经不是通天塔排行之争，以及涅槃深渊通关的斗争。难怪厄里土斯一直说他影响樱花的国运。他努力控制手部动作，所幸奶妈并没在意他在做什么。就在他对准联络器刚要说话的时候，噗噗，蛤蟆丸长舌头一卷，樱花联络器被他直接吞进肚子里。他还呸了2口，有些难吃。大舌头顺便在他脸上扫了扫，舔到一口咸咸的汗液，气得他打了一个大喷嚏，直接将小矮人喷出去2米，狠狠摔在地上。苏潇有些惊诧，要不是小矮人躲得快，脑袋估计都让蛤蟆丸给啃掉了。现在只不过是顺口咬掉了一只耳朵而已。看了看蛤蟆丸的眼神，苏潇了悟，蛤蟆丸的厄运才刚刚发作，敌我不分，直接攻击现场最佳倒霉蛋。小矮人捂着鲜血直流的耳朵，整个人傻眼了。这个蛤蟆丸已经跟随他没有30年，也至少29年了，现在怎么会突然如此对他？蛤蟆丸双眼透露着对他的渴望，眼神中都是对食物的欲望。蛤蟆丸，你傻了吗？杀了他，杀了龙下人，听不懂我的话吗？小矮人不敢置信，继续吼叫，但蛤蟆丸依旧没什么理智。苏潇唇角微微一弯，我问你答，其他的人都在哪儿？确实有些出乎他所料，厄里土斯竟然会派人来杀他，派出的全是樱花高阶职业者中精通暗杀的人，怕他这么都不死，还加了5个彼岸花的人。虽然苏潇技能炸裂，但要是同一时间独自一个人应对这么多杀手的话，一不留神还是有些难度的。不过他有血拳套装、幽冥遮天，还有虚空幻戒，以及最新的涅槃系列项链和戒指，血防厚厚的，只要没办法一击毙了他，那他绝对能够狠力的反扑回去。蛤蟆丸虽然失控，但一直对苏潇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被封闭的结界内，只有樱花小倒霉蛋儿勉强适合他啃。他蹦蹦跳跳蹲到小矮人的跟前，上去就一口。小矮人的手依旧是刚刚举着联络器的姿势，直接被蛤蟆丸一口撕扯吞掉。瞬间，小矮人发出痛不欲生的惨叫声，嗷嗷嗷嗷嗷嗷！即便他喊得再大声，结界封得严密，外界根本听不见一丁点动静。他整个人犹如惊弓之鸟，理智的弦啪的一声断裂。小矮人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蛤蟆丸就攻击上主人了？蛤蟆丸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情况。重点是，蛤蟆丸他不吃人肉，他的攻击手段同样也是忍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小矮人刚想念出咒语收回他，可惜蛤蟆丸彻底失控，完全没有任何反应。而且他失去了宝贵的手臂，
很多忍术做不到。小矮人整个人犹如被一吨的重锤锤击脑部，整个大脑嗡嗡响成一片。他的通灵术失败了，通灵的蛤蟆丸完全不理他这个主人。如果厄里土斯带着八岐大蛇来和龙夏这位奶妈决斗的话，后果可想而知。八岐大蛇直接会把他吞进肚子里，塞牙缝都不够。小矮人咬牙切齿，满头冷汗。你做梦八嘎，我绝对不会透露出一点消息的。苏潇笑了笑，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蛤蟆丸继续失控在里面乱蹦，随口又舔了小矮人一口，又是一只手臂被啃得干干净净。此时小矮人在蛤蟆丸眼中等同于可爱的小苍蝇小蚊子，虽然吃起来并不香，他就是这么任性，就是想啃啃这只黑蟑螂。厄运影响他的脑部，神经错乱后，甚至认为苏潇就是他的主人。主人厌恶这个小矮人，他要出力啃死他。就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小矮人的波比依旧没有停下来，两只断臂甩着鲜血，还在疯狂地蹦跳着。小矮人疯狂吼叫着：伟大樱花永远长存，别想我低头求饶。苏潇摇了摇头，他不信樱花有这么硬的骨头。看了眼蛤蟆丸的舔狗眼神，他示意蛤蟆丸把他浑身啃一遍，别咬断，就上上下下来回啃，再嚼一嚼。他就是你的磨牙棒。蛤蟆丸晃着圈圈眼，对着小矮人就是一顿舔。苏潇摸了摸鼻子，活该，他的腕背暴击这些还真不如蛤蟆丸的啃脚，一击就轰碎了。蛤蟆丸至少给他留个全尸。说实话，这小矮人坚持的时间可够久的，腿部都给缩碎了，脚的他生疼都扛住了。没到1分钟，小矮人哼哼唧唧喊了一句：住手，我说求你了。苏潇挥挥手，蛤蟆丸乖巧地蹲在一边，反复啃着之前没舍得吃的断手。你说吧，他们都在哪儿呢？小矮人虚弱地勉强回答：就在龙南总部，城外30公里的野外安全区旁的地洞内，都在那等消息呢。求你，马上杀了我！小矮人已经虚弱到上气不接下气，痛到极致，恨不得直接死了才是最舒服的。他有些后悔，为什么他要抢第一个进来打探消息的？就这么自信以为一等功必然是自己的吗？龙夏奶妈，她根本不是奶妈，是一个活在人间的魔鬼。苏潇又挥挥手，蛤蟆丸直接吞吃了这个小矮人。蛤蟆丸和他的契约自动解除。苏潇瞅了瞅结界已经消散，他准备离开，结果刚走了2步，蛤蟆丸跟着他一起蹦蹦跳跳前行。苏潇一愣，看来小矮人死了以后，被连带厄运影响下的蛤蟆丸已经恢复了神智，还赖上他了。只见蛤蟆丸扑出一股浓浓的烟雾，他和苏潇之间迅速产生一种连接。啊，蛤蟆丸变成我的了！苏潇惊诧道。第73章，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蛤蟆丸受过刺激的大脑似乎是默认苏潇成为他的新主人，彼此建立连接之后，他化为一团烟雾，呼的一下消失不见。苏潇莫名其妙得到一只樱花的蛤蟆，等到国战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厄里土斯的八岐大蛇给弄走。如果把整个樱花所有神社的这些玩意儿都给弄到他手下，樱花还不得气吐血？一个龙夏人带着樱花的千军万马，想想那场面就好笑。苏潇啧了一声，这事儿有点意思，他得好好琢磨一下。然后看了看周围，自从樱花小矮人壮烈以后，结界全部消失，现在也不用处理什么身体，蛤蟆丸消失前吞得干干净净。苏潇没有继续在城内溜达消食，也没有回龙耀，直接奔着城外那个地洞而去。既然已经知道那10几个人的位置，不如直接过去将他们都宰了。等明天开始，他就要专心刷涅槃深渊，还总有一堆杀手暗地里惦记自己，干脆一窝端，省得他也总惦记他们。趁现在他们在地洞里蹲着，还不知道自己的同伴已经死了，一旦发现，必然犹如惊弓之鸟，到处逃窜。到时候想追杀，难度就会更大。城外30公里外的荒野平原，晚上漆黑一片，全是溜达来溜达去的小怪。这么晚几乎没什么人在外面升级，再加上今天都在庆祝狂欢，就更没人出来了。一些小怪看到人就会直接扑上来。苏潇喊了声蛤蟆丸，他一露面，一股烟雾扑面而来，小怪嗅到了味道，直接中毒而亡。这样还真省了不少麻烦。一旦有打斗的声音，必然会传到远处不知名的地洞内，必将引起那些人的注意。有了蛤蟆丸，一切都静悄悄地完成。苏潇悄声走在野外，慢慢寻找小矮人所说的地洞。地洞顾名思义，必须要到它的附近才能看清楚凹陷进去的深坑。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想用眼睛直接看到，难度系数10.0。突然，一声尖锐的爆破声在苏潇耳边响起，他身旁的蛤蟆丸一个急速蛙跳，瞬间用庞大的身躯挡住攻击，肥厚的舌头化为快速移动的盾牌，挡住各种各样的攻击。蛤蟆丸身上不住出现一排排红色的数字：246、567、234、315。苏潇吓了一大跳，尼玛搞偷袭！
幸好就这么几下，蛤蟆丸还不至于被弄死。他的血量还有3/4，比苏萧想象中血防还要厚不少呢。蛤蟆丸的烟雾向前方一个位置不断飘散，逼得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绕了个圈才爬了出来。好家伙，一个黑色烟雾一般的怨灵生物，满脸幽怨盯着苏萧和蛤蟆丸。这是咒灵？里面有咒术师？苏萧有些好奇，看向他的身后，一群人叽叽咕咕，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中间夹杂着巴嘎巴嘎。随后有几个人冒了出来，苏萧这才看出来，地面有一些枯草覆盖，下面似乎是一个黑色的洞口。这边比较偏僻，一般职业者也不会往这儿跑，加上这个洞口看起来似乎里面有强壮的 BOSS， 大家也不会自寻死路跑下去探路，地面上的怪物还不够大呢，所以一般人不太会注意这里，正巧适合他们几个藏在这里。哟，樱花的大老鼠们，你们还挺会找地方啊，10几个人藏在洞里。苏萧嘲讽道。紧接着苏萧将所有技能全部覆盖，这次来的这些人可全都是善于暗杀的高手，他可得多加小心。幸好这次还有个蛤蟆丸给他挡挡攻击，不然刚刚咒灵猛攻，自己虽然不会死，掉很多血那是肯定的。龙夏职业者，几个人切换成龙夏语，皱着眉头说，竟然是荣耀的人。蛤蟆丸为什么会跟着你？八嘎，大翔太郎竟然投靠了荣耀，他敢指挥蛤蟆丸攻击我们。苏萧眼角微抽，啥？大翔太郎？大使求子太郎？什么玩意儿？苏萧瞅了瞅一旁的蛤蟆丸，难怪蛤蟆丸弃暗投明，每天和使求子绑定，被熏死了吧。来吧，你们一起上吧，樱花的各种手段，速战速决，到快我睡觉的时间了。苏萧看了眼时间，他今晚可得好好休息，明天还要进涅槃深渊呢。9名樱花互相对视一眼，大家内心都很微妙，谁也没想到藏得这么远，还有人能把他们几个给挖出来。重点是大翔太郎的蛤蟆丸怎么会跟着荣耀的人，还在危机关头跳出来挡攻击，非常不合常理。就在苏萧摸着黑靠近的时候，他们蹲在洞口就已经发现了。咒术师率先丢出咒灵偷袭，没想到竟然失败了，还是因为蛤蟆丸的保护失败的。蛤蟆丸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就是大翔太郎通灵术召唤出来的。难道大翔太郎已经通敌卖国？几个人气得咬牙切齿，等回去必须上报厄里土斯，必须严惩叛徒。可惜他们不知道大翔太郎已经被蛤蟆丸啃碎，骨头渣还在他肚子里消化呢。一时间9个人纷纷召唤自己的咒灵和式神，除了开始的那只黑雾咒灵，出现一只三尾狐、凤凰火、洛心腹等等，现场顿时热闹起来，每个樱花身边都跟了一个式神或是咒灵。他们并没有一上来就着急进攻，只是追问大翔太郎的踪迹，让大翔出来，他是不是就在附近。他们觉得蛤蟆丸就在这里，想必大翔太郎本人也不会离得太远。蛤蟆丸肯定不会背弃主人，明显就是听从大翔太郎的命令。苏萧毫不在乎道，哦，那个小矮人他已经死了。一个小矮人怒喝，放屁，大翔太郎怎么可能会死？有人掏出樱花联络器，当场联系他，结果没有一点动静。八嘎，大翔太郎竟然把信号屏蔽了，这人气得直跳脚。就在这时，一个小矮人不知道看到什么了，突然大叫一声，满脸不敢置信。哦，他也是奶妈，荣耀的奶妈？难道他就是我们要杀死的那个目标？几个人一愣，赶紧回头齐齐看向苏萧。第74章解决一窝端。可惜他身上的信息全被遮挡，只能看到虚拟的假职业和34级，身上的装备也看不到，没办法确定。谁有探查功能？我们查一查。有人建议，不用那么麻烦，你看他手上有2枚戒指，脖子上有一个项链，我觉得就是他。几个人仔细一想，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不然荣耀干嘛藏着这个奶妈，还藏得严严实实的？不就是因为他级别低吗？怕被杀死吗？瞬间所有人两眼放光，十分兴奋。34级的小奶妈能有什么危险？深更半夜跑到野外来，又没有其他人保护，这不是老天给他们送装备来了吗？装备榜前2名的装备都在他身上，爆出来就意味着归樱花所有。然而他们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几点。第一，一个34级的奶妈带着这2件装备，说明什么？第二，一个34级的奶妈敢大半夜独自跑来找他们，说明了什么？这群人眼中全是对装备的欲望，直接高喊，杀了他，装备就是我们的了，冲啊！紧接着9个人同时动手，咒术师、阴阳师、忍者全部同一时间发动进攻。苏萧毫不在意，再多的式神咒灵在他面前没有一点用处。一个幸运超反弹丢了出来，自己身上的万倍暴击和增幅全都加好。9个樱花小矮人兴奋的面部都扭曲了，小子，可不怪我们人多欺负你一个，谁让你长得像荣耀奶妈呢？几个人亢奋到双眼发红，就等着苏萧死了，
他们谁动作快，谁抢到装备。弑神凤凰火发出一招凤凰烈焰，扑向苏萧。只见他举手丢出一个小火球，结，好好笑的小火球。这人不是荣耀奶妈吧？也太弱了吧！管他了，反正他都发现我们了，干脆杀了。诸位，奶妈怎么可能会发射小火球？那你……众人大惊失色。就在这一瞬间，小火球和凤凰烈焰撞到一处，大地一片轰鸣震动，眼前火焰冲天而起，弑神凤凰火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人瞬间懵逼，当场痴呆。其他的弑神纣灵被火光映照的脸上充满惧色。来啊，下一个是谁啊？要不要一起上？几个小矮人对视一眼，果然就是他，弄死他！一个个纷纷双手不断翻飞，然而没有任何回应，哪怕他们双手飞出残影。怎么回事？怎么不动了？喂，怎么不听话了？脑子坏掉了吗？动起来，杀了他，快杀了他！几个人在旁边围着自己的弑神和纣灵跳脚，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全是一个状态，两只眼睛都是蚊香圈圈，目光呆滞。9个小矮人突然感觉到浑身不受控制的开始蹦跳起来，左腿狂跳100下，然后右腿接着跳，必须金鸡独立跳。弑神和纣灵开始抱在一起，互相攻击，满地滚，撕咬着对方。有2只甚至咕噜咕噜滚进地洞内。人数太多，现场一片混乱。苏萧被逗得哈哈大笑。这就是樱花最强暗杀职业者的实力吗？苏萧本来想用小火球烧死他们，一了百了。想了想，还是残忍点更好，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弑神纣灵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和意识，纷纷抱着附近的小矮人就开始啃。他们分不清楚哪个是自己的主人，哪个不是，全体都在进行无差别、无意识全力撕咬。三尾狐摇着自己的大尾巴骑在小矮人身上，大口大口啃着。洛心腹的大爪子一下又一下狠狠扎在小矮人身上。现场又是蹦跳又是攻击，乱成一团，没有办法收场。怎么回事？我的脸！救我救我！八嘎洛心腹，我是你的主人，你敢对我动手？马德，就是这个该死的奶妈，绝对是他弄了什么！杀死他！快杀死他！谁杀死他谁拿走最好的装备。9个人想用装备来刺激别人先动手杀奶妈，想法是好的，可惜谁也动不了。光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血条被自己的弑神啃得哗哗掉血。他们不光金鸡独立，还有人疯狂翻跟头、倒立，各种造型，还要被弑神啃。用了10分钟左右，9个阴阳师、咒术师全部死亡，他们的弑神和纣灵也全部跟着一起消散。苏萧有些纳闷，还差5个彼岸花杀手藏到哪去了呢？突然想起来了，刚刚似乎有2只弑神滚进地洞内，里面传来痛苦的哀嚎声。不一会儿，看到蛤蟆丸也从地洞里出来了，呸呸呸，吐了5口，不一样的骨头渣子落了满地。得了，这些人看来是全部死绝了。此时，厄里土斯还在等待15人暗杀小队的消息。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敲门跑了进来。什么事儿？厄里土斯看了他一眼问。这人脸色十分难看。社长，神秘奶妈的名字一直没有消失，装备榜上的第1、2名装备持有者依旧是他。如果名字还在，证明要么是行动还没开始，要么代表行动已就该失败。厄里土斯有些不高兴。那你着急来汇报什么？他们应该是还没找到奶妈，行动还没开始。这人瞅了瞅厄里土斯，垂下头，硬着头皮说道：有情况，神秘奶妈的名字还在，但是我们派出去的10个人名字全部消失，而且彼岸花暗杀组织打来电话，他们的5个人也名字全没了。消失？没了？什么意思啊？厄里土斯皱眉问道。各个榜单上以及我们工会成员列表上名字全部消失没了。这人额角滴落一滴汗，解释道。厄里土斯浑身一滞，猛地瞪大双眼。什么？没了？他疼得站起身来。完了，10个人全部消失，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是不可能退出8番宫，即便退出，排行榜上的名字也会是白亮的。名字不见，只能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全部死亡。第75章，用钱铺路。厄里土斯大脑嗡嗡巨响，一屁股坐回椅子上，脸色巨变。10个人都死了，他们有没有发回来什么消息？暗杀失败不说，还全军覆没，10个人竟然一个活着的都没有，不应该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厄里土斯口腔内有种浓浓的血腥味。什么消息都没有，看记录是大翔太郎先不见的。没过多久，其余9个人全部一同消失。同一时间，彼岸花的5个人也一起消失。工作人员脸色惨白。厄里土斯揉了揉太阳穴，死了一个，后面的14个人是一起死的。这么多人，一点消息都没办法传回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先出去。厄里土斯垂着头，工作人员看不清他的表情。
声音中的平静令他有些惶恐，吓得他只能听从命令，直接灰溜溜地跑出房间，不敢多说一句话。然而下一秒，砰！一声巨响，厄里土斯面前的窗户、墙壁挂的画像以及桌面上摆放的花瓶全部炸得碎成渣子。八岐大蛇感受到他的愤怒，也疯狂地在室内到处游走破坏。厄里土斯抓狂地大喊一声，气得喷出一口鲜血。龙南总部，苏肖乐颠颠地回城了，街上到处张灯结彩，职业者们喝着啤酒，哈哈大笑。宿舍门口偶遇关怀心，你还没睡吗？他有些好奇，都这么晚了，可不像苏肖平时的作风。苏肖随口答道，出去溜达了一圈，看看热闹，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都解决完了，没啥好说的，省得他们担心。说完走回房间，又是一夜好梦。第二天一早，苏肖继续跟着严来龙几个人组成4人小队，准备狂刷涅槃深渊。他真有些好奇，当鹰将看到龙夏在涅槃深渊通关榜单上位居榜首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鹰将通关涅槃深渊的方法依旧是人海铺路，他们不在乎死多少人，每个人都怀着赌徒的思想，万一自己活着回来了，还带着装备，人生就要赌一把。而高层更不在乎人命，不管做什么都要有人牺牲，只不过人多人少而已。军部带领他所属的星条工会，召集全鹰将排名前10位的工会一同开会。军部元帅以及星条工会会长一唱一和动员所有人要积极参加。我们之前就已经通关了2次涅槃深渊，经验丰富，大家应该能够明白这一点。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全世界的优势，就要加大通关力度，继续挑战，危险机遇都是并存的，牺牲在所难免。之前军部和星条工会打头阵，得到了宝贵经验，死了不少人，现在轮到你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召集所有高阶职业者，有兴趣的一同通关涅槃深渊。当然，想要拥有装备榜单的装备，就要进入涅槃深渊拼一把。面对这种副本，肯定是伴随死亡风险的。不要担心，如果谁死了，军部和星条工会都会给你们的家人一笔丰厚的抚恤金。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不是简简单单去通关副本，召集这么多人，肯定死亡几率不会太小，几乎等于召集死士通关副本。鹰将虽然只通关2次，副本内部的规则基本都了解的差不多。前期可能有危险，但最后一关序列灵期风险极大，他们肯定是要牺牲不少生命，尤其是有些人要挡在最前方，被吸入精简内直接死亡来换取通关。他们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轻松通关涅槃深渊，只能靠人命铺路，多打几次换取多多的好装备，这样以后再进入涅槃深渊，慢慢就不用再牺牲了。现在来看，怎么样都要死一些人。现阶段军部和星条工会拟定，最好还要再通关3次，3次至少要死50人以上，这样他们就需要准备至少150人，人数过于庞大，不能可他们一个工会死，所以召集全国前10的工会，他们不死的同时还能拿装备，何乐而不为呢？其他工会有人提出质疑，按你们的说法，召集这么多人，肯定死的人不会少，抚恤金都提出来了，谁敢去啊？军部一位将军平淡说道，该说的都说了，自愿选择去，军部没有强迫任何人。说完后，他身旁的星条工会会长接着说，龙夏都通关1次了，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进行第2次，我们不赶紧通关，保持优势的话，龙夏没准就超过我们了。鹰将的荣耀在各位手中，大家想清楚吧。星条工会会长的这句话等于是一句屁话。鹰将一贯自私自利，为自己着想深入骨髓，哪会有人愿意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如果为了获得的巨额利益，那还是有可能的。为什么龙夏通关只有1小时？不清楚他们死没死人？你们这种扑人战术是不是有问题？大家很难不奇怪，什么副本要扑这么多人进去，还要死很多人？这种魔窟为什么要去通关？谁也不想死。军部将军表情一暗，想了想道，我们还没有查到龙耀是怎么那么短时间内通关，但是我相信他们绝对付出不小的代价，不然为什么他们不立刻去通关第2次呢？确实是1个小时时间，按理说应该是非常轻松，为什么不继续通关第2次呢？龙耀肯定还没有调整好，准备完必定是一次耗费了他们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等。有人憋了半天，吭哧吭哧问道，给家人的抚恤金你们打算给多少？参加会议的人立刻支棱起耳朵来，这个问题是在场所有人都很关心的问题。死和没死都有钱，没死的100万游戏币，死了的1000万游戏币。军部将军缓缓说出2种方案的数字。什么？台下瞬间爆炸性惊呼一片。第76章，冲上榜首，甭管死还是没死，这都是一笔巨款。这对于排位前10工会的很多人来讲，绝对是一种以利益驱动极致的诱惑。除了高工赚的多一点，他们这些盾战哪有机会赚到100万游戏币，还是进一个副本的钱？现场气氛瞬间热烈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喊着，我愿意，算我一个。
shit， 死就死了，1000万足够我儿子长大后升级了。那可不一定死呢，没准运气好，活着回来了还能拿100万。举手报名的人特别多，人数远远超过军部计划的150人。军部将军脸上的皱纹里夹着的都是笑意。这么多人，大部分都是前排当公鸡的盾战血牛职业。序列07最危险的就是卷走前面的职业者，只要这些人都挡在他们的人前面，死的就是他们。用这些钱换来通关成功爆出的装备，就能不断补给军部和星条工会。完美！愿意参加的人可抓紧进入星条工会信息面板上报名，150人报满为止。星条工会会长有些满意，脸上都是喜色。我靠，这还得抢名额！一群人疯狂抢线，积极踊跃报名。很快150人全满，军部的人甚至觉得难道是钱给太多？大家怎么抢上了？没抢上的人不要着急，还想参加的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消息，以后还会继续招手的，大家放心。军部将军安抚了一下大家的情绪，招不招收那都是后话，一旦全是好装备，通关没问题，那他们可就没必要再招人了。没有抢上名额的人恨不得捶胸顿足，纷纷叹气，运气不好。星条工会开始按着人员排列队伍，当然军部将军还有工会会长都要参加。队伍里这些打头阵负责血牛的就由这些招募来的人完成吧，反正他们的用处就是死士，多死几个也没关系。序列01、06队前面血防的压力并不大，他们应该没什么难度就能大部队冲进07。这么多人估计也够光捡多卷几轮了，足够他们拿下 BOSS。 军部将军问道，怎么样，荣耀那边有什么动作没？星条工会会长看了眼通关记录，鄙夷道，完全没动，副本记录也没变化，看来他们昨天通关一次应该非常费力，现在可能放弃了吧。果然如此，别看1小时通关，荣耀也就那么回事吧，不足为惧。军部将军呵呵轻蔑一笑，现在他们手头能用的铺路死士这么多，足够他们多刷几次了。虽然时间上荣耀更快，但系统承认的是通关次数，现在还是鹰将排在第1位上。不过荣耀的运气确实不错，爆出的装备都排在前列，把他们的装备踩下去了。很快幸运女神就要降临在他们鹰将头上了。军部将军撇了撇嘴，准备好了就立刻出发，大家拼了，只有我们鹰将才是世界第一，荣耀啥也不是。第一组进入涅槃深渊，其他所有人都原地待命。第一组打完后死一批人之后，第二组人再跟着没死的人继续进去，这样150人至少够用 5.6 次。等全部结束后，所有获得的装备加在一起就足够装备一个50人的队伍了。军部将军在心里暗暗点头，等这150人全部死光，他们应该就有足够的能力通关涅槃深渊，不用再扑人命了。此时苏潇等人已经进入涅槃深渊，毕竟有昨天的经验，今天进来后轻车熟路，一路上非常默契，速度很快。刚一进副本，苏潇各种 buff 技能狂丢，岩来龙、玉影就开始狂冲，偶尔他插播几个小火球。序列01的 BOSS 看到他们几个，立刻仇恨值达到顶峰，可惜被小火球直接轰到头上，整个身体灰飞烟灭。再往里冲，沿途的小怪同样智障互啃，根本没什么怪物关注他们几个人。岩来龙本来就是个血防后的盾战，内心非常向往高攻战士横推的感受，现在他可是美得起飞，到处乱撞，所到之处犹如无人之境，一刀一盾牌就是无数个小怪物。玉眼也爽得起飞，大量的冰晶就像天女散花一般，直接给怪物扎个透心凉。只有潘明月无聊的跟在大家后面，没有什么攻击技能，偶尔给大家一丝一丝加个血，加个蓝，然后就开始闲逛。BOSS 一个又一个切着菜通过每一关，后面几乎都不需要苏潇动手，杀出感觉的岩来龙都快捶打自己的胸口，风一样沉浸在怪物的海洋，一路横推一路秒，终于来到最后一关序列07 BOSS 的所在。刚一进去，岩来龙又陷入之前恶心的回忆，生怕又把他卷进精简内。他所在的位置就是最容易被卷进去的第1位，如果不抓紧秒杀深域猎魔，一旦他和精简之间形成呼应，他将会面临之前同样的呕吐物。现在他可是头发都剃光了，脑袋锃亮，再被吐一头，他会发疯。玉眼同样也很担心，他们一共就4个人，不是岩来龙就可能会是他，谁家美女愿意被弄成一身馊味？他比岩来龙更紧张，暴风冰雪不要钱似的使劲往深域猎魔身上砸过去。就这样15分钟过去了，涅槃深渊的通关排行榜更新了，昨天冲到排位第2的荣耀，今天一跃而起，直接踩在鹰将头上。涅槃深渊荣耀通关排名01，时间28分34秒。此时位于副本大厅的人最先发现榜单的变化，龙下所有副本大厅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戳，上次还1个小时，这次连半个小时都没了。我的天呐，我进普通副本
都要1个多小时呢，他们怎么做到的？龙耀真不愧是龙夏最强战力组织，龙耀扬我龙威，太牛逼了！我们工会过个60高阶副本还得几个小时呢。龙耀真的带领我们龙夏崛起了，哈哈！鹰将看你们怎么狂，世界频道的孙子们看爷爷怎么骂你们！对比沸腾欢乐的龙夏，整个鹰将陷入一片乌云密布之中。他们才刚刚统计完人数，分配好哪些人先进涅槃深渊，结果人家第2次通关了。shit！ 第77章第3次26分钟，鹰将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气得面部扭曲。他们刚组织好人马，计划的好好的，多次通关碾压龙夏，让他们好好感受下鹰将的实力。结果人家第2次通关结束了。鹰将虽然同样都是2次通关，但每次时间都比龙夏慢很多。没办法，只能位居第2名，直接被龙夏一脚踢了下去。shit！ 该死的龙耀，他们怎么可能不到半小时就通关了？绝对是 bug！ 我不相信他们能够28分钟就通关，这不是胡扯吗？刚才不是说龙耀损失惨重，不可能再有第2次吗？难道龙耀这次也是付出不小的代价才能通关？一群鹰将龇牙咧嘴，面目狰狞，也没分析出来原因。另一边时刻关注龙耀通关的还有厄里土斯。一直以来，樱花都视龙夏为对手，不论游戏入侵前还是入侵的1000年时间，本来想借着游戏更新直接将龙夏击垮并侵占。他们是鹰将的舔狗，虽然鹰将位居第1，让他们有些不甘心，但龙耀站在第1位，等于狠狠抽了他们一个耳光。厄里土斯发自肺腑的愤怒和不堪，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游戏更新后，樱花一丁点便宜都没占上，反而龙夏现在一次又一次的碾压鹰将和樱花。照这个势头发展下来，让整个樱花全都恐慌起来。他们的距离仅隔着一片大海，多年来的关系，樱花四处蹦跶，早就引起龙夏不满。一旦龙夏崛起了，樱花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吗？如果他们反过来舔龙夏，他们又心不甘情不愿。厄里土斯气的脸色煞白，浑身都在不住的颤抖。该死的龙夏奶妈，绝对是他！厄里土斯站在任务大厅里咆哮着。自从他被踢下通天塔榜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务大厅过。今天得到鹰将消息，他们正好要冲击涅槃深渊，他想第一时间见证鹰将的成功，发泄下胸中的怨气。没想到他看到的第一眼就是自己排在通天塔第2位，鹰将的涅槃深渊榜首也被龙夏夺走。再看看装备榜，龙夏依旧站在第1位的位置上，整个榜单的第1全是高高悬挂着龙耀2个大字，尤其是第1名虚空幻剑，第2名涅槃斗转之戒，持有者全部都是奶妈的。气得厄里土斯又想喷血，口腔内全是血腥味。他神色晦暗，长出了一口气，眼神中透露出某种决绝，随后快速离开任务大厅，边走边拨通一个电话：“我是厄里土斯，有要事相求。”厄里土斯没有回到国会，也没有回八幡宫或者自己的家里，他直奔樱花最古老神秘的家族鹤茂家族。虽然他现在在整个樱花有说1不2的实力，并且将八幡宫提拔成樱花最大的神社，但在樱花的所有职业者势力中，鹤茂家族才是最隐秘、地位最高，因为他们掌握着一些不向外界流传的神秘术数。不论樱花各种势力如何更迭，大家内心都非常敬仰鹤茂家族。如何能够超越龙夏奶妈？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他必须通过神秘术数将自己彻底进化成式神，威力必然会大增。人类之躯的奶妈怎么可能战胜自己？只能说厄里土斯已经被苏萧气的脑子失常，一直以来极高的天赋突然受到重创之后，整个人已经疯了。厄里土斯无法预料到，他就算变成天神也没啥用，波比跳满地滚才是他的归途。此时鹰将在涅槃深渊副本中拼杀得格外兴奋，速度也远远超越之前，提速至少 40%。 之前全是星条工会和军部的人，大家谁也不想死在副本里，毕竟死了就是真死了，他们还没活够呢。这次不一样，花钱雇来的血牛全是奔着钱和装备来的。正在兴头上，大家像坦克一样一路横推，所向披靡。跟在后面加血的奶妈累到手抽筋，不过确实是速度奇快，一路上顺利很多。军部将军轻蔑撇撇嘴，我已经发现龙耀的速度为什么那么快了，脸上带着得意和不屑，一眼看穿龙耀的小把戏。和他们一样，除了拼命使劲往前冲，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他们就是被逼的，发现不要命更有用。军部将军说道，我去，就算不要命，速度也太快了吧，几乎每个序列4分钟左右。有人有点怀疑，你懂个屁！军部将军翻了个白眼，你看咱们新招的这些人不要命往前冲，如果龙耀50个人的团队集体不要命使劲冲，那是什么效果？他这么一分析，旁边的人立刻恍然大悟，卧槽，就是这个道理，难怪他们赶上火箭了，不愧是将军，谋略第一，一下就看出来他们的小伎俩。龙夏最多的就是人，难怪他们能冲这么快。
也不对吧，龙夏最惜命了，不喜欢牺牲职业者的生命。被碾压怕了吧？前面有我们，后面有虎视眈眈的樱花，他们再不拼，怕被我们侵占了。哈哈哈哈，胆小鬼！身边的人越讨论声越大，听他们说话的军部将军也得意地挺直腰板。好了，大家紧张起来，既然知道龙夏的把戏，我们也抓紧时间通关，鹰将才是世界第一。通天塔的榜单他们先放在一边，毕竟神秘奶妈真实职业还需要探究，她确实是强到离谱，能超过厄里土斯就足够震惊世界的。鹰将只能暂时不考虑通天塔排行榜的名次，等他们拿到装备再说。现在虽然装备榜也被该死的奶妈后来居上，也只能说明是鹰将暂时失势而已。等他们多通关几次，拿到更多的超神级装备，就不信没办法霸榜。别以为能用虚空幻界和涅槃斗转之戒就能稳稳定在榜单上，大家加油，速度更快一些，让龙夏见识见识我们鹰将的真实实力。军部将军扬起脑袋，嚣张吼道，他甚至热血都有些上头了。只要这次他们通关结束，时间也缩短很多，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所有的一切都在鹰将控制范围内。龙夏能缩减时间，他们同样也能缩减时间，到时候他们就是通关3次，而龙夏还是2次而已。然而他根本没想到，龙夏又一次通关涅槃深渊，时间再次缩短2分钟，变为26分钟。第78章，厄里土斯的决定。此时的涅槃深渊通关榜单上，荣耀的大名依旧挂在榜首，通关2次变更为通关3次。荣耀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开始第4次通关。鹰将的任务大厅内，所有人员正等待着第一组进入涅槃深渊的大部队顺利回归。然而屏幕突然金光泛起，荣耀的数字2就变更为数字3，通关时间变为26分钟。军部和星条工会的人脸色巨变，不是眼花，真的假的？荣耀怎么这么快 ？Shit！ 我们的人刚进去，他们第3次就通关了，这也太快了吧，根本没办法超越，速度差太远了。将军和会长出来的话，应该会气爆炸吧？龙夏的龙苏醒了，太特么恐怖了。此时樱花鹤茂家族，鹤茂族长接待了厄里土斯。我们鹤茂家族避世已久，早就不参与各种势力的斗争，不知道八幡宫会长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作为早就脱离权力斗争的家族，没必要对单枪匹马来到他们家族的会长动手。厄里土斯算是樱花最强的御兽师，虽然他没有觉醒阴阳师，但驾驭的3只兽宠都极其强悍。他莫名其妙出现在偏远的鹤茂家族，族长非常诧异。按理说，当年鹤茂家族退出所有斗争，只为避世不被任何争端打扰，几十年来安然无事。可现在他突然独自一个人出现了。厄里土斯沉默了半晌，神色淡然道：“我来这里没有想过打扰你们的避世原则，只是有一件事需要你们的帮忙。”鹤茂现任族长是一位中年男子，愣了一下：“我们能有什么帮助你们的？”厄里土斯摇了摇头：“我知道你们的原则，可你们家族不外传的术法有一项是可以帮人变得非常强大的。”鹤茂族长没有吭声，端起茶杯品了一口。厄里土斯不等他说话，直接开口道：“请把我转化为式神或是咒灵。”鹤茂族长当即喷出一口茶水，他瞪大双眼看向厄里土斯：“你在说什么？疯了吗？”厄里土斯面目狰狞，双眼血红：“我没疯，我只是不甘心屈居人下，我要变成世界第一强者。如果变成式神或是咒灵的话，我的实力至少可以提升数倍，到时候谁也不能踩在我头上。”说完，他直接双手触地，头顶在地板上：“拜托了。”鹤茂族长一声不吭，过了几秒钟后，严肃问道：“如果付出所有的代价，你都可以吗？”厄里土斯眼中全是执着：“对，只要能变强，我能抛弃一切。”鹤茂族长闭上双眼，颤抖的睫毛揭示他的内心上下翻涌。鹤茂家族确实存在不少稀有的术法，很多都已被封存为禁术。当初他们鹤茂退出历史的舞台，也是担心强者觊觎他们的秘术，会利用这些术法为祸人间，所以鹤茂全族隐匿这门秘术上百年内从未使用过。那是将活生生的人类转化为被人操控的暗妖，或是充满怨念的咒灵。此时内心对力量强烈渴望的厄里土斯已经无法忍受身为弱者的自己。厄里土斯一直没有起身，头触碰地板，继续道：“请你帮我做出抉择，无论是式神还是咒灵，我都能够接受。”鹤茂族长叹了口气：“一旦转化，就意味着你将抛弃现在的一切，你的职位、你的权势以及你的家族，什么都没有了。”厄里土斯身体微微轻颤，半晌过后憋出一句话：“没关系，只要能变强。”听到这儿，鹤茂族长什么都没说。如果厄里土斯真的转化，就等于他彻底脱离人类社会，他所在的家族、所在的组织全都不得不抛下。厄里土斯的目的只是为了变强，他在日本已经是1等1的高手，
竟然哪能把他逼到这种地步？难道樱花已经发展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了吗？鹤茂家族可以考虑重新出世，用秘术帮助樱花脱困。鹤茂族长思考了几分钟，就当是为了樱花整个国家再动用一次秘术吧。他神色一凛，如果想要转化，你需要一个阴阳师或是咒术师，具体还要试验操控到底你的身体适合哪种。厄里吐斯双眼放光，没关系，只要我可以变强。鹤茂族长点点头。厄里吐斯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的职业者，实力非常强大，如果他转化成功，将会拥有非常可怕的战力。这样的话，就先奉他为主吧，这样鹤茂家族也可以重新站出来，也不怕其他人觊觎他们的禁术秘术。鹤茂族长站起来说，你跟我来，这个秘术已经数年没有人动用过，不知道是否会发生什么不测，尤其是游戏刚刚更新，不知道会不会。厄里吐斯咬了咬牙，我都明白。一时间他突然有些退缩，他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过于冲动了。他真的没办法被奶妈踩在脚下爬不起来，但是一旦转化成功，他都不知道自己算是个什么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这种为了力量的冲动真的值得吗？厄里吐斯有些想要退缩，拿不定主意。然而突然涅槃深渊通关榜单再次震动，鹤茂族长看了一眼信息面板，惊得胡子都吹起来了。荣耀竟然又一次通关涅槃深渊了，只用了26分钟。鹤茂族长不敢置信，眼睛瞪得大大的。荣耀，真的假的？眼睛也没花，确实是26分钟。26分钟就能通关涅槃深渊，虽然他们鹤茂家族没进去，但对这个副本早有耳闻。现在荣耀已经通关3次。什么？厄里吐斯同样震惊，赶紧翻看排行榜上一看，气得他再次呕血。本来第一名的鹰将星条已经被踩下去了，时间长度差别太大。鹰将第2次用时7小时，而荣耀的第2次仅用28分钟。鹰将第3次还没出来，荣耀26分钟再次拿下涅槃深渊。厄里吐斯双眼愤恨，走吧，该死的龙夏奶妈，转化完我必须先宰了他。第79章鸟将。被刺激到严重发狂的厄里吐斯咽下一口恶气，本来他还在迟疑到底应不应该转换，听到荣耀通关的消息，他不能再后退了。人生的机遇只有这一次，趁这次转换成功，他就能弄死神秘奶妈。到时候只要奶妈一死，龙夏直接从高处狠狠摔下来，相当于坠机般迅猛。厄里吐斯阴沉一笑，他相信只要转化成功，一个神秘奶妈根本不在话下，他必须弄死他。任务大厅，苏潇他们很快刷完第4次涅槃深渊，这次通关时间为32分钟，比第3次慢了6分钟。原因是他们竟然又爆出一件超神级装备。超神级装备的属性有些特别，大家围在一起研究，稍微花了一些时间。苏潇有些高兴，没想到这次终于出来一件适合战士的装备。每次都有爆出来世界级装备，超神级装备在万倍爆率下依旧偶然才会出现，这次终于出来了这件战士装备。队伍内只有岩来龙是这个职业。岩哥，这个适合你，你拿走吧。苏潇抬头看了看岩来龙说，岩来龙为人憨厚朴实，属于实干派，做的比说的多得多。他没想到刚爆出来一件战士的超神级装备会给自己，还喜滋滋想着为荣耀做出贡献。他从来没想到苏潇竟然会想把这件装备给自己。岩来龙摸摸头哈哈大笑，小苏，这可是超神级装备，我真的可以拿走它。游戏更新才几天，他竟然就能拥有这件超级装备了吗？对，岩哥，虽然他在装备上排名一般，不过属性看起来很适合你，血防够厚，还是战士的装备，送给岩来龙正好可以增加自己小队的实力。那个啥，小苏兄弟，太贵重了。岩来龙急得挠挠头，现在超神级装备天价都买不到。岩哥，别跟我客气了，一会儿还能打到更多的装备呢。再说打出来的装备，荣耀都会收购的，钱肯定不缺。他现在钱多的都没处花，打出来的装备，陆成风已经说好全部收购，数量这么多，他给优惠了很多钱的话，还是赚到盆满钵满。荣耀待遇太好，一切免费，还送了他不少装备，所以他的钱真不知道上哪花去。送给岩来龙提升小队实力，能灭更多的怪，良性循环才是最优选择。想了一会儿，岩来龙点点头，行，小苏兄弟，我就拿去用了。你要是想拿回去，随时都可以。玉影儿和潘明月眼馋得不得了，超神级装备全世界都没几件，现在就握在岩来龙手里。实际上，小队的装备已经配备了之前通关涅槃深渊时打出来的一些世界级装备，潘明月连法杖都是世界级的。目前算是所有冲进涅槃深渊副本的队伍里装备最好的一组，大家加油，争取再多打出来几件超神级。苏潇兴奋说道。为了更多超神级装备，几个人开始疯狂猛冲。外界的任务大厅，
看着涅槃深渊通关榜单，已经有些麻木了。眼前的数字不断跳动，第6次、第7次、第8次、第10次。等第10次刷完副本，通关时间已经缩减到21分钟。龙下的人站在光屏前，已经木呆呆的。之前还疯狂欢呼跳跃，现在说不上是什么心情。现在所有人清清楚楚的明白，荣耀的强大，无人能敌。龙夏绝对以巨龙之姿觉醒了。我的天呐，这么多次都成功了，速度越来越快，证明荣耀真的已经掌握了涅槃深渊的通关方法。太棒了，荣耀肯定很快就要公布具体规则了。对，那是必须得，肯定会要公告具体怪物的各方面信息，便于我们挑战。荣耀真不愧是龙夏第一大公会，造福整个龙夏的职业者。苏萧他们兴匆匆从涅槃深渊里撤退，打算先休息一会儿。装备先回龙南总部，将背包内的装备清空。收获太多，背包都放不下了。各种特别好属性得神话级、世界级装备，只有超神级巨难爆，打了半天一个没出。他们决定还是回去休整一下状态，放松放松，喝个茶，吃点甜点、烤串什么的。而位于涅槃深渊内的鹰将，所有人都兴致勃勃的。这次只死了11个血牛，比计划的少了好几个，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有所增长。他们通关涅槃深渊的时间也变成3小时43分22秒，连4个小时都没有用上。歪瑞古德，果然计划变更后速度都提升了，下次应该会更快的，放心。对，可惜这次只出了一个世界级装备，神话级装备倒是出了几个极品，装备上肯定大家战力都会增长不少，就是死的人数都降低一半，证明我们确实掌握了涅槃深渊的规则。所有人特别兴奋，只死了11个人，剩下的人不但活着，还都能领到奖励金。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率先拿走了自己想要的几个装备后，剩下的全部装进背包里。军部将军振臂一挥，高喝一声：“走！趁现在的势头再刷一次，一定将龙夏踩在脚下，永远翻不起身来。”哈哈哈！我真想看看龙夏还在努力刷涅槃深渊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又一次通关了。他们那些渔民要哭不哭的表情，太痛快了。鹰将没办法预料到自己即将遭受的暴击有多么强烈。苏萧几人刚从任务大厅出来以后，依旧到处是人头攒动的景象。经历过多次这种场景，早就习惯了近期任务大厅热闹非凡的状态。几个人抬眼看了看，果不其然，龙夏变成涅槃深渊副本通关榜单上的第1名。重点是，龙夏的第一可不是一般的第一，直接狠狠将鹰将牢牢踩在脚下。通关次数和通关时间都远远强过鹰将数倍。鹰将速度竟然提升这么快，4个小时以内就通关了。玉叶儿有些惊诧，苏萧并不感兴趣，看都不看鹰将排名一眼，差距太大，根本没引起苏萧的兴趣。当然，龙夏所有的职业者都是这种态度。鹰将现在就是个屁，越拼搏差距越大，越让大家觉得好笑。明明全球第一个最开始是鹰将，在世界频道疯狂大放厥词好几天，结果就这鸟将。第80章，我想要。现在的鹰将根本没办法追上龙夏，甚至连追平都不可能。目前装备榜上前10名已经有6名属于龙夏，前3名已经全是龙夏，第4名才轮到鹰将的一个超神级装备。鹰将只有4个装备上榜，其他国家都没上榜的主要原因是高阶装备几乎都来自涅槃深渊，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攻略副本，自然就无法获得能上榜的装备。所以目前榜单前10位都是龙夏和鹰将。本来全面压倒性优势的鹰将，现在也只有4个位置，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苏萧抬眼突然看到第20位上有一个装备，它的所属分类竟然是饰品，绝盔皮绳。皮绳这种属于饰品的装备几乎很少遇见，一般饰品类比较普通，只做装饰用，又不会占用装备栏。饰品加了属性的话，价格也不会太高，虽然爆率非常稀有，但基本上只加了一丁点属性，没什么实际用处。苏萧有些好奇，甭说他没见过饰品，就连潘明月都没见过这种古怪的饰品。打了这么久副本，通天塔和涅槃深渊，他一件饰品都没有打出来过。虽然超神级装备爆了几件，但饰品确实一个都没出来过。可以说，饰品的爆率似乎比超神级装备更小，哪怕在万倍爆率的辐射下，同样都没爆出来过。他赶紧点开绝盔皮绳的属性，看到的一瞬间，他差点乐了。绝盔皮绳，等级1，防御加50，特性隔绝，持有者可杜绝60级以上探测能力者以及特殊装备持有者的窥探。虽然加50点防御有点可怜，但它能够隔绝一切60级职业者的特殊能力，并做到无差别一概阻挡。
很多拥有窥探能力或者持有窥探装备的职业者，当他对比自己级别低很多的职业者使用技能的时候，就会探查到非常多该目标的信息，包括对方的装备、职业、等级。像王小蝶的特殊技能更为可怕，甚至可以做到查看苏萧的技能。本身苏萧的装备就带有隐藏篡改的功能，现在如果加上这件皮绳的话，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且很多职业者都佩戴一定级别的探查功能装备，方便实用。这装备真不错。苏萧点点头，他想要。为了预防万一有其他人拥有特殊能力或是特殊装备，一眼就能识破自己，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现在苏萧通过10次涅槃深渊之后，级别已经提升到38级，之后再升级的话，速度会越来越慢。前面5次涅槃深渊竟然让苏萧从34级升到37级，然而后面5次通关经验的总和才升高1级，到以后需要的经验越来越多，他升级会越来越慢。如果能拥有这件装备，苏萧能够隔绝一切窥探的能力，再也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威胁到他。很好，你瞅啥呢？看好半天了呀，有喜欢的吗？玉影儿好奇地问。苏萧抬手指了指，我想要那个皮绳。潘明月伸头一看，青龙山。什么地方？这个工会的人同样隐藏了自己的姓名、职业，只露出了工会名字。严来龙鼻孔哼了一声，竟然是青龙山的。一群垃圾组建的工会，偷鸡摸狗，打家劫舍，名声挺不好的。苏萧想了想，这个装备能买下来吗？绝盔皮绳，隐藏自己，哦，非常适合你。玉影赞同道。他猛地反应过来，一般职业者可没什么好隐藏的，职业、等级、装备完全没必要隐藏，除了有什么稀罕的装备才会考虑到隐藏自己。一般级别低的人又打不出好装备，级别高的人也不担心自己会被窥视，别人也看不了他。所以这件装备对于普通人来讲没什么实际用处，但是对于苏萧这种离谱的职业者来说是必须拥有的好东西。我大概理解了，青龙山我们都了解不多，不过应该可以去问问周万中，没准他清楚呢。他号称百事通，很可能认识皮绳的主人都说不准。玉影说道。苏萧一愣，他还真没想到周部长竟然还有可能认识皮绳的主人。太好了，他一定拿下他。几个人不再停留，直接返回龙南总部。而鹰将的任务大厅，军部将军意气风发带着几十人从副本中出来了，昂首阔步，得意洋洋，连每根头发丝都透露出喜悦之情。然而刚走没几步，就看到外面等候的人群，脸色十分难看，一脸菜色。军部将军当场发飙 ：“shit！ 我在里面拼命杀敌，这次通关速度和死亡人数你们不知道吗？竟然敢给老子臭脸！”军部将军气得差点跳起来。特么的，他们在里面争分夺秒，奋勇杀敌，都顺利完成第3次了，这些人哭丧脸给谁看？通关时间不到4个小时，没看到进步一大截吗？该死的，堆在任务大厅臭脸给谁看呢？军部将军不满意，正准备发飙训斥，眼睛无意中扫到涅槃深渊副本通关时间。本来一直稳居第1位的鹰将，竟然跑到第2名去了，第1名竟然变成荣耀，怎么可能？我们不是已经通关3次吗？军部将军纳闷嘟囔着，这他妈上哪儿说理去？我们都跨越到4小时之内，还通关3次了呢，哪里有问题？荣耀凭什么在鹰将头上？军部将军额角青筋狂跳，眼神放在荣耀那一行上，他倒要看看荣耀哪里能站在第1位上。这一看，军部将军眼珠子差点崩飞，大脑一片空白，脑仁被吸干的感觉。10次，他眼睛没问题。荣耀通关涅槃深渊的次数竟然是10次，咋回事？第81章争端。军部将军恨不得把眼珠子挖出来。明明他们进去的时候，荣耀通关的次数只有1次，他们第3次进去以后，人家打了8次出来了，这特么是不是游戏出问题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军部将军暴跳如雷，又看了看通关时间，卧槽，已经锐减到21分钟，比他们快几10倍。将军别放在心上，咱们还是继续吧，新招募的这些人已经等了很久了。就是将军别在意排行榜这些，咱们只要一直刷，肯定不会落后的。这些人越说，将军心情越差，他完全没办法理解21分钟这件事。你们谁来说说，为什么我们进去以后会变成这样？荣耀到底做了什么？一直在外面等待的军部成员和星条工会的人相互对视一眼，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个魁梧大汉站了出来，讪讪说道：“将军，你们刚刚进去没多久，荣耀就从里面出来了，同样通关2次，他们时间短，咱们就被挤下去了。然后荣耀就跟抽风了一样，一次接一次都没停的，直到打完10次。”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面色难看，仿佛被人狠狠抽了一个大嘴巴。
之前他俩还美滋滋的，以为自己绝对猜对了龙耀使用的策略，肯定就是用人海血牛坦克横推进去的。可现在怎么看怎么有问题，再多了血牛也不可能快到这种地步吧？21分钟就攻略完7个 BOSS， 普通的副本也不过是这种速度。一路上怪物多到下不去脚，他们总不会直接飞过去的吧？还是用了隐身术 ，BOSS 看不见他们。整个深渊悠远绵长的路线，就算啥也不干光溜达，大概也得要20分钟以上。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两个人面面相觑，对方脸上全是大写的懵逼。无论怎么推测，都没办法想出来龙耀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通关。一旁军部的人斩钉截铁判断道：“我觉得肯定还是血牛不要命的横推，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比我们还恶毒，砸进去更多的人。”军部将军猛地一抬头，鹰眼瞄准他怒斥：“放屁！血牛再多再横推，速度能快到这种地步？”他气得肺都要炸开花了，刚才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丢脸。明明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竟然被龙耀狠狠踩在脚下，连在脚下奋力拱一拱的机会都没有。最让人头疼的是，按照这个速度推进，整个龙耀将会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多的装备。继续发展下去，不光龙耀，龙夏全国的职业者都可能获得这些装备，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拦龙夏逐渐上扬的气势。到时候龙夏全国人人都有超神级装备，太他妈恐怖了！军部将军脸色大变，火急火燎地喊着：“马上联系元帅，快！10角大楼必须马上开会！”他的脸上全是被惊到的冷汗，因为刚刚他突然意识到，龙耀速度这么快，绝对有猫腻。21分钟通关，世界各个国家任何高阶职业者组成最强的攻略队伍都不可能做到以这么快的速度通关。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龙耀拿到了特别的通关方法，远远超越了现在职业者正常能力范围的方法，绝对不能让龙耀独自掌握，鹰将也必须得到它，且不惜一切代价夺走这个方法。苏萧几个人传送回龙南总部的时候，没想到整座大楼灯火通明，会议室里全是人，很明显大家都在等着他们呢。苏萧有些诧异，放眼望去，会议室全都挤满了人，除了陆承风，几乎全都没见过。陆承风微微一笑，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是龙耀中央城排名靠前的高阶职业者。苏萧瞅了瞅，有些纳闷，这么多人一起来龙南总部干啥？我决定让他们一起试试攻略涅槃深渊。陆承风回道。正好苏萧就在龙南总部刷，虽然有些规则陆承风自己都了解，如果直接攻略必然会遇到一些预料外的问题，苏萧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进去，就会容易不少。苏萧想了想，没什么影响，随口答道：“可以。”随后打算掏出背包里的装备转交给陆承风。这时有一个年纪在40岁左右的刀锋战士皱着眉站出来，不赞同道：“老陆，这种没断奶的小娃娃，你不会想把他也一起带进涅槃深渊？你什么时候这么搞笑的？还弄了个小孩，几级了？”苏萧扭过头，不再拿装备，眼神凌厉扫向他：“怎么了？哟，小样儿，还敢对我？老陆，你带的是什么新人？就这态度，我可看见了。老陆，你把那几件好装备都给一个奶妈套上了，就连严来龙都能有一件超神级装备，他就是个血牛，凭什么带高攻击的？怎么嫌我们老了？要培养下一代？”呵呵，刀锋战士喷的吐沫心儿飞溅，疯狂发泄内心不满。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空气突然凝滞起来。陆承风脸色难看，眉头深锁。王刚，装备这么用，自然是有足够理由的。严来龙看到自己被点名了，有些尴尬的直接站了出来，想要将装备放在桌子上。我是血牛，确实攻击高，有点不适合。话音未落，苏萧拦住了他的动作，冷冷看向王刚：“装备都是我打出来的，我想给谁就给谁。还有，我38级，怎么了？小毛孩子只有38级。”王刚立刻笑喷了：“老陆，他是你儿子，开后门带进副本，你现在就这么管的龙耀？”王刚身后立刻响起几人的附和声：“就是，就算裴将军全权交给你负责，你就是这么管理龙耀的？严来龙就不合适给他那件装备，一个血牛需要高攻击吗？真好笑，第一次听说38级的还负责分配装备，他是你亲儿子吧？管理龙耀你可不能腐败啊，你这么弄下去，我们可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我们要退出荣耀。”第82章，有他们没他。陆承风脸色难看，这些人在龙耀至少15年、20年的老资历，好端端这时候全都蹦出来干嘛？装备大家都会有的，以后每个人都会有，相信我。陆承风不好撕破脸皮。呵呵，陆承风，你少胡说八道，装备全都给了关系户吧？我也看出来了，血拳套装一直问你要，你坚决不拿出来不说，这次就连那几个超神级装备一个都没给我们，我们不服，凭什么？这样吧，
超神级装备交给我们，我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几个人内心涌动着对最高等级超神级装备的欲望。刚说完，苏潇直接就蹦了出来。放屁！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傻不行，需要别人看顾的幼崽。他有些不明白陆成风在想什么，这种垃圾还配留在荣耀？身为荣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陆成风的能力确实很强，人也很好，怎么会让垃圾骑在头上拉屎？他不理解。王刚眼珠一瞪，怒吼道：好你个小兔崽子，给你脸了！苏潇冷哼一声，怎么想动手？老子60级刀锋战士，一刀拍得你屁滚尿流！王刚抄起锋利的刀，眼神还隐隐落在陆成风身上。他可不是白白闹起来的，闹得越大越好。只要一闹，现在这种时候，陆成风肯定要给出大量的补偿。岩来龙的那件装备归他拿就行，再给个几百万游戏币花花就行了。其他的世界级装备，他再挑挑拣拣就足够了。又是一笔不菲的巨款掉落自己的口袋里，爽！王刚的追随者几个小弟站在他身后，配合着一起吆喝着，眼睛里都闪着贪婪的光。陆成风，你看看你带的什么人？一个38级的小毛孩都敢对我们这种几十年贡献的老人大声嚷嚷，你管理的什么玩意儿？这么管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啊？你老了怎么还腐败了？我觉得你不适合继续负责这一块事务了。超神级装备必须给我们，我们都为荣耀贡献几十年人生了。如果是以往情况下，陆成风可能就会给他们一点点装备来安抚他们，毕竟几十年来荣耀培养他们也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们同样也回馈给荣耀不少荣耀和力量。一时间陆成风沉默了，没有任何反应。王刚几个人有些不满，陆成风怎么稳住了？难道他们闹的还不够厉害？王刚立刻站出来吼道：什么意思？今天你说不清楚，我就要退出荣耀！他身后的几个人继续附和，跟着一起嚷嚷：就是没有说法，我们也要退出荣耀。跳出来的人至少有5、6个，在这种时候退出荣耀，影响未来国战时的布局。他们就是想在这个时候掐住陆成风的脖子，任何国家任何组织肯定都不会放他们这种高阶职业者离开。既然不想他们走，就必须交出装备和游戏币。陆成风一动没动，不知道在想什么呢。苏潇有些纳闷，瞅了瞅陆成风，眼神无意中瞄到他身旁的王小蝶。王小蝶朝他眨了几下眼睛，笑得有些意味深长。苏潇突然恍然大悟，立刻开口说道：现在有5个人要退出荣耀，现在还有其他人不想在荣耀吗？啥？几个人一愣，互相对视一眼，怎么就同意了？不过负责人陆成风什么都没说，一个小毛孩子的话他们并不担心。呵呵，我王刚说退出就退出。好，我也跟着刚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没有公道，没有公理，必须退出。不想我们集体退出的话，就把超神级装备分给我们。几个嚣张倨傲喊着。苏潇可不管他们几个，继续朝着现场的人群高喊：还有没有要退出荣耀的？或者说看我一个38几分装备觉得膈应的，也可以站出来。他刚说完，又冒出来几个人站在王刚这群人身后。其他人摇了摇头，不太赞同他们的行为，退到一旁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王刚几个人刚刚好，单独站在众人对面与大家对立。一共有11个人同时被孤立出来。王刚看了看身后的人群，脸上全是不屑和得意。算他一共11个人，每一个都是荣耀的中坚力量，高阶职业者，排位在中央城都是靠前的。他不信陆成风舍得下他们这么多人。还有人要退出吗？现在一共11人了。苏潇问了几次，确定没有人再站出来。苏潇点点头，陆副会长，他们都想要退出荣耀，您怎么看？陆成风面露难色，看了看眼前这些人，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回答。11个人可不是小数目，都走了荣耀，战力会减弱不少。陆成风咬了咬牙，他们在荣耀都有20年了，退出的话还有国战。一旁的王小蝶皱了皱眉头，陆成风想的太复杂了，这种毒瘤没必要留在荣耀。这几个人一听到陆成风的话，表情立刻飞扬跋扈起来。苏潇冷冷盯着陆成风，神色不变喜怒。荣耀上下一条心，这种人继续留在荣耀，绝对影响荣耀的发展。陆成风有些为难，他们在荣耀这么多年了，给点钱就能搞定的事儿。一听到钱，王刚这些人脸上全是失望。谁想要钱？他们想要的是装备。苏潇不赞同，给他们钱，他们就能不闹了。以后谁想要装备要钱就闹事呗。陆成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主要是马上就要面临国战，高阶职业者越多越好，如果他们离开的话，损失有点大。还没等他说完，苏潇直接将荣耀的上衣脱下来放在桌子上，转身就走，同时对周万中说：周部长，我要退会，谢谢。陆成风脸色一白，
直接就站起来追了上去。周万中也同样脸色难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玉眼几个人有些失望，陆成风平时一向果决，怎么今天就不行了？被压力影响决策力了？严来龙都想伸手去拦苏潇，可一旁的玉眼儿直接按住他，摇了摇头。小苏的性格你拉不住他的，这都已经表态了，有他们没他。第83章踢出荣耀。一旁围观的王刚几个人更加得意，大声嚷嚷：对，就应该这样，让他走，必须肃清荣耀，一个38级嘚瑟个屁，要不要我直接废了他？这种指手画脚的小废物留着干嘛？小严，你也识务点，赶紧把超神级装备交出来，就不用你退出荣耀了。几个人大言不惭放出无脑智障言论。陆成风着急大吼一声：你急什么？等一下！苏潇唇角微扬，停在门口，扭回头看向陆成风，而王刚等人正嬉皮笑脸等着他被踢。结果突然之间，他们耳边传来提示音：您已被踢出荣耀，您已被踢出荣耀，您已被踢出荣耀。11个人一个也没落下，全被踢出荣耀。王刚带着4个小弟以及后来想蹭点补偿跟着凑热闹的几个人，全变成孤家寡人。陆成风，放肆！你敢提我？王刚大怒。陆成风平淡回道：这不是你们想要退出的吗？既然屡次想要退出荣耀，荣耀应该也不是你理想的工会吧？如你所愿。王刚根本不敢相信他能舍得一起踢掉这么多人，依旧张扬跋扈：我们可都是难得的高阶职业者，我们走了国战，你们还想不想好好打了？给你个机会，给我游戏币100万，我就同意重新回归荣耀。他根本没有在怕的，损失他们11个荣耀元气可是大伤。陆成风不过是下不来台，威胁他一小下而已，还想要100万？不可能的，你们已经不是荣耀的成员了，请离开这里。陆成风沉下脸来，能留下苏潇，杀了这几个家伙都二话不说。陆成风，你是不是傻了？敢踢我们出工会？你以为老子真怕你？就在王刚狂喷的时候，王小蝶突然在一旁阴恻恻说了一句：再多说一句，别怪我不客气。听到他的声音，再看看他如同利刃般的眼神，王刚脸色大变。王小蝶不好惹，是出了名的。陆成风，你真打算把我们踢出工会，不留一点情面？他脸色十分难看。陆成风这次真的疯了，来真格的了。他不明白，就因为他和一个小毛孩子争吵，为了一个38级的小奶妈，得罪11个高阶职业者都不在乎了吗？到底怎么回事？请你们离开荣耀！陆成风态度坚决。果然是真的，不是吓唬他们。王刚呼吸更加急促起来，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冷汗。他们离开荣耀，等于失去荣耀这个最大的保护伞。虽然他的级别去别的工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过福利待遇以及下副本等各方面全都相差太大了。嘿嘿嘿嘿，陆哥，我就是说着玩的，没打算退出荣耀的，别闹了，再拉我重新入会，我不要游戏币和装备。一旁的小弟们听到他这么说，立刻明白过来，赶紧跟着附和。对对对，陆副会都是王刚刚才撺掇我们的，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荣耀。就是我们在荣耀这么多年了，我们啥人你还不了解吗？我们生是荣耀的人，死是荣耀的鬼，重新拉我们回来吧。不是说要来打涅槃深渊吗？我们早都准备好了，走吧，出发。陆成风对他们不闻不问，没什么反应。苏潇眯了眯眼睛，呵呵一笑，还不快走？都不是荣耀的人了，还打算参加荣耀的会议吗？这句话刺激的王刚双眼发红，眼睛干涩，一把锋利的大刀猛然挥出，直奔苏潇横劈了过去。苏潇眸光一闪，幸运超反弹丢了出去，万倍都给自己套得牢牢的。轰！一声轰响，苏潇一偏头，刀刃贴着他的头皮擦了过去。王刚反手又是一刀，正好劈中苏潇的手臂。Miss！ 王刚当场懵逼，瞪大双眼闪避。为什么？明明这么个38级的小奶妈就该被自己一刀劈断，怎么会直接闪避躲开？哪儿出了什么问题？王刚不服气，刚想抬手继续攻上去，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腿开始不受控制，双手也颤颤巍巍拿不动刀。和他相同状态的还有他身后的支持者们，他们同时开始狂跳波比跳，加大幅度深蹲，双臂不停地挥舞晃动。一时间，现场氛围秒变大型运动锻炼现场，甚至还有人嘴巴都开始失控，不住的大喊1、2、1。喂，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开始蹦跳上了？这是特么什么见鬼的玩意儿？状态说我被反弹了，恶晕！马德，那个混蛋弄的！救命救命！我不想跳，坚持不住了。这些人狂跳的同时，身上的状态全部大幅下降，累到舌头都耷拉在嘴巴外面。这种情况遇到任何一次攻击，都会导致他们集体玩完，一击毙命。王刚等人都吓惨了，
就差呜嗷怪叫。其他龙耀的成员同样也都傻眼了，大家纷纷扭头看向苏潇，不会就是他干的吧？王刚刚想要弄死他，突然就中邪了，短短的眨眼间的功夫，直接让11个高阶职业者毫无反抗之力。这他妈是什么技能啊？众人内心十分惶恐。苏潇则转身回到桌子前，把自己丢下的外套重新穿上。你们已经退出荣耀了，如果再赖着不走的话，只能继续折磨你们了。王刚等人突然就明白了，就他们现在累成这种惨样，是个人就能戳死他们几个，哪怕一个小火球都能要了他们几个人的老命。好，走就走，别杀我们，我们马上就离开。我们都走了，能不能暂停运动锻炼？喝血和补充药剂能补回来吗？陆副会，可以再加我们回来吗？求求了！11个人疯狂舞动着身姿，一窝蜂挤出会议室的大门。苏潇不再关注他们，直接从背包里掏出本次涅槃深渊的战利品。留下来的应该都是咱们荣耀真正的成员，和荣耀一条心。现在大家分装备吧。第84章暗杀。苏潇刚说完，噼里啪啦一阵响声，桌面摆满了装备，各种级别、职业、品级的装备，看得人哈喇子狂流。哇呀，这是涅槃深渊里爆出的装备，都是涅槃系列的，不愧是涅槃出品，就连神话级装备属性都很狂躁。天哪，这么多，足够每个人一件了。哈哈哈哈，我要这个，我终于有这个装备了。卧槽，我拿了这把暗器，暴起的暗刺直接提升攻击 15%， 速度 10%， 请叫我暗王。哈哈哈哈！这些人激动地围着桌子来回绕圈，新奇兴奋翻看着所有装备。而正在门口疯狂蹦跶着往外跳的11个人也回头看到了桌面上的盛况，后悔的几乎吐血。本来这些装备里面也有他们的份儿，现在什么都失去了。最后一个波比出去的王刚眼中全是恨意，充满怨恨的眼神死死盯着苏潇，恨不得直接将他斩杀。苏潇瞅了瞅大家正在忙着挑选装备，似乎暂时没他什么事儿。他转身出了会议室。此时的会议室群情激昂，热血沸腾。这些荣耀高阶职业者突然被喊到龙南总部，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他们全都明白了，这不就是他们最期盼的荣耀的待遇吗？一下子将他们的实力大幅提升。一旁的陆成风、王小蝶、周万中、关怀欣全部懵逼，人都傻眼了。会议室的桌子本身就足够大，现在被装备盖得满满的。之前荣耀确实也进去过几次涅槃深渊，只是粗粗略略在序列1和2之间晃悠过，人死了几个，装备也没打出来什么好的。而现在之前不敢奢望的装备，他们拥有一桌子了，比之前门口获得的那几件好太多了。重点是这些装备里还有不少序列06和07爆出来的。序列07是整个副本难度最大的关卡，爆出来的装备自然是最强的。这些装备里面竟然还有2件超神级装备，看得大家眼热心跳。大家不要激动，仔细挑选，选完了来我这里等级一下。咱们荣耀成员都可以无条件使用这些装备，大家放心，随时都可以来拿。剩下的装备我都会放进仓库里，以后还可以继续翻看仓库名录挑选，不要着急。陆成风向现场所有人保证，安定人心，维持着沸腾喧闹的秩序。苏潇如果亲眼看到这个场面，肯定会额头3条黑线。领装备还要登记记录在册，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了？直接发到手里不就可以了吗？这些装备对于苏潇来讲，得到的过于容易了些，他内心并不会太珍惜重视。而对于陆成风而言，全国第1大公会想要长久发展下去，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荣耀现在人数不算少，如果什么都随便拿，大家再随便退出或者进进出出的，这种后果会非常严重。只要别的公会随便塞几个人过来，就能直接搬空荣耀的仓库。所以必须要登记，不管拿走什么都必须要登记。只要是荣耀的成员，随便登记领取。如果已经退出荣耀的话，领取的装备必须立刻归还。一片欢闹声中，陆成风刚要找苏潇问一下涅槃深渊的事儿，结果一抬头，苏潇竟然没在会议室。王刚几个人上下翻腾，疯狂跳跃，由于一般滑出荣耀，怕引起其他人注意，丢脸可就丢大发了。几个人躲躲藏藏，沿着荣耀阴影部分慢慢蹦着，蹦来蹦去，终于出了龙南总部，来到一个暗暗的巷子里。几个人边跳边小声骂着：“特么的沙比荣耀，真的把我们踢出公会了！陆成风真是个大沙比，他眼瞎了，为了个小屁孩踢飞我们，他会后悔的。没有我们打什么涅槃深渊，还有国战，等他跪着来求我们回去。他不是已经有了涅槃深渊的装备吗？也不需要咱们了吧？放屁！你脖子上的是脑子吗？不是还有国战吗？他拿什么和鹰将樱花对打？该死的死奶妈，还敢跟我大放厥词！等老子灭了他！”王刚咬牙切齿，
流着汗骂道。有个人累得快要吐白沫，大口喘气问：王哥，咱们还要蹦跶多久？我胳膊腿都抽筋了。腿狂蹦不止，胳膊还有手部动作，整个人忙到的马上起飞，累得都不想活了不说，还总想啃其他人的脑袋，这是啥毛病？王刚脸色也不太好，累得呼哧带喘的，颤颤巍巍答道：马德，不知道谁给咱们下了暗招，加了个诅咒，按理说该死的奶妈不应该有这种技能。还有最后2分钟，王哥已经崩了18分钟了，马上就完事了。一旁的兄弟边呕边上下翻飞。卧槽，反弹厄运100%，他还是个奶妈，不会就是通天塔第一的那个神秘人吧？王刚眼珠子被汗水杀得通红，只能干挺着。几个人脸色一白，马上反应过来了，难怪陆承风二话不说，当场就将他们踢出工会。在神秘奶妈面前，他们这些高阶职业者算个屁。王刚沉思了几秒，以后要干掉那个奶妈，看来必须要抢先一步，赶在他施展技能之前直接弄死他，否则就是我们死。几个人聊着聊着，时间还剩20秒，突然眼前冒出来一个庞然大物，轰！一个丑陋老绿色的大蛤蟆从空中落下，差点砸中他们几个人。王刚等人被吓得愣了一下，蛤蟆？这里怎么会蹦出来这种东西？谁的蛤蟆？马德，等老子恢复正常了，先弄死你个臭蛤蟆！谁的蛤蟆放到这来？什么意思？别怪我一会儿不客气。一群人咋咋呼呼骂个不停。王刚明显见过这种类似的东西，嘀咕道：这好像不是个普通的蛤蟆，是召唤来的，不是通灵术的日本蛤蟆。什么？这里有日本忍者？王刚吓得汗又冒出来一层，慌忙抬头看上去，蛤蟆刚刚就是这么从天而降的。然而此时不远处高高的房檐上，一个瘦瘦的身影正静静站在上面。刚才那个奶妈？王刚瞳孔地震，大惊失色。第85章解决。他来干嘛？一群人纳闷看着高墙上的人影愣住了。苏萧站在高墙上嘿嘿笑了一声，又见面了，意外不？他怎么可能放虎归山留后患？这些人能为了装备和荣耀对着干，未来保不齐会干出什么报复他的事儿来。虽然苏萧根本不在乎他们几个人，但总有人在背地里搞事情，不但麻烦还让人心烦。看王刚等人阴毒的眼神就不像是个好东西，100分100会暗戳戳想办法杀他，不如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王刚眼神一晃，大喊：你追着我们到这儿来干嘛？不会想做什么吧？苏萧冷哼一声，这种人就是不老实，还敢耍小伎俩，想要拖延时间。确实如此，正如苏萧所想，反弹厄运时间一到，几个人立刻脱离之前无法自控的状态。王刚大喊一声：快跑，别停！想要正面打，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面对厄运反弹这种技能，他们根本打不过，必须撒开腿快跑。然而他刚迈开一条腿的瞬间，整个人当场跪在地上，就像被妖怪稀释了体内精血一般，毫无力气，想动一下都相当困难。王刚懵逼了，趴在地上瞧了瞧其他的10个人，其他人更为糟糕，互相抱着，相互大口啃着，脸上鲜血淋漓，耳朵都扯碎了。王刚脑袋嗡一声一片空白，再一看状态，神不知鬼不觉又被加上了反弹厄运。他眼眸快速收缩着，这奶妈邪门，冷却时间呢？为什么这么快又被加上厄运？苏萧摇了摇头，无语道：跑什么跑？放弃吧，腿都不好使呢，跑再快也快不过我丢技能吧。苏萧转头给蛤蟆丸加了个万倍暴击，才继续道：蛤蟆丸，这里交给你了，处理好要干干净净的，你懂得。莫一会儿功夫，苏萧又一次回到会议室。玉眼好奇瞧了他几眼：小苏，你去哪儿了？找了你半天，翻遍了几层楼都没见着他，就差打电话了。苏萧轻咳一声，屋里有些闷，我去外面溜达了一圈。行，快走吧，陆父会找你呢。玉眼没有一点怀疑。正在会议室门口附近溜达的王小蝶若有所思看了眼苏萧过来的方向，怎么又有忍者通灵的气息？他嘀咕着，有些古怪，荣耀内部怎么会有樱花忍者？苏萧回来之后就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不会是苏萧私下里偷偷干了什么，缴获了樱花忍者通灵召唤来的什么玩意儿吧？不得不说，王小蝶直接猜中事实的真相，可见其心思之深。不过他也只会在心底嘀咕几声。陆承风抬眼看到苏萧进来，眼睛一亮：小苏，你可回来了。现在会议室空荡荡的，只剩下陆承风自己。装备分配登记完毕以后，所有人都去找个副本，好好适应磨合一下新装备。刚刚人太多，屋里有些闷，我出去溜达一圈。苏萧随口答道。陆承风还处于兴奋状态，他可不觉得闷，甚至觉得空气中都是装备的香气，太爽了。他是真没料到，这么多人挑完装备还剩下一部分装备，
这还只是苏潇几个人用了几个小时时间就打出来的装备。刚才这些高阶职业者换装之后，整体战力提升了至少 60% 以上，实力大幅度提升后，如果现在再去刷涅槃深渊的话，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时间肯定不如苏潇那么快。之前约定好的，荣耀将向你出资购买这些装备。我是真没想到，你一次出来能带这么多好装备，也没来得及清点。这样吧，先给你3000万游戏币，你看如何？说完这些话，陆承风老脸一红。这些装备上亿都轻松，他就拿出这么点钱。他赶紧找部再次强调，游戏更新完这些日子，荣耀花销巨大，暂时先给你这些，以后肯定。他还没说完就被苏潇的话打断，3000万足够了。苏潇来荣耀又不是为了赚钱，这些对他来讲已经足够了。陆承风松了口气，依旧没放弃，以后必须给你补上。荣耀只是一时紧张而已，他可不想苏潇误会荣耀穷酸，舍不得钱。说完，直接丢给苏潇一个超大的金钱袋。苏潇传进背包里，游戏币金额立刻提升到3000万，一秒暴富。现在能随身揣着几千万的职业者，在游戏中几乎见不到。陆承风收拾装备，记录好后放入荣耀仓库内，才扭头看向苏潇。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苏潇想了想，计划是没有的。目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升级，级别上来以后，他将解锁更多的技能，这样他将能一直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和强大。在继续升级之前，他必须拿到绝魁皮绳。现在他已经不是当初的幼崽，已然不怕自己被人察觉到异常。不过，如果隔三差五就被人探查，身上的装备、职业被反复扫描漏底，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减少麻烦还是最佳方案。苏潇想起之前关于绝魁皮绳的线索，离开会议室之后，直接找上周万中。周部长，向你打听个事儿，绝魁皮绳知道不？周万中一愣，随后点点头，当然知道呀，你怎么想起来问他？说到这儿，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是想要绝魁皮绳的隔绝效果。对啊，我等级太低了。吴笑无奈叹口气。周万中点了点头，绝魁皮绳的主人我确实是认识，不过那个老家伙脾气可不太好，很可能拿不到，只能试试看。果然认识绝魁皮绳的主人，苏潇顿时高兴起来。他现在背包里可有不少钱呢，无论如何都必须拿下这件装备。周万中想了想，开口道：你有一阵子没回11区了吧？走吧，今天跟我一起回去。绝魁皮绳的主人就在龙南11区，也就是苏潇从小生长的区域。苏潇揉了揉头，确实，自从校长送他出来，他就再也没回去，连学校的课都没去上过了。第86章，转化成功。周万中领着苏潇从传送镇去龙南11区，路上给他讲了讲当年的情况。这个老家伙，也就是刘昌，和周万中年岁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一直混在一起。后来周万中被选入荣耀，刘昌连龙辉都没进去，天赋不够，只能进了青龙山。青龙山和荣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公会，发展方向、各方面规则千差万别。两个人每次见面都争得吹胡子瞪眼，面红耳赤。没想到你和刘昌都在11区，我也有几个月没见过他，不知道他出远门没？这个老家伙可不缺钱，给钱都不一定能乐意卖。周万中苦笑道：如果刘昌不想卖，可就真的没办法了。苏潇没放在心上，没关系，先试试。他是不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谈不成的买卖，仅仅是付出的代价不够而已。周万中叹息一口，嘱咐道：荣耀的标记全都放起来，不要带着。如果刘昌看到荣耀明晃晃的标记出现在他面前，还没开口谈事儿，一口盐汽水就得喷飞他们俩。没一会儿，两个人就直接出现在龙南11区。和热闹现代的龙南总部相比，11区显得老旧萧条许多，建筑街道年代久远，透露出一股沧桑感。苏潇看着格外眼熟的场景，一时间有些恍惚。游戏更新后，他的境遇发生翻天覆地般的转变。之前他一直住在政府的福利房内，每天除了去学校，就是每天辛辛苦苦打工送外卖。现在他成为荣耀成员，背包里就背着3000多万的巨款，浑身装备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真可谓荣归故里，光宗耀祖。此时位于樱花境内，鹤茂家族一道猩红不祥的光芒突然射向空中，照亮了整个天空。光芒如同一把锋利的剑，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气息。一道身影缓缓从鹤茂家族祠堂内走了出来，这人正是厄里土斯。他的模样变得异常诡异，鹤茂族长瞅了他好半天，总觉得他哪里有些古怪，却又说不清楚。厄里土斯整个人化为一团黑色雾气，聚可成实体，散可化为黑雾，身上的服饰也变成墨色，整个面部以及脖颈布满一道道诡异的皱纹，尤其是眉心一点黑色纹路更增添了他灰鬼绝怪的气息。
这正是咒术师召唤出咒灵携带的印记。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是人类，而是属于鹤茂族长召唤来的能量体。不过，最神奇的是，鹤茂族长查看他的信息时，依旧还是御兽师，并没有发生其他的变化。他双眉紧锁，难道是失败了？也许这种操作放在职业者身上，并不会和对方之间产生某种契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白忙活一场了。鹤茂族长心下一沉，他想了想，直接动手快速结印。没想到厄里土斯身上雾气突然汹涌勃发，他的白眼珠瞬间被墨色浸染。厄里土斯转头看向他：“你要用咒术控制我？”哈哈哈哈，没。鹤茂族长心虚喝了一口茶水，他明显可以感觉到结印是完全可以控制住厄里土斯，厄里土斯就是他的咒灵。不过他虽然是他的主人，可是在面对厄里土斯的时候，反而被他强大的气势所压倒。以后我不会忤逆你，要等到我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厄里土斯平淡说道。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咒术师对咒灵的精神控制都是强制的主仆形式，一般咒灵归附于咒术师之后，咒灵都会没有二心，必然毫无保留的听从咒术师的操控。只不过厄里土斯自身属于人类，情况特殊，他还保留了自己的意识。即便鹤茂族长用咒术控制他，他的意识依旧能有本人的反应，只是身体并不能自控。鹤茂族长有些好奇：“你要做什么大事？”“我要将通天塔冲到第1位，然后就去龙下杀了神秘奶妈。”厄里土斯漆黑的眼眸中全是憎恨。能行吗？之前通天塔已经是极限了，再去的话，鹤茂族长有些不太赞同。他好不容易拥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咒灵，还耗费了不少东西才契约厄里土斯，一旦死在通天塔内，可得不偿失。厄里土斯冷笑一声，一股恐怖的力量从那儿外散发全场。他感受着强大澎湃的力量在体内激荡着，整个人无比愉悦，浑身墨色更为浓郁。放心，超乎寻常的强。此时，龙下的龙南11区，周万中带着苏萧走进一个小巷子，破破烂烂，绕来绕去，把苏萧绕得眼冒金星。周万中边走边嘀咕：“哎，好像不是这儿。”苏萧擦着头上的汗，连好友的家在哪都忘了。喝牛奶喝多了吧？周万中又转了2圈，似乎恢复了记忆，应该就是这里。走。两个人沿着碎裂的砖石路走到一个小平房面前。房子虽然老旧，看起来修缮得非常整洁。苏萧有点不敢置信，拥有神奇道具的人，青龙山的大佬，竟然住在这种小窝棚里吗？周万中解释道：“这就是刘昌家的房子，从小到大他家都在这儿没变过。”苏萧额头3道黑线，从小一起玩到大，连人家的家在哪儿都想不起来，这是什么见鬼的朋友？周万中抬手咣咣敲门，莫一会儿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后大门打开。苏萧，刘老师。苏萧和刘老师对视上纷纷一愣。刘老师又再次瞧见一旁的周万中，更加惊讶：“周部长，你带着我们学校的学生来？”刘老师是苏萧高一时的老师，为人温和，平时很关心苏萧的生活。后来苏萧升了年纪以后，由李老师接手，联系慢慢变少。苏萧不好意思，哈哈一笑：“刘老师，好久没见，我们是来找一个叫刘昌的人。”刘老师有点懵：“刘昌是我爸，你们先等等，我去喊他。”随后刘老师转身高喊一声：“爸，周部长带人来找你了。”话音刚落，里面传出暴跳如雷的怒喝声：“呸！让他走，我不见他！”第87章，救他，无人能敌！一阵怒吼声传出来，现场氛围瞬间无比尴尬。刘老师只能尬笑，将苏萧两人迎进去也不是，送走也不是。一个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另一个则是龙南总部的负责人，总不能一起全都轰走吧？周万中脾气也上来了：“老家伙，敢赶我走，我现在就进来给你2个大逼斗！”“哎，进来就进来，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刘畅的怒吼以更大的音量传来。莫一会儿，沉重的脚步声急促传过来，一个老头从里面冲了出来，咣，还踢飞沿途的一个花盆，差点砸中周万中。2个老头就像2只斗鸡，正面相逢，毛都炸开了。刘畅瞪了瞪眼：“你没事儿来干啥？闲得慌。”说完晃了晃手里的砍刀，亮出武器，时刻准备来2下子。周万中冷哼一声：“谁没事来找你？看你这张老脸，我是有个事儿来找你的。”啊！刘老师和苏萧看着眼前这个局势，额头一排黑线。这2个老头儿真挺猛，见面就像2颗定时炸弹。刘老师也搞不清楚，有些纳闷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俩之间发生过什么，看起来挺莫名其妙的。周万中冷了冷脸，语气严肃：“我可真是找你有事。”刘昌瞅了瞅他，又瞄了一眼苏萧，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收起了砍刀，转过身往里走。跟我来，可别乱打主意，
你这个老东西坏得很！周万中直跳脚，呸！说谁呢？就你一肚子坏水！几个人吵声不断走进刘昌的小院里。院子不大不小，中间一棵大树，缠绕的枝蔓搭成凉棚，树下摆着几个躺椅，还有一个小茶桌。刘昌走到一个躺椅边上，放松的躺上去，随便坐，有什么事儿找我。周万中也带着苏潇坐在一边。你的绝盔皮绳呢？我要这个装备。刘昌听到这几个字之后，眼神一暗，恍惚了一下，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开口：不在我这了。不在他这？怎么可能？周万中根本不相信，胡说八道，不在你那，在哪儿？苏潇突然说道：应该是没在他身上，排行榜上持有者是一个刺客。刺客？周万中狐疑看向刘昌，而刘昌则皱着眉，情绪非常不好。周万中沉吟了一会儿，什么情况？难道是工会让你必须给他？刘昌吞吞吐吐，张了张嘴，半天才说出来：我已经不是青龙山的人了。这事儿说起来让人寒心。刘昌岁数大了，喜欢在老家龙南11区生活，也不常去青龙山总部。青龙山直接将他给踢出工会，人踢了之前还没收所有装备，就连绝盔皮绳都给拿走了。刘昌叹口气：那个刺客我知道是谁了。周万中赶紧问道：是谁？老东西，凭什么告诉你？刘昌哼哼两声，喝了一口茶，看他的模样，气得周万中暴跳如雷，比拿着绝盔皮绳都爽。好你个老家伙！周万中抬起腿就想踹他一脚，突然茶壶下面压着一张金红色的卡片，引起了周万中的注意，直接抽出来一看。刘昌脸一黑，伸手就想夺回。周万中脸容，捏紧卡片：老家伙，你疯了吗？你给小刘报4区挑战干嘛？完全没必要，他现在不是在学校里好好的当老师吗？既然被发现了，刘昌淡淡回了一句：4区挑战的奖励可是新装备，听说会有超神级装备。再说游戏更新了，谁还嫌装备多不是？周万中不乐意听了，4区挑战至少1半的死亡率，为了一件装备值得吗？你是不是活够了？先送他去死。他阅历足够，磨练一下没什么问题，奖励的装备也有适合他的职业，拼一把吧。周万中气炸了：你个老东西，何必？还没骂完，他突然停下来，眼神一晃：老东西，我有个主意，咱们谈谈。你还要谈啥？刘昌纳闷问。报名4区挑战肯定是需要有队友的吧？周万中道。刘昌得意洋洋抖了抖脚，那是他已经有队友了，区重点的老师，游戏更新后有新天赋的重甲炮手。周万中撇撇嘴：重甲炮手算个毛，我介绍个人，有他绝对无敌。4区挑战报名的人有年龄限制，只能是40岁以下的职业者。很多职业者包括各个学校的老师都会为了装备报名，几乎很少有学生报名，盖因死亡率极高。不过奖励极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每年来参与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只是出乎意料的是，刘昌竟然会让他的女儿参加，按周万中的想法，完全没必要拼命。4区挑战只设置了上限，没设下限。苏潇年纪还小，也是可以参加的。刘昌懒洋洋问：你介绍谁啊？周万中抬了抬下巴，示意人就在他眼前，就他无人能敌。刘昌瞅了瞅苏潇，差点笑喷了：你疯了吧？一个小毛孩还无人能敌？他不是小静的学生吗？老师学校带孩子，挑战还要带孩子。刘昌瞥了一眼苏潇身上的职业印记，噗哈哈哈，老周，这不是个小奶妈吗？带奶妈进去干嘛？4区挑战就从来没有过奶妈，要么是攻防组合，要么是攻控组合，要么是双攻组合。他女儿刘静是个法师，法师搭配个奶妈，进去1秒就到。开什么国际玩笑？再说了，他自己就是个普通学校的老师，组个重点学校的老师是最佳选择，或者组个社会人士，都比组个没毕业的学生强吧。周万中见他不信，呵呵一笑：来，亮出砍刀，给你点颜色看看。刘昌一下来劲儿了，掏出刀蹦起来：好你个老家伙，不服就想动武打我！来来来来，看谁先叫爷爷！砍刀猛地斜劈下来，地上瞬间被劈开一道深沟，他身上放出道道光芒，呈现霸体防御。这个招数能瞬间提升自身50%防御力。周万中点点头：小苏，给他点颜色看看。刘昌一听更来气了，气得脸红脖子粗。卧槽，老子准备的这么充分，你喊个小毛孩还要给我颜色看？你特么！话还没说完，刘昌脸色大变。第88章厄里土斯阴魂不散。敢逗我玩？刘昌话还没说完，苏潇抬手随便一甩，刘昌整个人脸色大变，身体不受控制，嘴巴不由自主呱了一声，手不住的颤动，武器根本拿不住，一声巨响后砸在地上。刘昌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
为了抗争神秘力量，脖子上青筋暴起，咬牙切齿，累得脸红脖子粗。紧接着，他开始在树下不断蹦跳，广场舞、波比跳、牛蛙跳疯狂切换。他连倒吸一口凉气的功夫都没有，整个人傻呆呆，完全收不住。就这么极致的速度蹦了20分钟，刘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粗气，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太邪门了，血条都快跳成空格。小苏如何？他陪你女儿去参加4区挑战，绝对能拿到你们想要的装备，然后你再把那个刺客的名字告诉我们。刘昌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就凭苏潇展示这一手，就足以让他同意这个条件。刘昌大口喘着气，喘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呼，不是我，太小心，他一个奶妈，防御不行。周万中毫不在意道：你能起来不？起来直接给他一刀，你亲自试试。刘昌勉强爬起来，抖着腿，瞪大双眼，不明白这是干嘛。苏潇不以为然，给自己套了个增幅，走到他面前。刘昌不放心说：你们确定我这一刀攻击可不是闹着玩的？确定，快点动手，就你这2下子还不能把他打成啥样？抓紧点。刘昌听完差点蹦起来，敢看不起他？小子，这可是你们让我砍的，我可动手了。没关系，我就站这里，你可以来几刀。苏潇平静回道。这可真不是苏潇狂妄自大，只有这样才能让刘昌更直观了解到他的实力。刘昌颤抖着双手，大脖筋又蹦出来了，差点把他气爆炸。好啊，连一个小毛孩都能骑在他脖子上拉稀。他暴跳如雷，撑着身体奋力一挥，朝着苏潇就是雷霆万钧。Miss， 闪避，咋回事？刘昌顾不上生气，瞪着眼珠子，砍刀又是一挥，再一挥，砍击不断。Miss，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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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5，大部分都是闪避，穿插几个伤害。这种伤害值对苏潇来讲无所畏惧。他现在的血量接近30万，足够刘昌打半天的。刘昌呼哧带喘打不动了，像看怪物一样盯着苏潇不放。他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变态。怎么样，刘老头，你觉得他好杀不？你俩对上谁先趴下？4区挑战那些人够不够他杀的？刘昌浑身泄了力一般，收起砍刀，只要能帮小静拿到奖励，我就领着你们去找到那个刺客，要回绝亏屁声。刘静刚好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过来，听他爸大口喘气，有点好奇他们在干嘛。刘昌咬了口葡萄，开口说：小静，你和你学生组一队参加4区挑战，不要和那个重点校的老师组队了。刘静愣了愣，啊，重点校的那位老师虽然人有些狂傲，但实力很强，很明显选择那位老师才是最有把握胜利的。爸，我觉得那个老师更好一些，小苏是奶妈。刘静不太认可他爸的安排，他瞅了瞅苏潇，解释道：小苏，这种环境对于你来讲非常危险，老师劝你不要进去是最好的。没关系，刘老师，我可以。苏潇说道。啊，你……刘静被噎住，他不甘心又看向刘昌。刘昌给没他拒绝的机会，直接拍板，就这么定了，绝对没问题。说完，用眼神制止刘静继续的话，4区挑战就在明天下午1点，一定要准时。周万中带着苏潇离开，有传送阵，苏潇还是选择回到龙南总部，继续抓紧时间升级，距离40级还剩下2级。当初他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可是听到同学们普及过4区挑战的恐怖之处。4区挑战可不像他的名字那么简单，它是由龙夏职业者联盟策划举办，全国几个大区轮流划分4个大区挑战，设限在40级以下，所有职业者都可以参与。4区挑战的副本也是由职业者联盟派出高阶阵法师以及空间师等相关职业者联合设计制作，整个副本空间并不大。报名的职业者按照时间进入副本后，所有人都会出现在副本的最边缘处，所有人在沿着路线朝着中心点出发，越往中心走，遇到的队伍就会越多，沿途需要击败所有遇到的职业者，最后的胜利者只属于一个队伍，除此之外副本没有任何规则。换句话说，为了获得胜利，最好的方法就是杀光遇到的所有人，才能彻底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当然，全国职业者联盟设计这个副本的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各种职业的属性能力，挑选出最强的战士加以培养。虽然面对多个团队的敌人，危险性极高，但奖励又非常丰厚。过去奖励的都是属性很好的神话级装备，现在游戏更新，装备也将会有世界级的，几乎都是极为珍贵难得的。苏潇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竟然要去参加这种危险的比赛，不过为了能拿到绝亏皮绳，他参加也就参加吧。苏潇很快传送回龙南总部，直奔任务大厅，想看看能做什么任务。可没想到一进来大厅，里面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沸沸扬扬，各种声音传入耳中。
苏潇皱了皱眉，看向通天塔的排行榜。哦，厄里吐斯竟然爬到自己上面去了，他竟然冲上了80层！我靠，这个女的真疯了，超过咱们了！我的妈呀，神秘奶妈大佬，你在哪儿？快上啊！看这架势，厄里吐斯不能停啊，他好像还要继续往上爬塔。一直盯着通天塔排行榜的人抓耳挠腮，急得不行。神秘奶妈大佬不会还在涅槃深渊里吧？呼叫神秘奶妈大佬。第89章，拦住他还不容易。听到周围各种嘈杂的喧闹声，苏潇才了解到，厄里吐斯就在这么一会儿功夫里，连续不断爬了好几层，还是一口气不间断爬上去的。早干嘛去了？现在又跑出来折腾。苏潇摇摇头。不管怎样，苏潇的好胜心一下就被激发了。本来他就是进通天塔试试看，没想到等他出来以后，发现他竟然超过了一直占据榜首的厄里吐斯，还将他死死碾压，龙夏直接冲上最高位。现在这个女人竟然又冒出来抢了第一，妥妥的羞辱龙夏嘛！换个人冲到第一，苏潇都不会有这种强烈想要抽他脸的打算。他还不急着进去，先观察一下他到底能冲上哪一层。龙南11区重点高校会议室正在开会商讨关于明天4区挑战的相关事宜。校内高层叮嘱准备参赛的赵子琳，进入副本后千万不要失了分寸，控制进攻的步调，绝对不能着急，保命比什么都重要。而赵子琳内心并不认可，他已经组了刘静，他们职业配合应该非常不错，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猛冲，避开不必要的冲撞。然而赵子琳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一看，刘静，不好意思，赵老师，我和别人组队了，咱们之前的约定取消。刘静说道。从声音上判断，刘静整个人有些不太高兴。他不明白他爸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决定，选择任何一个人都比他的学生强得多。他虽然只教过苏潇1年，对他非常了解，这种厮杀环境怎么能让一个小孩参加？再说了，他一个法师带着一个小奶妈进副本，那不是明摆着送死吗？刘静非常沮丧，白白浪费一次机会，他又不敢不听从爸爸的安排，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大不了到时候就躲在边界边上，一直等到挑战结束。既然拿不到最终的奖励，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不往中心位置前进，不去争夺第一，应该也没人闲得杀他俩。赵子琳听到这儿，眉头紧锁道：为什么不组队了？你和谁一起了？我教过的一个学生苏潇。刘静叹了口气，本来不想说赵子琳所在的重点高校能在后背用力让苏潇自动退出更好，他没有犹豫就告诉了赵子琳。赵子琳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学生，刘静可是他和学校挑了很久，最终选到最适合他的队友，一个学生凭什么摘了他们准备这么久的果实？赵子琳身旁的校长皱了皱眉，什么？一个学生？他教过的？怎么回事？这学生什么背景？查一下苏潇的背景，还敢跟我们抢人？校长立刻派人调查。他们重点高校，也就是龙南11区第一高校，在龙南11区属于最强的高校，可没人敢在他们头上动土。没一会儿时间，他们就收到了调查结果。苏潇，一个孤儿，没任何背景，过去是住在政府福利房，这种小毛孩有什么资格和咱们第一高校抢人？傻了吧？校长摇了摇头，就为这么个小东西拒绝第一高校的赵子琳，刘静脑残了吧？助理继续说道，听说他现在不在龙南11区，不知道跑去龙南总部干嘛去了。校长撇嘴笑了笑，这有什么难的，直接派人去总部拦住他，只要明天下午1点他过不来11区就行。任务大厅的排行榜上，厄里吐斯已经来到了81层，而苏潇位于78层，第2名。第3名的职业者正在66层拼杀，厄里吐斯竟然还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往上杀去。卧槽，他怎么没完了？还在冲？他之前干嘛去了？不是嗑药了吧？我猜是不是他没看到咱们第一，发现以后激发斗志发狂了？哎，完了，神秘奶妈大佬应该不行了吧？他只是个奶妈，厄里吐斯是御兽师呢。放屁，奶妈大佬肯定不是奶妈，这女的太疯了，还冲呢。苏潇站在一边，边休息边看着，整个人很放松。就算厄里吐斯直接冲上100层又如何？他没有在怕的。暴击辅助反弹都在增强中，他的血防还提高这么多，就算杀伤500层都没压力。厄里吐斯现在的速度已经完全降下来了，82到83层用了20多分钟，而83层冲到84层又用了30多分钟，然后就彻底不动了。啊，他停下来了吗？末日应该是不行了吧？都已经83层了，该死的樱花怎么又上去了？看着就来气。神秘奶妈大佬怎么还不出来呢？你别光顾着涅槃深渊啊，上啊，快碾压他！呵呵，还碾压个屁，他马上85层了，奶妈大佬也顶不住那么高的层数。
如果让苏潇听见，肯定会给这人一个大白眼。他怎么就顶不住85层呢？樱花那边，厄里土斯已经从通天塔走了出来，鹤茂族长也正站在外面等着他。樱花的任务大厅同样也聚集着很多人。厄里土斯又一次体会到热血沸腾的爽感，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除了怪物的血，他本身也流了不少血，血条还剩下8%。通关84层非常惊险，但厄里土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特别亢奋，两眼冒光。他略有得意，看着该死的奶妈被他狠狠压在下面的时候，不由得狂笑一声。厄里，好好休息一下吧。鹤茂族长开口道。厄里土斯满意的点点头，补充了一些药剂，转身就走。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飘飘然道：“我回去休息。”哈哈，那个奶妈这回该老实了，别说1个月，几个月她都别想爬到我头上。说完，大跨步离开。鹤茂族长也跟着一起走了。他们两个要去共同面对厄里土斯所在八幡宫。毕竟厄里土斯这么大的一个领军人物，竟然被转化成咒灵一般的存在，实在过于惊人。八幡宫和厄离家族全都在抗议，大有朝着鹤茂家族开火的趋势。一时间弄得鹤茂族长焦头烂额。第90章，你是不是瞎了？等了半天，确定厄里土斯没有继续爬塔以后，苏潇也再次传送进入通天塔。苏潇对这里早就熟得不能再熟，所有的技能全部叠加到身上，掏出之前那把长枪就开始全场突突。几个技能一放，他浑身顿时发出阵阵光芒，犹如金光护体的超人一般。所有的万倍技能都差不多达到17000多倍，一招下去戳倒一片怪物，就连 BOSS 血条都瞬间丝毫不剩。秒杀 BOSS 后，他继续向上爬，每一波都是1轮秒。此时的任务大厅内，所有人都在感慨厄里土斯突然发力，夺走了龙夏保持了好几天的第一，说多了都是眼泪。同样的御兽师，厄里土斯可真够厉害的，真的是刚庆祝几天啊，又被踢到下面去了。哎，不知道神秘奶妈大佬休息好没？会不会继续出战？该死的狗樱花，尼玛！我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就去踩死他们！卧槽！卧槽！卧槽！神秘奶妈大佬现身了，他开始爬塔了。随着一声惊呼，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榜单之上。神秘奶妈的层数开始出现变动，从78层跑到79层。哇！神秘奶妈大佬真的出现了 ！Go Go Go！ 奶妈大佬必须弄死他，还是保命要紧。奶妈大佬量力而行啊！靠，真给咱龙夏争气，直接对上去。哼，我强大的龙夏怎么可能被一个弹丸之地的樱花碾压？呸吧！在众人讨论声中，神秘奶妈的层数再次发生变化，她进入80层。她这么快又上了1层。我说上一句话的时候，她还在79层呢。妈呀，现在就跑到80层了！我的天呐，奶妈能这么邪门？这他妈是有外挂的奶妈！早就说了，她绝对隐藏了职业，绝对不是普通的奶妈，变异职业。没一会儿，眨眨眼的功夫，神秘奶妈的层数来到了81层。此时，整个龙夏各个区的任务大厅全部陷入沸腾的海洋，所有人亲眼见证，1分钟的时间，他就冲上去1层。每次跃上1层的时间都是1分钟，他的速度远远太快，10个厄离土司都赶不上他。然后就是82层，又是相同的时间，不管他怎么爬，都是这个速度。而鹤茂族长再次回到任务大厅的时候，神秘奶妈已经爬上83层，厄里土司所在的84层岌岌可危，他马上就要上来了。鹤茂族长不敢置信，瞪大双眼，心里咯噔一下。厄里土司引以为傲的力量，还夸下海口说这个奶妈几个月都别想超越他。这才几分钟时间，神秘奶妈就光速狠狠抽他的脸。鹤茂族长紧皱双眉，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80层以上，不论哪一层，稍有不慎就死无全尸。他干什么了这么轻松？就在他疑惑不解时，通天塔榜单又一次刷新，神秘奶妈来到了84层，和厄里土司同一层，直接骑到他头上，又一次占据第一的位置。虽然两个人都是84层，很明显神秘奶妈速度太快。鹤茂族长额头流下第一冷汗，他突然感觉到事情的走向不妙。厄里土司可不是之前的他已经彻底转化成为阴暗咒灵，战力值大幅提升数倍，结果就还是被神秘奶妈轻轻松松碾压，狠狠踩在脚下。太恐怖了，神秘奶妈绝对不能留着，必须赶紧干掉他。鹤茂族长顿感压力倍增，目光全是忌惮，最后决定还是先去找到厄里土司商量这件事再说。另一边，厄里土司心情无比的好，就连呼吸的空气都觉得格外清新。他舒舒服服躺在沙发上，虽然现在是咒灵的形态，完全不耽误他躺在那儿翘着二郎腿。厄里土司顾不上被被打得有些残破的部分灵体，舒爽地抿着唇。
这些日子被神秘奶妈压得他身心俱疲，整个人都想要暴走。虽然今天他也受了一些重创，但毫不影响愉悦的心情。喝通天塔还是他樱花才配站在第一位上。然而厄里土斯根本无法预料，过不了几分钟，鹤茂族长带来的消息几乎令他心脏骤停。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厄里土斯眯了眯眼睛，不悦道：“请进。”鹤茂族长急匆匆推门而入：“你来找我干嘛？不是要和八幡宫还有厄离家族谈判吗？”厄里土斯眼睛都没睁开，随便开口问道。鹤茂族长神色难看，立刻抢答：“出事了，出大事了，来不及去那边了。”刚急匆匆说完，整个人猛地一愣：“特么的，反了吧？他才是厄里土斯的主人，他在这边摆什么谱？还对他不满上了。不过厄里土斯确实可怕，就算是变为咒灵，身上的气场和压迫感照样惊人。鹤茂族长一时间还无法进入自己身为主人的角色，可是鹤茂族长确实也可以采用秘术对厄里土斯进行操控，并且能轻松地控制他的意识。厄里土斯睁开了眼睛，看了他一眼：“怎么，这事儿和我有关？”他身上飘散的黑雾瞬间收入体内，人也坐了起来，身体还没完全恢复。84层打得异常坚固，他都差点被打得灵体溃散。所幸最后顺利通关。厄里土斯对自己现在的实力颇为满意。如果是过去的话，他只能葬身84层。现在一路通关，实力大幅提升，这种爽感太痛快了。他所受的重伤，估计明后天就能彻底恢复。鹤茂族长黑着脸说：“确实是和你有关的大事。”厄里土斯不解，扭头看向他：“什么？”鹤茂族长看着他意气风发的脸，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狠狠心，咬咬牙：“在你离开之后，神秘奶妈也进入通天塔了。”厄里土斯愣了一瞬，并未感到意外：“我可是没有任何停歇，直接冲上84层的。哼，对于一个好强的龙下人，肯定内心接受不了吧？他能马上来冲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鹤茂族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那个奶妈，她也爬到84层。”什么？厄里土斯瞪大双眼，嘴巴一个大大的 O 型：“你是不是瞎了？他怎么可能爬到84层？”第91章，就是要狠狠踩在你头上。鹤茂族长无奈摇了摇头：“千真万确，龙夏奶妈确实是直接冲上84层，我离开前亲眼见证的。”厄里土斯倒吸一口气，停滞几秒后大幅度剧烈呼吸。之前他所有的愉悦、骄傲、亢奋全被龙夏奶妈毁于一旦，犹如梦幻泡影，瞬间被炸得粉碎。他从任务大厅回到住所，路程不超过20分钟。他离开的时候，该死的奶妈甚至都没有开始爬塔。就这么10多分钟的时间，你没看错，龙夏神秘奶妈只有这么点时间就能直接冲到84层？我不信！厄里土斯满脸质疑问道。鹤茂族长眼露寒意：“真的，最可怕的是，你走了半天他才出现。”厄里土斯瞪大双眼，声音颤颤说道：“他连10分钟都没用上。”鹤茂族长点点头，咬牙切齿道：“更准确来讲，他每一层用时不会超过2分钟，几乎1分钟多一点就通关。”厄里土斯几乎被击溃，面色苍白，他无法相信鹤茂族长的话，这怎么可能？人类根本做不到的事，1分多钟就能刷通一层。八嘎！该死的龙下人，一个废物奶妈，他凭什么能做到这种地步？不是应该被他厄里狠狠踩在脚下，永远爬不起吗？鹤茂族长继续说道：“我也不明白他到底怎么做到的，简直就像开挂一样。”厄里土斯不死心道：“他是停在84层了，还是继续往上爬了？”语气中全是愤懑，声音中全是压抑的怒火，任谁都能听出来，厄里土斯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要狂化。鹤茂族长掏出手机：“我先问问情况。”默一会儿，他挂断通话，转头看向厄里土斯，他停在了85层，没有再继续通关。85层，正好就骑在厄里土斯的头上，死死压着他。那边的人说，奶妈85层的通关时间因为就1分多一点点，速度很快。这句话就像利刃一般，直接狠狠插入厄里土斯的胸口，十分致命。厄里土斯的头耷拉下来，整个人浑身被黑雾笼罩着，黑雾透露着不甘、颓废、痛苦、暴力。厄里土斯缓了几秒钟，声音低沉苦闷：“哼，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给我们看的。”什么？鹤茂族长猛地看向他，他明明能够快速通关，以急速继续向前冲，可是却偏偏停下来，就停在我的头上。厄里土斯痛苦地闭上双眼，他不服输，放下了所有，甚至变得不人不鬼，将一个避世的老头子奉为主人，就是为了能够强压龙夏奶妈。可结果依旧没有任何改变。上次他停在76层，奶妈停在78层，这次他停在84层，费尽心力通过的84层，他却停在85层，大张旗鼓向他示威。该死的奶妈，
他明明可以一直向上冲，就为了狠狠踩着我，故意停在我们的正上方。该死！该死！该死！厄里土斯整个人陷入癫狂之中，双眼血红，抓着头发怒吼，看着就像个发狂的恶鬼。贺茂族长在一旁心惊胆战，一点声响也不敢发出，怕触怒陷入躁狂之中的女疯子。历史上纣灵反噬主人的也不是没有的，他可还没活够呢，不想被发狂的女疯子给干掉。等了一会儿，厄里土斯不再嚎叫。贺茂族长擦了擦额角的汗，小声问道：“接下来什么打算？要做什么吗？”厄里土斯白眼珠全被黑雾覆盖，黑眼珠充满血色，嘴巴里突然嚷着：“必须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他不能活着，我要马上去龙下杀了他！”他的脑海中全是杀了他这3个字反复回荡。贺茂族长怕刺激到他，赶紧回复：“好，你放心，我来找人安排好。”说完，他抽身迅速离开厄里土斯的房间。他真的发自肺腑希望厄里土斯能够真的干掉这个奶妈，太恐怖了！一旦他成长起来，对樱花来讲必定是致命打击。如果龙夏趁着这股风头站起来了，那樱花没准就被他们彻底给灭了。位于龙夏的苏萧确实是在通关85层后直接暂停冲塔，他就是故意要踩在厄里土斯头上，不管你往哪冲，冲到多少层，他就是要次次都踩到樱花头上，让他们无可奈何。谁让厄里土斯就是樱花的狗腿子，狠狠踩着他的脑袋就是舒爽，比踩着任何国家都得劲。冲到85层以后，他就直接从里面出来了。现在任务大厅又一次重现之前沸腾欢乐的场面，一改之前萎靡蔫巴的氛围，有的人甚至还喝上啤酒，吃上烤串了，咣咣干杯吆喝。特么的，不服奶妈大佬不行，就是牛逼，真是龙夏最强组织，要不是我战力值不够，我也想加入这种强大的机构。我可真好奇，神秘奶妈大佬到底是什么职业，为什么能强得这么离谱？哈哈哈，管他呢，大佬就是大佬，不管他什么职业，以后他都是我大哥。今晚庆祝大哥再次夺冠，不醉不休。那边的兄弟一起过来喝一杯，敬神秘奶妈大佬一杯。来，那边的小奶妈，哥哥敬你，以后一起升级去。苏萧再次一战，刺激的所有龙夏人热血沸腾，每个人都为自己身为龙夏人而自豪。而正在龙南总部开会的陆成风、周万中等人也得知了苏萧爬塔的消息。苏萧干得漂亮，好好收拾樱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陆成风满脸笑意，这些年樱花没少跳蚤，龙夏人心中最厌恶的国家非樱花莫属。刚刚得到消息，厄里土斯竟然突然冲塔，陆成风就憋了一口气。然而莫等他吐完这口气，苏萧就直接窜到85层去了，狠狠踩着他，明晃晃招式就是要踩你樱花一头。王小蝶有些担忧道：“会不会太明显了？”怕什么？苏萧现在的装备和技能，想杀他，你觉得可能吗？陆成风摇摇头，轻松一笑。王小蝶耸了耸肩，确实没可能。谁敢对上苏萧，那可真是提前买了去阎王爷那的飞机票。第92章，跟我去砸个场子。不得不说，事实就是如此。苏萧拥有血拳套装、幽冥遮舔、虚空幻剑这3样惊世神装，同时他的技能离谱变态到极点。别管什么人，只要出现在他的攻击范围内，直接放 buff 技能弄到残血，想要靠近再杀他几乎不可能。每一个技能都标志着苏萧是这次游戏升级后的最大 bug。 陆成风看了周万中一眼，眼中闪过星光，这么多年蓄积力量，龙夏是时候崛起了。周万中点点头，内心无比愉悦。终于到了时刻，龙夏上下团结一心。此时的鹰将和昌盛的龙夏相比，非常暗淡凄惨。涅槃深渊和通天塔2个最关键的排行上，被龙夏狠狠压在下面。装备榜高位上更是连名字都不配拥有，前面的位置全被龙夏霸榜，他们只能掉在最后跟着陪跑，心中早就憋了一口恶气。厄里土斯突然发力冲上通天塔第1位的时候，他们激动地哼上小曲儿了。然而一首歌还没唱完，神秘奶妈竟然就再次碾压樱花，毫不客气。10角大楼已经坐不住了，军部、国会各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已经通过决议，立刻赶往龙夏。重中之重，必须拿到龙夏通关涅槃深渊的攻略秘籍。龙夏应该不会告诉我们通关攻略吧？哼，放心吧，龙夏一贯仁德，我们哭再用巨额利益交换，绝对能告诉他。龙夏从来说一不二，以德治国，不是太关键性的问题，一般不会翻脸。鹰将觉得求一求，再送点什么，肯定没问题。大家内心都很轻松，非常有把握。可是龙夏真的会如他们想的一般，直接就老老实实交易吗？苏萧慢慢吞吃饱喝足，回到龙南总部时，发现陆成风正在门口等他。
陆承风开门见山说道：“鹰将那边很快有人要过来了。”苏潇眨眨眼睛，有些纳闷，他们这个时候来干嘛？他们没说，我估计是因为涅槃深渊通关的事儿特意来的吧。陆承风猜测道：“发癫吧，之前鹰将的2个家伙在咱们这儿多嚣张，现在可别想我们会告诉他们一丁点消息。”苏潇想都不用想，直接拒绝。而且这件事基本上就是无解的，秘密全在苏潇身上。苏潇又不是鹰将人，做梦去吧。陆承风继续说道：“我应该要赶回中央城，要和他们见面会谈。你要一起去看看吗？”苏潇摇了摇头：“我就不去中央城了。你也可以让他们来龙南总部谈。”苏潇还真对鹰将来的人有些兴趣。陆承风面露难色：“哎，已经约好在中央城了，呵呵，你还不明白现在的局势吗？”陆哥，苏潇盯着他看。陆承风猛地一愣，突然反应过来：“好家伙，是我梦了。确实是，鹰将想来求龙夏，自然要有个求人的态度。龙夏就算把谈话的位置换到山沟里，他们都会乐颠颠跑步跑过去。一直以来，鹰将都以极为强势的力量立于全球顶端，任何国家都不敢激怒鹰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龙夏正在崛起，主动权彻底掌握在龙夏手中。陆承风一时角色转换失败。沟通完毕，苏潇没浪费时间，继续召唤自己的小伙伴冲进涅槃深渊。他刚走，王小蝶皱着眉走进来，有人正在城内调查苏潇。陆承风表情一变，是樱花还是鹰将？不是外国势力，龙南11区的一个重点校正在调查他。王小蝶的情报网精准找到，到底是谁正在查苏潇？一个11区的重点校正在龙南总部使劲扑腾。陆承风不明白了，满头问号，一个学校针对苏潇干吗？八竿子打不着的呀。应该是之前周部长带着苏去过11区以后出了什么事儿吧。不过一个小小的学校而已，不足挂叉。算了，你去解决吧，苏潇现在没时间和他们兜圈子玩，收拾一下就行。陆承风直接帮苏潇解决后顾之忧。王小蝶点头赞同，随后在总部内找了50个高阶职业者。你们都穿上最霸气威猛的装备，别忘了带上荣耀的徽章，跟我去龙南11区办点有意思的事儿。50名高阶职业者全是攻击类的强攻手，黄战士、龙血战士、重剑战士、各系法师、弓箭手、拳击手。本来就身高马大，换上全套精良装备后，浑身气势爆棚，站在一起就像一排精装坦克，荣耀的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一伙人走到哪儿去都有横推一切的威猛力量，谁见了不心颤胆寒？王姐，带我们干啥去？装这么炫酷夺目，挺不好意思的。有人好奇问，其他人也同时看向他。大家放心，我们不是去打架的，就是砸个场子，去让一些人老实一点。主要目的就是让苏潇省心，给他解决后顾之忧。王小蝶看了眼外面的天色，夜幕已然降临，正是好时机。龙南11区第一重点高校会议室内，校长、学校高层以及赵子霖正坐着喝茶聊天，等待前方传回的消息。马德，要你们何用？连个半大的学生都找不到，气得校长差点跳起来。校长，找不到他可就麻烦了，明天下午1点就要开启4区挑战的副本了，错失机会，咱们可就什么都拿不着了。一位高层级的直擦汗，我就不信了，掘地3尺也要把这小子给挖出来。校长恨得牙根直痒痒。他刚说完，学校大门口突然传出异常嘈杂的声响，轰！一声巨响，整个大门被拍得粉碎。一排身材魁梧的战士率先进来，浑身装备晃得人两眼发晕。紧接着，浑身带着寒意的冰系法师、烈焰焚烧的火系法师、带着重机炮筒的迫击炮手全都涌进学校。围观群众没有一个人敢冒头多问一句话，生怕触怒他们。王小蝶神色平淡看了看他们，把这栋楼轰碎吧。第93章，敢碰苏潇一根汗毛，必死无疑。第一高校内会议室，所有人都听到一声爆响，谁敢在他们学校门口动土？大家怒气冲冲，全部跑了出来。这一看，差点被气昏过去。第一高校的大门被炸得干干净净，地面还一个巨型大坑，肯定就是高阶战士干的，还不止一个人动手。我日，谁他妈敢动我们龙南11区第一高校？活腻歪了！校长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学校的保安队加上老师都跑到门口，可所有人放眼望去，直接就傻眼了。门口处全是闪亮亮的攻击系职业者，一排排手持锃明瓦亮武器的战士，双目怒视着他们。弓箭手、法师、枪手等等，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冷汗顺着脸疯狂滑落，校长强撑着气势怒喝：“你们敢攻击学校？”还没等说完，他眼睛瞄到对面这些人身上佩戴的工会徽章。卧槽！荣耀！
校长腰板一下子就塌了，立刻哆哆嗦嗦问：“荣耀的人，你们拿学校大门撒什么气？”这时，赵子霖也赶到现场，看到眼前这情形，气更不打一处来，眼珠子一瞪，张嘴吼道：“干什么的？想打劫学校？好大的胆子，没把法律放在眼里！别瞎说！”校长赶紧拦住他，转回头继续问：“各位，荣耀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们应该没有触怒荣耀吧？”王小蝶从人群中走出来，冷冷一笑：“你们做了什么不记得了吗？今天龙南总部，今天龙南总部什么也没做啊！”校长紧皱双眉，想了好半天，突然浑身一震：“苏潇，是他吗？苏潇，苏潇可是我们荣耀的人，现在正在协助荣耀副会长做事，你们还想动他？胆子是不是太肥了？”王小蝶每句话都像冰针一样刺入校长的胸口，校长当场头就炸裂开来。苏潇竟然是荣耀的人，还在协助荣耀副会长做事，这足以说明苏潇不是荣耀的小喽啰，还是个有一定影响的重要角色。一旁的赵子霖和学校高层都惊呆了，眼前这些人竟然全是荣耀的人，他们就算再心急火燎，也知道荣耀不好惹，这是一脚踢到铁板上了。他们立刻集体闭嘴，一切交给校长来处理。嘿嘿嘿嘿嘿，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荣耀的人，希望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校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深刻忏悔，外加求饶，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荣耀的人动手。之前以为苏潇不过是个学生，不足挂齿，派了不少人围堵，试图恐吓他，这不是明摆着要和荣耀成为对立面，公然挑战荣耀的权威性，疯狂在荣耀头上作死，后悔的恨不得立刻给自己几个大笔斗。呵呵，王小蝶随便扫了他一眼，继续道：“开始轰！”指令一下，所有人开始动手。轰！战士率先登场，一个巨力横扫，学校的外墙、门口的草坪全被掀飞。火法、冰法、雷法，弓箭手全员蓄满技能，同时开火。里门口最近的教学楼被暴力拆除，墙壁残渣到处飞舞。校长整个人傻眼了，赶紧大喊：“求求了，千万别拆学校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刚想跑过去阻拦，耳边响起王小蝶恶魔般的声音：“晚了，谁拦杀谁！”暗路成风的性格，吓唬一下校长，肯定就完事了。荣耀亲自找上门来，相信校长再也不敢打苏潇的主意。4区挑战遇到苏潇都得像老鼠遇见猫一般，不过王小蝶认为这种程度完全不够，只有在绝对的力量下，他们才能知道自己的错误有多严重，以后再也不敢对苏潇有任何歪心思。校长立刻老老实实站在原地不动，还拉上赵子霖和其他高层站得远一点，别误会哪个直接给干掉了。拆了一个楼没关系，他们第一高校有不少资金，再建就行。虽然传出去不好听，不过他们脸皮厚不怕。此时校长擦着冷汗，心里还盘算着，幸好没堵着苏潇，一旦真动手，万一出什么事儿，他们这些人一个都留不下。学校外面夜里遛弯没睡的人都伸长脖子好奇，走近一看，差点惊得五体投地。这50人的高阶强拆大队，拆楼速度太快了，几分钟时间学校就拆了一半，废墟还摆成大大的 SB 2个字，足以显示对校方的嘲讽。50人再次回到王小蝶身旁，傻在一边的校长一句话也不敢说，静静等待他们离开。王小蝶抿了抿唇，唇角翘起一个弧度。中央城王小蝶，想讨回公道可以随时来找我，从现在开始，如果苏潇有任何问题，天涯海角你可以试试看。轰！又是一个暴击，校长头炸了。王小蝶，中央城女魔头，全国职业者谁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危险性？连中央城的人都为了苏潇亲自出动，可见苏潇背景有多可怕，绝对不是个简简单单的学生。您放心，我们怎么敢？校长脸下的惨白。王小蝶点点头，带着大部队大摇大摆撤退。等到彻底看不到他们身影时，校长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浑身湿透了，简直就像刚从恐怖副本逃生出来一般。赵子霖有些不甘心，凭什么荣耀就能这么做？校长，不能这么算了，我们上告中央城处理他们，再把苏潇抓起来揍一顿。话还没说完，校长狠狠给他一个大笔斗，放肆，以后不准再提苏潇这个名字，见了他有多远跑多远，不要招惹他，不然你怎么没的都没人知道。靠！这煞笔没听王小蝶说的话吗？如果苏潇有事儿的话，他们第一高校可能就整个从世界消失了。以前赵子霖挺聪明的，现在居然听不懂这些话的潜台词吗？赵子霖被煽懵了，傻呆呆看着陷入暴躁的校长。特么的，你换个人组队，非要和刘静组什么组？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女人。换个法师，如果被我发现你想找苏潇报仇，开除，立刻开除。
校长气得跳高。第94章，龙夏以你为荣。龙南总部，苏萧正在副本中奋战，还不知道第一中学对他展开的围堵，以及龙耀出手铲平半个学校。他和严来龙几个人又刷了好几遍，大家正准备从副本中出来，背包里的装备已经放不下去了。目前苏萧升到了40级，最重要的一点，他又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 ，Buff 天赋技能5幸运狂减1，攻击范围内目标随机触发清除对方装备属性以及狂减血量蓝粮。这是一个辅助技能，从名字上来看还挺不错的。只要在攻击范围内随机削减清除对方身上属性，一旦降为0的话，目标相当于在苏萧面前裸奔。最恐怖的是，狂减1不但让对方裸奔，还能让他快速残血残蓝。这还打个屁！技能介绍和之前差不多，冷却同样也只需要5秒钟。几个人看了看，有些傻眼。我的老天，这要是打个高阶职业者，和打1级小号差不多。卧槽，谁来了我都是他爷爷！不但裸奔还残血，这还玩傻啊？早下的屁滚尿流了吧？5秒就能再次瞬发一个，小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大哥。苏萧没特别惊讶，和前面的技能相比，也是个 bug 技能，不太确定这个技能的效果如何。眼见为实，苏萧打算拿副本里的怪物试一下。几个人等了一会儿，刷新出10几只背着小龟壳的防御极强的火焰龟。顾名思义，防御强，血防厚，龟壳不容易打透，还能喷火的一群小龟龟。苏萧摇了摇手，对着他们放出幸运狂减1的第一次。接着，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怪物们。果然，怪物被技能套上之后，浑身迅速变得灰蒙蒙的，原本浑身散发着炎系技能的光芒，顿时暗淡无光，血槽瞬间降为1%。哇哦！果然不出所料，众人心脏狂跳，集体瞪大眼睛。太夸张了，集体裸奔了！不光裸奔，你看看血，还剩下2滴。这个2滴，那边那个血槽空了。特么的，到战场上爽翻天了吧！哈哈哈哈！国战，老子来了！苏萧站在火焰龟中间，他们贼心不死，豆豆眼瞄准后立刻开始发射。然而，最让人惊讶的是，苏萧脑袋上的伤害数字少得可怜，10、11、8，而苏萧一个大笔斗打到他们身上的伤害竟然是3456、2135、2984，一个笔斗打死一只小龟龟，他的身边全是乌龟的尸体。苏萧眨了眨眼睛，这个技能相当不错，他快无敌了。几个人话都说出来了，说多了都是眼泪，羡慕的眼泪汪汪。苏萧微微一笑，咱们回吧，给陆哥和周叔瞧瞧。奋斗了几个小时的人，踏着月色兴奋地回到龙南总部。已经夜里12点多了，陆成风依旧没睡，一直等在办公室内，只为了等着苏萧回来。他现在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苏萧身上。虽然知道苏萧的实力绝对安然无恙，但他还是想等他回来才能更放心。没一会儿，苏萧几个人兴冲冲走了进来，陆成风亲自迎上来。苏萧直接扔出来一堆装备，全部铺在桌子上，噼里啪啦又是一阵装备碰撞的声音。这次我们又打出来不少装备，钱的话你随便给吧。之前陆成风经历过几次被装备淹没的场面，这次竟然比上次更加恐怖，各种各样的装备闪着各色的光芒，他的内心更加震撼。荣耀乃至全世界人海战术才能通关的涅槃深渊，成了苏萧输送给荣耀的装备库。陆成风很高兴，点点头，行，辛苦你了，这次没遇到什么问题吧？苏萧摇摇头，随口回答，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已经40级了，从游戏更新到现在连10天时间都没有。苏萧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学生，成为龙夏举足轻重的唯一职业者。陆成风浑身一顿，瞪大双眼定了2秒，立刻反应过来，赶紧问：40级，有新的技能了？聪明人，反应就是快。苏萧哈哈一笑，对，又一个新技能。你的职业是唯一的，全球都没有先例，解锁的还是辅助技能吗？陆成风期盼地看向他，他还真猜对了。概率上来讲，苏萧大部分技能都是辅助技能，再解锁一个辅助技能也不稀奇。苏萧的技能除了攻击的小火球以外，全部都变态到极点，估计新技能肯定也变态到极致。陆成风有些好奇，还会出现什么新的变态技能？你解锁了什么方面的？一时之间他也猜不透。目前来讲，苏萧的技能已经足够碾压各个副本秘境。苏萧神秘一笑，你自己瞧瞧。说完，他直接将技能面板展示给陆成风看。陆成风看了一眼，眼珠子差点飞出去。见鬼，这是什么？狂减，有增有减，太特么神奇了。技能套谁身上，别管你是鹰将最强战力还是樱花最强战力，直接秒变小学生，这特么还怎么打？等苏萧的技能范围扩大到整个星球的话，那不是指谁是孙子？
陆承风激动的差点上不来气。陆哥，你要试试感觉一下吗？苏潇随口问问。可拉倒吧，我可不敢试，再给我试没了。陆承风赶紧拒绝。说实话，他现在可扛不住苏潇那几下，几个技能下来，他就得当场嗝屁。陆承风晃了晃脑袋，盯着苏潇，眼神越来越古怪。苏潇不会是游戏的大 bug 吧？还是说他就是游戏的爸爸？这也太宠着他了吧！照这么发展下去，谁能跟他抗衡？一群人群殴他，都打不过他。他长叹一口气，哎，真让人羡慕嫉妒恨。游戏更新最大的 bug 非你莫属。你现在基本上跨入无敌的领域了，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幸好我和你同样都是龙夏人，龙夏以你为荣。苏潇知道自己的技能相当变态，但是他真没想到陆承风给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不过国战的时间越来越近，到时候看谁不顺眼，直接灭了就是。哪怕鹰将樱花。第95章樱花终结者。虽然苏潇很强，陆承风控制不住，还是想要提醒他几句。最近我们龙夏异军突起，各个国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过去我们虽然在第一梯队中并不冒进，现在我们突然崛起，全球产生不少争议，很多国家对我们嫉妒和揣测，已经有不少国家的职业者用各种方法偷偷潜入龙夏境内，你务必小心，太麻烦了。虚空幻界的效果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浪费了，出去的时候尽量身边有人。现在你有了新技能，安全性提高不少，可还是……说着说着，陆承风自己噎住了，越说越不对劲。苏潇现在没什么可害怕的，来一个何来一群，效果没什么区别。正面打，还没等靠近苏潇就被锤死。如果背地里偷袭，苏潇也不怕，身上这些装备可不是白穿在身上的。苏潇看着陆承风担心的眼神，想了想开口说：“陆哥，这事儿过去挺久的，本来我都不想说了，既然聊到这儿，实际上樱花之前已经派出来一伙人围堵过我。”什么？陆承风脸色瞬间难看起来，怎么回事？然后呢？他上下扫了苏潇几眼，一颗心又落回肚子里。看这样子，樱花没讨到一丝一毫便宜。苏潇本人完好无损站在这儿呢，胳膊腿俱全，人没有一点问题。就是那天我在外面。苏潇简单描述了一下那天发生的事。那15个樱花白痴藏在城外不远的地方。陆承风一听，整个人就不好了，气得脸通红。樱花疯了吧？各国规则制定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幸好苏潇完好无损，不然对于龙夏来讲将是上千年来最大的损失。幸好你成长起来强到离谱，他们应该根本想不到还有你这么厉害的职业者存在。苏潇点点头，突然猛地一顿，我把这么个东西给忘了，昨天爬通天塔的时候都忘了，没把他拉出来溜溜。有他估计速度更快了。几个人纳闷看向苏潇，什么东西这么强？只见苏潇喊了一声，砰！众人面前出现一只无比庞大的肥蛤蟆，庞大的身躯，嘴巴里还叼着一个烟斗，眯着眼睛噗噗抽着。陆承风吓了一跳，脸都僵了。好家伙，这不是蛤蟆丸吗？樱花通灵术召唤物呀！对，就是暗杀我的那些樱花狗子们召唤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跟着我跑了。苏潇展示完，给蛤蟆丸一个颜色，它化为一团黑色的烟雾，直接消失。陆承风等几人瞪着眼睛，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特么好迷幻。苏潇莫名其妙多了一个蛤蟆肉盾，又给自己加了一个筹码，来去自如，一喊就来，一个眼神，自己撤退。太懂事听话了。陆承风心脏已经恢复到往常跳动的速度，他能扛得住任何惊吓。只要是苏潇，不管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有可能。是不是你身上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东西？陆承风有些好奇。苏潇想了想，他就是强行蹭到我身边来的。说完，随手翻看技能面板后，惊呼一声，卧了个大槽。40级竟然有第二个新技能 ，Buff 天赋技能6幸运强俘获，己方对敌方召唤出的一切生物、灵体具有极致的吸引力，可强行俘获。不声不响给了他一个巨大惊喜。苏潇立刻将新技能展示给众人看。陆承风摸着胸口叹了一口气 ，bug 的程度再次加深，明显是要了樱花的老命。他哑然失笑：“你可以叫樱花终结者了，这技能简直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这技能和之前的技能全都一样，杀死的怪物越多，范围就越广，他所能俘获的目标就越多。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苏潇能有1万的控制数量，樱花即便同时有1万个咒术师加阴阳师来攻击苏潇，他可以同时将所有人的咒灵和式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樱花狗子们的未来全体废物。”苏潇点头，等有机会，我需要再狂刷怪物，扩大范围和控制目标备用。国战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苏潇的目标，一个技能掌控一个国家。陆承风赞同道：“你决定就好，抓紧行动。”刚说完，眼神一晃，想到了什么，
继续问道：“樱花来了15个人，怎么也应该有10个咒灵或者式神吧？强大的高阶御兽师可以御使几个战力，而阴阳师只有极为强大的才可能拥有几个式神、咒术师。同样，厄里土斯作为强大的御兽师，有3个非常强大的战兽。”苏萧撇了撇嘴：“他们带来的那些太丑了，根本入不了眼，直接全部灭了。还不如他随身的蛤蟆丸更可爱，丑萌丑萌的。”陆承风哭笑不得，人家恨不得能多一个是一个，你还嫌弃丑，还把人家好不容易培养的咒灵式神全都给弄死。行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应该要去参加4区挑战赛吧？陆承风又开始操上心了。对，我想要拿到绝魁皮绳，就必须进去帮个忙。陆承风也赞同他去拿到这件道具。虽然苏萧现在已经逐渐走向变态无敌的道理，哪怕现在被暴露出来，也没什么可担忧的。就算如此，谁也不乐意随随便便走在路上就被扒光了，看得清清楚楚，不是？陆哥，不用担心我，放心吧。苏萧拍拍陆承风的肩膀。陆承风嘴角抽搐，你可不用担心，4区挑战虽然危险，那是针对寻常职业者的，其他人遇上你这个大杀器才是该担心的。一群40级以下的职业者，有什么可担心的？苏萧同样是40级，正好卡在进入副本的上限，同级别谁能打得过他？哪怕在高30级，说碾压就碾压。第96章，你活够了，刘静。第二天上午，苏萧动身前往龙南11区，没有告诉任何人，直接来到刘静家中。小苏这么早就来了呀？我们正好准备吃早饭，一起吃吧。刘昌非常热情招呼着，还伸头高喊一声：“小静，给小苏也准备一份。”刘静满肚子怨气，赵子霖上哪儿去了？连个学生都没阻止成功，到现在一丁点动静都没。昨晚发生的大事儿，一般人不清楚，刘昌可了解得清清楚楚。第一高校，半座学校被龙耀强拆，还是女魔头王小蝶带队动的手。刘昌虽然不是龙耀的成员，但他很清楚这一切的含义，所以今天对苏萧热情到极点，恨不得让刘静管他叫一声叔叔。没一会儿，刘静端着几个碗走了过来，咣一声就放在苏萧面前：“吃吧，不好吃也没办法。”刘昌一拍桌子：“干什么呢？小苏是特意来帮你的。”苏萧抬头看了眼刘静，皱了皱眉。以前对刘老师印象挺好的，温柔和善，对每个同学都很有耐心。今天摔摔打打的，一脸怨妇相。苏萧没当回事儿，反正他的目标就是绝魁皮绳，只要参加完挑战，完成刘昌交代的任务，不管对方是谁，对面有几人，他都必须要赢。吃完早饭，苏萧和刘静并排走着前往集合点，沿途苏萧一句话也没说。刘静虽然是老师，这种态度苏萧懒得搭理他，反而是刘静心里越来越不舒服。虽然他俩差不了多少岁，一个学生连对老师的尊敬都没有吗？刘静气鼓鼓瞄了他几眼，主动询问：“好久没见到你了，觉醒以后你去哪儿了？”“哦，我一直在中央城，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不如在那边。”苏萧回道。“呵呵，难怪你升级速度这么快，出了学校大门就认识不少大人物了吧？连周部长你都认识，可真不一般。”刘静忍不住阴阳苏萧几句，话音刚落，苏萧就停下脚步，冷冷瞅了他几眼。“老师，第一是你爸非常希望我能来帮助你，第二我帮你不过是因为你爸知道我想要的一个装备在谁手里，第三你不用没话找话，完成挑战后帮你拿到装备，就此别过。”别以为他没看出来，刘老师都快怨气冲天了，好像他舔着脸非要跟他组队一样。刘静被他对的直接熄火，整个人有点傻眼。苏萧看都不看他一眼，直接迈步朝着集合点快步走去。游戏更新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的城市，重新踏入这个熟到不能再熟的环境，苏萧的各方面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刘静招呼了他一声：“集合点就在前面不远处，我们现在就过去吧。”苏萧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几分钟后，两个人就来到集合点，这里现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不少学校的老师以及其他行业的职业者全都汇集于此。苏萧和刘静一露面，就有不少人过来打招呼：“刘老师，你也来了啊？怎么没和赵子霖组队？你怎么带个学生来？不会跟他组队吧？”“奶妈？”“哈哈哈哈，刘静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一个法师一个奶妈在一起，不是找死吗？”瞬间两个人就被包围了，有的人讥笑刘静，也有瞧不起苏萧的，大部分吃瓜群众都在围观看热闹。苏萧并不在乎孤儿的身份，他从小到大早就习惯各种恶言恶语，懒得搭理他们，毕竟他现在的实力早就将他和这些人隔开，犹如天壤之别。刘静冷哼一声：“我和他组队最适合不过，他可不一般呢。”语气中透露着不甘和嘲弄。果然，他刚说完，周围一阵阵惊呼：“你真抽风了？不选赵子霖，选一个学生？这是还没毕业的学生吧？全场就他年纪最小，他能干啥？
我的天呐，你和一个奶妈进去，你俩刚到边缘就得被干掉。很明显，你活够了，刘静。远处，第一高校的老师何志远入场，赵子霖也跟着人群走了过来。他一抬眼就看到不远处的刘静，刚想开口打个招呼，突然听到有人嚷嚷着苏潇的名字。第一高校的老师职员们同时浑身一僵，赵子霖瞳孔微颤。他虽然没见过苏潇，校长特意嘱咐过所有人，遇见苏潇必须立刻退避三舍。第一高校所有人迅速调转方向，集体朝着另一个方向绕道而去。听着周围人的嘲讽，刘静有些得意。哎，我爸非让我带个孩子，没办法，不然我跟猫狗组队都比他强100倍。刘静本意只是想撒撒气，郁闷太久憋死了，强迫他和苏潇组队。刚才苏潇对他的态度又比较强硬，他就想出气，哪成想说的有些侮辱人。苏潇脸色不变，但眼中充满寒意，转头看向刘静。刘静面上一僵，赶忙解释：“我说的有些过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周围的人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刘老师，你和学生说什么？这就是事实，他一个奶妈，明明是你带着他见见世面，他算老几？一个小毛孩而已。苏潇面色平静，淡然道：“既然你这么讨厌和我组队，那我就退出吧。本来就是为了帮你组队的，既然你如此厌恶，不如分道扬镳。”刘静脸色难看，当着这么多人面赔礼道歉，他又拉不下脸。他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不过苏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没给他好脸。刘静死死咬着嘴唇。就在此时，负责本次4区挑战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集合点。职业者们，大家稍等，我们马上就要开启副本入口，请大家做好准备，按各大区站好。现场正中心空地之上，阵法师和空间法师同时行动，几分钟就建造好挑战的入口。所有参赛者已然按4个大区分列各处，4个大区一共200人报名。这就是说，本次挑战赛就有100个队伍参加。虽然有些队伍彼此相识，到了这种时候就转化成各自为战的竞争关系。之前的赛事上就发生过很多次熟人之间互相残杀，所有人都早已了知4区挑战的残酷性。苏潇和刘静也站在属于龙南大区的位置上等待入场。刘静放下身价，悄声对苏潇说：“一会儿进去之后，我们就藏起来。”苏潇不解，满脸莫名其妙：“你说啥？听我的，藏起来躲到最后，做一个合格的忍者神龟，没有什么比活下来更重要。”刘静语重心长解释道。第97章，求你了，老实待着不行吗？刘静怕苏潇听不懂，继续解释：“你记得藏好就行，只要活到最后也能获得奖励。咱们不但要活命，还不能空手而归，懂吗？”苏潇地铁老大爷脸 JPG， 疯了吧？他大老远特意跑到这里，耽误升级的时间就为了躲猫猫，为了拿到活命奖，有这么费劲巴力的时间，涅槃深渊他都跑20圈了。苏潇直接强硬拒绝：“刘老师，进去以后你听我的，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到最终奖励。”苏潇虽然不清楚刘昌想让他帮刘静拿到什么装备，如果是那种普通精良的装备，直接买一个差不多的给他就足够了，还要特意带着他进这里，麻烦得很。不过如果拿到4区挑战第1名的话，相当于拿到4个大区的魁首，还是有些惊人的。过去的他想都不敢想，现在他拥有这个实力，进去扩充下眼界也是不错的选择。刘静震惊了，瞪大双眼，赶紧摇头：“你可拉倒吧，你指挥谁啊？我法师，你奶妈，咱俩躲都没地方躲，还往上冲，找死也没这么着急的吧？想死也不能拉着他。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拿到那件装备的，这是我和你爸说好的。”苏潇说道。刘静还想继续阻止他作死，一旁的阵法师开始高声喊道：“大家注意，时间到了，所有人准备进去。”说完，阵法被激活，凭空直接出现一条裂缝。一位负责人站出来嘱咐所有人：“大家注意，你们会被随机传送到各个位置，以组为单位传送，奖品就在地图的中心，谁拿到奖励就是第1名。挑战时长为6个小时，时间结束后会自动传送出地图。”说完，各大区的参赛者纷纷化光，消失在副本门口。几分钟后，副本入口彻底关闭。苏潇和刘静出现在一片石林的边缘，石林各种形态的都有，高耸、锋利。远远望过去，前面还有密林、河流等等不同的地形。地图内并没有看到什么高等级的 BOSS， 证明这个副本就是完全为了各职业互相切磋制作而成。内部特意装置了各种记录设备，用于收集各职业的战斗能力和强度。最终汇总后，由龙夏军部进行专业分析，再将分析内容发送给全国的所有院校，用于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繁荣整个龙夏。苏潇第一次来到这个副本，难免好奇看向周围，身后就是副本的边界，
而身前的场景又是无限绵延的各种地形，每个地形里都隐藏着未知数量的队伍。这200位职业者有一半属于高校的老师，另一半是社会人员。苏潇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刘昌不花钱买，反而让自己的女儿跑到这里折腾。不过这些都不是他需要考虑的，他来的目的就是一个，帮助刘静拿到最终奖励。放眼望去，在遥远的位置上有一个巨大明亮的光阵，想必这就是挑战赛的中心位置，最终奖励就在那。有那么明显的标志在，哪怕是迷路狂人也不会丢失方向的。刘静到处瞅了几眼，选定一个位置，招呼苏潇：“来吧，我们就在这块石头上坐着，等到结束就行。”说完，他就直接坐在上面。他连一点竞争的欲望都没有。有点常识的人绝不会认为法师和奶妈的组合能够杀到最后。走吧，我很忙的，别浪费时间。苏潇催促道。说完，直接亮出新招式——幸运狂减1。最先感受到狂减1就是他们附近的倒霉蛋儿。除了苏潇和刘静以外，他们附近的人全部成为目标。刘静拒绝摇头，哭笑不得：“别想了，老实待着吧，老师又不会害你，听我的。”此时，靠近苏潇附近的队伍，所有人都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属性嗖嗖狂降，血条也在降低，速度非常快，眼瞅着血条就空了，几秒钟迅速达成恐怖的脆皮1，还差一点点就彻底死亡。这个副本内的规则是根本不可能加血，哪怕是奶妈都没办法加血，这也就是苏潇被众人狂潮的主要原因。奶妈在这里就是个摆设，他们的到底怎么了？我中了吸血大法，操，哪个操蛋的玩意儿害我？投诉，这是不是超过规则限制了？谁弄的陷阱？完蛋了，别吵了，快往边上跑，一会儿别再被人给打死了。靠近苏潇的队伍全都沸腾起来了，乌乌泱泱哀嚎着往边缘散去。苏潇还在催刘静快走，老师不要摆烂，快点出发，你再不走我可要走了呀。哎，行吧，反正我去中心区域拿到最终奖励，你在这里待着吧，反正我拿第1也等于你赢了。苏潇转身就走。哎，你别走啊，你不要命了呀，你听老师的，乖乖在这里。刘静极力劝阻他，听老师的准没错。苏潇耸耸肩膀，直接迈开步伐就出发。随着他的步调，随时发射技能，沿途全是各种脆皮唯一的小可怜儿。现在没啥可怕的，很多估计都会惊慌失措，到处躲藏。刘静气得直跺脚，只能跟在苏潇的身后追了上去，略有惊慌的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最后还是不忍他一个人，快速跟在他的身后。苏潇也没管他，自己一个门的往前跑。而刘静鬼鬼祟祟，眼神到处瞄，小心翼翼观察四周的一切动静，生怕哪儿突然蹦出来个职业者，当场将他俩击毙。苏潇就横冲直闯，在前面开路，偶尔兼顾一下身后的刘静。他拿最终奖励应该是非常轻松，不过要是刘静自己把自己吓死，或是哪来个案件，可就麻烦大了。刘昌可能直接就把他给啃碎了。两个人走了20多分钟，刘静有些傻眼。苏潇速度可不慢，一直疾驶往中心走，看都不看旁边一眼，竟然沿途一个队伍都没遇上过。刘静从小心忐忑发展到挺直腰板大步流星。小苏，可别怪老师说你可太不小心了，这种地方竟然都不知道观察环境，你走路那么大声干嘛？得吸引多少人来？刘静有些责怪他的鲁莽。苏潇里都不理他，照旧疯狂奔走。刘静气得跳高，小声夹着嗓子吼道：“你疯了，慢点儿，哎，慢点儿！”然而就在此时，轰！一声炸响过后，苏潇身上突然冒出一个鲜红的伤害。24，第98章，怎么他的血这么多？苏潇身上接连不断冒出来伤害数字，32、11。随后就在距离苏潇和刘静不远处，突然冒出来2个尸体，血槽空空，早就死了。这是弓箭手组合。刘静差点发出惊声尖叫。苏潇有点想笑，这2个家伙算计得挺不错，藏在一边，利用弓箭手的急速技能玩突袭，稍微不注意，绝对被当场秒杀。2个人再集合火力双杀剩下的这个就非常容易。不过他们选错了对象，本来就是苏潇的狂减1技能祸害的只剩改下一滴血，竟然还不死心，还想偷袭苏潇和刘静，真是撑死胆大的。如果他俩的目标换成刘静的话，估计他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惜他们选择的目标是苏潇，一个奶妈，一个法师。对于早就藏好位置随时准备战斗的弓箭手来说，奶妈必须是第一选择，剩下的法师也不足为惧。伪装的奶妈反而成了苏潇最大的保护色。只能说这2个弓箭手运气太差，几箭射出去，血牛般的苏潇不过损失不到100滴血，而脆皮的他们被苏潇的狂减1技能连续攻击，直接暴毙。刘静有些忐忑，嘴巴长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怎么回事啊？随即出现2个尸体，哪来的呢？他整个人有些懵。这2个弓箭手离他俩不远，就是为了近距离射杀他俩。结果他俩不明原因直接被干掉了。事发突然，刘静都没来得及看清他俩的血条，就看到他俩连续射箭，然后没几下人就嘎了。苏潇一动不动，就站那儿挨揍。刘静东瞅瞅西瞅瞅，震惊道：“你干啥了？他俩怎么死了？不用管他俩，接着走吧。”苏潇不想过多解释。刘静轻咳一声，他知道苏潇不想讲。这一手直接改变刘静对苏潇的印象，这是个绝对的强者，根本没看到动手就弄死2个偷袭的弓箭手，说出去谁信啊？刘静猛地浑身一震，他突然懂了他爸为什么非让他和苏潇组队，可能这个奶妈真的非常与众不同。刘静不再思考，赶紧跟上苏潇的步伐。苏潇则不是扔个狂简易，就是扔个超反弹。有了超反弹，谁来到他附近，当场就得跪地抽搐，互相啃咬，偷袭都没办法，直接丧失理智。苏潇倒是不担心自己，主要是怕刘静太弱，直接就被击毙。跑着跑着，苏潇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扔出去个新技能强俘获，用这里的参赛者来练练新技能，可太棒了。只要被他控制住的受宠，正好可以成为他的眼线，到处移动观察整个环境内所有的参赛者的位置。苏潇想到这儿，人有些兴奋，迈开步跑了起来。刘静只能跟着他一起往前跑。2个人一路狂奔，竟然一个人都没遇到，只有那2个激情蠢蛋弓箭手，其他队伍都默默利用地形暗藏起来，都残血了还跳出来折腾，明显脑子抽风了。大家都不敢出来，导致苏潇和刘静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跑进中心区域，距离最终奖励非常近。刘静擦了擦脸上的汗，纳闷看向四周，人呢？大家都去哪儿了？苏潇毫不在意，应该藏起来了吧，难免语气中带了些嗤之以鼻的味道。如果是刘静之前的安排，也不过是这种结果。刘静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200人一共100支队伍，有很多强者的，怎么可能都藏起来了？苏潇也懒得解释，继续前行。然而他突然发现，一个俘获的受宠回传的信息就在不远处的位置上，竟然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苏潇沉吟了一会儿，没想到这些人全都是一个组织的，他们竟然团结起来，真够聪明的。刘静只能听到他嘀嘀咕咕，听不清说啥，有些纳闷，追问道：“你说啥呢？”苏潇看向前面不远的位置，说道：“前面有一些人都是一个队伍的，你小心点。”啥？刘静愣了几秒，整个人立刻警惕起来，他搞不清白苏潇从哪获得的情报，很快镇静下来，紧握法杖，说道：“我们换个方向吧。”他可不想作死，和其他队伍硬碰硬。然而苏潇根本没理会他讲了什么，继续朝前走去。盖因去最终奖励的路只有这一条，没办法，谁拦住他，他只能不客气了。苏潇心念一动，他俘获的受宠全部行动起来，都朝着他这边狂奔而来。可怜的16个人还在那站着讨论怎么走，根本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离中心区域越近，他们神经绷得越紧。不用害怕，这里没什么人的。就是这么小心怕什么？大家全都残血，估计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对，刚才遇到的那些人也全都和咱们一样，咱们人多，轻松灭杀。对，咱们就靠人多，马上到中心了，其他队伍说不准也都联手了呢。就是咱们小心点，注意观察四周，现在应该只有咱们最靠近中心。话音刚多，他们身后就出现一个慢悠悠晃荡的身影，同时到处都是受宠呼啸咆哮，听声音似乎也是奔着他们这个方向而来。这个组织的职业者有血牛、弓箭手、法师、战士，大家听着各种声音，一时间有些懵逼。操，好恐怖，好像什么东西要过来了。不能吧，这里都是小怪，没什么可怕的吧？能不能是御兽师来偷袭咱们得？这句话瞬间惊醒了所有人，大家全部警觉起来。他们可全都是残血，不管遇到受宠还是法师、弓箭手，只要是群攻技能，他们就得集体壮烈。快，大家分散开，注意隐蔽，观察好周围的异常。有人立刻提醒道。然而下一秒，众人眼前出现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苏潇溜达着走进他们的视线。怎么可能？他怎么是满血？众人大惊失色，脸色惨白。第99章，这个奶妈太邪门了。就在这些人懵逼震惊时，苏潇的身后又跑过来一个人。哎，你慢点，离中心区域太近了，万一前面碰上什么人可……刘静呼哧带喘的跑过来，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噎住了。他的面前一共16个人，8个队伍。不好，这些人是一个组织的，一样的制服，完蛋了。刘静浑身一抖，脸都吓白了。
这里距离中心拿到最终奖励的位置太近了，只要队伍相遇，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激战。紧接着，刘静眼睛瞄到他们头上的血条，全部残血，统一状态。这是发生什么情况了？所有的队伍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没剩下几滴血。这要是和其他路过的队伍战斗的话，为什么会所有人剩下的血都差不多？刘静彻底傻了。苏小李都不理他们，只是眼神落在他们身上一瞬，就继续朝前走了。这群人死死盯着苏潇，谁也没发现自己身上的状态不对劲，就光用眼神扫射他。刘静肯定要死死跟着苏潇，虽然他内心很慌，觉得苏潇抽风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敢直接走过去。不过他又仔细想了想，一个个空槽血，没啥可怕的嘛，赶紧加快步伐，紧跟苏潇。本来他们两个进来的目标就是拿走挑战的最终奖励，只要拿到就行。其他的苏潇也不想过多理会。然而，一个急躁凶恶的声音突然传来：“谁让你走了？”说话的正是这16个人中的一个人。他身材魁梧矫健，浑身肌肉，直接站出来阻拦苏潇。这一声吓得其他人浑身一抖。你傻了？拦住他干嘛？看到没？他可是满血，你是个屁！还有几滴？要打你自己上！去你们的！他一个奶妈，身边还有个满血的法师，你是不是活腻了？就是，法师蹦起来一个群众，咱们全都得死！苏潇听到声音后停下了脚步，回头张望。魁梧大汉根本不在乎，得意喊道：“大家不用担心，我有一个非常强的防御技能，绝对能防护住，我来挡住他，你们围剿，把他俩全杀了。”好家伙，他想的还挺好，上来就要杀人。本来苏潇走过去，彼此没有任何瓜葛，可他就是想弄死苏潇两人。不过这也没办法，毕竟现在这个位置距离最终奖励太近了，谁不想拿走大奖呢？放苏潇过去，就等于拿走奖品的就是苏潇，谁都不乐意。随着魁梧大汉的话音落下，他身后突然跳出来一个法师，动作极快地发出技能烈焰爆裂。苏潇伸手将刘静拉到自己身后，表情平淡，身体直面这团大火。40，一个红色的伤害数字展现在众人眼前，所有人被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为什么？怎么会只有这么点数值？刘静也傻眼了，之前的2个弓箭手也是一捏捏伤害，这是咋回事？苏潇也太邪门了吧？难道是他身上装备防御极高？他不是奶妈吗？奶妈能装备什么高防御？法师发完一个技能之后，突然瞄到苏潇，嘴角微微翘起，还没反应过来，他头上的血槽瞬间化为零，当场莫名其妙就嘎了。明明是法师先动的手，对面都没有任何反击动作，他反而先死了。剩下所有人，包括魁梧大汉也懵逼逼了。苏潇也纳闷，这家伙怎么突然自己抽后就躺下了？卧槽，这小子太邪性了！有人嚷嚷着，这是个刺客。骂完之后，快速扔出去一个暗器，想要看看是不是真这么可怕。14，一个红色的伤害再次从苏潇身上冒了出来，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低到可怜的数值。苏潇的血条没有一丁点变化，想来也是，他血厚得很，血量都超过20万以上了。这些40级以下的职业者身上的装备怎么可能比得上苏潇呢？然而突然之间，刺客的血条突然也空槽，整个身体软趴趴的躺在地上死了。剩下的人算是明白了，这家伙邪门的像个死神，谁碰谁死，其他人动都不敢动一下。谁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么下去谁也不敢动手，肝打不掉血，死的还是自己，谁去打就是杀笔啊！太恐怖了！魁梧大汉突然明白了，操，这是什么反弹了吧？不然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令他费解的是，反弹就反弹，怎么还反弹死了呢？不应该啊！随着胖子的吼声，所有人迅速后退，打不过肯定就赶紧逃命，谁还留在现场等死呢？看这个发展状况，这个奶妈没有对他们出手的想法。确实是，苏潇根本就没想过要杀他们。可惜的是，苏潇不想，但是疾驰而来的兽宠们可不在乎那么多。就在这一瞬，周围的密林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紧接着一群兽虫眼睛放光冲了出来。这条路上被各种各样的兽类占领了，他们撒开蹄子乱窜，他们也不管周围是否有人，撒开花狂扑上去。这14个人避之不及，被团团围住。刘静惊得目瞪口呆，脸色大变。他倒是不害怕这些兽虫，问题是兽虫怎么会叛变呢？开始乱窜，和发癫差不多。几十个兽虫虽然数量不算多，突然冒出来，让这14个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他们绝望到极点。来的路上，他们全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和任何怪物发生碰撞。就这一点点血量，怪物沾上边，他们就得撞脸。可现在他们被这几十只兽虫抓了几下，14个人全部眨眼间死亡，16个人的队伍团灭。
苏潇面无表情看完纷乱的场面，他身旁的刘静悄声说道：“小苏，走，我们快走，兽宠疯了袭击人类。”刘静今年是第一次进入4区挑战，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包括各种资料的搜集。他是第一次听说兽宠还能反攻人类。苏潇动都不动一下，依旧平静地站在原地。现在就算想跑，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各个方向都有这些兽宠的身姿。刘静后背的衣服早就被汗浸透了，浑身微微颤抖。完了完了，今天就是他们的忌日，他也要死了。第100章惊现圣母，完美解决。刘静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瑟瑟发抖。抖了几秒之后，突然发现这些兽宠杀了这些人之后，并没有对他俩发起任何攻势，反而老老实实蹲在地上舔毛，眼睛齐齐看向苏潇。苏潇简直就像他们的主人一般，所有的兽宠乖乖等着他的号令。刘静流着冷汗，总感觉自己好像被吓出幻觉了。而一旁的苏潇则陷入沉思，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还有人比我们更快，不能这么下去，不然总有人敢来挑衅。”刘静惊得毛都炸开了，都到什么时候了，他还惦记着最终奖励，怎么能这么放松呢？他根本无法理解。突然，苏潇打了个响指，开口道：“左边的兽宠听令，你们去杀光所有参赛者；右边的兽宠，你们去中心位置最终奖励那里守着，沿途遇到的职业者全部杀光。”说啥玩意儿呢？刘静眼珠子马上弹出眼眶，震惊扭头看向苏潇，这家伙抽风了，指挥谁呢？然而下一秒，轰！所有的兽宠全部分散，自动分为2列。按着苏潇的命令，左边的一伙兽宠快速散开，急速向副本各种奔跑而去，开始绞杀行动。右边的一伙兽宠则飞速朝着中心位置狂奔去。苏潇朝着最后的2只兽宠喊了一声：“你俩等一下！”一只烈焰狂狮，一只暗形黑豹停下脚步，乖乖跑到苏潇面前。苏潇瞅了瞅他俩，抬头看向刘静：“刘老师，咱俩就骑这个过去，速度肯定比咱俩走得快。”苏潇拍了拍脑袋，怎么没早点想到这个方法？早早骑上兽宠，肯定早就拿到最终奖励了。说完，苏潇抬腿骑上狂狮。刘静颤颤巍巍，哼哼唧唧道：“我骑暗形豹。”这不，苏潇有些不耐烦道：“快一点，刘老师，别墨迹，咱们必须赶快拿到奖励。”别人九死一生才能获取的成果，在苏潇的眼中如同囊中取物般轻松。刘静深呼吸2口气，费劲巴拉骑上暗形豹。骑上之后，就用力死死抓住他的黑毛。暗形豹喷了2股热气之后，不舒服的扭动了2下，吓得刘静赶紧双腿夹紧，死死抱住豹子。刘静诧异的瞪大双眼，他们全都听你的话？进到副本里面的200个人里，可是有不少人是御兽师，每个人至少拥有2到3只的兽宠。如果都是苏潇控制的话，数量太惊人了。苏潇的实力也太惊人了，难怪他爸非要他俩组队，这种人只能用变态2个字来形容。这么一对比，赵子霖真的连盘菜都算不上。如果当时他真的硬要和赵子霖组队的话，遇上到16个人的队伍，他可真是难逃一死。想想刚才他还当众大放厥词，刘静的脸仿佛被抽了几个大嘴巴子。刘静拍了拍脸，找了个话题问：“你真的要杀死这里所有的人？”苏潇点头道：“没办法，本来我也不想这么做。你也看到了，为了避免发生不可预估的危机，必须全部清理掉。”“不行，苏潇，你不能这么做，他们都是龙夏未来的力量，反正他们都残血了，驱赶到一边得了。”刘静身为老师，总觉得自身有一定的责任，守护国家的花朵。这说的什么屁话？苏潇眉头一皱，不愧是刘老师，超级大圣母就在他眼前。老师，你要清楚，刚才是他们主动攻击咱俩，我要是防御不高，当场就死了。下次轮到你的话，呵呵。苏潇不满道。刘静还是有些不忍，这里还有很多他认识的人，你放了他们吧。他还在固执己见。苏潇无奈，只能送他4个字：杀彼圣母。说完，看都不看他一眼，意念指挥兽宠行动。狮子和豹子瞬间精神百倍，朝着中心位置开始狂奔。刘静吓得抓紧豹子黑毛，脸埋在毛里。他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苏潇想要拿到绝盔皮绳，不然早就抬手崩了他。兽宠的速度非常快，没到半刻钟，他们就来到了最终奖励的位置。苏潇眼睛一眯，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死尸躺在那。看来真的有人从一开始就拼命奔着这个位置来了，不和任何队伍发生摩擦，直接利用高速冲到位置上偷塔。刘静也看到了地上的死尸，脸色也十分难看。他扭头看了看中心位置，一个水晶讲台，应该就是放置最终奖励的地方。不过现在那里已经被兽宠团团包围起来，如果不是苏潇的策略，最终奖励早就被人拿走了。你去拿，拿完就结束了。苏潇喊道。刘静虽然知道这些威风凛凛、凶猛残暴的兽宠
全部都听从苏萧的命令。可当他对上一群凶兽的眼睛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刘老师，快一点，拿到奖品副本就会立刻结束，其他人都会被传送出去。你喜欢救人的话，就请快一点。苏萧在心里叹气，大圣母这么爱救人，还不快一点？吓得两条腿打摆子，还不发射圣母之光，让自己恢复活力吗？听到这儿，刘静搀着双腿慢慢走过去，所有的兽宠老老实实给他让开一条路，看也不看他一眼，摇着尾巴休息。刘静长出一口气，站上讲台，将上面的一对护腕拿起来戴在手上。突然，整个副本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随后所有人化为一道光，离开4区挑战副本。轰！苏萧和刘静再次出现在集合点，守护在一旁的阵法师惊呼一声：“哇哦，这么快！”他眼睛一扫，瞧见已经戴在刘静手腕上的护腕，更为惊讶。不错呀，已经拿到奖励了，这位女士，您的实力很强。刘静整个人傻了，呆呆地站在那儿。啊，成功了，这么轻松，毫不费力。他啥也没干，就跟在后面，一个法师的技能都没用过，唯一做的就是跟在苏萧的屁股后面。然而，他就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装备，太神奇了！卧槽，刘静，你真的拿到奖励了？太牛了，带着个没用的奶妈还拿到奖励了，你用了什么战术？真难以想象，法师在这里优势这么大吗？不行，下次我也要和法师组队。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赞赏，刘静的脸红扑扑的，所有的一切都仰仗苏萧。刘静扭头看了看苏萧，才发觉他早就不见了。苏萧早就溜之大吉了，他可不想再看见刘老师这个大圣母，他要去找刘昌，不能耽误拿到绝魁皮绳的时间。第101章，他也能进荣耀，笑死人了！还在现场的阵法师将设置副本的阵法解除，将里面保存的监控全部提取出来封装好，发送到上一级机构进行研究。等到夜里，负责4区挑战赛的职业者联盟就会发现，本来参加的200名职业者，除了苏萧和刘静以外，全部葬身副本之中。这一点绝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苏萧也想不到。那些冲出去的兽宠进展的速度太快，毕竟曾经是听从人类指挥并训练提升过级别的凶兽，见人就是狂扫一片，这些职业者哪受得了这种实力的攻击，全部壮烈横尸副本之内。此时苏萧已经来到刘昌家，刘昌得到消息后就一直等着他过来。怎么样，成功了？苏萧点头，对呀。刘昌激动的哈哈一笑，最终奖励到手了。当然，现在可以告诉我绝魁皮绳在谁手里了吧？苏萧追问。刘昌脸上全是笑意，对，我马上就告诉你。我女儿呢？你俩没一起回来？刚说完，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刘静跑了进来。你跑得太快了，怎么不等等我？那边还想采访呢。看到他真的现身，刘昌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眼睛瞄到女儿真的戴上奖励的护腕，整个人美得不行。苏萧摇摇头说道，采访你就行，我不凑热闹了。说完依旧看向刘昌，等他说出绝魁皮绳的持有者，其他的他可没兴趣。刘静兴高采烈摇了摇手腕，你不去吗？没有你我也拿不到最终奖励，你是主要功臣。哼，算了吧，我要是去的话，肯定不少人觉得我是沾了你的光，没必要。苏萧毫不客气的拒绝。刘静被狠狠噎住，脸色大变。苏萧说话是难听了些，进去之前刘静对他说的话更难听，再加上周围人的嘲讽，如果他真的去面对采访，绝对是轰动挑战赛所在的4个大区，大家必定是群起而攻之。刘静认真道，放心，我可以和他们解释清楚，不用那么费劲儿，反正没人相信，我也不在乎，就这样吧，一群级别不高的职业者之间的竞赛而已。苏萧态度坚定，这话气得刘静脑袋嗡一下，说了半天，好像你自己级别多高多牛一样，你自己不也是才40级而已吗？刘昌轻咳一声道，能拿到奖励非常好，我也兑现承诺，绝魁皮绳还在青龙山，拿走他的人就是青龙山帮主张瑞。苏萧微微皱了皱眉，这几年青龙山正在走下坡路，招收的职业者人品都不怎么样，幸亏我离开了青龙山，和他们在一起，老头子我可真受不了。你要去拿绝魁皮绳难度应该不小，我和你一起过去试试看吧。刘昌知道自己只提供这么点消息，连拿走的渠道都没有，可苏萧已经顺利帮他女儿解决一个生死关卡的副本，显得他一点诚意都没有，他只能亲自带苏萧走一趟才是最佳方案。可苏萧直接拒绝了，不用你去，知道在谁手里，我去就可以了。苏萧随口说道。刘昌去不去无所谓，之前约好的条件就是他帮刘静拿到最终奖励，刘昌就提供绝魁皮绳的下落，而且刘昌跟着也没啥用，如果张瑞不想给，天王老子来都不会给。苏萧心想，给的话当然好，如果不给的话，那就得给他上点手段。
当然要看到时候双方谈的怎么样。这时苏潇手机响了2声，他一看，竟然是周万中和陆成风2个人都分别给他发了消息。鹰将使团用最快的速度赶来龙南总部，问他要不要参加这次会面。必须参加。苏潇第一次见鹰将官方来人，确实有些好奇。我准备走了，刘老，还有其他的事。苏潇开口告别。刘昌有些不好意思，要不要吃了饭再走？就提供个人名，老头心里有些不得劲，想在饭桌上再聊聊。苏潇摇头拒绝，不饿就不吃了。一共进去也没多长时间就出来了，之前吃的还没消化完呢。刘昌笑眯眯问道：小苏，你应该已经加入荣耀了吧？不是龙辉哦，肯定是荣耀。他话音刚落，刘静没忍住笑出声来。爸，你说什么呢？小苏啥样我还不了解吗？他怎么可能进得了荣耀？龙辉勉强可以。说完以后又觉得打击到苏潇，赶紧解释道：小苏，不是老师打击你，确实是荣耀太难了，你还年轻，可以慢慢提升。虽说苏潇在副本挑战时发挥出惊人的实力，可他还是个学生，也才刚刚40级而已，这种程度加入荣耀简直太难了，做梦还是更快一些。没拿到消息之前，苏潇还会听从周万中的话，不会亮出自己的荣耀徽章。现在顺利拿到，刘昌看到也无所谓，他直接从衣服内侧掏出荣耀徽章，别在衣领上。刘昌看到以后微微一笑，而刘静整个人惊得几乎跳起来，苏潇竟然真的变成荣耀成员了。他可真想马上抽自己几个嘴巴子。进副本前对苏潇说的话以及刚刚的话根本收不回来，就被徽章把脸打得稀巴烂。确实如同苏潇所说，他和这些人的层次早就不同，他可是遥不可及的荣耀成员。他眼拙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还觉得他是个没多大用处的奶妈。苏潇摆摆手告别，离开了刘昌家。刘静整个人傻呆呆的，一直没缓过来劲儿，吭哧半天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你不是对他干啥了吧？刘昌有些纳闷。刘静叹了口气，把他不理智的言论还嘲讽苏潇的事儿全说了一遍。刘昌脸色难看道：难怪你都30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他岂是池中物？你不趁这个机会搞好关系，你……本来刘静还有些愧疚，听到他爸把苏潇抬得高，内心又燃起不服气的火焰。他刘静自从觉醒以后，成绩优异，在学校当了几年优秀教师，还能比不过苏潇吗？他一个没毕业的小孩，有什么了不得？刘静翻了一个大白眼。第102章，谁给你的胆子赶我们走？刘静特别不服气反驳道：谁知道他是不是走了后门，加入荣耀的？凭什么龙辉都没收他，反而荣耀收了他的学生？刘昌表情立刻难看起来，解释道：我讨厌荣耀是因为他们当年没有收下我，龙下最强组织怎么可能走后门呢？刘静愣了愣，不明白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你知道第一高校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昨晚被强制拆除一半。刘昌道：为什么？刘静不解，满头问号。昨晚中央城王小蝶带人强拆的，如果苏潇以后有任何问题，就要找他们算账，你明白了吗？刘昌神情更加严肃。刘静浑身一震，整个人惊到舌头发麻，大脑一片空白。中央城的王小蝶可是全国人尽皆知的女魔头，她竟然跑去第一高校，亲自带人去对付校长和赵子霖。刘静想了想，迟疑了几秒后说道：她去找第一高校的麻烦。为什么啊？刘昌冷哼一声：你不是告诉赵子霖已经和苏潇组队了吗？你想让第一高校动手阻拦苏潇，你的目的确实已经成功了，第一高校确实去了龙南总部，当然荣耀已经知道了。刘昌早就看透他心中盘算的小九九，没想到明明彼此关系还算不错，因为他的自视甚高，导致关系弄得很糟糕。刘静依旧嘴硬到底，就因为第一高校派人围堵苏潇，荣耀就拆了半个学校，不可能吧？哎，你还没明白吗？苏潇是荣耀的正式成员，非但没有走后门，反而在荣耀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刘昌恨铁不成钢感叹。刘静整个人傻了，身上的冷汗浸湿了衣服。他从小顺风顺水顺惯了，这次竟然跌了个超级大跟头，脸都被苏潇给打肿了。他一直自持老师的身份，毕竟还带过1年他的课，在他眼里，苏潇还是当初那个瘦瘦小小无依无靠的学生。没想到现在他和苏潇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他和他认识的朋友还大张旗鼓的抱团嘲讽苏潇，难怪苏潇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表情淡淡的毫不在乎，原来他是根本就没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毕竟大家早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就好像蚂蚁嘲笑大象，大象根本不会生气，反而会觉得特别好笑。苏潇马不停蹄回到龙南总部，虽然有传送阵，到处跑来跑去还是挺累的。刚到总部门口，发现陆成风
和周万中都在门口等他呢。苏潇好奇问：他们还没来？你们怎么不在里面等？管他们呢，等你来了才能开始。陆成风笑着说：非常好，毫不在乎鹰将的感受。里面会议室的鹰将使团已经等得浑身难受，内心焦躁。放在游戏更新前，哪个国家敢这么对他们？他们绝对连1秒都不会等，到点直接走人。现在他们为了要拿到攻略，只能强忍怒火，不能走，也不能砸桌子，只能用嘴发泄一下。你们说说，龙夏现在牛逼起来了？拿瞧了？放屁，我们才是全球最牛逼的国家，一会儿开始绝对给他们好看。再不开始，我们就走吧，给他们脸了，等这么久。各种不满的抱怨声充斥整个会议室，苏潇、陆成风几个人就走进来了。陆成风皱着眉还没开口，苏潇先说道：你们要走了？那也行，现在欢送使团吧。陆哥，什么意思啊？鹰将使团脸臭得不行。陆成风还真听从苏潇的话，开始招呼上了：各位，欢迎下次再来我们龙夏做客。哈哈哈，开玩笑呢，我们怎么可能走呢？来都来了，坐下来好好聊聊天嘛。鹰将使团一位金色短毛脸长得通红，咬着牙甲笑道：主动权在龙夏手里，他们不得不用笑脸贴龙夏的冷屁股。哦，那好吧，你们不想走了吗？想要聊什么？苏潇问道。所有鹰将使团成员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年轻人是哪冒出来的？他怎么总说话？龙耀副会长陆成风都没说一句话呢，他都说好几勾了。看样子陆成风似乎还挺支持他代表龙夏发言的。立刻，鹰将使团里就有人开始搞起了小动作，用各种窥探技术想查苏潇的个人信息。可惜苏潇早就料到这些人绝对会有这种举动，回城的时候就替换了一些垃圾装备，当然遮挡他真实职业的装备还在身上。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探测到的只有他的级别40级以及职业奶妈。这些人不免皱了皱眉头，满头问号。起初他们发现这个家伙是奶妈的时候，吓得汗都流出来了，差点以为他就是那位神秘奶妈大佬。结果他才40级，还一身垃圾装备，太可笑了。没想到龙夏最强的战力组织龙耀也有这种关系户，估计是哪个大佬家送出来玩的小孩。陆成风都不得不给他面子，退居第2位。陆成风等了一会儿，看他们半天不说话，直接提问：诸位，怎么没人说话？约我们聊什么？哼，龙耀好大的面子，居然让我们来这么个小破地儿，接待也没用，最高礼仪。金短毛作为鹰将使团的代表，开口就是指责。鹰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去哪儿不是10里红毯相迎，各种美女陪伴。到了龙夏这里，首次受到冷遇。听他这么讲，苏潇憋不住笑，直接乐出声：你们废话可真多，有什么可埋怨的？还想要什么最高礼仪？到底要谈什么？赶紧的，没工夫陪你们。金短发听到的瞬间当场暴怒，青筋暴起。其他使团成员同样气得不行，一拍桌子开始吼叫：大胆，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鹰将贵宾？什么态度？苏潇什么也没说，陆成风用食指敲了敲桌面，说道：看样子你们是来吵架的，不是来谈事儿的。既然如此，就此结束吧。又特么要送走我们，谁给你们的胆子？金短毛气的脖子都粗了2圈。第103章，极致的屈辱。金短毛噎了噎，啥也说不出来，只能放低姿态，脸部僵硬假笑。别啊，我们真心的，再也不敢了。陆成风神色平淡开口说：再有一次，我们就不必再谈了，你们明白吗？实际上他内心都要爽翻天了。第一次骑在鹰将脖子上耍威风，可太爽了。以前鹰将不管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国家都不会低下自己骄傲的头颅，像个骄傲的小公鸡一般，雄赳赳气昂昂的。龙夏因为各方面理念和鹰将不合，被他们带着舔狗小弟针对过不止一次。现在风水轮流转，直接卡住鹰将的大动脉，鹰将简直没有一点办法，必须放低姿态来求龙夏。而且几个月后的国战一旦开启，龙夏必然趁势崛起。鹰将也不太过于造次，只能强忍心中怒火，龇牙咧嘴赔礼道歉：多有得罪，是我们的错。这一次来是想了解你们怎么做到快速通关涅槃深渊，攻略和方法。陆成风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依旧看着金短毛：放心，我们可以出钱，绝对价格合理，只要你们告诉我们就行，哪怕想要任何东西，我们都能同意。金短毛继续说着，他不信利益面前龙夏会放过这个机会。陆成风呵呵一笑：你们打算出多少钱，出什么装备？金短毛愣了一瞬，在心里盘算了一会儿，说道：100万游戏币，怎么样？什么玩意儿？陆成风眼睛立刻竖起来，吼道：特么的逗我们玩呢？拜拜了您呐，慢走不送。100万游戏币，想屁吃！
真以为拿出鹰将的名头，随便掏点钱就能得到攻略？虽说龙夏没有任何关于涅槃深渊的攻略，关键点只有一人，那就是苏萧。就出100万游戏币，那谁当猴子耍呢？简直是乐子人，真以为自己还是过去不可动摇的世界霸主呢？100万都不行，那150万、200万游戏币已经不能再多了呀！金短毛张牙舞爪地喊着。一旁的苏萧突然插了句嘴：“别拿你们过去的外交策略来糊弄我们，想直接拿出个最底价，让我们无计可施。别扯犊子了，现在我来开个价，行就行，不行就拜拜。”这确实是鹰将对外一贯的手段，先把价格打到最低，再利用自己的身份强压。不管任何国家，哪怕龙夏都没有办法提高太多。鹰将这玩意儿一直以来都有点阴损。金短毛想了一会儿，才点头问：“你说吧，可以的话，我们就同意。”苏萧挑了挑眉，呵呵笑了一声：“我觉得100亿游戏币可以。”话音刚落，现场顿时鸦雀无声，陷入死寂之中。不光鹰将使团的人惊住了，就连龙耀自己的人都傻眼了。100亿，可真够离谱的。不过，只有陆承风明白，想要涅槃深渊的攻略，这事儿从开始就根本不可能谈得成。苏萧说出这个价格，不过是逗你们玩，反正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戏弄一下他们。不出所料，寂静之后引来鹰将使团极度愤怒。金短毛气得狠狠用力一拍桌子，怒吼道 ：“Shit！ 这就是龙夏的态度？该死的，姓陆的，你也是这个态度？”陆承风稳如泰山，抿了口茶水，不紧不慢道：“对，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们同意吗？”特么的，谁敢同意这么大一笔钱的买卖？100亿，这可是100亿，不是100块。金短毛气的肺都要炸了，可他们确实将在涅槃深渊这个副本上没一丁点办法。金短毛立刻改变战术，态度谦卑恳求道：“我们是真的想买，求你们也真诚一些，之前确实是我的错，价格给的不合理，太对不起了，请接受我的道歉。”说完，立刻给龙夏所有人鞠了个躬。求人办事还摆个高姿态，飞扬跋扈的，直接把鹰将收拾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明明是过来求人的，还耍心眼子，想要低价购买，哪有这种好事儿？是觉得龙夏好欺负吗？100亿就是100亿，不二价。拿出钱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把攻略给你们，就这样吧。陆承风一锤定音，现在让鹰将拿出100亿，他们肯定不乐意。先谈到这里，等他们好好想清楚了，愿意出钱换攻略再说。不过鹰将肯定不会同意给钱的，100亿游戏币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古德，歪瑞古德，龙夏你们可真有能耐，是不是故意的？敢欺辱我们鹰将，你们等着，不会放过你们的。金短毛气得像个大青蛙，鼓鼓胀胀的。可惜这句话陆承风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游戏更新之前，鹰将整体实力肯定是在龙夏之上。国战之际，激怒鹰将肯定是非常不合适，必须引起他们的报复。就算不刺激他们，鹰将到时候也不会放过龙夏，必然会想办法打击龙夏。古德，龙夏人你们就等着吧，别以为能通关涅槃深渊就能骑在我们头上，做梦去吧！别以为你们通关一个小小的涅槃深渊就得意忘形。哈哈哈哈！告诉你们，我们还在准备通关比涅槃深渊更强大的副本，不管什么榜单，最强者必须是我们鹰将。金短毛一顿发泄怒吼，陆承风只是毫不在意点点头，哦，祝福你们。说完，龙夏团队的人全部离开会议室。金短毛被气得大脑缺氧，几乎智障。龙夏现在拽的连鹰将都不放在眼里了，他们这一趟来的就是硬生生让龙夏羞辱的彻彻底底。龙夏的目标也达成了，鹰将使团上百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极致的屈辱，脸和面子被龙夏毫不客气踩在鞋底下摩擦。龙夏的人从里面走出来后，苏萧立刻换回过去的极品装备。他抬头看了眼外面的天色，嘟囔了一句：“必须赶紧拿到绝魁皮绳，换来换去的太麻烦了。”第104章，你确定是 SS 级副本？陆承风追了上来，听到苏萧讲了这么一句话，立刻关心绝魁皮绳能不能顺利拿到手。有绝魁皮绳的下落了？陆承风问了一嘴。这东西对于苏萧来讲是必备的装备，就在青龙山帮主张瑞手里，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拿得到。苏萧答道：“青龙山的张瑞，这个家伙可是有点棘手。”出乎陆承风的意料，他皱了皱眉。苏萧好奇地看向陆承风，没想到连他都知道青龙山的帮主。咱们龙夏除了荣耀是最强战力以外，还有10大公会，青龙山就是其中之一。青龙山虽然是10大公会的最后一名，它又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组织，吸收的都是打家劫舍、血腥残暴的职业者，在副本秘境经常当场抢劫，现在在匪徒中几乎一呼百应。不光10大公会对他有意见，就连普通的公会都非常不满。听到这儿，苏萧算是明白了，青龙山明摆着就是悍匪聚集地，还自己圈出来一块地盘。苏萧纳闷道：“
为什么龙夏不处理他们，直接解散？青龙山自己画了一块地势非常好的地方，他们整体实力都不错，再加上凶猛彪悍，都是活在刀尖上的暴徒，想要攻下来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龙夏开始确实没把青龙山当一回事，一些暴徒没准哪天就把自己做死了。没想到他们势力越发展越大，等到想处理的时候，龙夏又和鹰将、樱花等国纠缠在一起，导致处理青龙山的事情一推再推。毕竟想要处理就必须使用武力，到时候肯定要死一些职业者，人数无法预估。青龙山的地势攻必克，守必固，龙夏的局势内忧外患，不能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折损在这儿，只能暂时放一放。陆成风叹了叹气，普通职业者去打这种地形属于白给，要上只能上高阶职业者，确实腾不出手来收拾这些狂徒。苏潇听完后点了点道：我明白了，咱们龙夏现在确实不容易。什么不容易？陆成风诧异看着他，外有鹰将、樱花等国虎视眈眈，联手强压，内有没把国家大义放在心里的烂货。苏潇解释道：这些家伙就是故意趁着国家腾不出手来，疯狂抢占各种资源，也不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国家就算被占领了，他们也依旧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和间谍叛徒实质上没太大的区别。陆成风无奈笑了下，道：确实如此，好钢用在刀刃上，高阶职业者都忙着对抗境外势力，这些老鼠屎暂时没时间处理。没关系，就交给我好了，我把他们全杀了怎么样？苏潇做好了决定，能杀了就太好了，为国除害了，咱们早就想荡平他们的老巢了。陆成风回道：就算苏潇杀了什么不该死的人，就凭他现在的重要性，肯定不会对他有任何惩罚措施。而且整个海蓝星谁有资格来惩罚苏潇？行，就交给我吧。苏潇放心了，本来还担心万一张瑞不把绝魁皮绳给他怎么办，现在有陆成风这句话就好办多了，如果不老实直接干掉，绝魁皮绳就是他的了。你先别着急，我先派人查查最近青龙山什么情况，得到消息你再行动。陆成风道。苏潇确实搞不清楚青龙山在哪儿，地形地势地貌什么情况，按陆成风所说确实稳妥很多。他点了点头同意道：行，不浪费时间的话，我也还有其他的行动。什么行动？陆成风不解道：刚才鹰将使团的金短毛说了一句涅槃深渊以上还有难度更强的副本。苏潇回道：他们之前通过的涅槃深渊确实是难度为 A 的副本，通关以后可以选择将副本难度提升为 S 级。陆成风惊讶道：现在就要提升吗？这是游戏更新后的新玩法，按照陆成风的习惯，至少要稳几个月，多打一些装备，再决定提升难度。其他国家也是相同的打算，等队伍里所有人都拥有了可以保命的装备，才会选择提升。S 级的副本难度比他们通关的 A 级可是难上加难，几个月时间都算快的。之前鹰将使团的金短毛被刺激的大放厥词，正是因为他们发现就算 A 级通关再多次，他们也没办法赶上荣耀的水平，所以他们才决定冒险直接换赛道。他们报名的血牛队人不少，足够折腾一阵子，这样就可以强制将荣耀踩在脚下。苏潇微微一笑：我们直接去 SS 级副本。陆成风差点被击晕，大脑嗡一声炸响。SS 级副本正是本次游戏更新的新内容，团战可以自行选择人数，最多可以进去500人共同作战。S 级涅槃深渊成功后，才有信心去挑战的超强难度副本。陆成风被吓呆了，他可是连 S 级都没想这么早。你需不需要再缓缓？真决定去？陆成风喘了几口气，才说完一句话。他还想质疑苏潇的决定是不是太过仓促，转念一琢磨，任何副本面对苏潇的时候，下场应该都差不多。苏潇随随便便俘获一群各种受宠带进去，里面绝对热闹非凡。放心，我们进去试试，感觉难度不大。青龙山的信息查到后马上通知我呀。苏潇很有自信说道。和陆成风分开后，苏潇联系上严来龙等人，将计划通知几个人。他们几个听到后当场呆滞，整个人懵圈了。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能去打 SS 级别的涅槃深渊？严来龙不敢置信，瞪大双眼道：放心，之前我忘了这个副本是能换级别的，早知道咱们这几天就刷上 SS 级了。苏潇摊摊手：小苏，最多可以进去500人，咱们加到一起就4个人，你觉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玉眼儿摸了摸扑通扑通跳的心脏。苏潇确实强得离谱，500人的副本就4个人进去，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他们就像小蚂蚁一样，要去撼动大象的地盘，怎么想怎么觉得胆突的。是不是他们理解错了？他们实际上去的只是 S 级100人规模的。第105章，双方各自行动，冲！另一边，鹰将暴跳如雷返回国内，将龙夏的无理要求、蛮横态度全部讲了一遍。煽风点火，恶意添油加醋不少内容，疯狂发泄憋在肚子里的怒火。
听到的人爆炸狂怒，星条工会会长气得破口大骂 ：“shit， 马德，100亿，龙夏疯了吗？嘴巴张得太大了吧，敢威胁我们？太放肆了！我们去攻略 S 级副本就是，血牛足够多，只要我们攻下来 S 级，照样能将龙耀踩在脚下。该死的龙夏人！”军部将军直接定下来方案，让他们伟大的鹰将给龙夏低头，做梦吧！只要继续走血海战术，用人去顶，早晚能拿到 S 级装备，有何可惧？到时候再回来通关 A 级涅槃深渊，同样也能达到龙夏的速度，死多少人都无所谓，用钱能解决一切。10趟下来也花不了几亿，龙夏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就这么定了。军部将军立刻示意秘书通知下去，召集之前那些报名的人，我们现在就出发。他眼睛放出金光，仿佛唾手可得。秘书执行力很强，没一会儿功夫就召集齐人马，挡伤害的血牛足够了。反正这些人唯一的用处就是尸身血海。军部和星条工会又在召集人去冲 S 级涅槃深渊副本，瞬间传遍整个鹰将。很多人都蹲守在任务大厅，准备亲眼见证鹰将不朽神话的那一刻。鹰将才是这个世界的霸主，小小龙夏必然会被他们再次踩在脚下。只要鹰将再次解决 S 级涅槃深渊，哪怕一次，绝对站在龙夏头上。古德，鹰将必须屹立世界顶端，龙夏算个屁！哈哈哈，太好了，真想看到龙夏被咱们狠狠踩着气愤的表情。不过就是 A 级副本速度快而已，他们肯定不敢现在就去冲 S 级。准备好啤酒，一会儿通关了，我要庆祝，给龙夏点颜色看看。鹰将国内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要干垮龙夏。军部信心暴涨，军部将军和星条会长准备同时前往 S 级副本，不但率领军部高阶职业者，还挑选了星条工会排在前几名的职业者，再加上精心准备好的血牛，大张旗鼓冲进涅槃深渊的 S 级副本。此时，位于龙南总部的苏潇等人吃饱喝足，晃晃悠悠开启涅槃深渊 SS 级别难度副本。几个人眼前一晃，同时进入涅槃深渊之中。放眼望去，和他们在 A 级副本内见到的环境基本差不多，都是差不多的深渊序列副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副本整体看着范围庞大了不少，浓雾的颜色更加晦暗，看起来令人心里极为不安。应该没关系吧？有 A 级涅槃深渊成百上千次的经验，从规模上判断，我猜 SS 级怪物至少增加了几倍，实力也会增强。对，人数要求上也翻了至少10倍，估计怪物数量上也是按这个比例增长的吧。就是实力应该也是过去的至少10倍以上。SS 级副本的话，不知道还有会什么新设定的规则。岩来龙和玉影儿都在分析副本的情况。苏萧静的副本比较少，很多情况并不了解，通过他们的讲解倒是清楚不少。不过对于他来讲用处不大，他的技能过于变态，不管去哪个副本差别都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怪物的量变大了。这里对于苏萧来讲就是他升级技能的天堂，怪物越多，他的技能范围越大，能辐射到的目标全部进化，真是太爽了。苏萧微微笑了笑，扭回头朝着他们几个人说：“准备开始，这回速度肯定慢不了。”必须的。岩来龙哈哈大笑，毕竟苏萧的技能再加上他们浑身最好的装备，横推这里可不是说着玩的。苏萧的万倍暴击增幅加上反弹的厄运以及狂减1几种 bug 技能叠加一起，如果几个人冲进去，必然和超级坦克差不多，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虽然众人早就清楚苏萧的恐怖之处，几个人内心依旧有些惶恐。面对未知强大的 BOSS， 近乎本能式的恐惧。这里可是 SS 级副本涅槃深渊，已经不是他们所熟悉的 A 级副本难度。如果没有苏萧的话，他们连 A 级涅槃深渊都没办法通过，很可能直接就挂在里面了。小苏，咱们还是速度慢一点吧。稳一稳，怎么样？对 ，S 级的副本，鹰将一时半会肯定过不去。咱们只要通关，肯定就是全球第一，碾压一切。咱们就小心着点儿，稳妥更好一些吧。速度太快，心跳突突的。岩来龙、玉影儿等人互相提醒，就怕万一有个什么突发事件，有人嘎了。可惜苏萧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毫不在乎摇了摇头。大家放开了干，肯定没问题的，和之前在 A 级副本一样杀怪就行了，不用小心翼翼的。这些难度对于苏萧来讲和 A 级差别不大，毕竟他一个狂减翼，什么都减成脆皮了。加上岩来龙和玉影儿的炮轰，一点问题没有。就算进入 SSSSS 级别的副本，差别也不大。然而就在苏萧几个人热火朝天冲进 SS 级涅槃深渊之时，龙南总部城外荒野平原某处突然窜出一道黑色迷雾般的身影，他正是樱花的厄里土斯。厄里土斯通过特殊渠道潜伏进入龙夏，跑到龙南总部的外面，将浑身的黑雾全部收纳进体内，用面具遮盖住自己的脸部。
隐藏了身上所有能透露出自身信息的物件。收拾妥当一切后，假装沿途杀了几只小怪后，跟在龙虾人的身后一起回城。毕竟他也是黑头发黄皮肤，不像其他外国人，从外貌就能轻易辨别出来。厄里土斯顺利走进龙南总部，他大费周折从樱花赶过来，目的就是为了干掉龙夏的神秘奶妈。可惜厄里土斯如果知道今天他来到这里是个错误的决定，他肯定不会踏入龙夏境内一步，必定会屁滚尿流，跑得无影无踪。第106章，我们鹰将才是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几个人开始在 SS 级涅槃深渊内杀怪。玉蚁儿和岩来龙共同担当攻击的主力。玉蚁儿铺天盖地的各种兵系技能，照得整个空间犹如白日一般。岩来龙的大刀砍得一路冒烟的火星，满地都是几滴血的小怪，完全不够这两个人的技能扫射。苏萧的万倍暴击加上万倍增幅，让他俩如虎添翼，更加凶猛。再加上超反弹的致命厄运，导致很多小怪提前自我解决，所以几个人在里面一点紧张感都没有。10多分钟，岩来龙几个人就习惯了，连潘明月随时准备加血的小手都放下了。喂，没想到 SS 级就这种程度，和 A 级没什么区别啊，就是感觉有些无趣，难度有些弱。哈哈哈哈！没想到我一个牧师也能在这种环境里溜达晃悠。岩来龙舞动着断刀，无聊透顶。凭空一个刀锋就能刮死几个小怪，要不是盼着能打出来属于 SS 级副本最强装备，他可能都想闭眼打了。跳个健身操都能扇死几个残血小怪啊！和小苏一起太舒坦了，毫无难度可言。这么打下去，真有点犯困。岩来龙打了个哈欠，哈哈哈！你还不知足？不然你和陆成风的队去挑战 A 级副本星星脑怎么样？玉眼开玩笑道。岩来龙听他这么说，立刻哈哈哈大笑，摸了摸鼻子，拒绝道：“我可不去那边拼命，就在这边眯眼打盹都爽。”放眼望去，洞内的小怪到处都是，数量变多的同时，血防也变厚不少。不过根本挡不住他们前行的步伐，速度依旧很快。他们都通关 A 级副本多少次？这里只是相对于 A 级副本怪物变多而已，难度上并没有太大。路线和序列的深渊洞穴全部一模一样。小怪防御在后，遇上苏萧的狂剪亦只能呼呼掉血，剩下的一丝丝残血一下打过去死透透的。岩来龙和玉影儿无比轻松地向前推进，打起来就像坦克推平一切障碍一般轻松自如。遇到 BOSS 的话，苏萧直接动手，对着他就是狂剪翼和超反弹， BOSS 吼不了几声就被直接拍死。苏萧这边几个人就像边度假边杀怪，另一边的鹰将团队可是无法形容的惨痛凄苦。军部和星条工会同时下场，再加上扎堆的血牛，入场的时候还是相当凶猛。可惜遇到序列01的 BOSS， 差点全部壮烈。序列01的 BOSS 攻击极强，血牛冲上去的时候引来了 BOSS 凶残报复，一个攻击下去碰到谁直接被打掉3/4的血。如果没有奶妈赶紧补血的话，当场横尸。就这么抢救，还死了好几个血牛。不行，我们先出去，人数不够了。军部将军当机立断决定，这种时候不能硬扛，必须赶紧出去再弄一批血牛进来，必须要血防更牛逼一些的才行，扛都扛不住一下，弄得灰头土脸跑出来，士气都变得低迷了。不光血牛心生恐惧，不敢往前冲，就连战士和法师双腿都有些发软。大家心里非常明白，以他们的实力，想要通关 S 级涅槃深渊难度太大了。通关 A 级涅槃深渊已经死了很多职业者才艰难拿下，现在再打 A 级的话，了解副本规则，加上熟悉内部情况，也拥有副本爆出的好装备，通关难度已经降低。而 S 级副本等于难度突然飙升，大家冲进去等于和之前一样，除了送死没别的选择。在这里死就等于真的彻底死亡，不可能活下来。血牛签订协议就是为了大量的游戏币而来，他们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死了也就死了，反正能拿到钱就行。其他军部成员以及星条工会成员根本接受不了死亡。将军，我们还是回去 A 级副本吧。就是 S 级对于我们目前来讲难度太大了，死亡率太高了，刚才差点吓死我，就差1厘米就击中我了。看龙耀还在打 A 级副本呢，我们还是等多打出来一些装备，再试着冲 S 级更好一些吧。可惜这些人说再多也没有任何用处。军部将军早就被龙耀刺激的大脑发热，住口，不拼怎么可能会赢？趁龙耀还没挑战，我们先出手为强，再次碾压他们，安得四弹。军部将军暴躁吼着。虽说道理大家都明白，可众人依旧忐忑，脸上都是不乐意，谁也不想去。星条工会会长继续补充道：大家换个思路，我们不用非要通关 S 级啊，只要杀了序列01不是也行吗？什么？只杀序列01？打不到后面的 BOSS 也没关系啊，我们只杀序列01，照样爆 S 级副本的号装备，一样提升我们的整体实力，
这不比打 A 级更好吗？星条公会会长继续给大家洗脑。听他这么一说，所有人瞬间振奋。鹰将整体通关 A 级副本没有几次，虽然打出来一些装备，大部分人身上还没有新装备，还不知道要刷多少次才能弄到每人身上一件。重点是队伍人数庞大，就算爆出什么好装备，能不能轮到自己都不好说。但是在 S 级副本里，一旦爆出装备，那就是比 A 级更高级的装备，慢慢打下去，人手都能有一个好装备。大家放心，我们还有队伍继续在通关 A 级，装备还在持续爆。你们继续刷 S 级副本，不要求必须通关，只要大家合作努力去做就行。我们只要能在几天内通关就可以，要求不高。继续在 A 级副本里攻略的队伍也有几个，速度非常快，只要爆出了好装备，会先给我们这边的人替换。只要跟着我们干的成员们，全都提供好装备。在星条公会会长的大力鼓吹下，很多成员内心激昂澎湃，心生向往。有钱有好装备，谁不乐意去啊？所有人再次振奋起来，一改之前颓废的装备。说的太对了，在哪儿打不是打，这里打和 A 级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对，哪怕只打序列01，完全一样，照样有好装备爆出来。就是小怪也不难打，也有概率爆出来好装备。好，团结，让荣耀看看，鹰将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第107章，全世界炸裂。在星条公会会长的动员下，所有人恢复了气势。军部将军满意的点点头，再次召集了不少血牛，重新进入 S 级副本。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动员的这会功夫，苏潇他们已经一边溜达一边聊天，杀完了序列04的 BOSS， 冲进了序列05。苏潇等人打的副本也就是 SS 级副本，在游戏更新后出现最强副本涅槃深渊中算是顶级难度。A 级副本就已经弄趴下全球的国家，足以见得 SS 级有多可怕。涅槃深渊的规则设置，序列05一直都是整个副本中比较伤脑筋的一个洞。鹰将在冲刺这里的时候，用时也是最长的。BOSS 每隔一会儿功夫就要飞升发射出一个茧，队伍就要快速清理周围突然刷新出来的小怪，这样 BOSS 才会再次回到地面，队伍才能再次攻击到他。如果没办法通过强攻让 BOSS 掉血的话， BOSS 又会飞到上空养血，队伍又要循环开始杀小怪，需要消耗的时间等各方面是最费劲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不停的攻击。当然，这只是鹰将最痛苦的关卡，并不是苏潇所担忧的。苏潇走进去如履平地，抬手放出各种技能。BOSS 不管怎么升空，都要承受苏潇释放的狂减翼，哪怕他飞到洞内最高处，谁也打不着他，他依旧在掉血，依旧在承受超反弹的发疯影响。另一边的鹰将成功画了个大大好吃的饼，套住了很多血牛。很多人被洗脑，为了装备，为了钱，大家行动迅速，不怕死，疯狂冲，配合完美。虽然整体进程并不快，费了9牛2虎之力，到底是弄死了序列01的 BOSS。所有人都顺利熬过了第一关，没有损失任何人员。军部将军信心大增，果然他的决策是对的，整个人激动的哈哈大笑。大家明白了吗？鹰将无敌，这才是我们蓝星第一的鹰将，真实的实力无人能挡。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我们没有任何人死亡。真的蓝星第一个杀死 S 级涅槃深渊序列01 BOSS 的就是我们鹰将。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调整下状态，我来统计装备。说完，军部将军满面红光，开始整理地上新爆出来的装备。确实如同军部将军所说，目前攻略涅槃深渊的除了鹰将就是龙夏。虽然后续有樱花、棒子、毛熊、阿三都通关了 A 级涅槃深渊，不知道他们采用的是不是尸山血海战术。总体说来，全球攻略涅槃深渊的情况趋于稳定的状态。等其他国家轻松攻略 A 级副本时，就会开始转战 S 级难度。鹰将采用的方式就是最激进的方法，用人来铺路换取新装备。当然，鹰将确实是全球第一个杀死 S 级副本序列01 BOSS 的组织，而苏潇等人则依旧在他们头上蹦跶，在更高难度 SS 级遛弯呢。军部将军大手一摸，这次运气非常好，神话级装备有几件，世界级装备也有。这里的装备虽然是世界级，已经非常接近超神级里普通一些的装备。照这么发展下去，他们确实会拥有更多更好的装备。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不清楚会牺牲多少人，谁会死。军部将军信心大增，不由得激动的狂笑。库瑞特、万瑞古德，非常好，就算是史诗级装备，都比 A 级副本里面爆出的属性要强上不少。他继续强调道：“大家放心，所有装备都在我这里，出去以后我们就分装备，大家继续冲。”这种方式也是所有人都认可的。过去的副本刷怪爆出的装备都是这么分配的。鹰将休整完毕，开始朝着序列02前进。沿途小怪扎堆，行进速度逐渐减缓。有惊无险来到序列02的洞穴内，
直面02的 BOSS。序列01进展得过于顺利，军部将军信心爆棚，直接激情开启战斗。没过几分钟，队伍中就有人不停地开始出问题，然后就有人被秒杀，整个队伍瞬间慌乱，人开始乱跑，队形也混乱不堪。奶妈追着加血都加不过来，整个场面惊心动魄，混乱不堪。快跑，快跑！所有人向后撤退！军部将军气的嗷嗷大吼。就算大家反应及时，成功撤退到洞外。100人的队伍只剩下68人，死了32人。这才是序列02，直接干掉了1/3的人。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对视一眼，眼中全是慎重。他们深刻认识到，现在已经没办法再给队员们画大饼了。不论怎么画，都画不出来一个让人品尝起来香喷喷的饼子。这68个人都不够塞 BOSS 牙缝的。哎，撤退吧，人数不够了，只能这样了。军部将军红着眼睛直叹气。星条工会会长也无奈道：行，保住实力最重要，先走，回去重新调整。然而就在此时，全世界所有人都收到一个世界信息提示：龙夏荣耀公会成功通关涅槃深渊 SS 级。龙夏荣耀公会成功通关涅槃深渊 SS 级。龙夏荣耀公会成功通关涅槃深渊 SS 级。3条火红的超大世界公告瞬间引爆全球，整个世界被掀翻。刚准备退出副本重整旗鼓的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当场懵逼。军部将军拍了几下脑袋，不是幻觉，这是真的。他惊得大脑发麻，简直不敢相信。SS 级难度的？怎么可能？他们费尽巴力才杀死序列01的 BOSS， 序列02的 BOSS 刚一照面就死了32个人。龙夏到底搞的什么鬼？鹰将举国处于一片哭嚎之中。第108章，鹰将真想咣咣撞墙。SS 级的涅槃深渊相当于团战的副本，规模不是一般的大，需要的职业者也是非常多。就算他们进去100个血牛、200个血牛，也扛不住怪物这种规模。实际上，鹰将通关 A 级副本之后，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积累装备，凑齐装备后才能开始挑战 S 级副本。A 级副本还是他们用人海堆出来的，不然他们根本没办法通关涅槃深渊。这些日子里，鹰将的队伍依旧采用这种人海血牛战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龙夏竟然轻轻松松就通过 SS 级副本。这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龙夏怎么会一直被鹰将压制？到底发生了什么？龙夏搞什么鬼？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通关了。最可怕的是，龙夏根本就没有打 S 级难度，直接蹦到了 SS 级，胆子有多肥才敢这么做？军部将军恨不得眼睛尿尿，凭什么？我接受不了！马德，如果龙夏没有通关 SS 级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希望抢在他们之前，用大量的血牛铺出一条尸山血海，淌着鲜血踩在龙夏头上。现在的话，只能说梦里啥都有。SS 级这种恐怖到极致的副本，给他1万个胆子，他都不敢冲进去。将军，怎么办？荣耀真的成功了？我的天呐，真的是 SS 级，不是 A 级？太难以置信了，疯子！我不信，荣耀怎么可能成功？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再给我们3个月都不一定通关 SS 级，他们竟然轻松成功。他们再通关几次，拿到更多的深渊神装，过几月国战，我们要完蛋了吧？周围越讨论，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脸色越难看。特么的，问他俩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荣耀，目前无解。他俩对视一眼，眼中只剩下凄凉。一旦国战开启，龙夏必然强势崛起，谁也压制不住，越想越恐怖。军部将军叹了口气，率先退出副本，爱咋咋地吧。等他再次返回任务大厅时，耳边全是各种怒吼、尖叫、哭嚎声，全世界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涅槃深渊的榜单上。荣耀依旧位于榜首，和之前不同的是，涅槃深渊等级已经变为 SS 级，时间仅用 1.04分35秒，1个小时出头的时间就通关最强副本。我日，我瞎了，谁来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Shit， 垃圾，鹰将都是垃圾，号称世界最强，连个 SS 级副本都解决不了。Dog shit， pig shit， 没用的东西 ，A 级副本都不如人家 SS 级速度快，自杀吧！呵呵呵呵呵，国战还打个屁，被人家打出屎差不多。马德，我要加入龙夏，需要什么条件？新版本龙夏是世界龙头，洗洗睡吧，龙夏可不要你，墙头草。就是龙夏是全球最难加入的国家，你个鹰将别做梦了。军部将军和星条工会会长2个人都傻了。按2人的预估，就算荣耀有神秘奶妈这种实力超强的高手，带着荣耀精英高阶职业者，想要通关 SS 级，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很可能命都没了，和他们差不多的现状。可现在
一看时间，这特么就是轻轻松松，毫不费力。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军部将军咬牙切齿，握紧双拳。星条工会会长脑袋一片空白，话都说不出来。和其他国家几乎脑震荡惨状相比，龙夏又一次陷入全民狂欢之中。之前神秘奶妈确实让龙夏为之欢呼，而且还不止一次。然而这次彻底点燃了龙夏人心中的狂热，哪怕在游戏更新前，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接二连三通关难度差别如此之大的副本。从时间上判断，荣耀通关 SS 级难度并不大，只是需要切的白菜太多而已。荣耀连续将鹰将、樱花牢牢踩在脚下，直接在龙夏掀起惊涛骇浪。所有龙夏人热血沸腾，心中全是壮志豪情。而鹰将元帅、军部将军、星条工会会长以及鹰将高层全部崩溃。他们一直以来高高在上，走到哪儿都有鹰将之光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以自己鹰将人为傲。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被荣耀扒得干干净净，仿佛被荣耀狂扇了一顿大比斗，脸都打成猪头了。给他们留下的只有难堪和极致的耻辱。可惜他们又没有一点办法。别说 SS 级涅槃深渊通关仅用1小时04分，就算 A 级副本他们也达不到这个时间。然而突然有人大吼一声，装备榜快看！军部将军猛地抬头，眼睛直勾勾看向榜单。果然装备榜再次刷新，几件属于荣耀的新装备同时登上榜单。很明显，这些全是 SS 级涅槃深渊中爆出的深渊装备。最令人心惊肉跳的是，装备榜前50名荣耀的名字有40个，榜单前面还有一件超神级装备深渊烈焰末日支配者。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个装备是从 SS 级副本里打出来的。这件装备横空出世，就直接排在装备榜第2的位置上。虽然没有超过第1位的虚空幻界，也能够看出它的强大。老实说，任何装备想要超过虚空幻界是不太可能的，毕竟虚空幻界能够无差别复活一次，其他装备可没这么变态。正在涅槃深渊之中的苏潇等人正在仔细端详眼前这件装备的信息，几个人越看越心惊肉跳。深渊烈焰末日支配者，品级超神级，等级无，职业无职业，物理攻击加5000，魔法攻击加5000，体质加2000，精神加2000，闪避加1000。特性1 50%几率恢复防御 20%，50% 几率回血 10%，50% 几率回蓝 10%。特性2特技魔龙咆哮，持有者可每300秒释放出燃尽深渊的滔天烈焰，烈焰持续伤害每分钟增加1000点伤害。特别说明，此装备为深渊神装之一，及其7件神装即可召唤深渊魔龙现身，1分钟协助战斗。全套深渊神装为游戏更新最强套装之一。几个人花了10分钟时间才看完装备介绍，眼睛纷纷化为蚊香圈，脑袋嗡嗡响，内心只有2个大字：真特么变态。第109章全球大跃进。看着这信息面板，几个人倒吸一口凉气，连连惊呼：太特么牛逼！克拉斯攻击太可怕了，他竟然还是套装，如果集齐的多恐怖！我的老天爷，还能召唤魔龙呢，这东西可真没见过，真炫酷！到时候召唤魔龙战斗得吓死鹰将樱花他们吧！哈哈哈，魔龙能让我们气不？哈哈哈，我想当龙骑士，毕竟在游戏时代，至今还没人飞上天空乘龙战斗过。苏潇也有些颤抖，爆出来这种装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简直就是上天赐予他的宝贝。虽然他手里有幽冥遮天这把极强的黑伞，高攻高防，还能隐匿他的职业。等他拥有绝盔皮绳之后，这件新装备更加适合他。高攻高防的同时，还有特性技能魔龙咆哮，在万倍暴击的加持下，魔龙咆哮的能力更令人不寒而栗，惊恐万分。岩来龙激动地喊了一声：小苏，这个武器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吧，太适合你了，你拿着它哪怕自己一个人都能相当于千军万马。苏潇按捺住内心的狂喜，直接将武器拿起晃了晃。这是一把长剑，拿在手里重量适中，剑身细长且单薄有韧性，整把长剑呈乌黑色，一闪而过渗人的紫色光芒，一股股阴寒之气浸透人的骨髓，令人胆颤心寒，煞气逼人。剑尖看上去就像龙头呲出凶猛的尖牙，而手握处则有一条活灵活现的龙尾缠绕其上。不管怎么看，这把武器都强大到让人心惊肉跳，将它握在手里炫酷到极致，无人能敌的气势。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任务大厅都注意到这把新上榜的武器。我日，这是有史以来各方面攻击最高的武器了吧？就是全方位加点的武器，真特么邪乎！什么都加，真对上一击就得弄死我。
魔龙是个啥？这世界上还有龙吗？御龙师哭死了吧？他们还没轮到一条龙呢。马德，是因为龙下第一个字是龙，所以他们才有的这把武器吗？受不了了，老子也想要，也给我一个这样的武器吧。就这样吧，咱们回去吧。其他的装备你们看看需要什么就拿走吧，剩下的给陆成风。苏潇随口道，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赶紧拿到绝盔皮绳，不能再耽搁了。身上的好装备越来越多，他可不想走在哪儿，随便就被拥有变态探查技能的人扒光看得一清二楚。他又不能身上不穿装备吧？他可不是那种你想看就随便让你看的人。随后几个人收拾了一会儿，就选择退出涅槃深渊。回来后，任务大厅依旧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亢奋的职业者。苏潇他们心里早就清楚，冲完 SS 级副本必定引起剧烈震荡。他们几人抬头看向榜单，果然榜单上龙耀一骑绝尘，强势碾压全世界。苏潇看了会儿说道，没想到棒子、阿三、毛熊都顺利通关 A 级，第二名的还是鹰将，不过苏潇并不在意他的位置，就算他位列第二，和龙耀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任务大厅沸腾的景象比过年都热闹，人们欢声笑语，相互击掌，更有甚者掏出啤酒碰杯豪饮。然而更让全世界职业者震惊的是，就在苏潇他们几个人退出 SS 级涅槃深渊之后，全世界同时收到火红色的系统提示消息，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通关成功，即将开放70级团战副本目击神殿，时间为5日之后。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通关，全世界怪物实力将在5日后增强1倍。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通关，全世界怪物爆率将在5日后加强1倍。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通关，70到80级副本将在5日后开放。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通关，海蓝星面积将在5日后增长20倍。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通关，域外万族将于5日后融入游戏世界。系统一系列提示信息不断刷新。有人惊叫一声，我操，这是游戏更新后的新规则吗？团战副本是游戏更新后规格最强的副本，难度和爆率也是最高，当然能够进入的人数也是最高的。就像 SS 级涅槃深渊可以500人同时进入。游戏更新后的规则，一旦有队伍成功通关副本的最高难度，就会开启更高难度的副本，整个游戏世界的难度也会再次刷新，进度也会向前迈进，就连全世界的面积也会随着副本通关扩张数倍。未来职业者的背包、装备栏都将会随之进化。真没想到通关涅槃深渊 SS 级就会有这么多变化。全球面积都扩展20倍的话，咱们去其他区域的路程是不是增加20倍啊？如果没有传送阵，腿都得跑折了吧？啥意思啊？万族是啥？没听说过啊。域外是引入咱们海蓝星以外的人，宇宙人、魔族、天使，这特么的还能打过吗？能不能撤退这条更新？滚一边去！我要精灵和天使，赐我10个魔妹。不管全球职业者是否能接受，游戏都将在5日后全部更新。玉眼按了按太阳穴，喃喃道：万族从没见识过的种族，我们这几天必须抓紧升级，整个世界的难度全部提升，怪物实力都增强了。潘明月也在一旁嘀咕着。岩来龙突然冒出来一句：万族和咱们不一样吧？他们不是职业者吧？几个人猛地看向他，同时点点头。万族肯定和他们不是同一个种族呀，连人都算不上。不过人类也算是万族的一个种族而已。岩来龙晃了晃脑袋，瞪大眼睛继续说道：小苏的俘获升级的话，你们说是不是可以把他们都抓过来当俘虏？玉眼儿、潘明月听到这儿，几个人心脏狂跳不止，目瞪口呆。第110章卧龙岭，势在必得。听他这么一说，苏潇自己也吓了一大跳，瞪着眼睛看向岩来龙，惊诧说道：不会吧？也有点太猛了吧？怎么不会？没准就是这样的。小苏，你赶紧升级吧，姐姐等着抱你大腿呢。玉眼儿欣喜若狂道。苏潇目前能够俘获的目标，一个技能出去差不多能够控制1万多个，也就是说只要苏潇持续升级不断打怪，这个数量还会继续暴增，他的目标范围也能继续扩大。哪怕是现在他能够达到的目标数量和范围，随便一个种族他5秒的冷却时间，每5秒一个技能，一个劲儿扔俘获也足够了。苏潇的俘获技能是无解的，只要被控制就是一辈子的俘虏，根本没有办法解除。域外万族算个嘚儿，只要苏潇的技能能升级到全控，他所控制的目标和范围足够大，他就会化身万族首领。最恐怖的是，来一个族俘获一个族，来10个族俘获10个族。鹰将、
樱花、约翰牛这些国家根本不值一提。只要他想，哪个国家都顶不住这种级别的全力围攻。大家放轻松，还有5天时间，不知道他技能的威力可不可以辐射到万族，5天后试试看。颜来龙眼睛眯成一条缝，红光满面叮嘱众人别太激动，可他自己乐得连眼睛都快看不到了。今天还继续 SS 涅槃深渊吗？玉影儿问。苏萧点点头，再来几趟，看看升级后能不能升级技能。然后他就要去找陆承风问问绝魁皮绳的消息。说完，几个人再次冲进副本，火力全开就是干。此时的荣耀会议室，陆承风正焦急等在会议室内。苏萧顺利通关 SS 级涅槃深渊，他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当他得知通关时间仅有1小时04分时，惊得下巴都掉了。陆承风自从拿到苏萧打出来的涅槃装备后，已经组织了好几波高阶职业者冲进 A 级副本。苏萧贡献了太多的装备，这么多人都装备好，还绰绰有余呢。大家都做到了没有任何人员死亡，顺利通关涅槃深渊。只不过时间上还是不如苏萧快，最快一次也需要2个半小时。而苏萧的小队一共只有4个人，就这么点人还能做到快速刷 SS 级副本，时间比他们刷 A 级副本还快，只能说明苏萧绝对是个变态级的怪物。没一会儿，苏萧几个人就来到了会议室。一进来，苏萧愣了愣，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等他。苏萧摸了摸鼻子，道：“大家都看到榜单了？”“那肯定的，全世界都看到了。”陆承风哈哈一笑。苏萧尴尬笑了笑，直接把这次 SS 级涅槃深渊的装备全都扔在桌子上。噼里啪啦，叮叮当当一顿响声之后，所有人眼前一亮，嘴角也一亮，馋得他们哈喇子都要流满的了。苏萧拿出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装备，这些是涅槃深渊 SS 级副本爆出来的，全是牛逼 N 次方的装备，和他们身上穿的 A 级副本装备相差可太大了。我们刷了几次，暂时就这些装备吧，等有空我们多刷几次的。苏萧不紧不慢说道。哈哈，小苏不着急。陆承风乐得满脸放光，好好休息，你的身体一定要重视起来，别太累。对苏萧比国宝大熊猫还紧张，他的潜台词你可得好好保养，现在你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可不能没有你。好，陆哥，我那个啥，苏萧没直说。陆承风当即明白，赶紧道：“大家稍等一下，装备我先收起来，一会儿开会讨论一下装备具体分配给谁，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说完就带着苏萧走出会议室。陆承风悄声说道：“青龙山的消息已经查到了，他们就盘踞在卧龙岭上，确实实力比荣耀差了不少，不过占据地形的优势，容易隐藏身形，暗杀攻山目标，而且防守特别强，攻上去很难。不过他们再有优势，对你来讲也算不上什么。卧龙岭离龙南总部不远，你要是想去，我安排人陪你一起去。”陆承风说完后，苏萧沉吟了一会儿，道：“卧龙山，还真想把自己当成一条龙，盘踞在那称王称霸了。”对，他将自己比喻成一条握着准备腾飞的巨龙，那处地形聚集了非常多的凶兽，等级还不低呢，御兽师也不少，御使的凶兽非常强，经常埋伏在。凶兽非常多。说到这儿，陆承风和苏萧2个人突然顿住，大眼瞪小眼。俘获！一个技能下去，这么多御兽师的兽宠直接围剿卧龙岭。卧槽！苏萧一下子来了精神头，火急火燎道：“陆哥，卧龙岭在哪儿呢？我急，马上就走。”他浑身都是干劲，拿到绝魁皮绳犹如探囊取物，太轻松了。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刚从副本出来，还比较累吧？陆承风问道。随后将一份地图坐标传送至苏萧的信息面板上。苏萧点开一看，确实距离他们这还挺近的。刘昌能在青龙山上班，晚上返回龙南11区睡觉，完全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真的不远。如果太远的话，估计刘老头早就折腾疯了。说实在的，苏萧挺着急的。距离游戏全球推进只剩下5天时间，域外万族即将抵达海蓝星，这是游戏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化。在这之前，苏萧必须拿到绝魁皮绳。现在时间有些晚，已经半夜了。如果现在出发的话，去青龙山的披星戴月，大半夜的太折腾了。苏萧想了想，休息好了第2天出发更好。对，劳逸结合嘛，不能连轴转，出去吃点什么，再好好睡一觉吧。陆承风也非常赞同，不差这几个小时，人又不是机器人，休息好了才能杀得更痛快不是？苏萧和陆承风告别，转身溜达出总部，打算找个特色口味的小店吃上一口。刚走到一处乌漆麻黑的巷子里，路边上站了一个黑色的影子。卧槽，谁啊？苏萧吓了一跳，升腾着浓雾的黑影悄无声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第111章，第2波杀手登场。
这个人的2只眼睛在微弱的月光反射下发出渗人的血色光芒，直勾勾盯着苏萧不动。他的身上还穿着黑雾似的薄纱，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脸部都没放过，整个人看着神秘诡异。他从苏萧进入巷子以后就一直盯着他不放，虽然没有看清楚他的脸，可苏萧觉得他身上的气息似乎有些熟悉。这个黑雾神秘人就是厄里土斯。他在来的路上已经知晓神秘奶妈通关 SS 级涅槃深渊，他的内心犹如烈焰焚心一般痛苦不堪。虽然厄里土斯没办法知道神秘奶妈到底在哪儿，他还是忍不住想过来看看，万一能够遭遇他，哪怕暴露，他都想干掉他。不过他已经调查过，陆成风和王小蝶都在龙南总部，中央城很多高阶职业者也都来到这里，很明显有猫腻。而且鹰将使团竟然没去中央城，也是直接赶到龙南总部。所有的一切都说明龙南总部正在默默发生大事。厄里土斯看向面前的少年，又是一个奶妈，级别似乎不高。仔细看了一会儿之后，他便放弃了。一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是他想要找的目标。厄里土斯心里的设想，神秘奶妈这样牛逼的人物，必然不可能晚上在大马路上闲逛。这是个刺客，还是什么？弄得神秘兮兮，看起来像个小偷呢？苏萧嘀咕道。距离很近，厄里土斯听得非常清楚，但是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都到了这个地步，他没什么可在意的了。为了樱花，为了八幡宫，为了他自己，神秘奶妈必须死。苏萧大摇大摆从他身边路过，厄里土斯突然掏出来一个联络器，道：我已经潜入龙南总部，没有任何发现。联络器的另一边正是鹤茂族长。鹤茂族长这些天一直在处理八幡宫以及厄离家的矛盾，整个人被折腾的白发都快冒出来了。这个警官节要之际，没有什么事儿能比杀死神秘奶妈更为重要，一定要谨慎，千万小心。鹤茂族长叮嘱道。放心，我明白。厄里土斯回道。需要我派人来帮你吗？你有什么行动计划吗？鹤茂族长继续道。没问题，我自己就足够了。厄里土斯很自信道。厄里土斯已经来到龙南总部荣耀的大门口，神秘奶妈真的在这里的话，我抓一个荣耀人肯定能问出来。厄里土斯认为神秘奶妈在荣耀中绝对赫赫有名，毕竟她之前以一己之力占据通天塔榜首，现在又能带领队伍轻松通关 SS 级涅槃深渊，500人团战的副本都能迅速通关。这一点我必须说清楚，他既然能轻松通关 SS 级涅槃深渊，他的实力肯定比我们料想的要强大很多，你确定没问题？鹤茂族长不放心问道。厄里土斯听到后不由得哈哈大笑，咬牙切齿回道：我杀他就像捏死一只虫子一样。这就是他作为樱花强者的自信，樱花才是未来世界的霸者，他足以碾压所有职业者。就在这时，荣耀大门口一个职业者从里面慢慢晃了出来。厄里土斯掐断联络，悄声跟在这人身后。之前他偶遇的那个瘦瘦的少年，他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来逼问他，弱鸡到可怜。虽然他身上有荣耀标记，这么废物的小垃圾怎么可能了解神秘奶妈的情况？1刻钟之后，远离人群的巷子里，厄里土斯身上的黑雾已经完全侵蚀这个荣耀成员，他全身被暗雾笼罩，早已气息全无，头部被犹如利刃一般的黑雾搅和得稀巴烂。厄里土斯甩了甩，将黑雾上的脑浆全部甩干净，整个人陷入深思之中，口中念叨着一个名字：苏萧，是他。谁也没想到，厄里土斯竟然能够使用这种方式获取神秘奶妈的信息。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苏萧就出发了。在他走后不到20分钟时间，荣耀就收到警报信息。陆成风和王小蝶着急忙慌赶到小巷子，眼前的惨状两人大惊失色。陆成风眸色冷森道：竟然有人在城内敢动我们的人！看着死相凄惨的成员，脸色难看到极致。小蝶，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陆成风问道。王小蝶仔细检查，双目凌冽，回道：好像是御兽师，但又带一些咒术的气息，又很古怪，可以肯定和樱花有关系。陆成风眉头紧皱，忍不住怒骂：卧槽，樱花可真够胆大，敢偷偷派人潜入龙下杀人。王小蝶继续查看，似乎不是特意仇杀动手的。哦，什么意思啊？陆成风疑惑。王小蝶继续翻看尸体，上下翻动检查。我没猜错的话，似乎是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问，身上伤害很多，但都不致命，最后才被掏出脑浆。陆成风脑中灵光一闪，惊讶道：难不成是在审讯？严刑逼供？王小蝶赞同的点点头，应该就是为了摧毁这个人的心房，进行各种非人折磨。陆成风沉吟一会儿，当下立判道：应该就是冲着苏萧来的，看样子樱花没有放弃杀了苏萧的想法。之前安排的15人全部失败，这些人运气太差，还没搅起任何风浪，就直接遇上苏萧，当场全灭。
他们竟然还不死心，又派出第二波杀手。看来这次派来的杀手实力很强。王小蝶继续道：“这个人是高阶职业者，刘大强，63级狂战，竟然都敌不过对方，被打得这么惨，逃命的机会都没有。”陆成风眉头皱成川字，心里咯噔一下，能这么轻松击杀63级狂战士，还能将他折磨致死，连任何求救信号都发不出来，足以见得对方的实力有多恐怖。陆成风有些慌，这个人肯定已经知道荣耀的神秘王牌是谁。苏萧危险！第112章再次发达，走一波。陆成风瞬间急眼，稳不住了。我的天，苏萧前脚刚走，这可完了。说完就想带人冲去卧龙岭。王小蝶扶额，额头3条黑线。陆哥，你可别担心他了，最该担心的是咱们龙南总部的其他人。陆成风迈出的一条腿卡住了，尴尬的摸了摸鼻子。确实如此，苏萧技能离谱到变态，再加上一身恐怖到极点的装备，还自带复活能力的戒指，所有的装备加到一起，如同铜墙铁壁一般，谁想给他来一下，都得掂量掂量能打掉他多少血量。一旦一击苏萧不死，那死的必然是对方。再加上他的反弹和减役，简直就是个行走的 bug。这么一想，与其安心苏萧，不如担心还在龙南总部的荣耀其他兄弟。陆成风仔细琢磨了一下，直接部署：从现在开始，所有龙南总部的人全部进总部集合，不要乱跑，不能让其他成员再受到杀手的暗杀，所以任何人不能再自己一个人行动。樱花杀手实力非常强，一个人2个人都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必须先将所有人集合在一起，共同商量下如何应对。另一边还在赶往卧龙岭的苏萧，还不知道樱花的杀手又一次准备对他出手。他通过传送阵直接赶到龙南15区，这是距离卧龙岭最近的一个区域。卧龙岭是盘踞在距离龙南15区的一座山，里面并不是常规的城区，只不过是自从青龙山的人觉得这里名字更配他们，地形地势非常好，特意占据这里，并逐渐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这里没有传送阵，来往于此都要通过龙南15区的传送阵。这是苏萧第一次来到除了龙南11区和龙南总部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因为距离不远，传送时间非常快，不需要经过几个传送点，直接落地15区。15区看起来和11区差不多，城市里的建筑十分老旧，城中的人并不多。苏萧调出信息中的地图，点击查看，卧龙岭果然距离15区城区并不远。他大概看了看方向，选择最方便的城门，疾驰而去。苏萧并不担心沿途小怪的攻击，所以他选择最近的一条路，直线前进，横穿草地和森林。大概走了50分钟，苏萧休息的时候又一次调出地图查看方向，幸好地图上有他行动的红点以及目的地的标记，不然他跑了半天跑错路线，可就后悔死了。看起来方向没错，再有20-30分钟肯定到了，绝亏皮生等我啊！苏萧掏出一瓶荣耀牛奶，大口喝着，又吃了几块烤牛肉。吃饱喝足，苏萧擦干净手，准备继续前行。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方向传来呼喊声：“嗨，小帅哥，要不要组队去打个东西？”苏萧扭过头看，啊，一个女生，比他年纪要大上几岁，看起来至少有25岁。从他的装备武器来看，应该是巨斧战士。苏萧看了眼周围，啥怪也没有。组队？这里有啥可组队的？他十分不解。如果不是看他客气，他都不想理他，耽误时间。女生拖着巨斧有些尴尬，不好意思笑了笑。不在这里，那边有一个突发副本，时间快到了，马上就要消失，一直没找到什么人，不打的话太可惜了，好不容易遇到。女生用手指了指方向。苏萧一听，耳朵竖起来了。哇，突发副本，这可是好东西。荒野平原的野外区域随机出现的副本，数量太少，基本上很难遇到。一旦通关，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奖励。苏萧心情很好，有一种随机掉落宝物，正好掉到他头上的感知哦。他欣然同意，行，我们组队吧。女生很客气的自我介绍，我叫王明莎。你好，苏萧。苏萧也礼貌回复。这女生整体的感觉类似岩来龙，自带一身战士的霸气，说话走路英姿飒爽，全身重甲，马尾辫高高吊起，随着步伐甩得特别有趣。王明莎有些着急，越走越快，咱们快一点，时间应该马上就到了，之前我找了很久都没碰上一个人。他边说边回头看向苏萧，无意中看到他胸口的标记。王明莎猛地一愣，不由得一顿，荣耀？你是荣耀的成员？他可太惊讶了，等了半天，竟然等到的就是荣耀的人。对，我是荣耀的，突发副本的入口只有1小时时间，你怎么不自己直接打了？苏萧好奇问。突然副本都是随机难度，我自己一个人进去怕难度太大，遇上危险就……王明莎不好意思解释道。这可太出乎苏萧意料，看起来是个狂躁、
武力值很高的小姐姐，没想到根本不敢上。一路上聊天，苏潇没想到王明莎会是洛华公会的人。洛华公会是龙夏非常有名的公会，有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龙夏排名前15的公会，而是因为洛华只招收女生，拒绝任何男性加入。王明莎刚才赶路无意中遇到的副本，一直找不到人，自己又不敢一个人进去，眼看就要浪费一次机会。看到苏潇的瞬间，也有些不满意。一个奶妈，他当时就大失所望。王明莎的实力再加一个挂件小奶妈，依旧是弱鸡组合。没办法，他只能忍了。没多久，两个人很快就出现在突发副本的入口处，一道七彩的光芒从副本内散发开来，从颜色上判断，很可能是60级的副本。王明莎神色冷凝，这也是他为什么还要寻找同伴的原因。如果是50级，他还勉强可以独自拼一把，60级可就是做梦了，他肯定打不过最终 BOSS。有个同伴加血，没准他能试试，打不过还有周围的小 BOSS 捡点装备也行。而苏潇一听说60级以上的副本，眼睛瞬间贼亮贼亮的，这里面肯定有宝贝，课本上讲过，七彩光的副本必有重宝，这一波可是要发达了。第113章，完了，衰运降临。这回轮到苏潇着急了，他急切地催促了一声：“走，我们抓紧进去。”苏潇第一次进突发副本，非常好奇，有一种探险加寻宝的刺激感。对于王明莎来讲，这里可能九死一生，苏潇则是放松的来捡漏的。王明莎一把拦住兴冲冲的苏潇：“别跑，等一下，我们还要组队呢。”说完，立刻邀请苏潇进组，临时小队成立。王明莎直接傻了：“你只有44级？”整个人他腰了，背都挺不直，恨不得当场大哭。一个奶妈，还是个44级的奶妈，级别低，还没太大用处，加血都来不及。苏潇不明所以问：“咋的？还不进去吗？”他倒是不怎么惊讶，55级巨斧战士比岩来龙他们级别低一些，没什么问题。要进去的，就是你级别也太低了，很有可能死在里面，你还进去吗？王明莎有些担忧，马尾都甩不起来了。放心，我没问题，死不了。苏潇微笑强调，进去以后你就跟在我后面，离我不要太远，随时准备给我加状态加血，明白吧？王明莎问道。苏潇反而有些懵，啥意思啊？让他跟在后面溜达，不用动手。王明莎还安慰他，没事儿，我邀请你的，万一你死在里面多不好，咱们俩就试试看，不行就快点跑，别怕，爆出来装备就分，打不过就跑，不丢人。王明莎继续说道。这女孩人品还挺好的，碰到一个陌生人还不嫌弃苏潇是个拖后腿的，她费挺大劲儿打出来的装备，还乐意分给苏潇一半，大好人呐。苏潇点点头回道，放心，绝对没问题，我们能够通过，我懂副本里怎么操作，你懂就太好办了，我们进去一定要小心谨慎，看到不妙就跑。王明莎继续叮嘱。随后两个人直接进入突发副本，两个人眼前白光一闪，没过一会儿能看清副本内场景时，王明莎脸色十分难看，完蛋了，运气不好。两人落脚点正是地图的中心，他们的四周全是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中不光有狮子、猎豹，还有成群结队的狼，不管打到哪一只，听到动静的其他怪物会立刻团团围住苏潇和王明莎。可怕的是，这些草原类怪物全部都是60级。王明莎真想跺脚痛哭，完了，最坏的情况，60级的我们根本搞不赢。她的小姐妹们都不在这附近，不然组个强攻击6人小队肯定没任何问题，杀起来可想当爽。难度最高的突发副本，加上最牛逼的高等级奖励，一年都遇不上一次的60级难度的副本。可现在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唯一遇上的只有小小奶妈。他55级巨斧战士，苏潇是44级奶妈，他俩在一起能微弱勉强加血，他能抵挡一会儿，有且仅有一小会儿，就得被全场草原怪物给啃死，到时候跑可能都来不及。唉，就是衰运了，好不容易遇上突发副本，还打不过。王明莎欲哭无泪，长吁短叹，最后他自我放弃，伸了个懒腰，道：“算了，打不成，咱俩也算认识了，交朋友吧。”呵呵，苏潇无语，他可不是进来找朋友。苏潇仔细观察副本内的情况，每种族群怪物分布的情况，以及最终领主 BOSS 所在的位置有多远，在心里盘算怎么过去最好。王明莎见苏潇不吱声，以为他被突发状况吓着了，赶紧安慰他说：“别怕，第一次进60级的副本吧。说实话，我第一次进60级的副本也吓坏了。”说完，见苏潇还在发愣，他伸手推了他一下，道：“别愣着了，咱俩打不过，动一下都挺危险的，走了，出去吧。可惜一旦出去，副本关闭，就再也进不来了，等于放弃这次突发副本的机会。”然而苏潇突然开口说道：“不走，我大概清楚了，
王明沙瞪大双眼，啥？不走？你清楚啥了？苏潇随口道，你跟在我后面，路线我大概清楚了，咱们往前冲就行。胡说八道什么呢？被吓傻了。王明沙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往哪儿冲呢？你一个奶妈还要带头跑，活够了！你要去给狮子塞牙缝？他眼白都吓出血丝了。苏潇微微一笑，平静道，放心，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冲一下，有我在，你就安心捡装备吧。没想到突发副本面积这么大，怪物一波一波在草原上溜达，都有自己活动的领地，绝不越界。看样子要溜达一会儿，得费劲跑了。可拉倒吧，我还没活够了，你别可冲动，你要是敢乱跑，我就把你打晕了。急得王明沙都想跳起来拿巨斧拍他。他是可以一个人退出，不用管苏潇死活。不过苏潇是被他邀请来的，他怎么可能放任他一个人在里面自杀？可惜苏潇根本不听他说啥，直接大跨步往前走去。跟着我呀，别漏掉装备。说完，苏潇跑得可快了，像个猴子一样窜进草原。吼吼吼吼，老子在此，尔等速来送死！他这么一嗷嗷喊叫，瞬间吸引周围怪物的注意，然后他就直接冲进怪物堆里。王明沙整个人都傻眼了，这他妈太虎了吧！然而下一秒，苏潇浑身冒出各色光芒，各种 buff 技能全部覆盖，一身精良装备，手里举着幽冥遮天，就开始一路狂飙，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哪儿怪物多他就冲进哪里去。一手拿个古怪黑伞，另一只手甩着一柄金枪。站在原地的王明沙举着一只手想要抓住苏潇，嘴巴大大张着，惊得下巴都掉了。他眼里只能看清楚，莫名其妙的怪物全都变成残血。苏潇举着一把黑伞挡住攻击的同时，还能来回戳，另一只手也没闲着，跟着一起戳。叮叮咣咣在草原上横冲直撞，到处吸引怪物们的注意。他路过的地方留下的全是怪物的身体以及随处可见的装备。王明沙猛地揉了揉眼睛，敲了敲脑壳，不是幻觉，没瞎呀，这是什么见鬼的奶妈？第114章愉快的分赃。王明沙呆若木鸡，这是奶妈？狂战龙血战士都没这么疯狂。他愣了一会儿，回过神来，赶紧跑上去。搞不清楚这个奶妈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他能很清楚地看到苏潇整个人好得不得了，竟然一丁点血都没掉。古怪的倒是这些怪物，凡是他路过的地方全都栽栽愣愣，歪歪扭扭，瞬间残血，随后就被苏潇轻易杀死。他一路前行跑过去，后面全是怪物的尸体，延绵一路。王明沙边捡边跑，都跟不上苏潇的速度。慢一点呀，我追不上你了。我的妈呀，60级神话级！老天爷，又一个60级神话级！哦，是世界级，这里有世界级啊！大哥求你了，慢一点行吗？前面就是 BOSS 那儿了，求你了，别跑！苏潇在前面窜得比猴子都快。王明沙从开始小心翼翼到呜嗷喊叫，没一会儿，苏潇就来到 BOSS 刷新点附近。这里附近还守着数十只草原霸者，苏潇根本不在乎他们，反而使劲伸着脖子张望。说实在的，这些怪物太碍事了，排着队找死，他的视线都被他们给遮挡得严严实实。然而此时正在刷新点的 BOSS 草原狮王甩着尾巴站了起来，他似乎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浑身肌肉紧绷，看向不远处。苏潇还没有跑进 BOSS 的攻击范围，草原狮王怒视挑衅者还没主动攻击。苏潇又伸长脖子寻找王明沙，发现他也跟了上来，脸上全是报复后的笑意。行，你来了，准备继续捡。说完，苏潇就看向已经被反弹和简易弄傻的 BOSS 草原狮王，只剩下一丝丝残血。苏潇用金枪敲了一下，轰！通关突发副本，奖励经验值20万，游戏币10万。两个人同时收到提示音，苏潇眼前一亮，太棒了，经验值真高，真是最高级别的突发副本，经验值直接20万，游戏币也给了10万，一夜暴富。这么一搞，苏潇直接蹦到45级。虽然游戏币10万对于千万富翁苏潇来讲算不得什么，不过这么一瞬间弄来10万游戏币，就像天降金元宝差不多。王明沙进入 BOSS 刷新点，擦了擦头上的汗，神一般的速度，他连 BOSS 的模样都没见到就躺尸了。王明沙愣了愣，又敲了敲苏潇周围死的一圈尸体，又一次愣了愣，用力挠了挠头，这……他一时间还没适应疾风电掣的速度。看你高兴的样儿，应该收获不错吧？看看 BOSS， 他也掉了装备呢。苏潇说道。说完，走到草原狮王旁边，捡起来几个装备。突发副本 BOSS 的奖励是翻10倍的，而小怪的奖励是翻30倍的。谁碰到突发副本都得呲出牙花子，美的不要的。只要进来就是单纯奔着暴富来的，富得流油。当然，
你必须能挑战成功，干掉 BOSS。一般情况下，突发副本等级都在40级和50级左右，这次罕见的60级，只能说明运气大爆发。王明傻傻呆呆看看草原狮王的尸体，又看看周围，所有站着的怪物都没有，全部趴在地上。王姐，捡到什么了？苏萧不明所以问道。就是嘛，有一些，那个你啊。王明沙话都说不明白，整个人磕磕巴巴的。和严来龙等人相比，他们是亲眼见证苏萧的成长，而王明沙突然见识到一个离谱到变态的职业者，一时之间大脑一片空白。王明沙真想给自己2个大比斗，应该不是做梦吧？痴呆了好一会儿，他才适应，用力猛喘几口气之后，才看向苏萧，眼神中除了崇拜还有狂热。苏哥，这次一共爆了50件史诗级装备，23件生化装备，1件世界级装备，还是60级的呢。说完，他把所有装备放出来，2个人眼前瞬间噼里啪啦落了一大堆，最顶上放的就是那件世界级装备。不少啊。见多识广的苏萧也被这个阵势吓了一跳，他就光顾着速度，快点打完好去拿绝盔皮绳，根本没想到竟然能爆出来这么多装备，果然是奖励最丰厚的副本。这件装世界级装备绝对能够上装备榜，估计50名差不多。王明沙也激动地说道，级别越高的突发副本越能爆出更多的装备，我们运气太好了。确实运气爆棚，遇到最高等级的突发副本难度也很高，爆率又出奇的好。如果今天苏萧没来这里，只有王明沙一个人，他肯定瞅一眼就自动放弃了。王明沙现在关注的点还集中在装备上，根本没多想眼前的奶妈怎么会比战士还恐怖。这件世界级装备就归你吧，其他的装备我能拿2成吗？不，还是1成吧。王明沙考虑再三试探道。苏萧倒是十分诧异，不要世界级装备，其他的装备也是只要1成？你就要这些吗？苏萧纳闷问道。我就要1成就行，我啥都没干，也没杀怪，只跟在你身后捡装备。王明沙红着脸说，他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巨斧战士啥作用没起到，就跟在后面像个小尾巴一样跑，相当于整个副本全是苏萧独自一个人完成的。他杀完所有怪物，再回过头来捡装备也完全可以。苏萧微微一笑，先将世界级装备拿起来，这是一件弓箭手的轻甲，属性很好，可惜苏萧用不上，他重要的就是血防，他不光穿不上，连级别都不符合，差10多级呢。王明沙也用不上，没办法卖给他，所以这件装备的去处只能是卖给陆成风。苏萧这一趟最满意的就是经验值，其他对他来讲都不算重要，他又不缺钱。2个人按照王明沙的说法分完所有的装备。对于王明沙来讲，目前龙下有实力进60级副本的，能够打到60级装备的高阶职业者都在荣耀呢，这一趟他只拿1成也是赚翻了。第115章上青龙山。2个人退出副本后，再次回到当初的位置上，副本入口已经彻底消失。王明沙嘴角一直翘着，心满意足。他没想到只是在外面随便找到一个人组队，就这么幸运遇到个强者，他跟在后面捡漏，强者带他通关，太舒爽了。王明沙开开心心道，太感谢你了，你真不愧是荣耀的成员，荣耀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强吗？直到现在他都缓不过来，太震惊了。一个40多级的奶妈轻松带飞巨斧战士，如果不是他本人经历的，说给谁听肯定都不相信。奶妈举着一把诡异的黑伞，抡着一把金枪，到处戳戳捅捅，他们2个就通关了，任谁看到大牙都得吓掉了。苏萧摇了摇头道，这不算什么，多亏你，我也能收获很多经验。王明沙呵呵笑了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荣耀的成员奶妈可真够变态的。不会吧，通天塔那位最恐怖的荣耀神秘奶妈？王明沙惊得浑身打了个激灵，应该不会吧。苏萧只有40多级，可是他强到离谱，登上通天塔的榜单，脚踩鹰将樱花，应该很有可能。想到这儿，王明沙抿了抿唇，犹豫再三，忍不住发问，难道你就是神秘奶妈大佬？苏萧瞅了瞅王明沙，目光疑惑。王明沙不好意思甩了下马尾，就是那个登上通天塔榜首的，不光通关 A 级涅槃深渊，还带着荣耀通关 SS 级副本的那位神秘奶妈大佬呀。对，这个人就是我。苏萧点点头，他现在不需要隐藏什么，也不怕别人来暗杀他，百无禁忌，怕个嘚儿。而且这个大傻妞人还挺不错的。听他说完，王明沙大脑嗡一声，一片空白，眼前全是小星星。这是现在龙下最火的偶像神秘奶妈大佬，他也是他粉丝团的超级粉丝。原本以为神秘奶妈实力这么可怕，怎么也是个老大叔，没想到是个比他还小的弟弟。王明沙兴奋完，
嘴角一下僵住了，有些怀疑道：“没哄我吧？你真是神秘奶妈大佬，你确实厉害的离谱，但是等级有点太低了吧？”苏潇觉得他这么想挺正常的，确实是他一个40多级的奶妈，人家一问，他就承认自己就是那位举世瞩目的神秘奶妈，是个人都要怀疑。苏潇举起一只手，晃了晃，这个戒指可以证明吧？王明莎闻声点开装备名称，整个人差点尖叫：“卧槽！虚空幻剑，神秘奶妈大佬打出来的那个世界第1排名的装备！我的妈呀，我是你忠实粉丝！”王明莎乐得在地上一蹿高。虚空幻戒就在神秘大佬的手指头上，也就是说，谁带着谁就是奶妈大佬。苏潇认证成功，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都拥有粉丝了。而王明莎也终于明白苏潇之前为什么吃惊了。开始他以为自己是要多了，现在看来是因为大佬根本没把这些装备放在眼里。对他来讲，这些装备也不过如此吧。他可是带领荣耀通关 SS 级副本的真大佬。两个人准备告别，王明莎精神亢奋，马尾甩到天上：“大佬，原来你就在龙南总部，那我可以找你玩去不？”“当然可以，随时联系。”苏潇呵呵微笑，两个人同时摆摆手再见。结果走了几步，互相扭头看了看。“你也往这边走？”苏潇问。“是啊是啊，大佬，我也是这个方向。”王明莎搓搓手，两个人互相看了几眼，好巧，同一个方向。苏潇边走边好奇问道：“王姐，你去哪儿？”“卧龙岭呀。”王明莎回道。“啥？你不会也要去青龙山吧？”苏潇诧异道。没想到事情就是这要巧，王明莎也是要去青龙山，走直线最近的路程，碰巧遇到突发副本。苏潇也是直线路程，两个人碰到一起，没有分开，还能继续一起走。王明莎开心的想要飞，苏潇倒没啥，多一个朋友走路，还能聊聊天。他也没去过卧龙岭，正好有个人带路，他省得看地图迷路了。“你去青龙山干嘛啊？不是想干什么吧？”王明莎好奇问。“我去买个装备。”苏潇回道。王明莎吐出一口气，耸了耸肩：“太好了，哈哈哈哈！”苏潇不解道：“怎么了？你去青龙山有事儿？”王明莎浑身冒出一股戾气，眼中全是杀气，叹了口气：“我去找张瑞谈谈，代表我们公会。”“张瑞，就是青龙山的帮主吧？绝亏皮绳的持有者。”苏潇察觉到王明莎的异常反应，难道他们有仇？算了，与他何干，不问了。30分钟后，两个人来到卧龙岭边界处。苏潇抬头看了看，他是明白为什么青龙山占据这里耀武扬威的底气了。卧龙岭的怪物可真够多的，到处都是怪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几乎每米都有一只怪物在溜达。如果要以人力来攻打青龙山的话，下面的怪物就够喝一壶的。青龙山的人再根据地形地势配合压制，攻方就太痛苦了。两个人沿着山路朝着青龙山总部前进。这里虽然是依山而建的工会，这些年逐渐发展出来一个小城，虽然不像龙下的各区的城市，但是该有的都有。两个人来到青龙山的门口，苏潇本来准备如果不让自己进，他就直接冲进去，没想到门口的守城职业者听说王明莎的身份后，立刻将两个人放了进去。最有趣的是，两个人没一会儿功夫就见到了青龙山帮主张瑞，轻轻松松就能见到一个工会的会长，对于苏潇来讲是个全新有趣的体验。和青龙山的名字一样，他们的会议室就体现出这个工会的模式。大大的房间内，3个台阶之上放了个庞大的座椅，上面铺着狮王的皮。张瑞坐在上面，居高临下看着从外面走进来的两人。第116章，把装备给我，我帮你。张瑞坐在颇为舒适的怪兽皮椅上，悠闲地看向进来的两人。他的身旁或站或坐一些青龙山的高层，这些人实力都不弱，几乎都在60级以上。这些人状态同样很舒适，叼着烟喝着酒，松散洒脱，一看就是一窝悍匪。张瑞大笑一声，率先打招呼道：“这不是王明莎吗？你来干嘛？你们会长同意了吗？”张瑞身高至少2米，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轻松夹碎苹果。这种体格没有成为战士，竟然转职成一个刺客。苏潇想要的绝盔皮绳应该就在他手上。王明莎气得呼呼喘气，怒吼道：“做梦！同意什么？痴心妄想！”看他气得脸蛋通红，周围的一群职业者起哄不停的哈哈大笑。两个工会的矛盾起源于张瑞见色起意。王明莎所在的洛华工会只收女性职业者，原本两个工会井水不犯河水，也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只是张瑞在一次副本活动中见过一次洛华工会的会长洛青青，一眼难忘，再见倾心。悍匪的头子想要什么，自然是要动手去抢。然而洛青青实力都高于张瑞，火系高阶法师，张瑞一个偷袭职业，想打得过洛青青确实有点难。
和满肚子坏水的手下一商量，成年人从来都不做选择题，要一个不如全要了。青龙山打算将洛华彻底吸收，正好也能给兄弟们集体解决婚姻大事。洛华公会的人哪能让他们说吞并就吞并呢？他们决定先礼后兵，派王明杀过来谈谈。张瑞跨坐在大大的椅子上，一脸贼笑。小妞儿，你来青龙山是想谈什么？洛青青还不同意吗？王明杀皱着眉，冷硬回答：不可能同意，不过我会给你们一件排行榜上的装备。有好装备？张瑞立刻来了精神头，道：排行榜上的什么装备？世界级还是超神级的？如果是好东西，我也不是不能考虑。苏潇暂时不着急，要自己的绝盔皮绳，先吃吃瓜吧，等他们解决，轮到自己也不迟。王明沙突然从背包中取出一件装备，一条黑黑的皮绳，说道：这是一件装备，饰品类，不占装备格子，在装备榜单排在前50名内。如果是饰品类，它位居世界前5。你要是放过洛华公会，我可以把它给你。什么东西？这不是绝盔皮绳吗？苏潇猛瞪了，怎么绝盔皮绳在王明沙手里？这件装备应该没有第二件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不光张瑞听到哈哈大笑，就连周围的那些人也都笑个不停。你既然知道他在装备榜上，也应该看到过他的持有者是谁。装备榜上可是明晃晃写着青龙山，持有者是个刺客，那就是我本人。王明沙傻眼了，他真不知道这件装备持有者是谁，只是当初他还在榜单上的时候，因为特殊他记住了名字而已。没过多久，他就被龙耀大批量爆出的各种装备挤下榜单。青龙山和刺客这几个字，当初他还真没注意过。噗哈哈哈哈！我特意将绝盔皮绳当作诚意留给你们洛华，没想到你还带着他回来了，拿我给出去的东西又来贿赂我，你觉得我能同意吗？张瑞笑得脸都疼了。王明沙立马急了，他拿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张瑞的。我还有其他的装备，刚刚爆出来的神话机很多件，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同意。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潇打断，他激动地看着绝盔皮绳道：你别求他了，你把绝盔皮绳给我，我帮你踏平青龙山，怎么样？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惊呆了。啥玩意儿，就敢跑这儿来大言不惭？这家伙不是跟王明沙一起过来谈事儿的吗？王明沙被吓得一愣，反应过来赶紧拉住他，别闹，他们不是副本的怪物，没那么容易杀，还敢当着张瑞本人的面说要踏平青龙山，这不是活腻了吗？疯了吧？张瑞冷哼一声，也没把这种小少年当做一回事儿。喂，你挺敢说大话啊？你一个男的跟着洛华的人干嘛？你……话还没说完，他眼睛扫到苏潇的衣服胸前。张瑞嘶了一声，眯了眯眼睛，道：你还是荣耀的人？他刚一说完，哈哈大笑的众人嘴巴卡住了，目瞪口呆。荣耀的人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苏潇没把他们当回事，转头看向王明沙：你把绝盔皮绳给我，我就帮你，或者你卖给我，我也可以帮你。王明沙错愕了一瞬，立刻反应过来，苏潇之前提过要来买东西，不会就是买这件装备吧？王明沙凑近苏潇，小声问道：这件装备可以给你，你可别再说了，一会儿激怒他们，你可走不出去了。他确实在突发副本内见识过苏潇的威力，即便如此，他一个人对抗这么多人的公会，想想也不可能。这些人可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低智商的60级副本怪物，他们全是手上全是鲜血的高阶职业者。青龙山可不是简单的土匪窝，这里全是悍匪。你放心，交给我吧。苏潇目光坚定，想了这么久的装备就在触手可得的地方，他浑身都兴奋起来，恨不得一个高窜过去抢走。就在这时，张瑞反而严肃说道：这位荣耀的朋友，我们青龙山可是和你们无冤无仇的，只要你现在离开，我们不会对你做什么。张瑞当了这么多年的帮主，他内心十分清楚，荣耀能不接触就绝对不要接触。荣耀一直没动青龙山，就是因为青龙山地形地势难以攻破，一旦杀了荣耀的成员，荣耀能不采取行动吗？张瑞谨慎着呢，他可不会轻举妄动得罪荣耀。不过如果荣耀的人先动手的话……第117章，一个都别走。张瑞眯着眼睛，没有任何动作，而苏潇硬拽着王明沙大步往外走去，边走边说：王姐，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根本就没想过要你的装备，他们就废话厉害，你甭搭理他们。坐在会议厅里内的众人当场懵逼，这个二愣子真特么胆大包天，不但自己走了，还想拉着王明沙一起跑，把他们青龙山当成什么地方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张瑞眼中凶光一闪，怒喝一声：想走？没门，给我留在这儿。王明沙身上带来的装备可不少，为了谈成下了大血本。就算张瑞不会放过洛华公会，装备既然来了青龙山，就别想拿走，这才是霸道悍匪的一贯风格。
苏潇拽着王明莎继续往外走。王明莎深知苏潇是为他考虑，河图匪谈生意风险太大，不过他们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他停下脚步道：小苏，青龙山不会放过洛华的，只能和他们谈清楚，希望能够放过我们。他们想彻底和洛华联合成为一个工会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用装备来利诱他们，一旦动手肯定会有人受伤死亡。他们这些人一向作恶多端，如果落到他们手里，我们的姐妹就全完了。青龙山实力太强了，其他工会都退避一二，很难打，你不了解。王明莎苦口婆心劝着苏潇。苏潇依旧点头安抚他道：放心吧，我帮你直接灭了青龙山，一了百了，也算替民除害了。这种垃圾活着也是浪费空气。两个人的对话刚好被急匆匆赶出来的张瑞等人听得一清二楚。你可真够狂妄的，小子，看来你是活腻了，也就是荣耀的人，再敢出言不逊，你就别离开青龙山了。张瑞怒道。苏潇微微一笑，根本不在乎，你们青龙山一直为祸一方，游戏更新前就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游戏更新后更是变本加厉，不为了壮我国威而努力，反而在国家后方继续捣乱，早就该消失的垃圾。苏潇没留任何情面，说得非常难听。张瑞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道：怎么，我就想日子过得好，有错吗？职业者的世界本来就是谁强谁就有话语权，我强我就任意妄为。苏潇冷笑道：行吧，一会儿看看谁更有话语权。说完，他扭头看向王明莎：王姐，绝亏皮绳给我，我准备动手了。王明莎有些迟疑，照这么发展下去，苏潇肯定要被围攻，死在青龙山。他握紧拳头，突然朝张瑞喊了一声：今天算了，下次再谈。小苏，走。说完，拉着苏潇就要离开。张瑞表情不善，一挥手喊道：等等！一群人呼啦啦将两个人围住。行，你要走没问题，不过你带来的装备全都留下。张瑞扬了扬下巴，绝亏皮绳没什么用，不然他也不会扔在洛华那边。王明莎浑身一震，瞪大眼睛道：不行，我们都没谈妥，你要什么装备？哟，来了青龙山就想这么走出去，怎么可能？要么装备留下，要么你留下，怎么样？张瑞呵呵淫笑一声，周围一片哄笑。王明莎紧皱双眉，你完了，走不出去了。他身旁的苏潇摸了摸鼻子，叹了一口气，明明很容易，还很简单，把绝亏皮绳给他，一了百了，当场解决得干干净净，多好啊。王姐，给我皮绳，放心，我真行，反正也走不了，你信我一次。苏潇镇静道。他这话一出，不光王明莎懵了，就连一旁的张瑞都来气了，怒吼一声：小子，屡次放过你，你还不知去找死，老子现在就让你死。就算他是龙耀又能怎么样？三番五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要灭青龙山，真当他们好欺负？张瑞气得火冒三丈。突然一个惊呼在众人耳边响起：卧槽，好家伙，这家伙45级就敢放屁，什么玩意儿？张瑞很明显浑身一顿，上下扫了苏潇几眼，不屑地撇撇嘴：哼，行吧，你俩谁也别走了，我也给你机会了，你非要死没办法。就这么一个小帮菜，死几个龙耀都不会在意，死了就死了。如果是一个高阶职业者，肯定和捅了马蜂窝一样。张瑞啐了口唾沫，眯了眯眼，45级估计连龙耀管理层都记不住的垃圾，怎么可能为了他来灭了青龙山？王明莎看着张瑞表情突变，心中暗叫不好。他直接把绝亏皮绳放到苏潇手里：小苏，拿好。苏潇眼睛一亮：欧克，到手了。拿到的瞬间，他直接将装备带上。皮绳装备好后，并未出现在苏潇的手腕处，只是单纯在装备栏上显示。苏潇点点头，不虚此行，总算是拿到了。他刚要感谢王明莎，被他直接打断。王明莎面向张瑞，一身正气，毫不畏惧道：让他走，我留下。如果你们非要杀他，那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哇靠！苏潇懵了，确实出乎意料，之前一起挑战副本的时候，王明莎人非常好，没想到他竟然能善良到这种地步。王明莎表情微暗，悄声说道：小苏，我今天应该是走不了，你不用管我。你还年轻，虽然你强的离谱，但面对一个工会的高阶强者是不现实的。我救你不是我多善良，而是你肯定会成长为龙夏强大职业者，未来龙夏需要你，国战也需要你。卧槽，离别临终之言太他妈伤感了。苏潇眨了眨眼睛，他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女孩竟然能舍身为国。一会儿我就放个大招冲过去挡住他们，挡的时间肯定不会太长，你跑就行，就像之前你在副本里横冲直撞那么跑。准备好，3、2，王明莎做好必死的准备。他现在算是明白了，来这一趟就像个脑残。
和青龙山悍匪谈条件，简直就是与虎谋皮。雁过拔毛，为虎作伥惯了。苏潇拍了拍王明沙的肩膀：“你不会死，绝对。”第118章，一个都别想跑。苏潇安抚完王明沙之后，朝着对面的张瑞冷哼一声，道：“张瑞，我一直都不太明白。”王明沙一愣：“大敌当前，你明不明白能咋的？还不赶紧跑路，非要明白啥呀？”张瑞身旁其他的职业者按着一贯操作，直接扫描读取苏潇全身信息。然而得到绝魁皮绳的瞬间，苏潇就装备好了。从此以后，谁也甭想探查到他的任何信息。张瑞眯了眯眼睛，不明所以道：“你想问什么？”苏潇指了指周围的地势发问：“你看，青龙山的活动区域就在卧龙岭的正中间，被群山围绕，这些山的怪物非常多。你们处于怪物的包围圈之中，就从来都没担忧过吗？”听他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张瑞乐的胡子吹得下不来，道：“小子，卧龙岭的怪物多是多，各自为政而已。他们怕我们还来不及呢。我们御兽师可不少，对他们的压制足够强，城墙也够高够厚，一群怪物而已，没什么可担心的。来多少只，我们都顶得住。”哇！苏潇也跟着他们一起哈哈，这要牛吗？多少只都不怕。卧龙岭的怪物数量可不少，虽说没有10万只，4、5万还是有的。苏潇啧了一声，他可以控制一部分御兽师的兽宠，再吸引一部分怪物冲过来。想到这儿，苏潇挥出技能，现场御兽师召唤出的兽宠突然傻呆呆一动不动，随后集体朝天狂吼，完全不听主人的命令。而正在卧龙岭战斗的怪物们听到声响后，同样也愣住，动也不动。时间宛如停滞一般，几秒钟过后，轰轰，铺天盖地狂奔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怪物类别等级都疯狂咆哮，奔着青龙山癫狂而来。卧槽！张瑞太阳穴狂跳道：“这他妈怎么回事？怪物是奔着我们来的！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王明沙扔到我的房间里去，这个小子弄死！张瑞听着声音，顿感不妙，不能再拖延时间了。有几个战士嘿嘿狞笑，朝着苏潇他俩走过去。王明沙扯了扯苏潇，想把他藏在自己身后，然而苏潇根本没动。这几个战士靠近他的一瞬，他猛地抽出幽冥遮天，一把黑色的雨伞一晃而过，一道黄色光芒覆盖其上。砰！一声巨响过后，几个战士同时倒下，呼吸全无。张瑞和其他高阶职业者全部脸色巨变，瞳孔狂震。这几个战士可是青龙山的支柱，全是狂战士，等级在60级以上，每次杀人劫掠的超级好手，就这么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子一招给直接秒了。王明沙也满头雾水，后背全是冷汗。虽然他之前亲眼见过苏潇的有多变态，心里有一定了解，可他确实没想到苏潇一出手就能秒杀好几个狂战士，这特么强的太离谱了吧！青龙山这些人已经被激怒了，全都发疯了，苏潇还能行吗？这些人可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智商没几十的怪物。王明沙下定决心，猛地喊了一声：“苏潇，你快走，我来挡住他们！”说完，直接甩出巨斧，整个人暴起，瞬间攻击力和防御力全部暴增，牺牲了自身的血条，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攻击和防御的绝招。王明沙脸色变得苍白，巨斧就要往前方攻去。苏潇赶紧拉住他：“哎，王姐，别激动，等等我，保留血条啊，冷静。”说完，把所有技能丢个遍，每个人脑袋上都套了个狂简易。王明沙嘴唇发白，浑身有点哆嗦，还着急催苏潇：“你怎么不走呢？这么多人根本打不过，别耽误时间，快跑！”“哎，姐呀，你咋就不信呢？我真的能行，放心，你在一边看就行，不用你动手。”苏潇把他推到自己身后。就在这时，青龙山的人已经把苏潇和王明沙围得里3层外3层，水泄不通。王明沙急得满头大汗，眼露绝望，完了，彻底完了，现在想跑都不太可能。他立刻撤销技能状态，摇了摇头，叹气道：“小苏，哎，看来今天咱俩得死在这里了。”包围圈外的张瑞满脸严肃道：“好啊，没想到你小子有两下子，秒杀我的左右手。这几个狂战士不光攻击技能高，防御也不弱，被苏潇直接杀了，就和切菜差不多。就算他张瑞自己冲上去，不出意外，也是被秒杀。其他的职业者一时间也不清楚苏潇是不是还能来一击爆杀，将他们全部秒杀。蓦人敢冒头送死。苏潇收起黑伞以后，又大咧咧掏出一把法剑。张瑞瞅了瞅法剑，又想了想黑伞，怎么总觉得这2件武器似乎在哪听说过。此时现场陷入一片寂静之中，没人发出任何声响。王明沙明白这些人估计忌惮苏潇的实力，
一时半会儿不敢动手。小苏，咱们撤，往大门那边走，找机会就跑。王明沙悄声安排。苏潇微微一笑道：“咱们不走，我来这儿除了要拿到绝魁皮绳，还有一件必须要办的事。”啥？还有啥事儿？王明沙疑惑道。苏潇随口回道：“灭了青龙山，清理龙下祸害，绝魁皮绳拿到了，目的完成，他此行最大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只要为民除害，目的2也完成。”非常好。张瑞听到这儿，整个人炸了，目光阴狠。呵，不自量力，不知道你用什么招暗器干掉他们。不过我已经发怒了，今天你俩甭想离开青龙山。说完，目光喷火，扫向王明沙，道：“你故意带着龙药的人来我们山上，还弄死我们好几个人，别以为我会答应你的提议。不光不会放过你们落华，我还要把你们所有人全部抓起来，一个不会放过。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别想跑了，让你们尝尝我们兄弟的厉害。再过2小时集结完毕，我们就杀去落华，你给我等着。”第119章，她是龙耀奶妈。听了张瑞的狂妄言语，王明沙后背全是冷汗，身体抖了抖。苏小冷哼一声，回道：“阴沟里的老鼠就别想太多了，过一会儿送你们告别世界。”他刚说完，青龙山的人笑得肚子抽筋，笑归笑，这些人也不敢轻举妄动。王明沙的冷汗顺着额头滴落，他又不甘心束手就擒，可又没有任何办法。这里是青龙山悍匪的地盘，人家的主场，他就算想跑都没地方跑，周围全是他们的人，看来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就在此时，大地突然狂抖，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御兽师身边的兽宠纷纷朝天狂吼，兴奋的呜嗷乱叫和远处的声音呼应。所有人不明所以，纳闷到处张望，有的御兽师甚至踢了兽宠几脚。怎么回事？这不是深山内部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怪物集合一起狂奔？张瑞皱了皱眉，也跟着众人一起张望，只能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震动，脚底板发麻，什么都没看到。苏潇微微抿唇一笑。这时正守卫青龙山的职业者惊得脸色大变，山寨内看不到的场景，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卧龙岭的怪物正在狂吠咆哮，陷入癫狂之中。最恐怖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就像瘟疫传染病一般，呼啸狂奔的怪物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卧龙岭对于人类来讲，地势险要，很难攀爬，然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怪物来讲，轻松自如，没有一丁点难度。卧槽！你们看见没？霹雳血蟒、魔化巨鳄、丛林狂虎，我的妈呀，怎么都过来了？门口的守卫吓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了，多到数不胜数。不管级别高低、体型大小、五颜六色，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涌过来，密密麻麻。越跑越近，张瑞等人都能听到各种兽类的喊声。张瑞急促地高喊一声：“发生什么情况了？怎么回事？”远处跑过来一个守卫，嘴唇发紫，整个人很惊恐，道：“帮主，出事了！外面很多怪物朝着山寨跑过来了，看着要冲进来，想要攻击咱们。”什么意思？怪物攻城？不能吧？张瑞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可能？这么多年相安无事，怎么会突然冲过来？而且他们从来都是各自为营，不可能统一攻击我们。张瑞根本不信。守卫哭丧着脸道：“帮主，真的实在太多了，就像传染病一样，不光几级小怪过来，就连高阶怪物都躁动的跟着一起冲上来了。”张瑞倒吸一口凉气，有什么可惊慌的？怪物冲着山寨来干嘛？怕什么怕？就算过来又能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了就杀呗，至于被吓成这样吗？他根本不能理解守卫嘴里怪物多到什么壮观的场面。王明沙也竖起耳朵，听着远处的嘶吼声，满头问号。这是什么情况？守卫急促呼吸，着急忙慌催着张瑞做决定。帮主，怎么办啊？快下命令行动起来啊！晚了可就来不及了，他们该踏平青龙山了，真的。闭嘴，这种小场面都吓得快尿了，还敢说是青龙山的人？滚一边去！找几个兄弟杀杀怪，没什么大不了的。张瑞不屑道。他话还没说完，不远处就传来阵阵惊呼惨叫声。众人抬头看过去，一只只高阶猛兽已经蹲在山寨围墙之上，上下跳跃撕咬守卫。马德，这些东西怎么上来了？快点儿，多去几个兄弟宰了他们！张瑞怒吼道。苏潇呵呵一笑，随手给他们加了个狂减1。这个时机刚刚好，所有青龙山的人瞬间血条狂掉。张瑞也发现出事儿了，整个人开始虚弱，血条狂掉。几个呼吸间，他直接残血了。张瑞吓得魂飞魄散，就这么一丝丝血，一个技能下来，他就得死翘翘。想到这儿，张瑞立刻从背包里掏出大量不血剂，一顿狂炫。
然而，一排血红的提示惊得他差点升天。无效不血，此状态下无法加血。什么鸡巴玩意儿？凭什么不能加血？张瑞傻眼了，他从来没听说过补血剂还有失败的时候。补不上血，他就完犊子了。他急得赶紧打开状态栏，上面竟然有一个大大的标记，此模式补血。他又赶紧抬头看向青龙山的众人，眼睛所到之处，血条全部都是残血，大家和他状态相同。他妈的，怎么回事？哪个垃圾干的？张瑞震惊道。现场也只有王明沙用余光瞅了瞅苏潇，这个技能在突发副本里他见苏潇用过，没想到对怪物好使，对职业者同样好用，哪怕他们都是高阶职业者，照样秒变残血孙子，太恐怖刺激了。王明沙抿了抿唇角，一滴冷汗滴落，不愧是龙夏最强战力组织的成员，离谱到家了。就在这时，张瑞终于反应过来了，所有人都变成残血，怎么唯独苏潇和王明沙还是好好的？大脑飞速运转，苏潇说要踏平青龙山的话在耳边响起。这小子刚才还突然击杀了几个高阶职业者，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切都是该死的家伙搞的鬼。杀了那小子，必须快，赶紧杀了他！张瑞猛地大喊一声，王明沙一个踏步就站在苏潇前面，挡住前方。残血的众人听到帮主的话之后，互相看了看，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还是打算听从帮主的意思，杀了他。苏潇笑了笑道：“王姐，别担心，你在后面看热闹就行，这些交给我吧。”刚说完，几个高阶职业者就冲到苏潇面前。苏潇手掌一动，一把法剑出现在他的手中，他抬手一劈，轰！一声巨响过后，黑色的魔力火焰吞噬了青龙山大片区域，残血的高阶职业者直接倒地一片，巨大的冲击力狂扫整个区域。张瑞身旁一个职业者突然嗷嗷尖叫：“末日！这是深渊烈焰末日支配者，排行榜第2的装备，他是荣耀神秘奶妈。”